姑姑，哎呀，小姑姑，小姑姑，昨晚被丧尸用冰系异能打中了脑袋，血流了一地。本以为就此归西，没想到穿到古代成了一个12岁的小姑娘。哎呀，原主在村里的辈分实在太高了，除了原主爹以外，就属他的辈分最高，属于一人之下，全村人之上。村里的人不是叫她姑姑，就是姑婆，还有太姑婆。要是再过几年，说不定辈分还能再升一升，成为太姑太婆。快！哎呀，快跟我回去！19爷被王家村的人打了。向燕有些惊讶，动作幅度大了些，差点从树上摔下去。哎呀，你快扶好！我爹现在怎么样了？19爷身子还好，就是受了点小伤。你快下来吧。怎么回事？我爹他们不是需要工钱了吗？怎么会被人打呀？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知道王家村人不愿意付剩下的工钱，这才被打了。我爹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就是额头被打破了皮，流了不少血，昏迷了。人都昏迷了，你还说小声？你这当大夫的心也太大了。不是我心大，伤口倒是不大，就是吧，咱们村的人你都知道，这一路逃荒1年多才到这里落户，身子亏空的厉害。咱们落户之后情况也没好多少，虽然已经落户3年了，但靠咱们人力开荒的地本来就少，又没有养肥，收成也就少啊。这身子只要好好补一补，把气血养回来，人就能醒了。也是啊，现在不要说补一补身子了，不饿死都是万幸了。很快两人进了院门，院子里有好多了人，他们一个个神情憔悴，面容枯萎。姑婆，对不起，是我没有照顾好太爷。这是怎么回事？王家村的人太不吃东西了，明明说好了干1天活给20文的，他们现在不承认，还说工钱是10文1天，早都结清了。太爷忍不住跟王家村的村长王德发理论了几句，他的大孙子就用石子把太爷的额头给打破了，太爷当场就昏迷，我们只好赶紧抬着太爷回来找洪强叔给医治。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太爷的医药费得给，咱们的工钱也必须要回来。对，必须要回来，咱们可就指望这些钱买粮食活命呢。只怕这些钱要不回来了，他们算准了咱们是外乡人，势单力薄的，不敢拿他们怎么样。王家村在衙门还有人，咱们只能认栽。众人都沉默了，他们只是逃难逃到这里落户的，并不是本地人，就算被打也不能找关老爷给伸张正义，只能忍着。这19爷都昏迷了，王德发就没说什么？王德发只说自己孙子小不懂事，让我们赶紧抬着人去医治，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我亲自带着大家再去一趟王家村，看看王德发怎么说。咱们现在就去，你先照顾好19爷，等我回来再来看他。向燕点头答应。等他们离开之后，向燕走进厨房，把怀里的鸟窝掏了出来。这时候一个30多岁的妇人走了进来，是隔壁的田桂花。家里没啥好东西给19爷补身子，只有这个，好歹能填饱肚子。向燕知道大家都不容易，家家户户都难，不想收他的东西，于是连忙推辞。小姑姑是不是拿我当外人？19爷都这样了，你们家，咱们都是一家人，就别见外了。桂花说的对，小姑姑就别推辞了。这时候又有人来了，他端着一碗黄豆也进来了。不一会儿，陆陆续续来了好多人，他们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粮食或吃食，虽然都不多，但向燕知道这几乎是他们的救命粮，这让向燕的心里大为震撼和感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阿爷，向家村那群臭乞丐又来要钱了。还真是一群让人讨厌的苍蝇。胜利啊，你先去应付应付，我一会儿再出去。爹，你就瞧好儿吧，看儿子怎么收拾他们。王德发满意的笑了，自己的儿子什么德行自己还是清楚的，收拾向家村的那群穷鬼还不是手到擒来。走走走，哪里来的臭乞丐，仔细脏了我家的院门。吴太太，我们是向家村人，
是来要去年我们收麦子的工钱，麻烦吴太太跟王老爷说一声，给我们结一下工钱。你说啥？工钱？工钱不是早就给你们结清了吗？怎么还来要啊？吴太太肯定是记错了，王老爷只给我们付了一半，说是剩下的一半等年后再给我们。这都过去1年了，也该给我们结一下工钱了。你说谁记错了？老娘记性好着呢，说结清就是结清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哎，工钱只给我们结了一半，还有一半没给呢。吴太太，你可别不认啊！是啊，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再不给钱，我们就要活不下去了呀！妈的，吵什么吵？谁给你们的胆子来我王家村来闹？也不打听打听我王胜利，是你们这群乡巴佬惹得起的吗？众人一静，都知道王胜利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他们确实不敢惹。王三爷说笑了，我们怎么敢到您家里闹事？我们就是来讨要去年收麦子的工钱，不知道王老爷在不在家？这事儿他老人家最清楚了。哼，要钱？你们没搞错吧？我没找你们要钱就不错了。你满世界打听打听，我王三爷从来只收钱，还没人敢从我手里要钱的。妈的，我看你们是不想在这清水街里混了。哎，你……富贵制止他冲动，然后笑着说道：王三爷说笑了，我们就是穷苦人家，靠一把子力气给人干活吃饭，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家里的孩子眼看着就要饿死了，您就行行好，让王老爷给我们把工钱结了吧。哟，你这是不服啊？不服你也给我忍着，别把小爷我惹急了，惹急了我打你一顿都是轻的。你们这群外地人可真不知好歹，我们连你们是外来的，这才给你们活干的，不但好心给你们口饭吃，一天还给你们10文钱的工钱呢，还不知足。吴太太，咱们说好的一天20文，管3顿饭，外面的行情比这还多5文的，这些您都知道啊。谁说的20文了？早上不是都说了10文一天？不信的话，你们问问我们村其他人。对呀，我们一直说的都是10文钱一天，工钱去年就结清了，你们怎么还来要？听着他们倒打一耙的话，向家村人气了个仰倒，双方推搡之间就打了起来。向家村人只来了20几人，哪里是王家村人的对手？没一会儿，他们就被打得鼻青脸肿。王德发见教训的差不多了，春耕还要这群乞丐帮忙干活呢。住手！成何体统？族长年纪大，被打得有些起不来。我爹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就等着偿命吧，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切，先不说他还没死，就是老子今天真把他给打死了，你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你们敢拿我们怎么样？胡闹！同样的话我都说过一次了，就是10文一天。去年也怪我没说清楚，你们也知道去年收成不好，我们只能给这么多，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大家都要相互体谅嘛。既然王老爷说10文一天，那就10文一天吧。只是公道自在人心，往后我们向家村的人可不敢再来王家村做工了，以后另请高明吧。有种你再说一遍。年轻人就是气性大，回去好好想想再说，话可不要说得太绝对。春耕在即，你们要是想通了，明天就可以来我王家上工，还是一天10文钱，管3顿饭。谁让我这人心善呢？向家村人忍着怒气，一言不发，抬着族长走了。大哥，这次他们吃了这么大的亏，万一春耕他们不来咱们村做工，咱们这么多地咋办啊？家里的长工可忙不过来啊。哼，那帮穷鬼估计快没吃的了，不靠给咱们干点活挣点钱，怎么活下去？就算想找其他活干，那也要其他人有那个胆子请他们，让胜利放出风声，谁要敢请向家村这帮外地佬干活，谁就是跟咱们王家村过不去。放心吧爹，我一句话的事儿。嘿嘿，还是大哥想的周到，只要他们不想挨饿，只能给咱们干活，要不然他们只能进山打猎。山上的野物倒是多，但他们也要有命回来才行。听说他们去年组织村里人一起进山摘板栗，结果有2个人直接死在狼口之下，我不信他们还敢进山。10万大山是那么好进的？要不是太过危险，他们以为向家村那片平地会分给他们，直接赶他们去山里种地去，地留着咱们自己种，岂不是更好？山上的野猪多得很，听说经常下山糟蹋粮食，
冬天狼群有时还会下山，他们日子难过得很呐。只要不是他们太蠢，就会明白，只有给咱们村一直干活，他们才有活路。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他们只能是咱们的半价长工。黄德发这个老狗简直欺人太甚。唉，他这是拿准了我们只会吃下这哑巴亏，等着我们走投无路，还得上赶着继续求着他们给我们活干。那咱们该怎么办呢？眼下要春耕了，先把地收拾好，再看看周围有没有需要干活的人家，或者镇上和县城都找找，总会有办法。众人点头，也只能这样了。向燕把全家叫了起来吃饭。二壮听到吃饭，惊喜的两眼放光。姑姑，你怎么做面条啊？这多浪费粮食啊！粮食吃完了该怎么办？而且那些粮食是村里人给阿爷送来补身子的，要是咱们吃完了，阿爷怎么办？再说我们已经吃过饭了。多多的小嘴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吃饭。二壮开心的端起碗就吃，大家都是饥饿状态，食物面前只保持本能。你不饿？要是不饿，就给你二哥吃吧。闻言，二壮的脸唰的一下从碗里抬起来，眼睛亮晶晶的看着多多。你不吃吗？谁说我不吃了？我饿死了。说完也不再说话，立刻吃了起来。面条入口，好香，好好吃啊！真好吃，姑姑，明天还可以再吃这个吗？还吃？以后还要不要过日子了？不吃就不吃嘛，干嘛那么凶啊？第二天早上，向妍依旧做的是面条。哇，好香啊！好久都没有吃过肉了。姑姑，好了没有啊？我想吃。就连一向木呆呆的大壮也直勾勾地盯着锅里的面条。马上就好，别着急。看着面条差不多了，再撒上一把野葱花就盛了出来。向燕给每个人都盛了满满一碗面条。姑姑，不给阿爷吃吗？你阿爷现在昏迷着，面条要多煮一会儿，等软烂了才能喂。我们先吃。知道了，姑姑。这一顿终于吃饱了，除了大壮和二壮，但也没办法，要让他俩都吃饱。估计乡亲们给送来的粮食2天就能造完。半夜，向燕去了向老爹他们的屋子，悄悄叫起二壮：“姑姑，这么晚了叫我干嘛？”“嘘，跟我出来。”二壮虽说困得很，但还是听话的起身穿了衣服出来。姑姑，你拉板车干嘛？你想不想给你阿爷和族长报仇？想。向燕给二壮说了自己的计划。二壮眼睛一亮：“咱们家的粪太干了，我知道金宝家的粪呕得臭，还有尿桶都攒满了。”这你都知道？他那天来的时候给石柱显摆，我听到了。王德发家你去过吗？朵朵肯定知道，阿爷去年干活的时候下雨，朵朵给阿爷送过衣服，我去叫他。3人拉着板车去了金宝家，把他家的尿桶和粪装了3个木桶。向燕被刺鼻的臭味熏得简直想吐。我说的对吧？金宝家的粪就是臭。你小声点，小心把人吵醒。3人被即将要干的坏事兴奋的脚下生风。没多久就到了王家村，向燕把粪水泼了一大门。向燕赶紧屏住呼吸，示意二壮还有后院。几人又轻手轻脚地绕到了王德发家的后门。二壮顺着墙把剩下的2个木桶里的大粪倒了进去。看他们还敢不敢再欺负咱们，让他们吃屎去。吃屎吃屎。咱们回去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知道吗？2个人都点头答应了。半夜王德发被尿意憋醒了，他像往常一样打着哈欠向后院走去，吧唧一下被脚下的粪水滑到了，摔了个四仰八叉。来人啊！老婆子！吴老婆子最先被吵醒，她急忙出来看情况，却迎面被臭味熏得呕了出来。哎呦，怎么这么臭啊！最后还是王德发自己爬了起来。王德发冲洗了7、8遍，但身上的臭味怎么洗都洗不掉。他已经被腌入胃了，但他好歹能喘过气来了。肯定是向家村的人干的，他们明着来不行，只能来阴的，我饶不了他们。
可咱们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干的呀。这还用证明？不是他们还能是谁？有没有可能是盛远他们在外面得罪了人，报复到咱们身上来了？是不是向家村人不打紧？警告警告他们也好。第二天一大早便听到孙二娘的骂人声。那个挨千刀的把我家的粪水偷走了，给留个空桶什么意思啊？这个你们也好意思偷，也不怕生孩子没屁眼儿？胡咧咧啥？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你骂谁呢？让大家听见多不好。别人都敢偷粪水，你还藏着掖着干啥？我偏要骂！王八羔子，别让我知道是谁偷的，否则老娘打断你的狗腿！大家快来呀！王家村人来了！你们王家村人还来我们向家村干什么？你们向家村昨晚有人半夜跑到我家，倒了满地的大粪，识相的赶紧把人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王德发仔细观察着他们的表情，见众人都是一脸惊讶，不像是装的，心里开始纳闷，到底是什么人干的？谁说我们向家村人半夜去你家捣乱了？你有什么证据？还是说你抓到人了？不是你们还能是谁？那人分明就朝你们村的方向跑走的，还敢说不是你们？这么说，你既没证据，也没抓到人，就凭对方向着我们村的方向跑，你就断定是我们村的人？那万一对方就是嫁祸给我们呢？你们不承认也没关系，有你们后悔的时候。得罪我王德发的下场，你们可想清楚。哼！王德发就最后威胁恐吓一番，带着人走了。金宝他娘，你早上是不是在嚷嚷谁家偷你家的大粪了？向家村人的目光齐刷刷望向孙二娘，孙二娘生怕被王德发误会是他家泼的粪。不是我家，我家好好的，什么也没丢，你听错了。说完拉着向满屯走了。就这样过了几天，由于吃的跟上了，向燕身体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头昏眼花、四肢无力的情况很少了。大壮、二壮、朵儿，你们看见那几只蜜蜂没？一人盯紧一只，一会儿看他们往哪飞，咱们就往哪追。姑姑，咱们追蜜蜂干什么？姑姑，你的意思是让咱们跟着蜜蜂就能找到蜂巢，找到蜂巢就能采到蜂蜜了，是吧？朵儿真聪明。向燕不吝夸赞，朵朵心下欢喜。几人盯着蜂蜜正看呢，麦穗这时候找了过来。姑婆，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向燕向他招手示意他过来，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麦穗。这行吗？行不行一会儿就知道了。对了，你是来找我的？我爹说家里的地快收拾好了，让我先到你家给你们帮忙，他要去外面找活干，剩下的我娘一个人就够了。向燕也不客气道了谢，接着三个人在草地里追着蜜蜂乱跑，最后一样都跟丢了。这时候从穿越来就没听到大壮说话的他听到大壮叫他姑姑啊，找到什么了？向燕下意识问了一句，就跑了过去，一看之下张大了嘴巴，好大的一个蜂巢啊，比一个木桶还大。蜂巢是蜂巢！向燕眼看着几只离朵朵比较近的蜜蜂被他那尖细的高音刺激到，直接掉在了地上。向燕揉了揉耳朵，这杀伤力非同一般。二壮见状就想上前去看，向燕一把拉住他。小心蜜蜂叮到你满头包。咱们快把它弄下来吧，姑姑。先回家准备好东西再来。哟，卖鸡呢？保护费交了吗？我没钱，鸡还没卖出去呢。没交保护费还想卖鸡？二狗，把他的鸡给收了。王三爷，您大人有大量，就放过我这一回吧。我实在是没钱了，家里就等着这只鸡活命呢。求求您，求您行行好。呸！实话告诉你，你们向家村人上了我们三爷的黑名单，以后老老实实的给三爷家干活，你们说不定还能混口饭吃。否则，哼，你们呢就等着饿死吧。他们走后，枣花很久才缓过来，他忍了一路，等到了村口，他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听了枣花的叙述，向家村人的怒气达到了顶点，众人恨不得立刻杀了王胜利那个王八蛋。王胜利，二狗，等着，早晚收拾你们这群祸害。
既然王家人让咱们项家人在清水县没活干，那咱们就去义堂县找找活路。先去新庄镇看看，或者去新庄镇下面的村子看看，有没有地主家需要春耕的人。他王家人的手再长，我不信还能伸到义堂县不成？明天大家一起去。众人点头，也只能这样了。项家，哎呀，先拿着吃，一会儿我给大家一人画一碗蜂蜜水喝。哎呀，那咱们喝不是浪费了，还是拿去换钱才是正经。不差这一点儿。这也太好吃了吧！项燕就见他围着院子迅速跑了一圈才坐下，然后咬了一块蜂巢，享受地眯起了眼睛。项燕画好了蜂蜜水，给每个人都倒了一碗，给项老爹也喂了一碗。几个人喝的都很珍惜，这是他们自从逃荒以来尝到的最好的东西。蜂蜜水喝到嘴里，甜到了他们的心里，晚上做梦都是美滋滋的。再次醒来，天蒙蒙亮，项燕带着二壮推着平板车准备去镇上把蜂蜜卖了。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要开口说话。为什么呀？拿以前说大哥长了嘴就是要说话的。因为在外面说话要被打。你看枣花昨天都被打了。那些人怎么那么坏，还不让人说话了？记住，不要说话，要不然回去不给你吃饭。不说就不说，哼。到了青口镇，街上冷清清的也不大。你们要买什么？老板，我这有上好的蜂蜜，你收不收？项燕话一出口，二壮都惊呆了，姑姑怎么会说本地话？拿来我看看。项燕把坛子递了过去，老板打开罐子看了看，干净没杂质，筷子放进嘴里尝了尝，好蜜。老板给多少钱一斤？150文。老板再加点吧，200文一斤，怎么样？门口在那儿，慢走，不送。老板别急嘛，那就190文一斤好了，我让10文钱，老板你多挣点。老板冷哼一声，冲他翻了个白眼儿。那就180文一斤，不能再少了。我说你这小童不识好歹，我看你可怜才给你高价，你倒好，漫天要价，150文一斤，多1文我都不要。我再降点，170文一斤，160文，不能再少了。不要。哎呀，老板，你好歹加一点，这样我再降5文，155文一斤，怎么样？不加。老板，你怎么能一点都不加呀？你行行好，看我都饿成什么样了！家上有80岁老母，下有什么？你倒是说说看。下有一群侄子侄女嗷嗷待哺。我说的都是真的，老板，我可以对天发誓。老板被他缠得不耐烦。行了行了，算你155文一斤好了。老板把3罐蜂蜜过了称，刮干净了里面的蜂蜜，把罐子还给了他们。一共5斤2两，806文。项燕直接扔进了背篓里。铜钱收好了，一会儿丢了可别来找我。丢不了，马上就没了。老板还没懂他什么意思，就见他对着粮铺老板说道：这位老板，我要买粮食，你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为了多俩钱，我容易吗我？哈哈，你要是买的多，我多称一些给你。项燕问了各种粮食价格，最后他要了20斤高粱面，8文一斤，花了160文。他算来算去，最后买了50斤黑面，花了600文。最后项燕想起来家里的盐也没有了，于是又花了40文买了1斤盐。粮铺老板看他买的多，给他多舀了2碗高粱面给他。项燕叹气，这一趟挣了806文，现在手里就剩6文钱了。钱是好东西，但真是不经花。买这么多粮食还叹什么气？你可真是不知足。你不懂。你这小娃娃说话怎么老气横秋的？这些事都是大人该操心的，小心操心多了个子长不高。我就是我家的大人，一大家子人都等着我养呢。说到这里，他突然变得热情起来。嘿，两位老板，你们知道镇上有什么好的挣钱办法吗？麻烦你们给指点指点。我说你这小孩，这话问的，我也想知道有什么好的挣钱办法，好让我也大发一笔横财。你要是有发财的机会，可别忘了兄弟我。忘不了。
好的挣钱办法没有，不好的挣钱办法，你听不听？什么办法？打劫啊！向燕就知道他没什么好话。小童，你看看你家里人有没有会写字的，抄书也可以挣钱。那，就前面的书铺就请人抄书呢。真的呀？抄书有什么要求吗？正好我要去书铺，你跟我一起，让书铺老板跟你说吧。向燕道了谢，跟着他去了书铺。书铺老板看到任宝华来了，笑着问：任郎君又要抄书吗？老板有什么书需要抄的？啊，诗经和楚辞、春秋、左传，这边这些呢都需要，就看你想抄哪一本了。就这一本吧。价钱还是老规矩。这个小童也想替家里人问问抄书的事情。哎呀，你太小了，给你说了你也记不住。哎，你小时候记不住，不等于我这么大记不住。哎呀，这也不怪你，毕竟像我这样聪明的人少见。嘿，年纪小小的倒是会说大话。那我说了，你可记好了。我就说一遍。你说吧。要抄书先抵押3两银子，算是所抄书本的抵押钱。其次，抄书必须要用馆格体，中间不能错，不能涂改，笔墨纸砚自备，纸必须用上好的云母熟宣。每本书的价格根据薄厚不同，价格不同。抄好了带过来，时间最长3个月，过期不要。还要抵押3两银子，他们向家村所有人加起来都不一定有3两银子。哼，记住了吗？这有什么记不住的？我给你重复一遍，要抄书先抵押3两银子。他一字不落地重复完。怎么样？可有记错的？还行吧。掌柜的为什么要人工抄书？直接印书就好了呀，成本低，还不用担心有错的，或者直接进别人印好的卖呀。你个小娃娃懂什么呀？雕版好一本书得多久啊？雕版师傅不要工钱呢。再说了，老板后面说的话向燕没听清楚，他已经听不进后面的话了。雕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活字印刷术还没发明出来，只要自己做出来这个，还抄什么书啊？发财的路子他终于找到了。哎，傻了？啊，我才不傻！抄书的事情，等我回去问问我家里人，看他愿不愿意抄书。出了书铺，向燕和二壮拉着板车往回走。啊，小姑姑来了，我给你拿凳子坐。新怀在家吗？新怀和族长他们今天去新庄镇找活儿去了。小姑姑找他有事啊？我记得新怀会篆刻，我想让他帮我刻一些东西。哦，等新怀回来了，我让他去找你。又闲聊了几句，向燕便起身去了族长家找平贵。等向燕刚在族长家坐下，没说2句话，族长和富贵就回来了。你们回来了呀？可是找到活计了？啊，桃源村的张地主家没有长工，往年都是找的短工。我们去打听时，正好碰到他家在招人。除了他们村的人之外，咱们这边只要了20个人。我让家中人口多、日子异常艰难的，挑了20个年轻的汉子给他家干活。明天一早就去。路这么远，张地主家可管吃住？管，只不过工钱比别家少一些，20文一天，和王家村一个价。那咱们家谁去啊？咱家谁也不去。那咋行啊？咱们家就快没粮食了，这还活不活了？哎，这也没办法。村里40多户人家，铁头家、文伯家这些人家不比咱们难，眼看着都要饿死人了。我作为族长，不能只顾着自家。哼，我就知道你最是大公无私了。姑婆，你刚才说找我有事儿。哎呀，看我都忘记了小姑姑还在这儿呢，让你看笑话了。我想让你帮忙篆刻字，你会吗？这个我倒是会一些，不过姑婆，你干嘛要刻字啊？向燕把自己今天去书铺打听抄书的事，继而想到可以不用抄书而用印刷书挣钱的想法说了出来。小姑姑，你的办法行不通，印书没你想的那么容易。我说的印书可不是雕版印书，而是另一种印书办法，用泥刻字再烧制，只要第一次把字刻好，以后就可以重复使用，想印什么书就印什么书。哟，小姑姑都知道雕版印刷了，可见是认真想过了的。我说认真的，雕版印刷需要在木头上刻字，很是耗费功夫。我想的办法是在泥上刻字，再烧制出来，这样比较快。
你这办法要是比雕版印刷好，别人早就想出来了，哪还轮得到咱们这种泥腿子？我知道小姑姑为家里着急，但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姑婆倒是可以说说抄书的事情，平贵也许可以当个书佣。这个我早打听过了，光押金就要3两银子，笔墨纸砚还要自己备，咱们现在没那么多钱。几人都叹气，向燕知道是说不通他们了，有些垂头丧气。姑婆别急，到时候地里忙完了没事做，我就去给你刻泥巴玩。哼，我自己想办法去，到时候挣了钱我吃香的喝辣的，不给你们吃。小姑姑，那您可别忘了我就成啊，到时候啊这让他们爷撒眼馋去。哼，连你也不相信我，还取笑我，我也不给你吃。这时候正在挨家挨户送粮食的二壮终于送到了村长家。有粮哥，姑姑让我给你们送粮食了。二壮，你哪儿来这么多粮食啊？嘿嘿，买的。哪儿来的钱呢？卖了蜂巢。我跟你们说，我姑姑可聪明了，她让我们盯着蜜蜂往哪里飞，然后我们就……二壮一通巴拉巴拉把事情说了一遍，一模一样的话，他几乎家家都要说一遍。哎，小姑姑能想到办法挣到钱，还买了粮食，至少不用我们担心了。我给你们放哪里？哎，你快拿回去，你们家里人那么多，我们还有粮食。二壮不等他把话说完，就跑到族长家厨房，把面干脆倒在案板上。姑姑说要给，就必须给。然后他背起院子里的面袋子就跑，忙着去下一家。这孩子话都不说完就跑。听二壮叔这么一说，姑婆确实挺聪明的，说不定他说的印书法子真管用。等春种忙完了，他就去一趟吧。向燕回到家，往床上一躺，哎，想挣个钱怎么就这么难呢？突然他感觉丹田有异能波动，用意识仔细查看一番，才发现原本豆瓣状的紫霄藤在慢慢抽新叶子。终于又活过来了。小糖糖，你醒啦！小燕子，这是哪儿啊？向燕把现在的状况说了一遍，紫霄藤哦了一声。你好像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哎呀，我看你快嘎了，就把你的空间异能的空间之力和我的木系异能的生命之力抽干，这才勉强把你送到时空裂缝里面。至于你会不会活下来，会去哪里，我也不知道，碰碰运气嘛。还好你运气不错，都变成小孩了。谢谢小糖糖。真肉麻。你都苏醒了，为什么我的空间还打不开呢？因为能量都被我吸收啦。你的身体太差，好好养养，说不定哪天就打开了呢。向燕明白了，也不知道到时候空间打开了，里面他收藏的那些东西还在不在。不行，我还得继续沉睡，你的能量太弱了，有需要我的时候再叫醒我哟。说完就不吭声了。这时向心怀来找他了。姑婆，谢谢你让二壮叔今天送来的粮食。哎呀，都是一家人，相互帮助本就是应该的，说什么客气话。更何况我阿爹之前昏迷，多亏了大家帮忙，还给了粮食。我家要是有粮食，不帮助大家，那怎么说得过去啊？姑婆，我阿娘说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向燕把在族长家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心怀皱眉。用泥刻字，这怎么听怎么不靠谱。刻好之后烧制出来就可以一直用了，这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只要咱们做这一次，以后只要把字排好，就可以想印什么书就印什么书。姑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就算用泥刻字，就我一个人可能得半年、1年，而且还不一定成功。再说我还得种地干活，不可能一直做啊。心怀，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好不好？我不让你刻那么多字了，你就刻几十个字，而且刻最简单的字。我只要印出来几页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说的办法有没有用了。要是没有用，不用你说，我以后就再也不缠着你刻字了，行不行？可是我还得下地干活啊。地里的活我让二壮去给你干，你就先给我刻一些字就行。再说了，万一我的办法好使了，说不定能让全村人都不用再饿肚子了。你可别小瞧任何人，自古英雄出少年，甘罗12岁就能拜相，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你12岁的姑婆能发明新的印刷术呢？姑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这还不是我三哥以前教的好。哎呀，不说这个，你就帮我一次，好不好嘛，乖侄孙儿？向心怀被他这一声乖侄孙叫得嘴角抽抽。好吧。那过几天我准备好了就叫你。罢了，看在那碗面粉的份上，就陪姑婆玩一回泥巴吧。一大早，香艳挖了很多土回来，她把挖回来的土用木头敲碎，再把土倒进木盆里，加水搅拌。姑姑，你在干什么？姑姑明显是在玩泥巴呀，我也想玩。姑姑，你怎么能用咱们的洗脸盆玩泥巴？好好的东西不能这么糟蹋。再说你都多大了，怎么还能玩这个？玩都玩了，等会儿我洗干净就是了。朵朵撅着嘴继续扫院子去了。想玩？想。你帮姑姑把里面的泥块都捏开。姑姑，再加一些土吧，这也太稀了。不稀，姑姑要这个有用呢。好吧。弄好之后就是过滤了，用什么呢？向燕想了一圈，只有床单了。看见姑姑又把床单剪开了，还要过滤泥巴，朵朵整个人都不好了。姑姑，你是大人了，你玩泥巴就算了，可不能用床单玩，要不然咱们晚上睡觉都没床单了。我不是玩，我这是要做正事儿，给我吧。不给。姑姑，你骗我。姐姐，你把床单给姑姑吧，姑姑肯定是有用的。姑姑不是那种会糟蹋东西的人。大壮一声不吭地走到朵朵面前，从她怀里把床单拿过来给了向燕，又默不作声地走回去继续坐下洗衣服了。你们都惯着姑姑吧，哼！小管家婆。哎呀，放心吧，姑姑不是在玩泥巴，姑姑这可是挣钱的法子。朵朵一脸不信。好吧，连小孩子都不相信他能用泥巴挣钱。吃过饭，向燕决定带着二壮上山。他俩用了1上午时间才爬到水塘的位置。姑姑，好多的野鸭子，要是抓住这些，是不是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粮食了？只是这些野鸭子飞得好快啊，咱们怎么抓到它们？不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姑姑，你不会是傻了吧？和尚是会跑，但庙怎么可能会跑？姑姑，下山之后让红强哥给你看看吧。哎呀，不想跟傻子说话了。野鸭子的窝都在岸上，我们只要找到它们的窝，它们肯定还会再飞回来的。我一会儿教你怎么做陷阱。哦，姑姑你太聪明了，我这就找它们的窝，说不定还有鸭蛋。野鸭子会把它的蛋用树叶和草藏起来，你仔细找。知道了，姑姑。两个人分头找了起来，还真让他找到了好几处，每个窝里都有好多鸭蛋。向燕制止他捡蛋的行为。咱们为什么不捡呢？哎呀，不着急，后面再捡。向燕用结实的藤蔓围着野鸭子的窝，花了快2个时辰设置好了陷阱。向燕拉着二壮跑到了远处的石头后面藏了起来。姑姑，这能抓住鸭子吗？等它们都飞回来了不就知道啦。那它们什么时候飞回来呀？一会儿。一会儿是多久啊？闭嘴。好的，姑姑。二壮安静了。过了一会儿，二壮凑到他跟前，小声问道：姑姑，一会儿到了吗？我可以说话了吗？向燕生无可恋，面无表情。说吧。姑姑，你比以前凶多了，不过我还是喜欢凶凶的姑姑，能让我吃饱饭。你的意思是，姑姑要是让你吃不饱饭，你就不喜欢姑姑了？不是的，姑姑，吃不饱我也喜欢姑姑的。哼，这还差不多。向燕这时候庆幸一家人傻的傻，小的小，晕的晕，要不然还真不好解释自己这性格怎么突然就变了。等到向老爹以后醒来，他可以解释说自己为了养活一家人才改变性格的。这个理由很充分。天快黑的时候，他们下了山，在地里正劳作的向家村人看到他们都惊呆了。哎呀，姑姑，你们这是去山里的水塘了？山里那么危险，你们2个怎么敢的？这万一出了事儿，可怎么得了呀？就是啊，以后可不敢再去了。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就是采药我都不进山。想到昨天二壮还给全村人都送了粮食，心里酸酸的。哎，都是穷闹的，家里没有鸡鸭舍。张四娘让晚上先放在向燕和朵朵的房间。向燕抗议，这些鸭子肯定要拉屎，臭死了。结果抗议无效。小姑姑啊，你这些鸭子打算怎么办呢？是养着还是卖了？要是养的话，我明天过来给你把草棚子收拾收拾，养在里面。都卖了，要养也是养家养的。等人走了，朵朵又像个老妈子一样叮嘱向燕和二壮，以后不要进山，进山怎么危险，山里有多少野兽等等。向燕扶额，朵朵简直天选老妈子，自己以前都是独行侠，还真不习惯被人管的日子。姑姑，你怎么了？是不是没床单不习惯？这下后悔了吧？咱们直接睡在稻草上了。唉，感觉好穷啊。现在已经很好了，咱们还有一点粮食，能吃饱饭，还能吃上鸭蛋。再说还有这么多鸭子，也能换不少钱。你不知道，阿爷昏迷之前，咱们家天天喝糊糊不说，粮食都快没了，我有多担心，整天怕咱们一家要饿死。唉，放心吧，只要有姑姑在，就不会再让你们饿肚子的。姑姑，你不会还要上山吧？山上那么危险，不要再去了。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小嘴巴巴个不停。向燕赶紧转身背对着他装死。朵朵说了半天没反应，这才继续躺下。天不亮，向燕就叫起了二壮，顺便拿走了向老爹的2文钱，然后一起走去了镇上。哎，要饭的去后门，镇门有顾客，赶紧离开。我不是要饭的，你们酒楼需要野味吗？我有野鸭子要卖。那野鸭子呢？鸭子太多不好拿，我家里人在城门口看着呢。等着，我进去问一问掌柜的。没一会儿，掌柜跟着小二出来了。小子，你有几只野鸭子？52只，掌柜的你都要吗？多少？你确定是野鸭子，不是假养的？绝对都是野鸭子，我和家里人在山里的水塘边抓的。你这鸭子是死的还是活的？要是死的，我只能买10来只；要是活的，我还能多买点。哎，掌柜的放心，都是活的，不用担心会放坏，你就都要了吧。就算都是活的，我也不可能要那么多。这样吧，我买25只，1斤算你30文。老板，你再给加点吧，我和家里人天还没亮就起来，花了10几个铜板才到县城。你看我身上的衣服，再看看我的脸，求呀，我都饿脱相了。好好好，看你实在可怜，再给你1斤加2文吧。我还得看看你的货好不好，不好我可不要。没问题，掌柜的你稍等，我这就去找家里人，一会儿就把鸭子送过来。向燕跑回去和二壮一起把鸭子提了过来。掌柜让伙计带他们去后门过秤。刘掌柜忙着呢。哎呦，是张管家，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我们老爷啊，要给老祖宗过80大寿，这不是想请德才酒楼的厨子到府里帮忙吗？他转头看到向燕他们背篓里的野鸭子，眼睛一亮。这是野鸭子？是啊，我正跟他们说买鸭子的事呢。这不巧了吗？我们老爷正想在寿宴时买些野味呢。啊，你这有多少只啊？向燕看了掌柜一眼。没事，先进给张管家，酒楼没有也不打紧。52只。哎呀，这可不正好吗？我们老爷算了一下要请的客人，差不多就是50席，再备2席，这不刚好吗？那这么一说，这52只野鸭子可不就是专门给府上老祖宗准备的？这是老天都在给他老人家贺寿呢。谁说不是呢？向燕就看着2个人互相吹捧，最后敲定寿宴的细节和价钱，然后他和二壮还有酒店的伙计一起提着鸭子去了高府门口。张管家让人过了秤，管家给了10两银子。我们老爷高兴，多的是赏你们的。哎，那就多谢高老爷和张管家了，祝贵府老祖宗福寿安康。你这小童倒是个乖觉的。行了，去吧。向燕太喜欢古人动不动就打赏的行为了，
今天平白无故的就多了2两多银子，实在是太开心了。第二天他没有急着去卖鸭子，而是着急去看山上的陷阱。万一有猎物掉到陷阱死掉了，去的晚了被蚂蚁虫子吃掉了多可惜。上了山，先去了最近的陷阱，里面分别掉进去了1条蛇和1头野猪。向燕和二壮一人抬着野猪的1条腿往回走，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终于下山了。太姑婆，你们又上山了？向燕给他比了个嘘的手势，示意他不要大声说话。不是，那么大一头猪，太姑婆一个12岁的小女孩是怎么抬得动的？这力气未免也太大了吧。向燕直接累瘫了，坐在院子的躺椅上不想动弹。二壮歇了一会儿就高兴的去杀猪了。姑姑，喝水。石头真乖，以后姑姑老了，你给姑姑养老好不好？好呀，那姑姑不要嫁人了。你的意思是，姑姑要是嫁人了，你就不给姑姑养老啦？不是，姑姑要是嫁人就去别人家了，我就没办法给姑姑养老了。好，那姑姑就不嫁人了。不嫁！嘿，你这家伙，叫你说你不说，没人叫你说，你倒是说话了。朵朵回来看到猪，自是少不了一声尖叫，和麦穗在院子里又蹦又跳。向燕和二壮又去了县城，这次他们拉上了板车，野猪太大，没有板车不行，他们直接去了德才酒楼。掌柜一看又是向燕，很是惊讶。你怎么又来了？又有野味了？嚯，这么大的野猪，这才2天时间，又有这么多鸭子，这小童家里人怕不都是猎户吧？怎么样，刘掌柜你收不收？这12个鸭子我就都要了，价钱还跟上次一样，只不过这野猪肉也太多了点，我最多只能要个20-30斤。要不你先问问高家，后天就是高家老祖宗的寿宴，兴许他家还要野味，要是他家全部都要了，那就算了；要是他家不要，你就拉回来卖给我一些吧。那刘掌柜先把鸭子收了吧。伙计过了秤，一共88斤2816文钱。拿了钱，向燕让车夫赶着车去了高府。高府的门房还记得向燕，于是去请了张管家。张管家见向燕又拉来1头野猪，也很是惊讶。至于要不要野猪，他也拿不了主意。于是进去又请示了高老爷，高老爷沉吟片刻，还是拒绝了。野猪虽然也是野味，但是猪肉本来就是低贱之人才吃的东西，在寿宴上招待宾客，恐怕不妥。向燕知道之后有些失望，谢过张管家之后，让车夫赶着车去了德才酒楼。刘掌柜知道了也不是特别意外，野猪要不是占了个野味的名头，刘掌柜要了25斤野猪肉，不敢要太多，拿了500文。向燕给刘掌柜道了谢，便让车夫沿着这条街，只要有酒楼他就去问老板要不要野猪肉。当然清水县另外2家高档酒楼，吉祥酒楼和福运来酒楼也在这一条街。除了这2家酒楼要的比较多，各要了30斤，其余的酒楼基本都是10斤以下。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卖了有110斤，加上德才酒楼卖出去的25斤，野猪肉一共卖了2430文，还剩下100多斤。向燕让车夫赶着骡车出了城门，在城外1里的地方停下，只要有路过的人，向燕就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野猪肉15文1斤啦，先到先得。钱老汉嘴角抽搐，这小子还真他娘的是个人才。路过的人听到这个价格都有些心动，家境稍好的人家多多少少会停下来买个4-5斤，偶尔有些家境贫寒也会咬牙买个1-2斤，想着给家里人补补身子。毕竟这么便宜的肉可不多见，这样又卖出去了43斤。称了称剩下的肉，除了猪头那些不算，还剩了36斤。天色不早了，向燕赶紧让钱老头赶着车往回走。到了青口镇粮铺门口，向燕付了车钱下了车。哟，你这小屁孩竟然舍得坐骡车了？哼，要你管！谁管你这小屁孩了？粮铺老板就在一旁乐呵呵地看着他俩斗嘴。这位独一无二的好心老板，我来取板车了，麻烦再给我来100斤黑面，10斤小米。好，
我这个独一无二的好心老板，这就给你娶。哼，你这臭小子，你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好心老板，意思是我是坏心老板了？我又没说你激动什么？哼，我不跟你这臭小子计较了。粮铺老板和二壮把2袋黑面和小米放到了板车上。再买25斤盐。多少？25斤。买这么多，你是去哪里发财了？喂，你不会真打劫去了吧？你打劫一个试试，看看这是什么？野猪肉。我今天去现场就是卖肉去了。哦，那你也不至于买这么多盐吧？我买来腌肉的，以后就靠打猎过活了。如果肉卖不出去，我都用盐腌上。你家里人打猎的本事倒是好。一共2400文。向燕付了钱，身上还剩3两银子，外加411文，再加上次剩下的1两银子，全部加当4两银子零411文。向燕叹口气，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银子没多少。买了这么多东西，还叹什么气啊？做人要懂得知足，你懂不懂？嘿，老板，买肉不？上好的新鲜猪肉要不要啊？只要15文一斤。可别，我是个坏心眼的老板，你还是离我远一点比较好。哎呀，怎么会呢？您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善良老板，你也买点猪肉，好给家里人打打牙祭，是不是呀？不买。不买就不买，我自己回家吃。哼。他不买，我买，给我来5斤。嘿，好嘞，还是您大气。说完还斜了杂货铺老板一眼。嘿，你这臭小子，你说谁小气呢？我还就大气一回，给我也来5斤。嘿，对，你也大气，是我小气行不行？切，你小子变脸比翻书还快，这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是被你玩明白了。说着，向燕称了肉给他们，2人给了钱。向燕转身用这150文在杂货铺老板那买了3斤麦芽糖，这才和二壮急忙往家赶。这小子有一股机灵劲儿，还挺招人稀罕。是啊，他拿我逗闷子，你拿我俩当乐子。我哪有啊？这不看你俩斗嘴挺有意思吗？而且这孩子确实鬼精鬼精的，以后说不定有大出息。哼，就他那嘴，能把死的说成活的。指不定哪天就把人给忽悠了。话也不能这么说，他机灵也是好事儿，说不定呢，以后咱们还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呢。切，谁会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再说了，你也说了这小子鬼精鬼精的，就算咱们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会帮忙，他不站在边上笑就不错了。你说的也有可能。这话谁都没当回事，没想到日后他俩还真有需要向燕帮忙的地方。刚走到村中，向燕和二壮就看到向心怀一脸着急忙慌地从他们身边跑过。红强叔，我娘晕倒了，快来救救我娘啊！把板车推回家去，我去看看玉兰。说完，他就跑去了向心怀家。进了柳玉兰的屋子，只见她面色苍白如纸，两颊凹陷，嘴唇毫无血色，双眼紧闭。哎呀，这是饿的。都怪我没有注意到阿娘，我应该省着点粮食，给她多留一点的。心怀别急，我去拿一些吃的过来。向心怀看着只到她腰高的姑婆，突然发现小小的女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是印象中那个脸色蜡黄的小姑娘了。姑婆什么时候变化这么大了？向燕可不管她什么反应，噔噔噔跑回了家。她拿了半斤麦芽糖和一些盐，又用盆装了满满一盆面，让二壮和他一起端去了向心怀家。进了院门才看见，此时村里很多人过来看柳玉兰的情况。各位侄子侄女、侄孙侄孙女们让一让！小姑姑一下子拿出这么多好东西呢？是啊，瞧着麦芽糖和盐，还有这么多粮食，可得花不少钱呢。多谢姑婆。先别顾着谢我，赶紧救你娘要紧。这是麦芽糖和盐，赶紧用热水化开，先给你娘喂下去。向心怀把化好的糖水和盐水一点一点给他娘喂了下去。过了一会儿，柳玉兰缓缓睁开了眼睛。阿娘，你终于醒了。阿娘给你添乱了。众人听的都是一阵心酸。整个向家村现在除了向燕家，过得都很艰难。谁家陶锅大，多拿几个，就在祠堂门口等着。啊？拿锅干啥？熬汤，猪蹄、猪骨、猪肉都有，差不多有7、80斤。哎呀，这可使不得！哎呀，小姑姑，
你们一家也艰难。是啊，太爷爷也需要补身子，还有石柱和石头也需要补一补呀。你看我和二壮，看看我俩像是需要补身子的样子吗？大家忘了，我俩才抓到许多野鸭子卖了。那就听小姑姑的吧，大家回去拿锅。我家地窖里还埋着萝卜，我回去取。白萝卜和大骨一起熬就好。我去地里挖些野葱，把这个撒在汤上，那别提多美味了。我家去年挖的野生姜做成的干姜片还有不少，我拿一些过来。哎，你们倒是会吃。族长笑骂道：“有猪肉吃，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男人们去提水，女人们切萝卜、剁骨头、切肉，孩子们最是高兴。很快肉就下了锅，火也升了起来，火光照耀下是所有人期盼的眼神。喝了盐糖水，众人都感觉自己的腿脚不再软绵绵的了，手上都有劲了。上一次大家一起吃饭还是逃荒的时候。哎，大家跟着小姑姑享福了。小姑姑，这不会是你和二壮在山上打猎得来的吧？怎么会呢？这是我买的，今天的猎货没卖完，最后便宜处理，10文钱一斤，我就全都买了。那确实便宜，还是姑婆会买东西啊。向燕把今天买的盐给自家留了2斤，剩下的全拿来了。有粮啊，这些一会儿都给大家分了。嫣然一副长辈对晚辈的姿态。你怎么买这么多盐啊？我这都是给大家买的。大家伙都听着，小姑姑不仅给大家分肉吃，还给大家买了这么多的盐。小姑姑对大家的好可都要记着了。咱们向家人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以后谁要是对小姑姑不好，谁就是我们向家村的敌人。族长放心，我们绝对不是那等没良心的人。只要有我，谁也不能欺负了姑婆去。对，谁也不能欺负了小姑姑。哎呀，只要以后你们都听我的就行。先给大家洗洗脑，不过光有肉和汤也不行啊。向燕他们在后院整整做了3天的土砖，搓好磨的方砖一排排放满了整个后院。向燕看了看草棚子下面的小泥块已经阴干了，便去找向心怀帮忙刻字。向心怀立刻就答应了，还带着他现在唯一留着的书《论语》，他要照着刻。想起还没买瓦片，向燕立刻带着二壮往镇上卖砖瓦的作坊过去。砖和瓦的价格一样，都是8文钱一个，真贵。向燕一共买了50片瓦，花了400文。他们刚回到家，还没喘口气，就听到村中传来哭骂声。哼，你个丧门星，你哭什么哭啊？你还有脸哭？要不是你，我们家顺才早就有儿子了。你个不下蛋的母鸡！他是人，当然下不出来蛋。你下一个蛋试试。是谁？谁家的小孩这么没教养？有娘生没娘养的下点胚子！我呸！你说谁没教养？我看你是活腻味了。死老婆子，嘴巴放干净点，这是我们向家村，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向燕想跳起来打老婆子一巴掌，可是还是太矮，被老婆子用胳膊挡开了。田桂花一把拉住了他，万一把这老婆子打出个好歹，王家村人借此生事，可就不好了。看到向守田一家出来了，他立刻跳起来道：“嗨，你们出来的刚好，你们女儿还给你们，从此向小河跟我们王家再也没有关系了。”阿娘，阿娘，阿娘！哎呀，别哭了，亲家母，这是怎么了？哼，还怎么了？向小河生不出来儿子，被我们家顺才休了，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亲家母，你这也太着急了。你看2个孩子还年轻，孩子迟早会有的。再说才2年时间，有些成婚7、8年才生孩子的也多的是。是啊，亲家母，这婚姻大事啊，可不是儿戏。小河嫁到你们王家这2年，任劳任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不能说休就休啊，这让他以后还怎么做人呢？行了，你们别跟我们说这些有的没的，我们今天来不是跟你们商量的，向小河我们家是不会再要了。哼，给，这是休书。顺才，你也是这么想的？当初可是你求着让我们把小河嫁给你的，还说你会对她一辈子都好的。赵老婆子，你别装腔作势，明明是你儿子3心2意，和李秀才家的女儿勾搭上了，要休妻另娶，少往我身上泼脏水。你们这样的缺德事干多了，也不怕遭报应吗？姐，你说的是真的？嗨，
你少胡说八道！我儿子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情？你就是想扒着我们家顺才不放，故意污蔑他。我是不是污蔑他？你们心里有数。王顺才，你个窝囊废，你就等着天打雷劈吧！嘿，好你个向小河，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平时的柔顺都是装的吧？敢诅咒我们家的顺才，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够了，你个死老婆子，赶紧滚！当真以为你们家是什么好地方？我姐在你们家跟个老黄牛一样，一天到晚伺候你们一家子，还要被你这个老钱婆搓磨，真是倒霉透了。还有王顺才，你这个懦夫，什么事儿都让你娘出头，你算个什么男人？你还知道什么叫做礼义廉耻吗？你还读什么书？书都被你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们赶紧给我滚！好得很，你们会后悔的。向小河，以后看谁还敢要你一个被休之人！你再说一句试试！妈的，你敢动我儿子试试？我儿子要是有个好歹，你们就等着蹲大狱吧。好啊，蹲大狱就蹲大狱，我先打他一顿出气再说。为这种人不值得，让他们赶紧滚。对，你们两个赶紧滚！什么东西啊？你们母子还有脸上人家门，真是不要脸！眼看着势头不对，赵老婆子赶紧拉着王顺才溜了。跑出老远之后，赵老婆子才敢跳着脚尖叫：反了，反了！你们敢如此羞辱我们王家？你们等着，看我们王家村今年还让不让你们做工了！我呸！你们这群穷鬼，就等着被饿死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向心怀和向燕一起回到家，就看到原本向心怀坐的地方，此刻大壮正坐在那里在刻字，两人都有点惊讶。大壮可不认识字，更何况这个还要刻反字。心怀，你看！向心怀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他再看桌子上其他大壮刻的字，竟然都很标准。大壮说：“你认识字？”大壮也不搭理他，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姑婆，大壮叔他读过书？向燕摇摇头。难道大壮叔不是傻子，而是传说中的天才，而且还无师自通？向燕觉得大壮应该不是傻子，而是自闭症。向燕数了数刻好的字，有20几个。等明天向心怀和大壮再刻一天，应该够刻2页了。第二天天不亮，就有人造访向守田家了。你说什么？我想娶小荷，听说她被休了。我不嫌弃她被休，也不嫌弃她不能生。我家里有4个孩子，小荷就当亲生的也是一样的。我不愿意。小荷，你不要太害羞嘛。我不嫌弃你是2婚，我愿意出10两银子，只要你嫁过来照顾好孩子，伺候好我们一家子，我不挑剔。我说了，我不愿意。王自喜，你不要再痴心妄想，我就算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也绝不会嫁给你。向小荷，你别不识好歹，你一个被休的女人，我要你是你的福气。阿爹，我是不会嫁给他的，把他赶出去吧。小荷呀，要不你好好考虑考虑，毕竟咱家也养不起你，你又是被休回家的，这名声上不好听也不好嫁。如今肯有人娶你也是好事儿。阿娘，你不会真想让我嫁给他这样一个人吧？小荷呀，你也要考虑考虑家里的情况，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咱们眼看着就要饿死，你也要为你弟弟考虑考虑。不，阿爹，我不嫁，你们要是让我嫁给他，我就去死。说着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家里。你这死丫头，一点也不为我们做父母的着想。2位长辈，我看小荷一时还想不开，您2老就好好开解开解。只要我和小荷的事成了，我给家里每人做一身新衣裳，成亲该有的4书6礼，该有的我都会按照头婚娶亲的规矩来。就请你2老在小荷面前多说一些好话啊！放心吧，我们会好好跟小荷说的。小荷要是愿意了，我让来福去你家告诉一声。那就多谢2老了。王四喜喜滋滋地出了向守田的门，一路哼着小调回家了。向燕把火炉砸开以后，取出瓦片。姑婆，这个也能用来烧砖，是不是？当然，你没看到后面这么多土砖坯？这些都是我要用来烧砖的。真的？姑婆，你怎么懂得烧砖的办法？这样岂不是1文钱也不用花，就可以盖青砖大瓦房了？差不多吧。那姑婆，
你家岂不是可以烧砖瓦卖了？哎呀，再说吧。姑婆，如果以后真的要烧砖瓦卖，到时候可以叫我。不说这个了，我们先印刷几页书再说。向燕让二壮把烧好的字块去洗洗，他则去了厨房。向心怀看看没啥事，又去刻字了。或许他可以多给姑婆一些信任，说不定真能做成活字印刷术呢。向燕把小米拿出来和白纸一起加水熬煮，熬成浓稠状。二壮和朵朵他们都以为姑姑是在做饭。等向燕让二壮把洗好的字块加进锅里时，连二壮都愣了，朵朵更是不得了。姑姑，你要干什么？小米这么金贵的东西，怎么能这么浪费？朵朵，这不是浪费，要印刷出书来，这一步必须做。这一步是为了让这些烧好的字把缝隙填满。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挣钱？要不然姑姑不知道心疼粮食。姑姑，你说的印刷术真的能挣钱？要是挣不了，这么一大锅小米就太可惜了。相信姑姑，这个肯定会挣钱的。那好吧。等搅拌的差不多了，向燕让二壮把东西舀出来洗干净。啊，那这些小米好可惜啊！姑姑，我可以把小米和这些砖块分开，小米给我吃行不行？是啊，姑姑，小米给我们吃吧。这些字块可以剪出来洗。不行，里面有脏东西不能吃了。里面的小米用水过滤一下，拿去喂毛毛和豆豆。可是毛毛和豆豆也吃不了这么多啊。那就晒干了以后喂它们吃。知道了。朵朵跺了跺脚，气哼哼地走了。第二天向燕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她的宝贝字块干了没有。看到已经彻底干了，向燕立刻拿出大壮做的排版用的木格子，然后在里面倒上纸灰、蜂蜡、松香加热融化好的液体，再把刻好的字按《论语》的顺序排好了一整页。他研磨好墨汁，用刷子刷在排好的活字上面，接着把裁好的纸小心翼翼地放在上面，然后用一个扎得特别紧的破布包在纸上拍，尽可能让字能印得清晰一点。怎么样？这真的是活字印刷。我去告诉平贵，让他一起来做。他一口气跑到了族长家。平贵，什么事儿这么激动？你看这是什么？向心怀把2张纸递给向平贵。这一张是《论语》的开篇，这一张这都什么啊？这语句完全不通啊！哎呀，你再看看这2张纸有什么相同的？这2张纸上的字完全一样，只是顺序不一样，是这样吗？你终于看出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活字印刷术。这2张都是按照姑婆的办法印刷出来的。刻好的字真的可以拆下来重复使用，不用一整版的刻字印刷。你说的是真的？真的可以活字印刷？当然是真的，我亲眼看着姑婆印刷的。太好了，没想到真的被姑婆做出来了，我要告诉爹去。说完，向平贵拿着2张纸就跑进了屋里，把事情跟族长说了一遍。真的？确定活字印刷是真的事，他立刻往向燕家赶去。进了院门，就见向燕又印了几张，还在那里继续印。姑姑，你不要再印了，这样太浪费纸了。正在这时，向小荷哭着跑了进来，跪在了族长面前。叔，求你救救我！我不想嫁给王思喜，我爹娘他们非逼着我嫁给他，我不想嫁。哎，你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你先站起来再说。叔，你应该知道王思喜就是王家村的那个官夫，他都30多岁快40的人了，家里还有4个孩子。他昨天来我家提亲，我爹娘为了10两银子的聘礼，非要逼着我嫁给他，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叔，求你跟我爹娘说说情，让我不要嫁给王思喜，求你了。这时候吕巧姑跑了进来。你这个死丫头，你找族长干什么呀？有事回家说。我不回去还不是要被你卖给一个带着4个孩子的老官夫。你这个死丫头胡说什么？谁要卖你了？我们这是给你说了门好亲事，被你说成卖女儿，你这个不孝女。来福娘，你有话好好跟孩子说，小何是大人了，又不是小孩子，怎么还能动手呢？族长，你看这丫头多气人呢！我好不容易给她找了个婆家，她愣是不愿意嫁。你说她一个被休的女人还挑3拣4的，这不是存心气我吗？
那是什么好人家？那分明就是火坑！要嫁你嫁，我不嫁！我告诉你，这人你非嫁不可！快跟我回去，少在这丢人现眼！我就不回去！我不回去！来福娘，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小何不愿意，你又何必强求呢？族长，这是我们的家事，就不劳烦族长操心了。小何年纪轻轻的，你就要把她嫁给一个老官夫，有你这么当娘的吗？说出去也不怕丢人，还说小何丢人现眼，我看是你丢人现眼。小何，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嫁还是不嫁？要是不嫁，你也就不要再进我们项家的门了。我们项家也没有你这种不顾家人死活的女儿。不嫁！我都说了，出嫁从亲，再嫁由身。我的婚事，我说了算。好，既然你不嫁，从此就不是我吕巧姑的女儿。邢怀，你帮婶子写个断亲书，从此项小荷就不再是我们项家的女儿了。胡闹！断亲书是随便能写的，你让她一个女人以后去哪儿啊？她爱去哪儿去哪儿，她不管我们一家人的死活，我也没有必要在乎她。婶子，凡事好商量，小何姐既然不愿意嫁，那就重新给她挑就是了。这断亲书是万万不能写的。邢怀，你写吧。邢怀，你就写吧，小何以后来我家。小姑姑，你胡说什么呢？小孩子家的懂什么？还有你一个当娘的怎么如此狠心呢？一点母女情都不顾了？断亲是随便断的？小何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了？不顺着你嫁给老官夫，你就不要女儿了？你这是亲娘还是后娘啊？你这干的是人事吗？吕巧姑还要再说，族长打断他说道：行了，我也不跟你一个妇道人家说去，你去把向守田给我叫来。吕巧姑不满的跺脚，怒气冲冲的回去叫向守田了。哎呀，我看小何他爹娘要是再逼他，他怕是要寻死了。不会吧？啊，你看他的样子，像不像存了死志？哎，以前也没看出向守田两口子是这副德行啊！我一会儿好好说，一定不能让他们断了亲了。我看小何他娘为了10两银子已经魔怔了，是不会妥协的。小何的脾气看起来也很是强硬，他肯定不会愿意嫁给老官夫。小何大概就是死路一条。你小孩子家的别乱说，事情哪有那么严重啊？你待会儿看吧，小何他爹娘八成是想通过断亲逼他就范，小何估计要被他们夫妻俩逼死。如果小何父母要断亲，你一会儿再让他们断了吧。小姑姑，你又胡说，这亲要是断了，小何才是10成10的要寻死了。你先听我说完，刚才你也看到我的活字印刷术了，我以后也需要找人干活，不如干脆就收留小何，让他帮我干活，他也算有条活路。这怎么成啊？哎呀，怎么不成？你想想，就算你今天把双方都安抚了，小何他爹娘不情不愿的同意让小何不嫁给老官夫了，那下一次呢？万一他们为了钱再给小何找一个不愿意的怎么办？再断亲一次？唉，再说了，就算这次都安抚好了，你觉得小何以后在这样的父母底下讨生活，能有好日子过？哎，罢了，一会儿看情况再说。能安抚好最好，如果安抚不好，你就听我的。这时候向守田夫妇来了，向守田臊眉打眼的对着族长干笑道：有良哥，来福他娘已经跟我说了，我们这也是实在没办法呀，家里都没粮食了，眼看着就要饿死了。王四喜愿意出10两银子娶她一个2婚的，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啊！什么？你们说的老官夫是王四喜？就王四喜那样的人，你也忍心把小何嫁给他？我们这也是为了来福啊！来福眼看着都18了，还没有媳妇儿，就咱们村这个情况，不要说现在，就是以后，没有10年8年，都攒不下钱娶媳妇儿。10年8年以后，谁还嫁给他呀？这不是要断子绝孙吗？这让我以后死了，怎么下去见列祖列宗啊？向守田说完也哭了起来，他其实就是想假哭，希望让族长能体谅他不容易。阿爹，要我嫁人可以，但是不要把我嫁给王四喜，女儿真的不愿意嫁给这样的人。小何呀，是阿爹没有，阿爹也是没办法呀。你要是不嫁给王四喜，谁愿意花10两银子娶一个2婚的？爹，我真是你们的亲女儿吗？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眼里只有儿子？你这个不孝女，你爹都这样求你了，你还要怎样啊？真要逼死你爹娘，你才甘心吗？是我要逼死你们，还是你们要逼死我？今天我就把这条命还给你们！说着他就往墙上撞去。这时候一直在墙边洗衣服的二壮上前一步一把拉住了他，但由于惯性，他的额头还是碰到了墙，不过不是很严重。你傻不傻呀？为了这点小事就寻死觅活的不值当。姑婆，这怎么会是小事？我不嫁给王思喜，我就没活路了。可我不想嫁给他，我还能怎么办？你这个死丫头，你这寻死觅活的想要干什么？你死了，你让我和你爹怎么办？我们还活不活了？罢了，我们也不逼你嫁人了，好好活着就行。老头子，你……我们就这一个女儿，不能眼看着她真活不下去啊！以后给她有口饭吃就行，她想嫁谁就嫁谁，也不算我们父母子女一场。正在这时，12岁的向招娣一头冲了进来，跪在族长面前：“族长，救救我！我娘要把我卖给人牙子！”又来一个，族长顿时一个头两个大。向招娣的阿娘孙二娘跟着冲了进来：“你个赔钱货！我让你乱跑，让你乱跑！”哎呀，住手！你在干什么呀？有你这么大孩子的，有话不知道好好说，这一个个的一点都不省心呐！哎呀，族长，我也是没办法，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只能把他卖了换点钱，我们一家老小才能活下去啊！族长，我不想被卖，我爹那么疼我，他肯定不同意的。我娘就是趁着我爹去桃源村做工，想卖了我。族长指着孙二娘骂道：“你想干什么呀？我向家的女儿是你说卖就能卖的？咱们向家村在逃荒的时候，再苦再难都没卖过孩子。孙二娘，你想干什么？你想造反呢？满屯要是回来见不到了招娣，到时候不打断你的腿呀！行了，别说了，你要是敢卖了招娣，满屯回来我就让他休了你。”孙二娘不敢再说话，只能恨恨地掐了一把向招娣。我知道大家都难，我已经想到法子挣钱了。这样吧，小何和招娣先来我家做工，我一天给他们25文钱，管吃。真的？去，嫂子，你还真信呢？他一个小孩子能想到什么法子挣钱？还25文工钱，有个5文我都谢天谢地了。好啊，是你说的，那我就给招娣5文钱一天，管他吃，你可别后悔啊！这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巴不得他不在家吃呢，还能给金宝省点口粮。好，就这么办。有良，跟他们说说。这小姑姑确实有赚钱的法子了，她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也就是说，她以后想印什么书就印什么书，比别人要快很多。只要书卖了出去，就能赚钱。真的啊？以后小何和招娣就给我干活，小何一天25文，招娣5文，管吃。哎，小姑姑你不能这样啊！小何一天25文，招娣怎么才5文啊？这不公平！这不是你刚才答应的？我这不是话赶话说笑呢吗？小姑姑啊，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把我说的话当屁放了吧。行吧，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跟你计较了。小姑婆，你只要给我一口饭吃，我不要工钱都可以。你胡说什么？谢谢姑婆，我跟小何姐一样，只要管我吃饭就行。死丫头，胡说什么呢？你不要钱，不管家里死活了。行了，你们也别说了，不管是谁，只要来我这儿干活，我多给一天25文。那小姑姑还要不要人啊？你看我行不？我啥都能干，或者我家盼弟也行啊。他年纪小，你给个5文也成。小姑姑，还有我和我家来福都行。刚开始可能要不了那么多人，而且这是印书，大多数人都要10次才行。像裁纸、刷墨、拓印这些事情都不用10次，后面事情都确定下来之后，再看要多少人。现在当务之急是刻字，现在会刻字的就3个人，兴怀、桂平还有大壮。除了他们3个人，还有谁会刻字啊？大壮也会刻字？大壮天赋异禀，他看一看字，自己就会刻反字了。
而且还不用事先在上面写反字，都是直接刻的。大壮叔真的是个天才，太聪明了。说到刻字，我娘也会。我爹在世的时候，我娘也跟着学过。其实刻字不难，难的是写反字。不如这样，我和心怀先写反字，写好之后大家一起刻，这样就快很多了。你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识字的还有谁？刻字最好找认识字的人，到时候那么多字，需要一个个挑选出来排版，印刷出来还要检查，整理纸张顺序，这都是要认识字儿的。红强是个大夫，自然识字，还有国栋、国良两兄弟会，好像就这几个了。阿爹，你忘了我哥和你也识字？哎，对，我把富贵和我自己都忘了。还有一个人你们也忘了，圆圆也识字啊。那就把他们都叫过来，咱们说干就干，抓紧时间，早一天做好，咱们就早一天能挣到钱。以后需要的书多了，说不定全村人都能挣到钱。小姑姑这话说得对，咱们抓紧时间。你们谁去国栋家？还有江源家锁着门，估计在地里干活的，都去喊一喊。我去，只要能挣钱，什么事儿都好说。就是，姑姑说的话听着就让人激动。只要日子但凡过得去，谁会？后面的话没说，但大家都懂。别说废话了，都赶紧去叫人去。好，我们这就去。有良，你觉不觉得我特厉害？我不光只有活字印刷术这一个赚钱的法子，你看着吧，我以后还要带着大家赚更多的钱。你还有什么赚钱的法子？先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呀，有良呀，你看我这么厉害了，以后还要带领全村人发家致富，你是不是可以退位让贤啦？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族长的位置，你让给我算了，能者居之嘛。你也一把年纪了，该享享清福了。原本向燕只想带全村人一起赚钱，他躺平，但今天向小河和向招娣的事，让他意识到自己该做点什么了。哎呀，小姑姑，你都这么大了，再过2年，眼看着就到了能嫁人的年纪了，可不能再这么没个正形啊！说话都没个把门的，想当族长这话那是能乱说的吗？我可没乱说，我是认真的。我当了族长，一定会带领大家赚钱吃饱饭，过上好日子。有良啊，族长的位置你就让给我，村长还是你来当，我主内你主外，咱们只要配合默契，一定会让咱们村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族长没想到他是认真的，顿时不知道该怎么训斥他了。胡闹！你以为族长你想当就当啊？就算有赚钱的法子，也没人会同意你当族长的。你一个小娃娃还是女孩子，怎么可能当族长？你见过哪个族长是女子的？你说我年纪小，我承认，但年纪小不代表当不了族长啊。你知道甘罗吧？甘罗12岁就是宰相了，我也12岁了。像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不能当个小小的族长啦？再说了，女子怎么啦？只要有能力带大家过上好日子，男女不都一样？女子能处理朝政，能带兵打仗的也不是没有。大家只要能吃饱饭，过好日子不就行了？规矩都是人定的，咱们改了不就行了？只要我把族长当好，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说不定从我开始，咱们大魏朝就有了女子当族长的先例，以后咱们村还能被载入史册呢。向燕小嘴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道理，把族长说得一愣一愣的。族长之位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可是关系到全村的大事。你一个小娃娃，可这族长的事儿你懂多少啊？你只看到赚钱，这村里还有很多复杂的人情世故、规矩礼法都要处理，不是光会赚钱就行的。哎呀，那都不是事儿，有不会的我可以学呀。再说村里不就是那些事儿，有啥难的？不是还有你吗？你是村长，我是族长，咱们强强联合，还有什么事情是摆不平的？小姑姑，你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把你印刷的事情搞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就不要想了。哼，那到时候就看着我荣华富贵，你们吃糠咽菜吧。好，我们吃糠咽菜，你荣华富贵。这丫头也太大逆不道了，什么都敢想啊！姑姑好会说，虽然听不懂，但是感觉好有道理。姑姑当族长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吧？正在这时，江源最先来了。啊，四爷爷，吕奶奶说让我来太姑婆家，说有事商量。对，有好事，一会儿等人到齐了，我再跟你们一起说。没一会儿，
吕巧姑、宋二娘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富贵和国良。国栋和你洪强叔呢？哦，家里只剩了一点粮食，我哥说不够2人吃了，地里的活也不多了，他就让我一个人干。他跟村里的二牛阿满几个人去新庄镇要饭去了。至于洪强叔，我们没找到。族长叹了一口气，每年村里都要出去一些人要饭，他这个族长当的失职啊。小姑姑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有了这个法子，以后就有了进项。小姑姑的意思是想请你们过来印书。活字印刷术？你看一遍就明白了。我来，小姑姑您歇着。向心怀把刚才排好的版又融化了，再重新排版印刷了一遍。这真是活字啊，一个一个能取下来，不用再整版的雕刻了，这省了多少时间多少功夫啊！有了这个，咱们就比别人快多了，想印什么就印什么，还能节省不少成本呢。叫大家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咱们镇刚好在2个县城交界处，2个县城的书铺都可以卖我们的书，咱们只要价钱低，他们肯定会买咱们的。太好了，以后咱们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哎呀，这法子太妙了，肯定能赚钱。姑姑，你真是太厉害了！以后啊，咱也能过上好日子喽。族长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此刻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小姑姑确实有本事。篆刻的工具现在只有4套，大壮、心怀、富贵和江源，你们4个现在就开始动手，先按照《论语》的顺序往下刻。国良、富贵还有有良，你们明天过来。国良，记得你哥回来了，让他明天也来。小何和招娣后天再来。我现在就出发去买裁纸刀、篆刻刀这些工具。至于工钱，都先按25文一天，管吃。以后要是挣得多，我再给大家涨工钱。书能不能卖出去还不一定，万一这件事情不成，那姑婆岂不是亏了吗？还是等书能卖出去再说工钱的事吧。臭小子，你说什么丧气话呢？这还没开始呢，你就想着万一卖不出去的事情了？四爷爷，虽然国良叔说的话欠妥当，但考虑得很周到。要是太姑婆真挣钱了，那我们厚着脸皮再拿工钱也不迟啊。圆圆说的对，我们先把书做出来，只要卖出去了，万事都好。要真卖不出去了，咱们也没关系，都是自己人。你们说的对，先做出来东西再说。小姑姑，你和二壮赶紧去买东西吧。好，对了，小姑姑，你们买东西记得去新庄镇买啊，别去咱们镇上了。别人一听咱们的口音就知道是向家村人，没有人敢卖东西给咱们。不会啊，我们买了好几次东西了，镇上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是向家村人。怎么可能啊？你们一说话，别人不就知道了？我跟他们说一样的话不就好了？说一样的话？对呀，他们说的话，我们刚来要饭的时候就学会了，没什么难的。哎，你这丫头本事真是不得了。哼，怎么样，我厉害吧？族长是不是该让给我当啦？想得美！你看着，这族长之位，我迟早要坐上去。哼！向燕和二壮到了镇上的书铺。老板，这总共多少钱？1354文。啊，这么贵啊？少点吧，老板。你这小童，不准备让家里人抄书了，改让家里人雕版了。老板，你还记得我呀？抄书挣钱太慢了，我准备试试赚快钱呢。抄书你还嫌弃慢？钱都在苦树上长着呢。让我听听，你准备怎么赚快钱呢？哪有挣钱的法子跟别人说的呀？你当我傻呀？行吧，看在咱俩投缘的份上，就给算1350文吧。才少4文，老板你也太抠了吧！1300文吧。哎，你这小童，你打劫呀？别看你买了这么多，我只挣你30文，你开口让我少54文，切，不行不行，黑本的买卖我不做，1350文最低价了。我还想替我家里人问问抄书的事情，你需要抄什么书？哪个书的价格最高？需要多少本？那可多了，4书5经基本都缺，楚辞也需要，孟子缺的最多。哦，还有易经。哎，抄书当然是越厚的书越贵。老板，楚辞多少钱呀？你要印刷本还是手抄本啊？印刷本多少钱？手抄本又是多少钱？印刷本当然要贵一些了，一本2400文，手抄本只要2000文。
那《论语》呢？啊，这个便宜一些，只要2两银子。好吧，帮我拿一本楚辞印刷版的，和之前的一起算，给我便宜个上百文，没问题吧？上百文？你把我卖了好了。你年纪太大，没人要。切，你这小娃娃呀，长得倒是好相貌，可惜只长了一张嘴。一共3754文，给你算3720文吧。我这1文钱都没赚你的，真是亏大发了。这当老板的不光能说会道，演技也是一流啊。老板，说风纸怎么卖？哼，你不会真打算雕版印刷书吧？是这个打算，到时候你在我那拿货，我给你算便宜怎么样？嘿，你知道雕版得多久吗？等你印刷好啊，不知道猴年马月了。那我要是真的印刷出来，你要吗？也不是不行，到时候你给我算便宜点就行。嗨，没问题，谁让咱们2个投缘呢？封皮纸到底怎么卖？1张50文，你要几张啊？向燕把手里的291文放在柜台上。这是我全部家当了，就这么多，你给我来6张没问题吧？这个也不知道能裁出来够多少本书。这个能裁36个封面呢，够你用了。哎呀，今天真是亏大发了。我给你的都是最低价，你出去可千万别跟别人乱说啊。哎呀，放心，我绝对不会对别人说的，下次再来照顾你生意啊。向燕拍了拍手，叹了口气，他重新又回到了1文钱都没有的日子。钱真是不经用啊。进了院门，众人看到二壮怀里的小牛犊，脸上满是惊讶。哎呦，这是哪儿弄来的小牛犊子呀？哎呀，这牛什么品种啊？这看着不像是家养的呀。就是啊，二壮姑婆，快跟大伙说说。我和姑姑我们在林子边上砍柴呢，就看见这头小牛在草地上，母牛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们2个就赶紧抱着小牛跑回来了。族长一听就知道向燕在骗人，肯定是上山去了，还不让二壮说。但这丫头无法无天，实在管不了，他也懒得戳穿。这就是咱们向家村的第1头牛了，咱们村也有牛了。有了这头牛，以后咱们的书就可以用牛拉着去卖了。对，这头牛就是老天爷专门送给姑婆的，咱们村呀要转运了。杏怀说的对，这是个好兆头，咱们村的人呢肯定会越过越好。我家有牛了，我家有牛了！这小牛犊子刚生下来，没有牛奶喂呀，这没奶可不行啊。我记得李家村有户人家养了牛，之前母牛怀孕了，算时间正好下了小牛犊，可以去问问能不能买点牛奶回来。那就好，母牛的奶一般都有多余的，要是能卖了赚钱，庄户人家肯定是愿意的。我那天买书和篆刻工具，把银钱都花完了。不行，就大家凑凑吧，我家里还有5文钱。哎，只能这样了。去家里取铜锣，一会儿直接到祠堂门口。听到铜锣敲响，大家放下手里的事情，都赶来了祠堂门口。今天叫大家过来其实没什么大事，就是小姑姑在山上捡到了一头小野牛，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才出生不久，没有牛奶。我们商量的结果呢，是去李家村养牛的人家买，可是小姑姑的钱花完了，只能跟大家抽钱了。不过大家放心啊，小姑姑已经找到了赚钱的法子，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现在还在起步阶段，不过很快就能赚钱，过不了多久就要请很多人做工，到时候咱们至少靠着小姑姑的赚钱法子不会饿死。那啥时候需要人呢？我正打算明天带着媳妇儿和孩子去新庄镇要饭去呢。是啊，我家面缸也快空了，正打算去要饭呢。你们要去也叫我一起啊，路上也好有个伴儿。去，要饭哪能一起去要？人家还以为流民来了呢。族长，我家还有2文钱，我去拿。我家还有3文，我去拿。我还5文，我6文，比你多1文。大家真是穷得五花八门，穷得乱七八糟，最多的存款竟然只有6文。哎，姑婆，要不要我记一下大家都给了你多少钱？哎呀，这有啥好记的？没有一个超过6文的，到时候我给大家通通还10文。还是姑婆霸气。最后全村人众筹了234文。这些钱应该能应付7、8天，
7、8天之后，《论语》应该也印好了，到时候卖了就不担心了。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在这里承诺，一定会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印刷书只是赚钱的开始，我还有好多赚钱的法子。等书卖了钱，我一定会把大家的钱还上，还会带着大家一起赚更多的钱。以后咱们不用再去要饭，不用再为吃穿发愁，我会让大家都住上新砖大瓦房，让孩子有书读，老人能安享晚年。大家只要跟我一起干，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咱们一起努力，把咱向家村变成10里外乡最富裕的村子。向燕的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说得好，姑婆，我们相信你。我们以后就靠你了。族长有一瞬间恍惚，觉得小姑姑或许真能当族长，能承担起族长的大任。小姑姑，赶紧去吧，小牛犊子应该很久没有吃奶了，你和二壮带着他去，记得带上木桶啊。向燕答应了，带着二壮推着平板车出发了。过了4天，《论语》后半部分的字也刻完了。向燕烧制好后，所有人一起同时5个版印刷，1天时间就印刷好了20本《论语》，大功告成，大家都很激动。咱们向家村能不能重新站起来，就靠这些书了，一定要仔细，千万不能被人骗了。让国良和阿蛮陪你一起去。阿蛮，我明天就让他别去要饭了，他学过一些功夫，有他和二壮、国良在，我也能放心一些。第2天，二壮推着板车和向燕、国良、阿蛮一起去了青口镇。国良和阿蛮怕被王家村的人认出是向家村人，他们2个以前都在王家村当过短工，所以距离书铺还有几家店的时候就停下了。二壮跟着向燕进了书铺。老板，我来啦！哟，是你来了，哼，这次来买什么呀？我有东西卖给你。他让二壮从包袱里取出一本《论语》递给老板。你看要不要？书铺老板接过来，翻开看了几页，惊讶道：呵，你家里人还真搞起雕版印刷书了？是啊，那天不是跟你说啦？我当你说笑的呢。书铺老板仔细翻了翻书，他检查了几处都没有错漏的地方，字体清晰，纸张也不错。啊，这书啊倒是还过得去，就是你这价格愿意多少出啊？先说好啊，太高了我可不要。放心，我绝对比旁人价格低，一本书就算1300文吧，怎么样？老板心下一喜，确实比他在其他地方的进价要低200文呢。印刷本的《论语》能卖2两银子，那他岂不是能赚700文？这太划算了。1300文，哎呀，太贵了，太贵了，不行不行，我最多呀给你1200文。向燕的内心价位就是1200文，他就是要用低价赢得市场，但面上还要装一装。老板，我是看在咱们投缘的份上才给你这么低的价格，你知道板雕有多难吗？稍微出一点错，整个板就废了。我们光板雕就快半年了，不知道费了多少木头，我家院子都快堆满了，你再给加点吧，请匠人也要花不少钱的，好歹让我们有点赚头啊。你也知道我们开店的不容易，读书人毕竟少，一本书要卖好久才能卖出去呢。哎呀，这样吧，我给你再加20文怎么样？我这人够大方了吧？才加20文？你要知道，《论语》你卖1本就2两银子，你才出这么低，你要是不诚心买，那就算了，我找别的书铺去。哎，你看你还急什么呀？你买卖讲究的不就是商量的吗？来，这样，我给你再加30文，一加250文，怎么样？你有多少啊？行吧，1250文就1250文，我也不知道家里到时候会不会怪我。他们跟我说最低价1300文一本，我直接跟你说的是实价，结果你这……算了，我这里有20本，你要多少？啊，我都买了，我算算多少银子啊？一共25两银子。老板不相信，继续算。拨完算盘，他惊讶道：哎呦，还真是25两银子，你这小童倒是厉害啊，难怪你家里人放心让你出来。不过你父母怎么不来啊？让你一小孩子每次出门也不怕被骗呢？看着一旁一脸清澈愚蠢的二壮，这个是你哥哥吗？这是我侄子，我哥哥嫂嫂都没了，我爹出不了门，我娘……会好的，你看你这不就赚了这么多银子了？哎，拿着啊，收好。你再帮我拿2刀上好的宣纸，再拿60张书封纸和2块墨、2支笔。啊，书封纸呢，我就多送你2张，
以后要是有其他的书，你再送到我这儿，咱们价钱好商量。以后啊，长期合作。那就多谢你啦，以后长期合作。你这里要是有人想单独印书，可以让他找我，我价格优惠。行，有单了我就介绍给你。结算完，向燕卖书的钱就剩9两银子了。向燕叹了一口气，这钱挣起来好难，但花起来如流水一般。向燕和二壮去了卖猪肉的摊位，向燕把猪下水和肉骨头全买了。最后向燕在粮铺老板那买了20斤小米、2斤盐、500斤黑面，最后剩了2两银子零320文。向家村，这是卖出去了？卖出去了。小何、招娣、圆圆，赶紧过来裁纸，咱们再继续印。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论语》的字已经刻好了，咱们可以先把这2刀纸全印《论语》，反正这个需求量大，不怕印多了卖不出去。就让新华和平贵、国栋先刻字，其他人先全部印刷《论语》，等着40本《论语》印好之后，先卖一卖，看看情况再说。哎呀，你看我老糊涂了，还不如小姑姑一个小孩子想得周到啊！还是小姑姑这新脑子好使啊。那你那组长的位置？组长立刻像踩了尾巴的猫。组长位置？那想都别想。哼，到时候可由不得你，我就要跟你争。我先把大家这几天的工钱结了，也好让你们给家里人赶紧买粮食。我和旭柏都在太姑婆家吃饭，就先不算了，先把钱给其他人结了吧。我家里就四娘一个人在家，你给点，她够买粮食就行。我们也不用给，家里又没有其他人了。不行，钱都结清，你们不要推辞了。我结工钱的钱还是有的。再说了，我结的工钱你们也可以借给村里其他人先买粮食去啊，等以后再让他们还就是啦。众人还要再推辞，向燕最不耐烦这个，立刻打断。我是你们的姑姑、姑婆、太姑婆，长辈有话你们听着就行，不要反驳。好了，发钱。哎呀，看到没？姑姑虽然是个小娃娃，但是主意正，办事有章程，杀伐果断，是个当……看着组长瞪向他的目光，他换了个说法说道：是个当上位者的料，嘿嘿，我看好他。组长哼了一声没反驳，除了招娣和小何拿了175文钱工钱，其他人都领了225文钱。向小何把钱递给了向守田道：阿爹，拿着，赶紧去换粮食吧。好，咱们终于有钱买粮食了。你姑婆是个有能耐的，好好在你姑婆家干，娘以后再也不逼你了。向小何笑着点了点头。正在这时，王四喜又来了。嘿嘿，小何妹子，你也在啊？哎呀，四喜兄弟也来了呀！先坐。嘿嘿，说你叫我四喜就好。我要是和小何成亲了，你就是我岳丈，咱们2个怎么能称兄道弟呢？向守田噎了一下，这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听不懂他话里的意思吗？四喜兄弟啊，咱们2个是一个辈分的人，我闺女怎么能嫁给你呢？这不乱套了吗？她年纪还小，刚回娘家，我和她娘啊，想让她在娘家多待几年再嫁。哎，说这女大不中留啊，留着留着就成仇了。更何况她已经嫁过人了，她这样被休的女子在家里要被人说闲话的。小何妹子嫁给我正好，我不嫌弃。四喜啊，你和小何的事儿就算了，你们不合适。为什么呀？我和小何哪里不合适了？你和我哪里合适了？你和我爹年纪都一样大了，竟然好意思想娶我？你要长相没长相，要有多邋遢有多邋遢，身上的臭味1里地之外都能闻到了，家里孩子一大堆，凭什么认定我会给人当后娘？我是吃饱了撑的，有多想不开要嫁给你？怎么跟你四喜叔说话呢？还不出去？向小何这才转身出去了。我这么真心实意想娶她，她咋这么嫌弃我呀？四喜啊，这世上的女子千千万万，你让媒婆再给你找一个就是了。不，我就要小何。说你把小何许配给我吧，我给你加钱，15两行不行？不是钱的事儿，你也看见了，小何他不愿意啊，我们也没办法呀。是啊，这出嫁从亲，在嫁从身，小何的婚事他自己说了算，我们做不了主。你条件这么好，要是愿意花15两娶个媳妇儿，你找个媒婆，什么样的女人给你找不到呀？不，我不想要其他女人，我就想要小何。再说了，
找媒婆还得花银子呢，我又不是钱多了没处使。向守田和吕巧姑对视一眼，这是个二货，两人都不想再搭理他。说闪，我还会再来的，我一定会让他回心转意的。我下回好好拾掇再来，小何肯定会看上我的。王四喜哭得两眼红肿，一副蔫蔫的样子，耷拉着脑袋往回走。路过王德发家的时候，王胜利正好出来看见他了。哎，四喜哥，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胜利啊，我去向家村了，王顺才不是休了小何吗？我就去提亲，结果他嫌弃我。四喜哥，你别着急，我给你想想办法。真的？你有什么办法？他们向家村要是去外面，必然经过咱们村，咱们就在村的路口上设个路障，只要他们从咱们村经过，咱们就跟他们收过路费，要是不给也行，除非他们愿意让向小河嫁给你，这样向小河在他们村里就待不下去了，只能嫁给你了。这不太好吧？嘿，咋了？难道你不想娶向小河了？当然想，我做梦都想，天天晚上都梦见他。哎呦，还天天梦见，梦见和他干什么了？还能干什么？就是梦见和他。两人的话不堪入耳，想到梦里向小河的模样，他恨不得现在立刻就能娶了她。于是王四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王胜利的办法。你去哪儿了？逛这么久？我不是去逛了，而是去找人去了。找人？王胜利一脸得意地笑，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跟王德发说了一遍。这倒是个办法呀。向家村人日子不好过，听村里人说碰见他们好多人往新庄镇乞讨去了，你这次再给他们加把火，到时候他们还不是乖乖的任咱们捏扁搓圆，好好当咱们村的长工，工钱还低，还不用管他们住的地方。本以为这次他们会服软，没想到还挺硬气，哼，害得咱们春耕请了其他村的人干活，25文一天，这个亏不能就这么算了，趁着这次机会好好给他们长长教训。爹，这会不会太狠了？赶狗入穷巷，到时候怕是要出事。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啊？他们向家村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关系没关系，能闹出什么花来？一个小村子才400多人，怕什么？周翠翠不敢再争辩，但她心里总觉得他们家做事太绝，自古人狂天收，她只盼着不出什么事儿才好。向家村，小姑姑起床了，这么多人都等着你安排活呢。满院子的人目光齐刷刷地盯着她。小姑姑，这人也太多了，光印书用不了那么多人呢。有良，清点人数。刚才已经清点过了，家家户户都来了一个人，咱们村一共61户人家，还有我们几个印书的，除了你家之外，一共107个人。向燕就是故意的，他要让族长先慢慢适应被他支配，以后渐渐形成习惯，族长的位子早晚都是他的。你做得很好，以后什么事情都要像今天一样给我报告的清楚，省去不少事。族长气闷，他感觉自己的族长之位已经被撸了。印书确实用不了这么多人，我还有其他活交给你们干。什么活呀？原先印书的人还继续印书，至于你们新来的15岁以下、45岁以上的女人，先跟着族长他们印书，他们每个人该干什么，有良你就多操点心，给安排一下。他明白了，自己就是小姑姑手下的一个小管事。都听见小姑姑的话了，15岁以下、45岁以上的女人跟我来。一群老的老，小的小，跟着族长去了院子西边忙碌去了。你们10个一排站好，我清点一下人数。向燕数了数，一共65人。你们谁做饭好吃，留5个人给大伙做饭。小花儿，你的手艺好，你给大家做饭吧。哎，不，我那手艺可拿不出手，王婶子手艺比我好多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哈，我去做饭，你们呀就将就着吃吧啊。以后你们5个人就负责给大家做饭，一定要干净，让大家吃饱。放心吧，小姑姑，交给我们没问题。以后你就是你们5个人的管事，厨房的事就由你负责。啊，管事？不用了吧，只是简单做个饭而已。再说了，我哪当得了管事啊？厨房当然得有个管事的啦，谁该做什么，做什么饭，油盐酱醋够不够，缺不缺这些事情都要有人操心。100多人的饭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再说了，
以后咱们要用的人还要再增加，几百个人的饭，没个管事的，岂不是乱套啦？还是小姑姑想的周到。既然小姑姑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今天早上先做面条吧，以后1天3顿饭，每天晚上再发一些面，早上又来做馒头。几人答应着去厨房了。姑婆，那我们干什么呢？看见那片菜地没？分出10个人来，那片菜地不要了，把地面压实，里面长出来的青菜全拔了给厨房送去。啊，姑婆，这可万万使不得呀！没有菜地以后吃什么呀？再说这么大的院子空着也是空着，多浪费呀！这些地方我都有用。你们7个男的，你们拉土做土坯砖晾在后院，后院放不下再放前院。他对枣花说道：这60人暂时都归你管，你就是他们的管事，给他们把事情安排好。啊，这可咋行啊？我们这里不是还有男人吗？哪有我们女人当管事的道理啊？这有啥行不行的？咱们现在做事儿讲究的是把事情干好，又不论男女。你聪明能干，我相信你能把这60人的活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可大家会不会不服我呀？有我跟你撑腰，你怕啥呀？再说了，只要你做事公平公正，把活安排合理，大家自然会服你。你就大胆去干，出了问题我给你兜底。行，姑婆，我试试。都听枣花的安排，好好干活。放心吧，太姑婆，你说啥就是啥，我们都听枣花婶的安排，只要能吃饱饭就行。嘿嘿，不对啊，太姑婆，你让大家做这么多土坯砖干什么？难不成你要盖房子？还能干什么？当然是烧青砖，盖青砖大瓦房住啊！什么？小姑姑，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盖青砖大瓦房住。不是，前一句你说了什么？前一句不就是烧青砖？对，就是这一句。你说你要烧青砖，你真会烧青砖啊？对啊，这有什么难的？姑姑，你当真会烧青砖？你当真会烧青砖？姑婆，你当真会烧青砖？当然是真的，我昨天就开始烧了，就在后院。你是怎么知道烧青砖的方法的？还是说这又是你自己想的办法？咱们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家不是盖房吗？我跟着我爹去过砖瓦房，看他们烧过。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小，也没防备着我就记下来了。小姑姑，你确定能成功？这得烧多久啊？差不多总共半个月吧。这个要经过烧窑、焖窑，再印窑，就差不多等冷却就好了。姑婆肯定能成功的，咱们的字块就是烧出来的，只不过这个字块小而已。我上次就想跟大家说，姑婆也可以烧砖的，可是印书给忙忘了。这么大的事儿都能忘？你姑婆年纪小，不知道这个事儿的重要性，你也不知道啊？我这不是急着印书出来挣钱吗？再说了，你每天催我催得那么急。小姑姑，要是这次真能烧出青砖，准备开砖瓦坊吗？我没打算卖，就自己烧一些够盖房子就行了，这个太费力气了。再说咱们住得太偏僻，不一定有人买，就算有人买，王家村人肯定会在其中捣鬼，我有的是赚钱的法子，这个就算了。我也是这个想法，买砖不太现实，但咱们自己可以烧砖盖房，这就省了一大笔钱了。就是不知道小姑姑你愿不愿意教大家怎么烧砖呢？或者你指挥他们干活，重要的地方你自己做，我们避着就行。啊，大家想住青砖大瓦房可以呀，选我当组长就好啦。没问题，我这是……阿蛮在组长的怒视下，声音越来越小。小姑姑啊，这组长之位咱们改天再说吧。你先把青砖烧出来，做出点功绩出来，大家才能信服你，不是？等以后你再长大点啊，有的是机会当组长。那行吧，那就以后再说。这烧砖是头等大事，还是得选2个人轮流看着。是啊，这活可不能停。印书的人有点多了，让栓子他娘和狗剩他娘2个负责烧火吧。嗨，我们年纪大较少，晚上正好可以看着烧火。连嫂子说的是，我俩保证火会一直烧得旺旺的。就这么办吧。好了，都散了吧，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吧。你们做土坯砖的来这边，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做。麦穗他爹向有根满脸愤恨地跑了进来。哎呀，组长，王家村那群人越来越过分了，他们竟然在他们村口设置路障，不让咱们过呀，说是要过可以，要么交10文过路钱，要么让小何嫁给王四喜。你说
这不是欺负人吗？王家村这群人还要不要脸了？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路又不是他们的，凭什么挡着不让咱们过？组长，咱们这次不能再忍了，要不然以后他们只会越来越过分。就王四喜那样的货色，还敢肖想小何家，真是恬不知耻啊！王家村欺人太甚，大家跟我抄家伙，咱们跟他们拼了！对，跟他们拼了，大不了鱼死网破。站住！我一个组长还没发话，你们就这么没脑子的跟人去干仗去了？出了事情怎么办？让家里人还活不活了？难道咱们就这么算了？谁说就这么算了？凡事都要商量个对策，冲动行事只会坏了大事。咱们眼看着日子要好起来了，跟他们拼命，他们死了，咱们能落到什么好处啊？组长说的对，咱们马上就能翻身了，每天有钱挣，以后啊还要盖青砖大瓦房呢，犯得着跟他们拼命吗？但这事儿肯定也不能这么算了，任由他们拿捏。咱们这么多人，得好好想想办法，总归会解决的。去铜锣，让所有人在祠堂门口集合。富贵答应一声去了。这是全村人的大事儿，女人们的点子不比男人少，大家一起去商量，说不定他们能想出好办法。胡闹！妇道人家懂什么呀？赶紧干活要紧，书要赶紧印出来卖出去，大家还指着这个赚钱呢。挣钱不在于这一时半会儿，大事要紧，大家跟我走。哼，净添乱！瞧不起女人，早晚要吃亏。这丫头真是无法无天，她都无数次在心里抱怨这丫头的辈分怎么这么高，这要是小辈或者平辈，她好好训斥一顿。听到铜锣声，大家知道有事发生了，急忙往祠堂赶。组长把事情跟大家说了，人群立刻炸开了锅。叫大家来不是听你们骂人的，都想想办法，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是我连累大家了，我愿意嫁给王思喜。这已经不是你嫁不嫁给王四喜的事儿了，这分明是王家村想拿捏我们，认定我们就得任他们摆布。就算今天咱们妥协了，以后指不定还想出什么招欺负咱们呢。组长说的对，咱们不能再让了，再让咱们就活不下去了。这除了跟他们拼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吧？是啊，这也没其他法子。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打。这办法还用你说？你等我慢慢说嘛。我说了打，又没说真打。我的意思，咱们装样子。装样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咱们就是那光脚的，要让他们以为咱们已经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你是说吓唬他们？对，就是吓唬他们。这倒也是个办法，也只能这么办了。一会儿咱们这样。王家村村口，你们说向家村人会怎么做呀？会答应把向小河的娘们儿嫁给王四喜，还是会乖乖的交过路费？哼，就向家村那帮穷鬼，穷的都要饭了，哪来的10文钱？就算有10文钱，他们会舍得？这么说来，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把向小河嫁给王四喜了。说起来，向小河这娘们儿长得真不错，嫁给王四喜太可惜了。要是让我先玩一玩，嘿嘿。五哥，我还没尝过女人是什么滋味，不如咱们到时候……对呀，咱们兄弟在这里出力，却让王四喜得了便宜，哪有这样的事儿？咱们先替他洞房，这不过分吧？哎，不过分，一点也不过分，这就当是咱们的酬劳了。他们正说得起劲儿呢，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他们站起身，就看见一群人黑压压的朝这边过来了。王三暗道不好，这是彻底把人逼急了。快跑！王家村的混子们这才怕了，顿时慌了神，都来不及拿凳子，撒腿就跑。别跑！你们王家村人让我们活不下去，我们就不活了，要死一起死，大家同归于尽。王家村混子们一路狂奔回村，气喘吁吁地跟村里人大喊：不好了，向家村的人疯了，拿着家伙要来拼命。怎么回事？胜利哥不是昨天让我们在村口设路障，不让向家人过吗？今天我们就来了一个向家村人，他就回去了。刚才向家村人全村出动，个个手里拿着刀，嘴里嚷着：你们王家村人让我们活不下去，我们就不活了，要死一起死，大家同归于尽。我看着情况不对，就带着大家赶紧跑过来跟您老人家说了。快叫人，
咱们赶紧去拦下他们。王德发带着村里人迎面撞上了向家村人，看着向家村人的气势汹汹、不要命的架势，王家村人都有些发怵。哎呀，老大哥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呀，可千万别冲动。今天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是这几个混小子做错了事儿，我一会儿就让人加法伺候。都是小事儿，小事儿啊。小事？我们自从来到青口镇，每年给你们王家村勤勤恳恳的干活，你们不给吃饱饭不说，还克扣我们工钱。克扣工钱就算了，我们不跟你们干了，我们要吃饭，我们去要饭去，行不行？如今你们还要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反正我们一无所有，没吃没喝也活不了几天，不如大家一起死算了。对，要死大家一起死，我们一无所有还怕什么？临死前还能拉个垫背的。杀一个是赚，杀两个赚一双。老大哥呀，是我们不对，路障我们马上撤，过路钱也不收了。小何姑娘的事儿再不敢提。哼，现在说这些不觉得晚了？你们王家村一直欺压我们，今天必须给个说法。王德发一听这话有戏，看来不是真想动手，刚要说什么，就见一个满脸是黑的小女娃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大砍刀，手起刀落，旁边碗口粗的树就被拦腰砍断了。族长，跟他们废什么话？直接杀了他们，咱们再也不受这鸟气了。向艳露的这一手不仅把王家村人惊呆了，也把向家村人都惊呆了。对，今天这个恶气非出了不可，不用你们给什么说法，拿命来！先别着急，看他们怎么说。别，以前都是我们的错，我们愿意赔偿你们损失，工钱我们这就给你们。各位乡邻、劳烦各位等等，马上就好，我这就给你们拿钱去。说完赶紧转身跑了。都别冲动啊，大家消消气，再给王家村人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他们这次把工钱给咱们结了，答应以后不再犯了，这事儿啊就算了。哼，他们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招，我一个人就可以杀个七进七出。王家村人不敢多话，没一会儿，一个个乖乖的结了工钱。小丫头啊，你爹在我家一共干了18天，还剩180文没结啊，这是180文，你数一数。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儿呀？这话说的王德发一脸懵。啊，还有什么事儿啊？你忘了你孙子把我爹打昏迷的事儿了？我爹现在还昏迷不醒呢，你说该怎么办吧？这铁蛋儿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力气？你爹就怎么还没醒啊？你意思是我骗你了？没，我哪儿敢呢？他从口袋里摸了半天，掏出来2两银子。这2两银子就当医药费，怎么样？2两银子，2两银子能干什么？医药费都不够，还有营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我也不多要你的，10两银子吧。10两太多了，8两银子行不行？我身上就带了这么多。8两就8两，下不为例。王德发心里恨得咬牙切齿，他在口袋里又摸了半天，一共拿出8两银子给了香艳。罢了，这次事情就这么算了，我们也不是得理不饶人，咱们毕竟离得近，还是和睦相处的好，你说是吧？你说的是，咱们2个村啊，确实该和睦相处。这一场，向家村人大获全胜。说，咱们就这么算了？算了，哼，他们跟咱们能硬刚，我不信他们还能跟官府硬刚不成？哦，叔，你的意思是让盛远哥和盛新哥抓了他们？哼，抓什么抓？还有1个多月，不是要收麦子了？到时候交多少税粮，还不是你盛远哥和盛新哥说了算？到时候就看这帮穷鬼拿什么交，咱们给的那点钱够他们吃到下收都不错了。嘿嘿，还是说你主意多。我王德发的便宜是那么好占呢？哼，咱们走着瞧吧。巫婆，你真是太厉害了，还真的让你算准了。王家村的人不仅怕了我们，还把之前的工钱都结了。要是以后选族长，我绝对支持姑婆。还有我也支持太姑婆当族长。太姑婆，你刚才露的那一手太厉害了，你的力气怎么那么大？难怪你跟二壮能见山打猎呢，简直太厉害了。你们是不是巴不得我不当族长，好给他腾位置是吧？没有，族长，你总有老的那一天。等以后小姑姑不就正好可以接替你的位置吗？
族长没好气地瞪了他们一眼。这是民心所向，嘿，你这儿气也没用。你们这是嫌弃我了是吧？哎呀，我这把老骨头确实不中用了。哪里呀？你这身子骨硬朗着呢，就是当族长有些年纪大了，12岁正长好。你想当族长啊？没门儿！岂不知老头子内心已经松动了。小姑姑年纪虽小，但是谋略、胆识样样不缺，还能带大家挣钱，实在难能可贵。晚上后院，马香莲和郑美芳看着烧火。你说小姑姑这印书能挣多少钱呀？养着咱们这么多人，会不会亏本啊？我算了一下啊，这1个月下来，光工钱就得80多两呢，还不算吃喝。这算下来的话，1个月怎么着也得100两银子了吧？啥？100两？这么多呀？你不说我都没有想到这儿。我只顾着高兴咱们能够吃饱，还能够挣钱了，没考虑到小姑姑要花这么多的银子呀。哎呦，这小姑姑心善，明明用不了这么多的人，为了全村人都能够有口饭吃，把大家都留下来干活了。哎，但这长久下去可不行啊，咱们也得替小姑姑着想啊。是啊，我愁的就是这个，这么大的开销，不知道卖书赚的钱够不够。要不咱们明天问问族长，他总归是知道的。你说的对，明天咱们就问问族长。屋里向燕也在算账，一刀纸可以印20本，《论语》能卖25两银子，扣除笔墨纸砚、松香、蜂蜡这些成本，还有人工钱和吃饭钱，能挣多少钱呢？最差我也能到手400多两吧，太开心了！到时候那些购物清单都能一一实现了。姑姑啊，什么事这么开心啊？咱们要发财了！真的？咱们请那么多人来，又发工钱又管吃喝的，真能挣钱？当然是真的。姑姑啥时候骗你了？朵朵想了想，还真是，姑姑从来没骗过她，不由得也跟着高兴起来。天一亮，向燕几人就出发去新庄镇卖书去了。族长，我算了算，咱们这80号人1个月就得80两工钱，小姑姑还得管大家吃喝，也得好些钱呢。这1个月算下来还不得100两啊？这小姑姑赚的钱够吗？放心吧，小姑姑赚的绝对不少，书可是金贵东西，你们就放100个心吧。哎，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你不知道，我和郑嫂子昨天算了算账啊，愁得我们俩几乎是一晚上都没睡着觉。这么说呀，那我们就放心了。其他人听到族长的话也是心下一松，只要小姑姑能赚钱，他们就跟着能挣钱。众人重新高兴起来。向燕从新庄镇回来，就买了些笔墨、松香之类的消耗品。你怎么没买纸啊？宣纸1天就能用1刀，你昨天买的最多能坚持5天。先给大家预支一些工钱，虽说王家村人付了工钱，但那点钱不多，坚持不了几天。还是小姑姑考虑的周到啊。先给大家预支8天的工钱，让家里人赶紧买些粮食吧。跟他们说，以后不必省着吃，身体重要，以后咱们不会缺了吃的。众人开开心心的答应了。晚上招娣把钱递给孙二娘，这是姑婆预支的工钱，她让咱们以后不用省着吃。听说你们天天吃馒头面条，都不用喝糊糊是不是啊？那当然，今天的面还是用大骨汤做的呢。你姑婆啊，还真是傻的。要是我能再大一点就好了，我也去姑婆家干活，这样就能天天吃这么好了。你一个赔钱货还想吃好的，糊糊就够你喝的了，想什么好事呢？他是赔钱货，你是什么？整天赔钱货赔钱货，自己骂自己有意思吗？你挣了几天钱吃榜硬了是吧？小心我把你卖了。招娣一溜烟跑到了门外，对着屋里的孙二娘说道：想卖我，小心姑婆收拾你！哼！死丫头长本事了，咱家的事你姑婆还能管那么宽？你做梦呢你！就算姑婆管不了，族长还能管你？族长可是说了，你要是把我卖了，他就让我爹休了你，到时候让你冻死饿死在路边吧。你这死丫头说什么呢？有你这么跟老娘说话的？你这个不孝女！气死你，气死你！哼！好啊，你个死丫头，你给我等着！族长，有什么好事跟大家说了？
从今天起啊，大家不用再做饭了。啊，不做饭我们怎么吃饭啊？大家不用急，让小姑姑给你们说说她的安排。向燕站出来，把他和族长商量的事情对大家说了一遍。什么？小姑姑不但管全村人的饭，还给大家烧砖盖房，还有工钱呢！哎，你快掐掐我，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这烧出来的砖不是不要钱，3文钱一块，到时候盖房的人工费、砖瓦费就从你们的工钱里扣。小姑姑可是1文钱都没挣你们的，她是为了让大家在入冬前都能住上砖瓦房才这样，你们可别不知道好歹。哎呀，四哥，我们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的人，小姑姑是为了大家考虑，我们感激都来不及啊，怎么可能有其他想法呀？3文钱已经很便宜了，外面要半文钱一块呢。守天叔说的对，姑婆就是我们村的大恩人，我给姑婆磕一个。伯良说完就跪下磕了几个响头。你快起来，我才多大，磕什么头啊？国良说的对啊，我们是该磕一个头。小姑姑虽然年纪小，但她是长辈啊，给长辈磕头是应该的。众人的高兴、感激之情需要一个宣泄口，他们纷纷跪下给向燕磕头，急得向燕扶这个拉那个。你也不拦一拦？给长辈磕头确实是应该的，更何况是小姑姑救了整个向家村的人，有良感激不尽。你们……向燕无可奈何，只能任由他们这样了。后面向燕连着卖了好几天的书，手里终于存够了70两。这天他叫上了向红强一起去义堂县。哎，小姑姑啊，咱们去义堂县干什么去呀？让你给长长眼，买头骡子。啊，你要买骡子，那得60、70两呢，你有钱吗？有啊。那就好，那就好，是该买个骡子。你和二壮这么天天跑，人也受不了。接下来要去的镇子就远了，有可能骡车都不一定当天能回来。咱们做生意的没骡车不方便。确实是。向燕他们到了骡马市，里面有7头骡子在卖。向红强每个骡子挨着好好看了看，最终看中了2头健壮的骡子。这2头骡子都好，一头骡子有2岁多，另一头5、6岁了。向燕分别问了价格，2岁多的是一个老头在卖，他说70两不二价；另一头是个青年人在卖，要价68两。小姑姑要是钱够的话，我建议啊，还是买2岁多的这头，他刚成年，还能使唤很多年呢。向燕也是这个意思，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最终以69两的价格拿下。哎呀，你这小娃太会看价了！要不是家里急用钱，我不会把这么好的骡子卖了。你们以后要对它好点，多喂些草料。放心吧，老伯，我们买了回去，肯定会好好对它的。他们又在市场买了个车厢套上，不能让书淋到雨。骡子和车厢一共加起来73两。红强，你会赶车吗？哎呀，我也不会赶车。哎呀，这下可怎么办呢？我会呀。你啥时候会赶车啦？我天天看钱爷爷赶车就会了呀。向燕盯着他看了半晌，要不让他试试，说不定老天爷给这个傻子开的天窗就是赶车的天赋呢。二壮直接把车赶到了门口。骡车？二壮这是哪儿来的骡车啊？姑姑买的。快让让，车上还有东西呢。小姑姑不是才买了粮食吗？怎么又买了？这是小米，我买了150斤，还有50斤红枣，以后早上给大家熬小米粥喝，让大家都好好补补身子。哎呦，干嘛这么破费呀？大家能吃饱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了，还买这个，这得多贵呀！补身子怎么能说是浪费呢？你看看大家都瘦成什么样了，该好好补一补了。还是姑婆想的周到，我们都跟着沾光了。我最喜欢喝小米粥啦，还要放红枣，肯定甜甜的。小馋猫，这孩子就是心善，变着法的让咱们吃好的。哎呀，有良啊！以后不要再说我是小孩子了，这有损我英明的领导形象。我可是要当组长的人，下次注意用词。啊，是，你不是孩子，你是英明的领导人，行了吧？哼，这还差不多。大
大家平日里都辛苦，补补是应该的。以后要是我当了族长，大家的日子会更好。哼，姑婆就是霸气，有你带着，咱这日子肯定错不了。众人听了都跟着笑了起来。稀罕够了骡子，大家就马上回去干劲十足的做自己手上的事情了。这天，二壮和向燕给清水县靠东的镇子富安镇去卖书。向燕进到富安镇的书铺里，刚站定，就被胖老板怪叫声音往外赶：“小乞丐，赶紧滚出去！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不是乞丐。”“赶紧滚出去，听到没有？打扰了我做生意，仔细你的皮！都穷成什么样了，跑书铺来是想偷东西吗？小心抓到被打死！”“哼，有你后悔的时候，你个死胖子！”“嘿，你个小兔崽子，你叫谁死胖子呢？”二壮一直在门外的马上等着，看着气呼呼的向燕爬上了马车，他不明所以。向燕看了看身上的破布衣裳，叹了口气：“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先去私塾门口摆摊碰碰运气吧。”两人等了一会儿，就有学子陆陆续续出来了。《论语》便宜卖了，1400文一本，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到先得。小童，你卖的《论语》才1400文，不会是这书有什么瑕疵吧？有没有问题？你看看就知道了。哎，小童，你这书要是买的多，还能再降吗？向燕看了看他，看到了他眼中的算计，大概明白他要干什么了。那看你要多少本啦？我想买7本，你1本能便宜多少？1350文吧，不能再少了。就9400文吧。向燕为了不让他心里好受点，又讲了一会儿价，最终一脸肉痛的收下了10两银子，给他找了零头。他手脚麻利的数了7本书，递给了他。你买这么多《论语》干什么？你又不是没有。哎，走，跟着我，你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郑浩好奇他要干嘛，就跟着他走。就见刘思明走进了书铺，对着胖老板问道：“老板，《论语》要不要？印刷体的，便宜卖给你。”“哎呀，是刘公子呀，你说你要卖书，哪里来的这么多《论语》啊？”他翻开看了看书，这书比自己店里卖的还好。这书还行，只不过刘公子想多少钱卖给我呢？那就看老板愿意出多少钱买了。我相信季老板肯定不会让我吃亏的，对吧？那我就出个诚心价，1350文一本。季老板，你这是不想做这个生意了？抄一本《论语》都要1300文了，这么好的印刷体，你就多给50文。你的卖价可是2两银子，你这未免也太不厚道了吧？哎呀，刘公子啊，别生气呀，这生意就讲究个商量嘛。这样吧，我出1400文一本，你看可以吗？1500文，不能再少了。这1500文太多了，1430文吧，这跟我的进价都一样了。这样，咱们就各让一步，1450文，这个价格可以了吧？如果还不行，那就算了。等秋收以后开学的时候，我在私塾门口自己卖好了。季老板一听，知道这是刘思明的最后底线了，于是当即一咬牙一跺脚：“行吧，那就1450文吧，就当照顾你这个老顾客了。”哎，季老板，我还有一模一样的《论语》，就是不知道季老板还收不收，收多少？哦，不知道刘公子哪里来的这许多书呀？这个嘛，就不方便透露了。《论语》，我最多还可以收15本。郑浩在旁边看得一脸目瞪口呆，他这会儿心里就在后悔，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难为你往日跟我关系最为要好，有这等赚钱的法子，刚才也不告诉我一声，你自己倒是一下子赚了700文，你这太不够意思了。哎，郑兄，你这就冤枉我了，我这不是没把握能挣钱，万一季老板不要，或者给的价格太低，我这不是就坑了你？我要是存心不让你知道，又怎么会带着你去书铺卖书？再说了，他不是还要15本吗？咱们还有的赚。抱歉，是我想差了。不过我身上只有5两银子，也买不了几本。能赚多少赚多少，反正又耽误不了什么时间。如向燕所料，刘思明拉着郑浩就又回来了。老板，我再买7本《论语》。我要3本。两人直接数了钱递给向燕，向燕笑眯眯收下，然后把书递给了两人。
这时候，一个小胖子围了上来：“你怎么在这里卖书？你这《论语》一本多少钱？1400文。1400文。”小胖子一声怪叫，翻开《论语》看了看，这书看起来比自己的还好。他转身就想跑回家。郑浩和刘思明已经认出来，这个小胖子就是季老板的孙子。他立刻上前拉住小胖子聊天。刘思明立刻抱着两人买的书跑去了书铺。你放手，我跟你又不熟，你干嘛拉着我不放，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咱们虽说不熟，但都是在同一个私塾上课，也算是同窗了，互相认识认识，不是应该的吗？小胖子着急回家告诉爷爷，有人在私塾门口卖书，还卖得这么便宜。你们三字经学到哪里了？夫子布置了什么课也没有？你问这个干什么？我侄子不是在你们蒙学班吗？他经常记不清夫子都讲了什么，布置了什么课业，我替他好好问问，省得他回去老是挨打。你侄子是谁啊？这时候，郑浩远远看见刘思明已经出现在巷子口了，于是郑浩也懒得跟小胖子说话了。算了，我不问你了，你回去吧。小胖子见状也懒得问了，还是正事要紧，他赶忙跑回家去了。进了店铺，就见爷爷正喜滋滋地摸着一摞书。爷爷，这书你哪里来的？刚才有个傻子卖给我的。哪个傻子？就你们甲班的刘什么来着？刘思明？对，就是他。爷爷，你这书多少钱买的？1450文，比我进货还便宜50文呢，也不知道他哪里搞到的。不过我估计他不知道行情，以为自己赚了，这不是傻吗？爷爷，这书我刚才在私塾外面看到有人卖，只要1400文一本。季老板的笑容瞬间僵住。你说什么？小胖子把在私塾外看到卖书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坏了，那小子肯定是知道我这儿的收书价，故意来赚这差价的。他越想越气，觉得自己被刘思明摆了一道。他立刻关门，拉着孙子跑到私塾外面看，结果看见摆摊的人竟然是早上他往外赶的小乞丐。他气呼呼上前翻了翻地上的书，果然和刘思明卖给他的书一模一样。喂，你小子卖一本多少钱啊？哼，你管我卖多少钱，就是不告诉你。季老板正在发作，就见两个学子急匆匆来了。小童，我买2本《论语》，我也要2本。他们都是给家里的弟弟或侄子买的，看到有这么便宜的书，他们赶紧回家拿了钱。你站一边去，别影响了我做生意。季老板气得吹胡子瞪眼，只能恨恨地看着向燕和两人交易。这时候刘思明和郑浩要回私塾了，两人看到季老板，心里暗叫不好。刘公子，你也太不厚道了吧，枉我还认为你为人光明磊落呢。季老板何出此言，我不过是正常卖书罢了。你是在这儿买的书，对不对？这书在这儿只要1400文，你却1450文卖给我。怎么是1400文？明明是1350文，他买的多，我一本书给他便宜了50文。刘思明瞪了向燕一眼，火上浇油。刘公子，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季老板，咱们这算是你情我愿的事，我也不存在骗你，我赚差价是我的事，而且你不是也觉得赚了吗？要不然也不会收我的书了，是吧？季老板一时语塞，他自知没什么道理可讲，又不能把刘思明怎么样，这可是书铺的常客。谁让你在这里卖书的，还卖得这么低？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是吧？我在哪儿卖书关你什么事儿？你家住海边啊，管得那么快，赶紧走开，别影响了我做生意。臭小子，你怎么说话的？没大没小，一点教养都没有。你爹就是这么教你的？我爹告诉我，做人要嫉恶如仇，像你这样的人不配让我有教养。他气了半晌，忽然他眼珠子一转，拉着孙子就走。季老板走之前那不怀好意的眼神，向燕看到了。胜利能去哪儿啊？他那天就没回来呀，那会不会去别处了？你再好好想想，胜利还认识什么人？会不会是到别人家去做客了呀？婶子，三爷认识的人我都知道，也都去找过了。
都说没见过。本来那天我们约定第2天去南关镇收保护费的，结果那天我们在衙门等了很久也没见到他。这最后见到二爷才跟我们说3爷回家来了，兴许要多住几天，我也就没在意，就和兄弟们去收保护费了。这往常也是这样的，如果3爷来不了，我们就自己去了。我和二弟都以为3弟一直在家，就没在意。我还以为胜利一直在县城，谁知道他2处都不在。胜利怕是……剩下的话他不敢再说下去。胜利怕是什么？胜利怎么了？你别吓唬我，你说话呀！哎，娘，你别激动，胜利他兴许逛青楼，让哪个继子绊住了脚。兄弟2人清楚，这只是编瞎话罢了。对，我想起来了，我昨天晚上，我梦见胜利了，胜利他跟我告别了呀！他又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胜利跟你告别？他说什么了？你快说呀！我梦见他跟我说，他要走了，还说咱们得罪了一个杀神，一会儿又跟我说那个杀神也挺好的，他还说咱们没教好他，没教他做个好人。哎呀，这个没良心的呀！我从小就宠着他，惯着他，有什么好的我都留给他吃，他到头来倒是埋怨起我来了。你们算算，昨天是不是小三失踪的第7天？爹，你的意思是，昨天是？他不可置信的立刻低下头，迅速算了算日子，昨天确实是第7天。2人同时震惊地看向王德发。昨天就是你弟弟的头七呀！吴老婆子一听这话，2眼一翻就晕了过去。王德发家乱成了一团。没过几天，王胜利被人杀的事已经传遍了整个清水县。小姐，怎么了？小姐，王胜利死了！你说什么？王胜利死了？千真万确，现在整个清水县都传遍了。听说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王家乱成一团了。真是老天有眼，这个恶贯满盈的畜生终于得到了报应。这个王胜利死了也是便宜他了。柔儿，跟爹娘回家，以后咱们再也不受这委屈了。爹娘，女儿如今的样子，怕是回去会连累你们被人说闲话。别管那些闲言碎语，咱们方家还怕别人说什么吗？你是爹娘的宝贝女儿，不管什么时候，家永远是你的避风港。这时门外又传来一阵嘈杂声。小姐，王胜新来了。方云柔脸色煞白，这个王胜新来过几次，每次都色眯眯地盯着他。有一次趁着王胜利转身的功夫，还摸了他的屁股。柔儿别怕，王胜新来了，正好把事情跟他说清楚了。王胜新进门看到方父方母，有些讶异。你们来干什么？王二爷，我们是来接女儿回家的。既然王三爷已经不在了，我们正想接走他。哼，没那么容易。进了我王家的门，就是我王家的人。虽说老三死了，可他已经成了老三的人，就该为老三守寡一辈子。王二爷，我女儿是被你们王家强抢来的，如今王胜利死了，他理应跟我们回家。哼，强抢又如何？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你们方家想不认账，那可不行。他说着，目光又在方云柔身上上下打量，眼神猥琐。王胜新，你别太过分，我女儿是被你们欺负的，你若再这般无礼，我们就去衙门告你。去告啊？我倒要看看衙门能把我怎么样啊！我可提醒你们啊，当初老三有手段让你们女儿留下，我也一样会有法子让你们留下。方父方母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们深知王胜新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爹娘，
你们走吧，女儿留在这里也挺好的，省得回去被人说闲话。听说你们还有个儿子在读书是吧？他话里的威胁意味明显，方父方母气得浑身发抖，又无可奈何，方父只能满含悲愤地转身离去。放心，我不是三弟那等粗鲁的人，没人当前，我还是会怜惜的。收拾一下，跟我走吧。你，哼，放心，我就是再色欲熏心，也不会在三弟去世没多久就对你下手。让你收拾，是让你回王家村给我三弟守灵。守灵？他的尸体不是没找到吗？家里要给三弟建个衣冠冢，你快去收拾，我在外面等你。向家村为了赶上交税粮的时间，他们从丑时就动身往县城赶。就见向心怀贱兮兮的摆手示意大家靠近。有事说事，贼眉鼠眼的干什么？哎呀，族长，王胜利死了。什么？你说我？你小声点儿。王胜远和王胜新还在前面呢。确定是死了？消息可靠吗？什么时候的事？千真万确，就这几天的事儿。好像说王胜利失踪好久了，他的2个哥哥以为他的家里，家里人以为他的县城，这不就耽误了吗？还是王胜远回家才知道王胜利不见了，他们找了好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没办法，家里人才给办了丧事，还建了衣冠冢。众人顿时炸开了锅。之前王胜利仗着哥哥们在清水县作威作福，没少仗势欺人，如今他死了，大家心里都觉得解气。向燕看着前面交税粮的队伍，注意到王家村人交粮的时候，粮食只要倒得与官斗上面齐平就可以了，但轮到其他村子的时候，粮食不但要倒得冒尖，而且收粮的衙役还要踢上一脚，这是所谓的踢胡。今天收工，明天你们再来交粮。王二爷，您看我们大老远的都来了，您就辛苦辛苦给收了吧，要不我们晚上也没地方去呀。说着，他从袖子里塞了一小块银子给王胜新。哼，你让我们辛苦我们就辛苦，你当你谁呀？说了明天就是明天，再敢纠缠，小心找打。他揣起银子和众衙役们说说笑笑走了。向家村人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城内是不允许有人晚上还在街上停留的。向燕提议让大家去客栈休息，结果众人不同意。我们去城外对付一宿就算了，在客栈还是得留人守着粮食，不划算。再说天气这么热，睡外面还凉快。是啊，咱们睡城外能省不少钱呢。乡下人已经习惯了能吃苦的地方，坚决不花钱。于是众人在城内买了些吃食，吃完饭，众人在城外找了一处地方休息。向燕故意带着大壮、二壮睡在队伍的最外面。今晚的天没有一丝光亮，伸手不见五指。向燕心想，这真是个杀人放火的好时机。向燕悄悄起身，用异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借着夜色掩护，向燕最先感知到王胜远的家。他轻巧地穿过街巷，翻进王胜远的家里。这时候天气热，家家户户都是开着窗子睡觉。王胜远已经睡着，向燕用同样的方法杀了王胜远。旁边躺着的女子连姿势都没变，还是王胜新和王胜远家就隔着一条巷子。向燕进到王胜新家之后，向燕有些一言难尽。王胜新和媳妇正在做运动。哎呀，相公，你轻点嘛。怎么样，相公厉不厉害啊？相公你最厉害。杀个人真不容易，还要被迫听墙角。一阵急促的喘息声过后，相公，还是我让你舒坦吧。男人听不出什么情绪的嗯了一声。那你以后只要我一个，不要碰其他女人好不好吗？哼，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三弟死了，方云柔以后就是我的人。我劝你还是收起你的小心思。男人在外面莺莺燕燕很正常，不要指望我一辈子守着你一个。要不是今天大哥先送我回来，我就直接去了方云柔那里。你乖一点，这个正妻的位置就是你的，否则，哼。向燕有些惊。王胜新，你个混蛋，那是你三弟的女人，你一个当哥哥的，怎么好意思对弟弟的女人下手？明明刚才两个人还那么亲亲热热，结果翻脸就不认人。
胜利既没有娶她，也没有纳了她，怎么能说她是三弟的女人呢？顶多算是他的玩物。胜利没了，我收了他的玩物，有什么不可以啊？以后他就一直住在三弟那里，就当是我养的外室。你还有没有心啊？亏我对你那么好，你却一心一意想着那个狐狸精。那个狐狸精说不定恨你们一家恨得要死，你还想收用了他，说不定你哪天死在他的手里都不知道。胜利都能让他乖乖听话，我不比胜利强？胜利能威胁他，我也能；胜利能给他的，我也能给。胜利还对他动辄打骂，我就不一样了。我不但不打骂他，我还要对他好，小意哄着他，他早晚会顺从我的。再不济，我就把用在你身上的劲儿全都用在他身上，说服他。你个混蛋，你怎么能这么对我？王胜兴烦了，直接下床走出了房门。向燕听到声音，急忙躲在了屋子的另一面。王胜兴在水井边打了一桶水冲洗，屋内的杜鹃哭得不能自已。向燕决定速战速决，放出紫霄藤瞬间就解决了他。王胜兴太阳穴被穿透，片刻之后直直栽倒在地。房间里的杜鹃太伤心，哭得太投入太大声，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向燕解决掉王胜兴后，快速离开了现场。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巡逻的守卫，回到城外众人休息的地方。向燕躺回原来的地方，很快就熟睡了，没有惊动一个人。第二天一早，众人起身去交粮。他们到城门时，却发现城门看管得很严，只许进不许出。官爷，出了什么事儿啊？为什么这么严？城里死了人，其他的不该问的别问。哦，谢谢官爷。向燕目的是想让守卫有人见证他是从城外进来的，目的达到，他也不做过多纠缠。向燕他们进了城，要了3碗羊肉汤和30个包子，和大壮、二壮坐下。老板，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呢？聊得这么起劲儿。哎，你们还不知道吧？昨晚死了3个衙役啊！是谁杀的呀？胆子这么大！哎，不知道谁杀的，听说死得可离奇了，都是脑袋上被穿了个窟窿，听说还有一个光着身子，一件衣服都没穿的。我看八成是坏事做多，遭报应了。听说3个人被杀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说了这么多，还不知道死的都是谁啊？哎呀，就是王胜远、王胜先兄弟俩呀，还有赵明寺，都不是啥好人。哎，这人呢，还是不能做坏事。以前这王家三虎多狂妄，还有赵明寺，都不是好东西。这下好了，都成尸体了。嘿，也不知道是哪位大侠有这么大的本事，悄无声息的就杀了3个人，还一点声音都没有。哎呀呀呀呀，真是好能耐呀！谁说不是呢？吃饱喝足，向燕付过钱，跟2个老板谢过之后就走了。向家村人交完了税粮，就被带到了衙门。这几位官爷不知道叫我们来衙门干什么？这要是平时，李捕头他们早都开始骂骂咧咧了。但昨天3个同僚的死，让他们不敢再行事张狂。衙门有案子需要问询你们别紧张。经过仔细问询之后，向家村每个人说的话相互之间都对得上。李捕头基本可以确定向家村人没有嫌疑，他们之前已经打听过守卫，证实昨晚向家村人在城外歇息，早上才进的城门，于是放他们离开。正在这时，王德久和儿子王成扶着王德发来了衙门。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让人杀了我的3个儿子？肯定是你们！你们要报复我，报复我们王家！有什么事儿，你们冲我来呀！为什么要杀了我儿子？我知道你伤心难过，但这种事你不能随便污蔑人啊！我们昨天没有交得了粮税，只能睡在城外，晚上城门都是关着的，我们怎么行凶啊？我们能有那本事吗？肯定是你们！你们一来他们就出事儿，你们要报复我，报复我儿子！官爷，他好像疯了。王德发眼神看向向燕，想起了那个一刀砍断树的小女娃。是你杀了我儿子对不对？你还我儿子！官爷，他真的疯了。刚才我已经查过他们了，他们没有作案时间。王大叔，
还是先去看看盛远和盛新吧。现在天气这么热。听到李捕快提起2个儿子，王德发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被王德久和王成扶着在衙役的带领下去了停尸房。向家村又过上了往日的忙碌生活，印书、烧砖、盖房。小姑姑啊，你看咱们现在也不缺钱了，大家伙商量了一下，就想送孩子们去私塾读书。特别是旭派这孩子是难得的一个天才，他今年已经10岁了，不能再耽搁了。秋收后呢，就是开学的日子，但是私塾太远了。小姑姑，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啊？向燕伸了个懒腰，翘起2郎腿，不紧不慢地说道：办法呢，我倒是有，就是我干嘛操这么多心啊？我又不是组长。小姑姑啊，你这当组长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当上的，可孩子们读书的事儿可耽误不得呀。是啊，红强说的对，小姑姑，你先想想办法，让孩子们读书吧。想不了一点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吧。小姑姑，你想当组长可以，但你现在太小了，等再过几年我就让你当，这行了吧？不行，现在就要当，要不然咱们公平竞争吧。竞争？什么竞争啊？向燕站起身，她拍拍手，对着院子里的所有人大声说道：大家停一下手上的动作，先听我说一句，今天我和有良正式竞选组长，我们谁支持的人多，谁就当组长。咱们大家都去祠堂门口集合，一会儿开始竞选。众人顿时议论纷纷，组长急了：哎，瞎说什么呢？我还没同意呢。富贵，你去取铜锣，叫上印刷坊那边盖房的和烧砖的人都去祠堂集合。这……富贵看了看他爹，又看了看向燕，很是为难。组长想了想，算了，就让小姑姑折腾一回，否则他就一直不甘心，总想当组长。他就不信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组长，还能输给小姑姑一个小丫头片子不成。1刻钟后，向家村男女老少都到了祠堂门口。一天天的就不消停，这不是耽误功夫挣钱吗？说吧，怎么竞选？组长的位置应该谁有能力带大家过上好日子谁来当，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什么事？没看见组长脸都黑了吗？小姑姑一个女娃娃怎么能当组长呢？这说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咱们向家村没男人了吗？哼，女娃娃咋了？你瞧不上的女娃娃让你吃饱了饭，还挣了钱了，还要给大家伙盖青砖大瓦房呢。你要是瞧不上女娃娃，干脆啊，你们家不要在小姑姑家干活好了，也不用给你们家盖房了，你们靠着那么一点地吃饭吧，别沾小姑姑的光了。这能一样吗？组长本来就应该是男人来当。要我说，还是小姑姑当组长好，能过上好日子比啥都强。说不定小姑姑当上组长之后，咱们日子会更好过呢。嗨，我说四娘啊，你怎么也不说句话呢？你男人的组长之位眼看着就要保不住了，你都没啥反应。我要有啥反应啊？这组长之位不能吃不能喝的，还不如趁早让小姑姑当组长算了。小姑姑要能力有能力，要赚钱，她能带大家吃好喝好，我支持她。要是我家那口子非要继续当组长也行，反正不关我事儿，只要别耽误我吃饱挣钱就行。嘿，那你还真是想得开。不过呀，我比你想的还开呢。这组长啊，是他们姓向的事儿，关咱们这些外姓人什么事儿啊？我就当看热闹了。切，说的好像你没有嫁给姓向的一样。谁是组长，关乎着咱们向家村的未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估摸着小姑姑肯定是有很多想法的，只是碍于不是组长啊，所以才一直没有动静的。要不小姑姑干嘛费劲巴拉的非要当组长呢？嘿，她要是当了组长啊，说不定咱们整个村啊都能再上一层楼呢。对呀，我就觉得这个小妮子不简单。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想明白了，她肯定有很多挣钱的法子，想带大家呀过上好日子呢。那还等什么？一会儿咱们一定要支持小姑姑当组长。向江和阿蛮他爹向二牛等一部分人觉得小姑姑就是胡闹，他们向家村怎么能让女娃娃当家？众人各说纷纭。我和有良这次竞选，就说各自当组长后要怎么样让咱们向家村变得更好。
最后你们愿意支持谁当组长，就站在谁的那一边。老人优先，你先讲吧，我怕我讲完你就先认输了。我当组长这么多年，带领大家从逃荒走到现在，我的为人处事，我的人品，大家都有目共睹。当组长不仅仅要能挣钱，更重要的是要有处理族中大小事务的能力，要服众。我相信大家都是明白人，该选谁不用多说吧。我呢就说这么多了，接下来大伙听听小姑姑能说些什么吧。向燕心下吐槽，这老头还阴阳我，能带领大家挣钱就是最大的本事好吧。他也不客气，缓缓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密密麻麻一整张。有良刚才的演讲大家都听到了，一句实在话都没有。不像我要给大家说说，我要是当上组长，我能给大家带来什么。组长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这是拉踩谁呢？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曾侄孙子、曾侄孙女，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竞选组长演讲。我知道大家对我这么小，能不能当好组长一职存在疑虑，但我要说的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天才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我的能力，我的天才，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我让大家从一无所有、穷困潦倒、家徒四壁、一弱不堪、瘦骨如柴，再到如今的红光满面、衣食无忧、吃饱喝足，每天有钱拿，还即将让大家住上青砖大瓦房。但我要说的是，我要是当上组长，就不止于此，会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首先就是孩子们的读书问题，相信咱们村要是出几个读书人，对族中有什么好处自不用说，这是咱们向家村的第一件大事儿。我要是当上组长，并不打算送孩子们去镇上或者是别的村里的私塾上学。大家都有些不明所以，不送去私塾读书，那还怎么读书？我打算花高价请一个知识渊博的父子来给咱们村里的孩子教学，这样孩子们就不用跑远路，担心没人接送，还能节省在路上来回浪费的时间。还有，我的想法是让村中的女孩子也一同读书。女孩子读书是浪费，她们又不可取。小姑姑，这不是胡闹吗？读书得花多少银子？咱们能供得起男娃读书都不得了了。是啊，还不如让他们照顾好家里，好让大人安心挣钱。女孩子念书怎么没有用了？我嫂子要不是读了书，那印刷排版剪字块的活她能行吗？几人顿时一噎。女孩子们读书不但可以明理，将来也是要做母亲的人，一个好媳妇儿，三代好子孙，他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也不一样。虽然他们可能是要嫁出去的人，但是这对咱们村的名声多好啊！你们想啊，将来别人提起咱们村会怎么说？他们肯定会用羡慕的语气说：哎呀，人家向家村跟咱们泥腿子可不一样，人家是工读人家，就连女子都饱读诗书呢。哎，你们想想这名声多好，就冲着名声，想嫁进咱们村的姑娘得有多少？将来这10里8乡的姑娘还不是任咱们选？再说了，咱们以后的印刷坊说不定还要扩大，识字的人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能多挣点钱不是更好吗？大家顿时觉得这主意不错。女孩子怎么了？必须让他们读书。除了读书的事情，接下来我再来说一下咱们的商业计划。人群中响起了一阵惊叹声和议论声，大家都被向燕的这些想法给震撼到了。没想到小姑姑小小的人竟然有如此多的奇思妙想。大家想想，如果我当了组长，咱们向家村的未来会多么美好，孩子们能读书识字，大家能有更多收入，用水不用再发愁，还不用担心野兽的威胁。现在支持我当组长的人就站到我这边来，有支持有良的就站到那边。向心怀、国栋、姑婆、国良也迅速跑了过去，太姑婆，其他人也开始缓缓移动，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了向燕身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组长脸上有些挂不住，但也料到了这种结果，毕竟小姑姑真的是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最后他也走到了向燕那一边站定了。看到这一幕，朵朵和二壮他们率先欢呼起来，众人也跟着笑了起来。以后你是村长，我是组长，与官府或者其他村里的人打交道的事情你来处理，村里的事情我来，咱们两个这叫强强联合，咱们村会在我们两个的手里发扬光大的。好，咱们村有小姑姑这样的天才，何愁不会光耀咱们向家？以后村里的事情我就交给小姑姑管了，
从今以后你就是族长了。既然如此，咱们一会儿就找个地方，把私塾的位置确定下来。明天我就去给大家找夫子去。耶！我们也能读书了。小孩子们很是高兴。姑婆，我也能读书吗？死丫头，不去挣钱念什么书啊？有你这么当娘的？招娣想读书有什么错？她识字了，你脸上不是也有光？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后娘。正好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说一声，从今以后，识字的人每天工钱涨10文。在没有新的挣钱办法之前，先这样。等以后有了新的挣钱方法，说不定识字的人还要再涨。咱们以后挣钱的法子多了，肯定要有账房先生、掌柜，这些都要识字的，要把目光放长远。只要以后谁想认字儿，就去私塾读书。咱们可以分好几个班，大人也可以学嘛，学不了1天半天也是可以的。别忘了，咱们要耕读传家，成为书香门第，个别人家可别扯大家的后腿。众人觉得向燕的话很是在理，读书是关乎全家全族的事情，不能大意，而且识字工钱就多，谁不想多挣钱呢？回到家后，向燕进到房间里面，拿出从空间里找到的一口看起来简单一点的炒锅，然后和二壮在院子用泥巴给炒锅做了个灶台。向燕看了看现有的食材，决定第一道先做个炒鸡蛋。他一连打了7个鸡蛋，再往里加了一些葱花和盐搅拌，等油热的差不多的时候，把鸡蛋倒进去翻炒。鸡蛋还可以这么做呀？小姑姑，这是什么锅呀？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呀？这一看呀，就是用铁做的锅。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人用铁做锅。炒鸡蛋很快就出锅了，让村长他们一人尝了一筷子。呀，香，太香了！哎呀，我以前也是偶尔进酒楼吃饭的人，但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蛋。这个开酒楼绝对没问题。村长点头，这味道确实不错。怎么样，我的手艺还不错吧？咱们以后能开酒楼吗？能。众人齐刷刷点头。这用铁锅做饭的法子，咱们谁也不能说出去啊！这以后可是大家赚钱的秘方，谁要是给外人说了，那他以后就不是我向家村的人。村长放心，咱们都不是傻子，不会告诉外人的。那咱们明天就进县城去找铺子吧。还是先开个书铺吧。酒楼我想开最高档的，只不过我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银子，等等再说吧。等以后有钱了，咱们再开个高档的吧。现在先开个小店也是好的呀。小姑姑的想法是对的，炒菜咱们是先例，这是独一无二的生意，咱们要做当然要做最好的，赚的是有钱人的钱，比小酒楼强多了。要是先开小酒楼，饭菜的价格肯定大打折扣，以后再开大酒楼，这价钱就不好太高了。红桥说的对，咱们一步一步来，先开书铺吧。向燕把寻找书铺的事情交给了向江和栓子，让他们分别在义堂县和清水县找，他自己则想办法打听哪里能找个好的私塾先生。最后想到了青口镇的书铺老板，或许可以跟他打听打听消息。由于经常在他那买纸墨笔砚等东西，他和书铺老板已经相当熟悉了。书铺老板听了向燕的要求，想了半天人选，既要至少是秀才，还要教得好，还要在他们村里住下的，这不好找啊。突然的动作一顿，拍了一把自己的额头。我想起来了，有个好人选。真的？是谁呀？我小舅子就是秀才，而且开了2年私塾了。那他愿意来我们村当夫子？应该是愿意的，这个我还要去问问他，不过应该8九不离10。哎呀，我那小舅子呀，以前读书很是厉害，那还是前朝的时候，他17岁就考中了秀才。可惜前朝亡了，等大魏建立，已经过去了10几年，小舅子从少年已经人到中年了。本来还打算继续走科举的路子，但是人有时候就是那么背运，他不小心摔断了腿，这仕途的路算是彻底断了。他只好在村里办个私塾来养家糊口。他是个心软的，看在村里人的面上，束修要的少，刚开始都挺好，村里都是正常教束修的。
可是后来村里人看他整日只开私塾，就有银子挣，还不用下地，就有人推脱没钱先欠着，只给一些拜师礼。等后来我小舅子去要束修，人家不但不给，还倒打一耙，说他一个读书人不应该这么世俗要银子。我小舅子呀，又不忍心孩子不读书，只能继续教着。谁知村里人是有样学样，渐渐的就都不给了，只给些鸡蛋菜之类的东西抵束修。可我小舅子还得养家呢，这些东西怎么能养家呢？他就3番5次的去要钱，但无奈啊，他们就是不给钱。老板，只要小舅子学问好，教导孩子方面没问题，我愿意每个月出10两的束修银子。听到10两银子1个月的束修，老板心下大喜。一般孩子的束修是1年1交，一般2两银子，这10两1个月的银子属实很高了。但他看着向燕比柜台高不了多少的个子，有些迟疑。你一个小娃娃能决定这样的大事儿，你可不要拿这事儿开玩笑啊！我当然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我们也是提前商量好的。咱们打交道这么久，我一直在你这里买纸又卖书给你，哪一次不是几10两的生意？还不是我一个小娃娃在干，什么时候出过岔子啊？书铺老板一想也是，这么久相处下来，他也看出来这小孩不是那等虚假不可靠之人，于是便不再追问。老板的话我自然是相信的，但夫子如何，我们村里人也要考察考察。如果小舅子愿意，我们可以先上几节课试试。不过我保证，要是小舅子以后真留在我们村里当夫子了，我们断不会出现不给束修的情况。哎，这么久了还不知道你是哪个村子的，我到时候去哪里找你啊？向家村，就说来找我们族长就可以了。哎呀，原来你是向家村的，不是说你们村里都是从南方逃难来的，怎么听不出你有口音呢？那当然是学会的啦。哎呀，幸好是现在呀，要是再早一些时间，我可不敢让小舅子去你们村当夫子。要是以前，我也不会寻夫子上门了。至于什么原因，两人心领神会。柳树沟村，干脆咱们不开私塾了，这开私塾的日子还不如你抄书赚得多，而且姐夫开书铺给你的抄书钱都比旁人多，咱们省得受这窝囊气。这话是没错，可我不是心疼那些孩子吗？尤其是谢林，这么好的苗子耽误了太可惜了。你心疼那些孩子没错，可是咱们也要吃饭的。谢林没有你这个夫子，他爹娘肯定会送他去别的私塾读书的，你就不要瞎操心了。咱们还是先顾自己吧。小亮和小慧的衣裳短了都没钱给孩子置办，咱们没必要把别人家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你容我再想想。正说着，书铺老板来了。姐夫怎么有空来家里啊？店里生意可有人照看着？哈哈，书铺关一天没事儿，我这不是有好事找你，就赶紧来了吗？有什么好事找我啊？书铺老板就把向燕要找夫子的事说了一遍。姐夫这话当真？这是自然，到时候咱们去向家村亲自去看看。明德，你的意思呢？谢明德还在纠结，安玉儿看到他的样子劝道：哎呀，相公，有这样的好事还纠结什么？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小亮考虑。将来他是要走科举路子的，这得花多少银子？你忍心让小亮以后因为没银子断了前途吗？咱们家如今只有4亩薄田，勉强糊口，还不如租出去。你就专心当好你的夫子，有了每个月10两束修，咱们就衣食无忧了，以后还发什么愁？可是这些孩子……你就别操心这些孩子了，没这些孩子，你还有向家村的孩子们呢，他们也需要你啊。我知道你说的，但是柳树沟是我们村子，在自家都没什么好说的，向家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个咱们先去看看情况，他们村子咱们镇上人确实都不太了解，不过我和他们也做了几个月的生意了，感觉人还不错，万一他们真有什么问题，大不了你不给他们当夫子就是了，到时候你就抄书挣钱养家，那也是好的。不是说向家村的人都很穷吗？怎么会出10两1个月的束修找夫子？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这个我知道，以前的向家村人或许穷，
但他们现在在做卖书的生意，他们总是在我这书铺里买笔墨纸砚，这才认识的。哦，对了，我还进过他们的印刷书呢，字迹清晰工整，确实好。谢明德在屋里转来转去，看看妻子，再看看有些破败的茅草屋，终于下定决心，那就听姐夫的，咱们明天先去看看。向家村经过10来天的加班加点，向燕家和印刷坊终于盖成了。向老爹悠悠转醒，他茫然了很久，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爹，你可算醒了，你都睡了好些日子了。我这是在哪里？医馆吗？嘿嘿，十九爷，这是你家。我家？哎呀，这19爷刚醒来，得给他炖一只鸡补补身子，躺了这么久了，肯定饿了。说着，他便风风火火出去了。我不吃鸡。19爷放心，咱们现在有钱了，吃得起鸡。来，我给你把把脉。他的手搭上向老爹的腕上，片刻之后，向红强松开手，笑道：“19爷身子呀，没什么大问题，好好补补就行了。”这都是怎么回事啊？石头和石柱呢？19爷别着急啊，石头他们去割草去了，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村长让其他人都出去了，他亲自给向老爹说起了他昏迷这段日子发生的事。听完村长说的话，向老爹震惊张开的嘴巴就没合上过。几人正说笑着，外面有小孩跑进院子喊道：“太姑婆，有人找！”向燕出去发现是书铺掌柜带着谢明德夫妻来了。向燕给几人说了向家村的情况，着重强调他们村不论男娃和女娃都要读书，有大人愿意学的也是要教的。谢明德听到这么多人需要教，心放了下来，怪不得每月会给那么多束修。寒暄了一阵，向燕和村长就带着他们又去了村口盖私塾的地方。看到那么大的私塾，书铺老板谢明德和安月儿都惊呆了，这也太大了吧！不瞒你们说，我们说是建个私塾，却是按照一个小书院的规模建的。这里将来要分3个部分，那边是练武场，将来孩子们不仅要读书，还要练武。中间这一片正在盖的就是读书的房舍。向燕又指着最北面的位置，这一大片将来都是夫子的住处，里面除了会盖夫子的书房和卧室，也会留出院子，种花种草种蔬菜都可以。这足有3亩地了吧？快3亩了，向家村以后人口会越来越多，夫子将来一个人肯定不够，所以地方就大了一些。谢明德没想到向家村人竟然打算那么长远，他心中对向家村人的好感又增加了1分。虽然私塾要盖的房子不少，但所有房舍都会做地楼，以后冬天就不用担心写字会冷了。几人很是震惊，没想到他们那么舍得，要知道地笼可是要多费很多砖的。孩子们读书是全村的希望，我们就是再省吃俭用，也要给他们创造好的环境读书。谢明德几人大受感动，谢明德心里已经倾向来向家村当夫子了，但他还是决定回家好好想想，毕竟这么大的事他不能草率决定。出了向家村以后，书铺老板笑着问谢明德：“这向家村你怎么看？”繁荣之象，将来说不得这就是青口镇最好的村子了。那你决定留下来吗？孩子他娘，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就是你的意思啊。你心里不是都决定留下来了吗？还是你懂我？我觉得这向家村不错，以后有了10两的收入，你们日子就会好过很多的。晚上，秋葵翻来覆去睡不着。睡吧，那老东西咱们打也打了，还能怎么办呢？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咱们以前让着他们家就算了，现在王胜远他们3个都死了，他们一家还想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我看王胜新他们死得好，死得活该。他们确实死得活该啊！自从王胜远他们当了捕快，总在我面前炫耀，瞧不起我。现在好了，他们3兄弟都死了，就剩下一个铁蛋，说不定哪天这香火就断了。秋葵听了他的话，心中一动，半天没说话。啊，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说的对啊，铁蛋那么小对吧？指不定啥时候就没了。夭折的孩子那么多，可不就是香火断了吗？这要是他们香火断了，那他们以后还不是要指望咱们顺子？你说是吧？你这婆娘，要说啥直说就是，干嘛藏头露尾的呀？这铁蛋要是没了，咱们两家以后不就是一家了吗？那他们家的田产银子不都是咱们顺子的？毕竟他们还要靠顺子以后给他们年年烧纸呢，你说是吧？王成猛地看向他，视线仿佛要把秋葵穿透一般。那啥，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你说的确实是个好办法呀。成哥，你也同意？那要不要告诉咱爹呀？还是要说一声的，万一爹知道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出了事儿，爹也会替咱们遮掩一二。爹不会不同意吧？明天我先探探他的口风吧。那要是他不同意呢？那就算了呗。怎么能算了呢？他们家那么大宅子修得那么好，还有700亩地，家里面肯定还有很多银子。让我再好好想想。这一晚他们几乎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早上，他们2人顶着大黑眼圈，王德九愣了一下，问道：你们昨晚做贼去了？黑眼圈那么重？爹，咱们都叫人欺负到头顶上了，我们2个能睡得着吗？顺子差一点就被铁蛋给废了，你说他那么小，心肠怎么就那么坏呀？上次还把橡胶村那个老头给砸得流血晕倒了，听说好几个月都没醒呢。我看他就是天生的坏种，这种人长大了就是祸害，我看啊，趁早死了得了。胡说什么？他还是个孩子，你一个当叔叔的，就是再生气也不能这么说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了，会怎么想你？我才不管别人怎么想呢！那个小杂种最好死了算了，让他们一家人断子绝孙，以后没人烧纸给他们。那个老东西死了，田产还不都是咱们家顺子的？王德九眯起眼睛看着王成，一言不发。王成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不是，爹，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呀？我说错什么了？难道他们一家人不该死吗？昨天那个老东西那么打顺子，我都心疼死了，气得我一晚上没睡着。你心里到底想什么？你自己知道。吃完饭，收拾干净厨房之后，秋葵迫不及待地去找了王成。成哥，你给咱爹说了没有？说了。那咱爹啥意思呀？我也不知道啊，他就一直盯着我，最后说了一句：你心里到底想什么，你自己知道。爹8成是知道你的想法了，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想法。哎呀，爹的心思啊，真难猜。你说咱爹到底啥意思呀？爹既然猜到了你的心思，但是又没明确说什么，你说会不会是他也同意的意思呀？只不过是碍于大伯是他亲大哥，他不好直接说同意。哎，对呀，说的有道理，咱爹还真有可能就是你说的意思。那咱们这事儿不着急，咱们刚跟大伯家发生矛盾，要是铁蛋再出现个什么意外，很容易就想到咱们，要等个合适的时机，反正是咱们的跑不了。我听你的。夫妻2个既紧张又兴奋。牙人带着向燕和向南去了店铺。小哥，这店铺为何要卖啊？袁主任原来是做绸缎生意的，结果上次进了一船的货全掉进江里了。这绸缎多贵啊，这一下子就让袁主任损失惨重。这绸缎生意一下子没了资金周转，只好把这个铺子卖了补窟窿。那这个铺子和院子总共多少银子呀？这店铺要价750两银子，要是2位有意，这价格还能再商量商量。哦，哎呀，这店铺虽好，但属实是偏僻了些，价格要的也太高了。小哥，还有没有其他店铺位置好一些的？没有其他店铺，咱们县城的店铺一直都很紧俏，不等卖就有人要了。这个店铺要不是因为偏僻，根本就不会到我这里。但是你说吧，这位置虽然偏了一些，但房子和家具都是新的，铺子格局也很好，想干什么都行。这院子里呢，也不用添置太多东西就能搬进来住了。这样的好房子可不多见了。现在啊，已经有2个想做生意的人看过想买了，也在考虑当中。你们呢，要是想买就抓紧点儿。真的没有其他店铺了？哎呀，真的没有了。啊，那好吧，你先帮我问问袁主任愿不愿意700两卖，要是愿意的话我就买，不愿意就算了。哎，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这袁主任的最低价是120两，你看你能接受吗？
700两加不了，我还得凑一凑银子。你再添点，我再去给你们讲讲价。向燕和牙人小哥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向燕最终只愿意加10两银子。那行吧，那我再去跟原主人说说，这成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说罢便匆匆离去。姑婆，咱们真的要买这个铺子吗？这个位置有些偏吧。咱们开的是书店，在不在正街问题不大，主要是让那些读书人知道咱们这里开了个书铺。再说咱们价格可以适当低一些，再印出一些别人没有的书，名气肯定就打出去了。咱们去哪里印一些别人没有的书啊？兴怀、平贵他们不是都读过书，让他们写就是了。啊，让他们写？他们能写好吗？放心吧，肯定差不了。过了好一会儿，牙人小哥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成了，原主人看你诚意十足，愿意710两卖给你。向燕很是高兴，几人寒暄了几句，牙人小哥就带着他们去了衙门办理过户手续。拿到房契的那一刻，向燕仿佛看到了银子如潮水一样涌入他的怀抱，他简直要开心死了。向燕让大家把桌子2两拼在一起，总共拼出来14张大桌子。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学画画。啊，姑婆，我们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可能学会画画？您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吧？放心，我会教你们的，这个不难，只要你们用心，很快就会学会的。可是姑婆，我们学画画干什么呢？这个不当吃不当喝的，没必要学啊。是啊，学画画没用啊。谁说没用了？能挣钱算不算有用？你们不相信别人，还不相信组长我了？既然教大家学，肯定是会让你们赚钱的，而且是大钱。众人眼睛一亮，是啊，姑婆做的哪一件事不挣钱了？向燕接下来从基础训练开始，教他们如何握笔，如何染色。刚开始他们抓着毛笔的手都抖，后来慢慢的就好了。整整10天，向燕都是在训练他们染色基础，保证要让他们染色均匀，不留一丝痕迹。5天之后，他们每个人都完成了一幅小品牡丹。好啦，恭喜你们已经学会如何画牡丹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画出能卖大钱的画了，你们有信心吗？有信心就好。这些是我画的白描，你们每个人画一张，不会的地方再来问我。除此之外，以后每个人拿出1个时辰的时间练习白描，以后的白描你们就要自己画了。他们重重点头，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全心全意投入到了画作当中。柳树沟村，明德，你怎么说不开私塾就不开私塾了？这孩子们以后可咋办呢？镇上和附近的村子都有私塾，可以送去他们那里。可是那得花费多少银子？再说了，那些私塾都不近，没有你这里方便呢。是啊，你就继续教孩子们吧，大家都信得过你。谢明德当然不会同意，一直摇头拒绝。哼，你是不是因为束修给的少了，所以不教孩子们了？大不了我们给你补上还不行吗？哼，原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教了，可惜晚了。那些束修银子我也不要了，你们自己留着慢慢花吧。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就为了几两银子，连为人师表的德行都忘了。亏得孩子们嘴上整天夫子长夫子短的叫你，你配他们这么敬重你吗？谢明德懒得与他们争执，直接起身走人。涵涵，你去哪儿？事情还没说清楚，这私塾啊，你不能说关就关了。谢明德，你会后悔的。你一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秀才，你除了能收点束修过日子，你还能干嘛呀？虽说我们束修没给多少，但是我们给你吃的喝的，嘿，没有我们，你的日子更难过。向家村这天一大早，富贵就敲着铜锣从村东敲到村西，村里无论男女老少，全部到私塾的练武场集合学武。我的腿脚不方便，还是算了吧，让小亮去就行了。瘸子更应该练了，你看你就跟个小鸡崽子似的，还没我力气大呢，赶紧去练，对你没坏处。谢明德一脸生无可恋，他明明是来当夫子的，却先当了学生。1个时辰之后终于结束。晚上吃烤全羊给你们补补，
也庆祝咱们私塾今天开学。好耶好耶，有羊肉吃了。你就惯吧，你看这群小的，现在哪个不是壮得跟小牛犊子似的？咱们活着为了啥？不就为了过得好？有钱了先吃好穿好，好好享福，别整天有钱也舍不得，过得跟个苦行僧似的，那活着还有啥意思啊？姑婆说的对，咱们要吃好喝好，这日子才有奔头。吃，你小子就知道吃，小肚子都吃出来了。向心怀看看国良，走到他跟前摸了摸他的肚子。干嘛？明明咱们2个都在整天刻字，怎么不见你有小肚子？哼，当然是我身材好啊。向心怀白了一眼，不再搭理这个自恋狂。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到了开业这天，书部门口也摆上了一个广告牌。还是小姑姑的新脑子好使啊，这主意好极了。那当然，要不怎么说我是组长呢？是，还是小姑姑厉害。村长觉得向红强就像变了个人，明明以前是那么正经一大夫，现在简直成了马屁精。午饭时间，学院开了门，学子们鱼贯而出，于是他们3、3、2、2约着一起来了书铺。这真是画上去的？当然是画的，这可是我们书铺的创新画法，别的地方可没有。当真是妙啊，简直妙不可言。哼，你们看那几幅字。几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哎呀，好独特的字体，从来没见过如此写法。铁画银钩，笔笔似刀，锋芒毕露。写这种字体的人好狂妄啊，好似天下没有什么人让他需要收敛的。是啊，这其他字体讲究藏锋，他偏反其道而行，竟是笔笔漏锋。你们就说这字写得好不好吧？好，尤其那副农方一翠萼，患难一庭中，零露沾如醉，残霞照似容，丹青难下笔，造化独留功，舞蝶迷相近，翩翩逐晚风。好字，好诗。他看向落款仙女本仙，他猛地再转头看那些画作落款，竟然都是仙女本仙。你不要告诉我这些都是女子写的画的？确实是。这样的字体竟是出自女子之手，这样的女子谁敢娶？是啊，字如其人，能写出这样字的女子，性格肯定不是一般的刚硬，她肯定不会对公婆对丈夫伏低作小，这肯定不是个好相与的。可不是，就这样的比方，感觉这位仙女拿着笔就能杀人了。我也是这么感觉，你看那字儿，字字如刀啊，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衣袂飘飘的仙女提着刀如砍瓜切菜般杀人的场景啊。村长几人眼睛瞟向向燕，小姑姑当初杀野猪可不就是砍瓜切菜，难怪说字如其人，今日果然应验。掌柜的，这幅字怎么卖？1000两。周围一片倒吸抽泣声，这也真敢要。这是自成一体的字，算是开山立派之作，1000两算不得贵。这位兄台说的没错，这幅字实在是甚得我心。男子欣赏了片刻，示意小厮付钱。国栋激动的手都要抖了。要是金钱为粪土，他是粪土，你激动什么呀？别激动，1000两而已。不知在下可否见一见这位书写农方诗帖的仙子呢？抱歉公子，仙子交代过，他不想见人。不是说贵店有独家新书，请问是哪一本呢？这里的就是。他们翻开第1页，就见上面介绍道：上古传闻，有一唐朝，疆域之大，天下之最。唐朝诗歌繁荣，至今无有企及。后有一仙女本仙者不忍其埋没，故特意传抄，留于后人观摩学习。看来这又是仙女本仙的杰作了。锦袍男子笑笑，又向后翻去，入眼是一个简单的目录：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世间竟有如此好诗，这春江花月夜，每个都是一个意象，从景到理再到情，层层递进，
好清丽的笔触，好宏大的宇宙意识，好细腻的人间情感。好，这诗真是难得一见。掌柜的，这张若虚你认不认识？能不能让我等鉴赏一见？这我也不知道啊。书上不是写了吗？这是上古传闻，这位张若虚前辈肯定已经作古很久了。那仙女本仙呢？能否鉴赏一见？对呀，张前辈我们见不着，还有仙女本仙。掌柜的，无论如何让我们见见他吧，我们实在太好奇了。这字这画还有这书，件件都是奇物，不知道本人是何等不俗之人呢？是啊，让我们见见仙子吧。抱歉，仙子他不愿意见人，不过各位的请求我会如实告知他的，至于见不见就不是我能左右的了。众人这才作罢，继续看接下来的唐诗。后面的情景已经可以预见，自然是惊呼赞叹，各种声音不绝于耳。不知不觉间，众人忘了时间。哎呀，糟了，上课的时间快到了。掌柜的，多少钱？原本3两一本，开业8折优惠，2本总共4两8星银子。圆脸书生急忙付了钱，拿着2本书就赶紧往外跑。其他人也纷纷掏出银子付钱。国栋赶紧一起上前忙活起来。一群人呼啦啦走了，就剩锦袍男子和小厮还在书铺。不知这唐诗100首总共几册？一共4册。不知能卖我全册吗？哎，公子有所不知啊，我们只印了第1册，第2册我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印出成册。锦袍男子哦了一声，不再多说，直接让小厮拿了4本工笔牡丹和瘦金体千字文结了账，送走锦袍男子主仆。国良一脸激动地数了数银子，一共2500两。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赚了这么多，大家都激动坏了。姑婆太厉害了，这赚钱的主意一个接一个。咱们向家村以后不要说不愁吃喝了，我感觉咱们都快赶上那老财主了。美的你，以后和国栋把书房好好的管好，可不能辜负你姑婆还有全村人的期望。富贵和国栋当即保证肯定会一丝不苟地管好店铺。向燕在义堂县最好的酒楼订了一桌席面，庆祝开业大吉。村长嫌他太浪费银子，今天开业庆祝一番是应该的。再说，咱们也得好好尝尝味道。别忘了，咱们也是要开酒楼的，知己知彼才能赚大钱。村长觉得向燕说的有道理，也不再多说。自从向燕教会厨房做了炒菜，大家的胃口也被养刁了。这儿最好的酒楼饭菜也就这样，那咱们以后开酒楼还不得被人挤破门槛啊？咱们现在就可以物色一个好店铺，到时候收拾东西就可以开张了，咱们的收益就又会多一下了。咱们几个月前眼看着就要饿死了，现在眼看着就要成地主老财了。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村长不动声色伸出手。哎呀，你干嘛掐我呀？是不是做梦啊？不是做梦，不是做梦，咱们的日子也算是好起来了。姑婆，字和画都只剩1幅了，这明天怕是不够卖。卖完这个月就不卖了，以后咱们每个月字和画每个月只卖2幅。那咋行啊？这不是平白损失几千两甚至上万两银子吗？你们记着，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多了就不值钱了。别看咱们第1天就卖了几千两银子，那是刚开始，大家欣喜。要是咱们店里天天都有卖不完的字画，那别人还会稀罕吗？富贵和国栋齐齐摇头。这就对了，以后不管谁要，都说这个月没了，下个月让他早来。凡是要见我的，你们每次都说是我主动来找你们的，你们并不知道我住哪里，知道了吗？2人齐齐点头。你们姑婆说什么？听着就是咱们的10个脑瓜子都不如他1个人的脑瓜子好使啊。还行吧，也就比你们聪明一点儿。不知羞。众人都笑了起来。上林书院内，静之来了，你先坐。先生，这是学生今天在一家新开的书坊买的1幅字，特意拿来给先生品鉴品鉴。什么字还值得你买回来？花了多少银子？1000两。1000两？难道是哪个名人字画不成？都不是，是一个无名之辈。虽说你家境不错，
但怎可如此乱撒钱？一个无名之辈，5、60两已是高价，你还撒出去1000两，真是不知道钱财来之不易。什么1000两？书院的夫子赵旭景走了进来。喏，就这幅字，景之这孩子花了1000两买的。哦，这是哪个名家之作啊？哪个名家都不是，是个无名之辈。那这字如何？哎呀，还没看呢，谁把袋子系成死结了？富贵表示太激动，不小心打了个死结。林院长看着刚展开的2个字，有些惊讶，仔细看了看，眼睛瞬间睁大了。这种字体的字，那个书房可还有？应该还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什么叫应该还有？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含含糊糊的了？我中午去的时候总共3幅字，1幅被我买走了，听说下午还有人买字画了，剩下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不行，我明天一大早就去，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买下来。那家店铺除了字还有画，那画怎么样？提起这个，学生正准备说给先生和夫子，那画也不一般，笔触细腻逼真，色彩艳丽，非常写实。比如那画上的翠鸟就跟活的一样，好似要从画中飞出来，让人很是惊叹。画讲究神韵，如此写实，是否太过匠气？不会，那画用色很是讲究，线条灵动飘逸，虚实动静皆有，一点没有匠气之感。也不知道什么人能做出这样的画来。这字和画都是同一人所做，就是这位。顺着徐静之的手指方向，仙女本仙。林院长和赵旭景简直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啊，这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是位女子，还起个这种号？这仙女本仙怕是还没成亲的闺阁女子，此女这姻缘线怕是不牢固啊。哼，何止是不牢固，怕是他那未婚夫还没靠近就被一剑封喉了。这是汉末书方的独家新书，先生和夫子不妨再看看。唐诗我越发对这位仙女本仙好奇了，她到底是什么人？你就没好奇问问掌柜的？掌柜的不愿意说。林院长还在激动着第1首诗，赵旭景已经翻开第2首了。好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呀！哪儿？在哪一页？赵旭景指给他看，自己则是又往后翻去，两人眼睛亮得吓人。哎呀，这天色也不早了，这汉磨坊也该开门了。富贵把门打开，看着门外的3人问道：“不知几位有何事？”你脸皮厚，你说。我们是来买字画的，可否让我们进去啊？请进，请进。此时屋内剩的工笔画就剩1幅花开牡丹富贵图，还有1幅瘦金体牡丹诗帖。赵旭景和林院长正在欣赏，就听见钱继德说道：“掌柜的，这2幅字画都给我包起来，一共2500两银子是吧？”这2幅字画我要了，给我包起来。我先要的，给我包起来。我比你来得早，应该是我先买。我先。二位先别急，问问掌柜的，这字画还有没有？2人眼睛一亮，齐刷刷看向富贵。没有了，就这2幅了。钱继德把银票拍到柜台上。钱我付了，字画就是我的了，给我包起来。明明是我先来的，掌柜的别听他的，给我包起来。二位听我一句，这字画不如你们1人1幅可行？2人互看一眼。不行。你们不要难为掌柜的，这让他还怎么卖？不如就你们1人1张。钱院长呢善画，不如就买了这牡丹图；林院长喜书法，不如就选了这瘦金帖。2人不为所动，赵旭景只好下了一剂猛药。
你们要是不买，一会儿闵教育和刘员外就该来了，说不定还有其他人呢。哎，算了，这次我就让给你了。掌柜的，给我把画包起来。哎，好的，您稍等啊。哼，算了，这画就当我赏你的。掌柜的，你听到没？他说这画赏我了，这银子你一会儿记得找他要。你想得美，掌柜的，我只买字。富贵笑着应了，他看出来了，这两个老头关系好得很，就是面上很别扭。哎，掌柜的，这仙女本仙到底是何方神圣？能否请他再写一幅受精体给我？我可以多付500两润笔费。我也要一幅工笔画，我也多付500两。切，你能不能别老学我呀？学你怎么了？这是给你面子。你不好意思，二位，仙女本仙说了，以后每月初1会分别拿出来一幅画和一幅字来寄卖，多的就没有了。那能不能请他见上一面？我想跟他聊聊。我也一样。抱歉呐，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他本人，我只经过他的书童，有事都是书童来找我的。几人很是遗憾，他们在店铺里逛了一圈，走的时候顺带又买了几本。苏灵旭拿着一本书，急匆匆进了自家院门。爹，你看这个。苏正轩拿起书翻看起来。你不知道，这两人学院里到处都在说这本《唐诗100首》第一册，上面的诗简直闻所未闻，都是能流传千古的佳作。这是一个新开的书坊，名叫汉墨坊，这是他们的独家新书。儿子今天中午去买书，汉墨坊里挤满了前来买书的读书人，最后掌柜的没办法，让排队买书。我排了好半天的队才买上。好诗啊。爹，你就不想说点啥？啊，我应该说点什么？爹，这书是汉墨坊的独家新书。你是说咱们从他们家进书去卖？是啊，这书以后绝对会火遍整个大魏朝，趁着这书还没出这一堂县，咱们可以高价卖到别处去。这样的书便是10两20两都有人买。你说的有道理，就是不知这汉墨坊有多少存货，愿不愿意低价卖给咱们？端看汉墨坊还没开业就造势，四处发纸条宣传，就知道这汉墨坊的主人目光长远，必定会有很多存货，咱们得抢占先机。苏正轩越想越觉得这个生意可做，家里原本很是富裕，可惜20几年前母亲病故，父亲娶了续弦，那续弦手段了得，说是分家，其实是变相将他一家赶了出来。他只能做个小买卖，跑商为生，日子勉强过得去，但是比家里差远了。父亲，这次不若直接将书贩卖去京城，从县城到交府赶马车，再从交府走水路，顺流而下行船比较快，不过10来天应该就能到京城。京城达官显贵最不缺的就是银子，咱们就算卖10两一本，拉一车能有3000本，利润至少有2万多两。咱们买的多，说不定还能再便宜一些。哎呀，咱们家只有不到1000两银子，就算汉墨坊给咱们2两银子一本，那也得6000两啊！咱们上哪儿弄那么多银钱去啊？要不咱们回老宅去借？也只能如此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就在家等消息吧。那一家的嘴脸还是别让儿子去了。苏灵旭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条热闹的大街。灵旭，快上来，我和静之正无聊呢。上了雅间，赵牧问道：你刚才在想什么呢？叫你半天也不答应。为了家里的一点事发愁，没什么大姐。两人见苏灵旭不愿多说，也就没再继续问。得亏静之下手快，第一个就买了农方石帖。你们是不知道啊，汉墨书坊卖出去的几幅字画，现在都翻出去好几倍了，还有人买。就是可惜啊，能买的人大多数不愿意卖。静之，你买了农方石帖？我听他们说，汉墨书坊的几幅字中，就属农方石帖最好。改天可否让我也见识见识？这个好说，随时欢迎。赵牧又说起了《唐诗100首》第一册的诗，听他提起这本书，
苏灵旭下意识就叹了口气。灵旭，怎么了？可是我们说的有什么不对？不是你们说的有什么问题，而是我的问题。见两人疑惑，苏灵旭只好把想卖书的事情说了。哎，这个生意好啊，这可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哎，可惜我只有70、80两，家里就给了这么点月银。这确实是个好生意，我倒是能用的银子多，但是昨天刚好在汉磨坊花去了1000两，剩下也就几百两。哎呀，这么好的生意，要是不做，真可惜了。不如咱们3个合伙。合伙？啊，对，准确的说是咱们3家合伙。我和赵牧没有银子，但家里有啊。这禁书的银子我们2家来出，其他有劳伯父费心，到时候咱们3家利润平分。我相信家里人应该愿意的。嘿，这个主意妙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样最差1家也能赚几千两银子，这买卖划算。你的意思呢？多谢2位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不过咱们还是先问过家里人之后再商议。3个人立刻分头行动。向家村印书坊，大家动作都快点啊！书铺还等着卖书呢。咱们上次印了有几万册了吧？那些还不够啊！村长，咱们书铺的生意真这么好啊？那当然，咱们这可是独家新书啊，大魏朝独一份。那些读书人看到《唐诗100首》第一册，惊叹的跟什么似的。好多商人为了从咱们这儿进货，高价卖到别处去，天没亮就敲门给咱们送银子，闹得我这2天都没睡好。那咱们自己也可以卖到别处啊，为什么要让别人挣这个钱？天下的银子还能让咱们都挣了？咱们要是自己都跑出去卖书了，谁来印书啊？那要是别人照着咱们的书印怎么办呢？咱们可拦不住啊。不怕，这新书啊就是抢占先机，时间最宝贵。等他们雕版出来再印刷，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早就从咱们这儿进书去卖到别处去了，他印刷出来的能卖多少啊？该买的都在咱们家书铺买了，还能等到他印出来？没想到咱们这书啊这么受欢迎，还是小姑姑运气好。没想到深山里还藏着上古时候的书啊，也不知道上古那些书在那山洞里放了多少年了。管他多少年，现在咱们拿出来就是咱们的独家新书。冬天很快就到了，池塘也挖好了。向燕带着锄头上了山，把水渠和山泉水之间的那一点点土挖开，水流瞬间就顺着挖好的沟渠哗啦啦流向了向家村。水流下来了，流下来了，流下来了！哎呀，太好了！咱们以后啊，不光吃水不愁了，干旱的时候咱们还可以浇地、种水稻都行啊。这山泉水冬天啊，还真是刺骨的凉。2个池塘都流了不少水了，向燕才从山上回来。哎呀，这水就是比我这2条腿跑得快啊！哈哈哈，何止快呀，这水现在都清澈见底了。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泥水呢。咱们明天去县里买些鸭子回来养着，明年开春再买些鱼苗，种上荷花，夏天的时候就能赏荷花了。咱们干脆改名叫荷花村算了。哦，对了，赏荷花最好在村口盖几个凉亭，要不然太热。还赏荷花，还凉亭，我看你就是闲得慌。我哪儿闲了？最近都忙得跑断腿了，幸好房子和鱼塘都挖好了，人手多了，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哎呀，我要好好放松放松。村长难得的对向燕有些愧疚之情，小姑姑还是个半大孩子，就要为了全村的生计整天劳心劳力。你就好好的歇一下，咱们盖房的人和挖池塘的人都空出来了，分一半人去印书就行了，剩下的让他们挖陷阱去，防止野兽下山，尤其是冬天狼群经常下山，村里不安全。这个你看着安排吧。村长想起过2天就是初一，薄的都不像书的书，他的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这次独家新书能行吗？肯定没问题，要不还能怎么办？为今之计是要抓紧印好下个月的独家新书。只能这么办了。如今人手多，不担心再卖脱了。正在这时，
谢明德一脸笑容地走了过来。村长，小燕，向家村真是好气象啊，这水都能引下来，这十里八乡可没有一个村能用水这么方便的，也只有咱们县城有河流经过，方便一些。嗨，我们村虽说能够引水下来，但这山下住着也危险不是？去年冬天晚上，那狼一群一群的下山，吓得大家伙晚上都不敢出门。福祸相依，有利就有弊，只要村子以后人多了，野兽就不敢轻易下山了。是啊，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们说个事儿，可惜你们都是大忙人，今天总算是见到你们了。找我们啥事儿啊？向家村可真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向白和石头这两个孩子太不一般了，学过的东西只一遍就记住了。我以前还觉得我们村里的谢林聪慧，可他比起旭白和石头远远不及。以后他们可要好好的培养培养啊！哈哈哈哈！祖先保佑啊！咱们向家村祖坟冒青烟了。只要孩子们聪慧能学，就是砸锅卖铁，我们都要培养。先生，那石柱呢？他天赋如何？怪了，石头和石柱按说是双胞胎，怎么石柱那孩子天赋平平呢？好吧，自家的基因就是这么奇怪，大壮奇才，二壮傻呵呵，石头天才，石柱就一般，也太不均衡了吧。义堂县到了10月初1这一天，天微亮，钱继德就赶到了汉墨书房门口。竟然又是你，你怎么不敲门？敲什么敲？你没看见门上写的啥？上面写着每天晨正开门，请勿提前敲门。哼，看来咱们今天得等1个时辰了。哼，这掌柜的怪会睡懒觉的。闵教育来得稍晚，他一看已经来了这么多人，顿时有些后悔没来早些。你们几位是来买汉墨坊的独家新书，还是来买字画的？都买，都买。哈哈，我也一样。嘿呀，这不巧了吗？我也是来买字画的。你们上个月不是已经买过字画了吗？这个月能否让我先买呀？这个嘛，我只买了1幅画，这次我买字，画我就让给你了。哦，哈哈，那个闵教育，其实您上个月没买到画，我也很遗憾。要不您下个月来早一点？这好东西啊，就应该大家一起分享，不是？你们至少都各有1幅了，我这1幅还没有呢。你们怎么忍心的？哎，你对画不是很擅长，不如就让给闵教育吧。林院长待反驳，又觉得一直驳了闵教育的面子也不好。那我下个月再买画吧。闵教育脸上一喜，赶忙谢过林院长之后，又看向钱继德。钱继德赶紧转头看向汉墨坊门口贴的大红纸。哎呀，这大红纸怎么就这么红呢？闵教育见他如此，知道没得谈，就站在了书生后面排队。钱继德和闵教育包揽了字画，其他人虽然没钱或者没资格买，但也是第一时间欣赏字画。这次向燕临摹的是宋徽宗的《瑞鹤图》，这幅画不仅有画，还有大篇幅的瘦金体题字。林院长后悔的只想拍大腿，买了这幅画就等于字画都买了，早知道他就不让给闵教育了，可惜了。众人欣赏够了字画，这才看向独家新书。你不要告诉我这就是这个月的独家新书啊？是的，这就是本店这个月的独家新书。哎呀，掌柜的，这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诚信，你开店才第2个月就这么糊弄大家，你这生意怕是不想做长久啊。就是啊，掌柜的，你也太糊弄人了，就这2、3页就敢说是书了。唐诗100首第2册呢，我们要看的是唐诗第2册，不是这劳什子。哼，不是这劳什子上古绝对上册，还上古绝对，什么对子能称得上绝对啊？哼，对，我们要看唐诗第2册，不要拿这种弄书来糊弄大家。就是叫你们老板出来，我们大家一大早排了这么长时间的队，就是为了独家新书，你就给我们看这个啊？大家先别急，先看看书再说，如果还不满意，我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好，
这可是你说的，不满意你就给我们拿出唐诗第二册来。妙啊，呵，这真称得上千古绝对了。上面写着：对联者，乃学问之集大成者。下联将于下月公布。啊，意思是买这个小册子，下个月送答案呗？不止这个呀，还有啊，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就能获赠纹银100两呢。那谁知道什么样的才算完美下联呢？咱们万一对出下联了，汉末方不认账怎么办？啊，下个月就会公布答案，只要和答案一样完美，甚至超过的，就算完美下联，本店一定奉上纹银100两。哼，且信你们一回。说着他往下翻去，就见上面写着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哎呀，这我思索半晌也没想出一个好的下联来。林院长、钱院长、赵兄，你们可能对出这下联？这上联出的实在是妙不可言呐，我竟丝毫头绪也没有。这仙女本仙从不让人失望，果然一出手就是让众人望之项背的精品。啊，咱们再看看后面的对联如何。众人又向后翻去，就见第二个对联乃是烟锁池塘柳。这有什么难的，也称得上绝对。这上联可不简单啊，乍看没什么，但你看这5个字，每个字偏旁都对应5行，想要对出下联没那么容易啊。最后他们看完了10个上联，竟没有一个好对的，而且个个都精妙绝伦，确实称得上一个上古绝对。王家村，二狗来看望王德发，王德发一看到二狗就老泪纵横。胜利他们都走了，难为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呀！啊，哎呀，王叔，您别难过，三哥他，王叔，您别想那么多，日子还要过下去的。三哥他们也不想您这样伤心的。你也不懂啊，王叔心里难受啊。胜利连尸首都没找到，我这个当爹的心里怎么过得去呀？要不你也找个老道士给算算，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山上。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小。找，我这就去找。王叔，明天再去吧。这清风山离这里有20-30里路呢，这更何况清风观还在清风山上，爬上去也得半天时间。这明天再去也不迟。王德发这才作罢。二狗骑着马出了王家村，嘴里哼着歌，不紧不慢地赶着路。走到一处僻静处，迎面遇到一个小孩骑着驴子向这边过来。两人相遇的那一刻，向燕认出这个人好像是王胜利身边的一条走狗。二狗？你个小屁孩敢直呼我的名字，活得不耐烦了。你还真是二狗啊，我早就想找你了，没想到今天遇上了，真是喜事一件啊。你再说一句试试。你是来看王德发的？还有谁知道你来了？算了，不问了。还没等二狗听清楚他后面说了什么，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下一刻脑袋一阵刺痛，就没了意识。香艳把二狗的尸体随手扔进了空间，3两下爬上旁边的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把二狗的尸体从空间里扔了出来，开始挖坑。我只知道你死的有点疑惑，但你不用疑惑，我现在就给你解惑。我是向家村人，我叫向燕，是向家村的族长。向家村就在王家村北边的那个村子，你知道吧？你以前在青口镇欺负过一个妇人，你还记得吧？你抢了她的鸡，还踹了她一脚。她管我叫姑婆，我不能不给她报仇，对吧？再说了，这清水县有多少老百姓遭受过你们这群祸害的欺负？我这属于替天行道，是积攒功德。对了，王胜利也是死在我的手上，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哦，不，第一个知道的鬼。你先和王胜利在下面玩着，你的那帮兄弟我会一个一个的送下去陪你们，你们不会寂寞的。向样挖了多久的坑，就说了多久的话。他看了眼二狗，咦，二狗也双目流血了，这人死后真的还能听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我一会儿会给你抄经念度的，你下辈子做个好人吧。向燕照例拿出《地藏菩萨本愿经》给二狗念了起来。向家村，小何姐姐，那个老太婆带着她儿子又来了。哪儿来的老太婆呀？就是小何姐姐以前的婆婆呀。小何，走，咱们去看看那个死老太婆来干什么。我去看看，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也好帮忙不是？有事儿招呼大家一声。知道了。吕巧姑和带着向小河快到家时，就看见赵老婆子和赵顺才四下打量周围的房屋。哎呦，这向家村果然是发达了，你看这家家户户的，竟然都盖起了青砖瓦房了。死老婆子，你来干什么？哎呦，亲家母你可回来了哟！哎呀，亲家母啊，你这身衣裳穿在身上可真好看呐，都显得年轻了不少了。呸！一个糟老婆子穿这么好做什么呀？真是有俩逼钱就嘚瑟了。岳母，你这声岳母啊，我可担不起。我家现在与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吧，来找我们什么事儿？哎呀，亲家母呀，你可别见外，都是一家人。以前是我们不对，现在呀才知道小何这孩子呀是真的好。我们这不是来接小何回家的吗？什么？谁要跟你们回去？做什么白日梦呢？休想！哎呀，小何呀，以前都是误会。这俗话说呀，夫妻还是原配的好。顺才呀已经知道错了，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我和他再也没有可能，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小何，你怎么这么狠心？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哼，当初是谁写的休书？你不是勾搭上了秀才家的女儿吗？怎么，人家不愿意嫁给你了？嘿，我呸！什么秀才家的女儿啊？他们那是在卖女儿。走，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原因，都跟我们没关系，赶紧走，我不想再见到你们。小何，你不要这么绝情，你回来跟我一起好好过日子，我就不计较这些了。以后咱们两个孝顺爹娘，再生一堆孩子。滚！你们赶紧滚！我们向家村不欢迎你们。哎呀，亲家母啊，小何这孩子呀，一时转不过来弯来。他不懂，你可是个明白人啊。小何要是不跟我们回去，这名声也不好听啊。这以后啊，要是再想找我们顺才这样的好儿郎，可就再也找不到喽。就是你们来福说亲呐，人家呀也会嫌弃他有一个被夫家休回来的大姑姐儿的。你说是吧？你们脸真大，感情是秀才女儿娶不起，才来找我们小何来了，还想让我们小何挣钱养你们一大家子，真不要脸！呸！嘿，你说谁呢你？这里有你插嘴的份吗？你们别管我是谁，这是我们向家村的地盘，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不要脸还不让人说了。嘿，你，我不跟你这个胡搅蛮缠的人说话。他转头对着吕巧姑说道：哎呦，亲家母啊，你说句话呀，这俩孩子的姻缘可都全都看你了。你们走吧，我们小何不会跟你们回去的。哎呦，亲家母呀，你先别着急回答呀，先好好的想想。小何啊，你也好好的想想，我们就先回去了，改天再来。你们别来了，我说了，这里不欢迎你们，你们就是来1000次，我也是不会同意的。赵老婆子也不理会向小何说什么，自顾自拉着王顺才走了。赵老婆子路过向家村的村口，看着那么大的私塾，还有两边几十亩的鱼塘，很是羡慕。哎呀，这向家村啊，是真的发达起来了。就以前吕老婆子那个穷酸样啊，这如今呢，也都穿上新衣裳了。小何也穿上新衣服了，她比以前还漂亮，那裙子真配她。哼，瞧你那点出息，瞧她那样，有俩钱就变得不安分了。我可跟你说，以后把她接回来，可得使劲的敲打敲打。你想敲打谁呢？向燕冷不丁骑着驴子出现在对面，吓了赵老婆子一跳。哎呦，你个死小孩，你想吓死老娘啊？就是你这个死老婆子，怎么又跑我们村来了？是想找打吗？花花，踢他！花花立刻就撂蹶子，
吓得赵老婆子差点掉进旁边的池塘里，花花咧开嘴笑。向燕也跟着笑得一抖一抖的，她哼着歌得意的骑着驴子走了，气得赵老婆子直跳脚。唉，要是这赵老婆子和王顺才有诚意多来几次，你就跟着他们回去吧。娘，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还跟他们回王家村过日子呢？他们家是因为那个秀才的女儿要的嫁妆高，舍不得银子才让我回去的。这样的人家，我跳一次火坑就算了，您怎么还让我再跳一次？小何呀，娘也知道这些，但他们家经过这次的事儿以后，肯定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农家就是讲究个名声，你被休回来，难免让人说三道四的。娘这也是为你好。娘，您看村里谁说三道四了？大家都说我离开了王家好，省得给人家当牛做马。我好不容易跟着姑婆过上了好日子，我再也不想回到从前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那赵老婆子有句话说得对，你不跟着顺才回去，以后就难找人家了。谁家好人家会娶一个二婚的呀？要么就是年纪大的，要么就是官夫，说不定还有好几个孩子要养呢。就像王四喜那样的，你怎么办呢？那我就不嫁。我现在跟着姑婆挣钱，就凭自己，我也能过得很好。我以后谁也不靠。哎呀，你不嫁人怎么行呢？女人都是要嫁人的，你要是不嫁人，咱们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这不丢死人了？说谁丢人呢？小姑姑，你可算回来了，我们大家都想你想得紧。我也想念大家的很。我刚才听谁说丢人？姑婆，是我娘让我跟王顺才回去，我不愿意，她说我丢人。哎呀，你这死孩子胡说什么呢？我啥时候说你不愿意跟王顺才回去丢人了？我是说你一辈子不嫁人丢人。这有什么区别？叫我跟王顺才回去，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你就算不怕丢人，那你老了以后怎么办？谁给你养老？我抱个孩子养。听向小河这么说，吕巧姑气得直瞪女儿。你确实不想回王家村了？我不想回了。咱们现在这样的日子过得多舒坦，我不想再自讨苦吃。我嫁给王顺才之后，他娘搓磨我不说，还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家里的猪、狗、鸡、牛都是我一个人在喂，还有全家人的饭都是我一个人做，衣服、打扫卫生都是我一个人。我比那老黄牛还不如，每天从睁眼到睡下都没有得闲的时候。就这样，他娘还嫌弃我干活慢。我现在想起来，以前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好，那你就不要回王家村了。那怎么行呢？他这名声还要不要了？还有来福要娶亲，人家女方一打听有一个被休回娘家的女儿，人家肯定不愿意的呀。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我好，你眼里心里只有来福一个儿子。哎，你们别吵了，小何想怎样就怎样，咱们向家村的女儿都没有受委屈的道理。还有来福的心事，你也别担心小何会影响。咱们那么多银子，什么样的媳妇儿找不到啊？5两银子的聘金不行就给10两，10两不行就20两，肯定有大把的姑娘愿意上赶着嫁给来福的。哎呀，小姑姑，这可使不得呀！不说来福的事儿，就说小何他这一辈子要是不嫁人，没个孩子可不行。就算是抱养一个，谁知道到时候会不会跟咱们一条心呢？不一定靠得住，还是要自己亲生的才贴心。想要亲生的也不是不可以。这事你就不用管了，小何的事包在我身上。吕巧姑有些听不懂了，小姑姑这是啥意思？咱们赶紧回去印书吧，要不然村长一会儿该骂人了。小何的事啊，有小姑姑呢，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小姑姑点子那么多，肯定能解决好的。罢了，小何这脾气倔得跟头驴似的，小姑姑偏是族长又是长辈，还主意大得很，不让管就不管吧。打听到了老道长所在的地方，向燕第2天就去了清风观。你就是那个客人，进来吧。你怎么知道我来？不是我知道，是师父今日起了一卦，卦象显示今日有人拜访。他跟着小道童进了院子，
李道长见到向燕的那一刻就皱眉，这小童的面相和六人都看不明白，他看不透。女娃娃，你来找我有何事啊？我想让你帮我算算我的命怎么样。李道长心里正好奇向燕的面相，于是问了向燕生辰八字。向燕说了原主的出生时间，李道长拿出纸笔开始写画画，好半天李道长才停下笔。李道长看着手中排好的命盘，他的眉头夹得死紧。道长，难道我的命不好？何止不好啊！李道长在心里推算了一遍，这小童连着20年无大运，那大限就在这10年。他再数了一遍流年，这女娃娃明明活不过今年春天的。女娃娃，你确定你给我的生辰八字没有错？没错呀，怎么啦？你的命盘我看不了，让我给你把把脉。向燕遗言伸出手，李道长搭上向燕的手腕，好绵长的脉。你这身体好得很，活个180年没问题呀。谢谢道长。没什么事，你就走吧。你的命盘我没看出来，就不收你银子了。道长别急啊，反正也没人，咱们唠唠嘛。你为什么给王胜利那个混蛋找尸首呀？你不知道他作恶多端吗？你这小娃娃，他人已经死了，人死债消，只是给他找到尸首而已呀，没什么打紧。再说了，我还得生活，我们师徒几人，还有你喝的这茶水，哪一样都要银子，不挣银子，我们拿什么花呀？不是说修行人都讲究苦修吗？你这里可一点也没有苦修的影子啊。谁说修行人就要苦修了？谁不喜欢吃好的住好的？我这叫顺应本心。道长，你的这些本事能不能教教我？我也想学。不教。为什么？你不适合。那好吧。你都不再求一求，就这么放弃了？顺其自然嘛，你不想教我，我也不好强求，不是？求道拜佛都讲究个诚心，像你这样别人一拒绝就放弃的，就不是求道的态度。有没有可能我本来就不是很诚心呢？饶是李道长再心境淡然，也被向燕这话给气得想翻白眼。行了，没事啊，你就走吧。道长，你会看面相吧？普通人看得了，你的面相我看不了。普通人能看就行。什么意思？向家村，向燕拉着向小河上了骡车，赶着车往清风山过去。姑婆，你拉着我出来到底干嘛去啊？给你买个男人回来。啥？向小河以为自己没睡醒，没听懂姑婆说这话什么意思。我是说，既然你不想嫁人，那咱们就去娶个相公，或者叫买个相公。啊，姑婆，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谁跟你是开玩笑的？当然是认真的。哎呀，姑婆，你别闹了，我还要回去上工呢。谁跟你闹呢？你先听我说，咱们就先去买些奴仆回来，就挑那长得好看的买，以后慢慢观察，觉得人品还不错，咱们再挑一个成亲。啊，不，姑婆，你还是让我回去吧。你着什么急？你先听我说完嘛。到时候我给你做主，在村子里划一块地皮给你，你就盖一个小院。你们小两口成亲以后，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多自在，生几个孩子都行，不用伺候公公婆婆，还没有人指手画脚，以后自己当家做主不好吗？这怎么行？我还不得被村里的人的唾沫星子给淹死？不行！哎呀，怕什么？有我呢。你想呀，这样你不用嫁出去，还能经常看到你爹娘，身边都是咱们自己人，不会让你吃亏了去。你在家就是说一不二的当家人，难道你想嫁出去，继续当伺候人的媳妇儿，手把家搓磨？我不嫁人了。你如果不嫁人，你爹娘就会一直给你找人家嫁了。他们闹腾你，你能忍受一时，你还能忍受一辈子不成？可是，
哎呀，别可是，咱们先多买一些人回来，到时候你再挑一个。反正现在书铺生意这么好，明年种地都没人种，后面还要开酒楼，咱们哪里忙得过来啊？这样好买些帮手回来。可是这好难为情啊，村里的人不知道要怎么说我了。刚开始大家肯定会打趣你的，但是日子好不好的只有自己最清楚。别看我这个主意不太正经，但是要选，大家肯定更愿意留在村里，不愿意嫁出去。每个月有那么多银子拿，吃得好穿得暖，要是嫁到别人家可就是另一番光景了。那是什么日子，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是，好像是吧。向小河现在脑子乱如麻，他一会儿觉得姑婆说的很对，一会儿又觉得这也太大逆不道了，他会受不了村里人的目光的。向燕接上李道长赶着骡车往象州府赶去。哎，姑婆，咱们为什么不在清水县买人？象州府这么远。清水县哪有象州府大呀？万一清水县的人牙子手里没有长得好看的怎么办？这象州府的就大多了。这家牙行不行，咱们就换下一家。咦，你不是买奴仆，要那么好看的干什么？只要忠实可靠，身体健康，手脚勤快，这不就好了？长得好看的，生下的孩子才……向小河被向燕唬了一跳，赶紧上前死死捂住了向燕的嘴。没事没事，我姑婆她小孩子心性，就觉得奴仆还是要好看。小河，你捂我嘴干嘛？我又不会说你。哎呀，好，我不说了。打听了府城最大的牙行的位置，便直奔而去。三人来到牙行。几位客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想买一些人。牙人立刻听出了向燕不是要买一两个，而是要买很多。几位里边请。牙人带着向燕他们去了后院，一群男男女女低着头站了3、4排。客官，所有人都在这里了，一共66人，您是自己挑还是？我自己挑吧。向燕让所有人都抬起头，他看了一遍，有几个长得还行。小何，你看呢？小何此时脸色通红，他嗫嚅着，不敢抬头看那些人。这可是事关你的终身大事，这不是害羞的时候。最后向小何通红着脸指了2个少年，向燕让2人站在一边，又从队伍里挑出3个少女和2个少年，7个人站成一排。大长，帮忙看看他们如何？你们2个看人不能光看外表。嗨，我们这凡夫俗子不是看不了，这才叫你老人家来个把关嘛。就他们4个。然后李道长又在没挑中的人群里挑出来2女1男道：他们也可以。就在这时，掌柜的叫牙人出去有事。好，几位客官先看着，我去就来。你们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是哪里人？家里都有什么人？为什么会被卖？有什么特长都一一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叫庄周，今年17岁，原是柳州府人，家中有祖父祖母、哥哥姐姐，母亲几年前去世，去年父亲赌光了家产，还欠了赌方200两银子，赌方就把我们3个卖了。我读过几年私塾，识得一些字。向小河听得眼睛发酸，这世上还有这般不配为人的父亲。向燕看了一眼向小河，这就心疼上了。几位客官，这里还有几个人，你们可以看看。向燕回头一看，顿时眼睛都瞪大了。向小河在看到男子的那一刻，眼神都呆滞了。这也太好看了吧！李道长皱着眉头看着这一家子人，他们都难掩贵气，可惜现在都被乌云盖顶。他们买。李道长挑眉，你就这么看重外表，都不让我看了？好看的人不一定是好人，但好看成这样的，有这个气质的，坏人的机会不大。不过你还是看看他们怎么样。随你。嘿嘿，那这么说他们还是可以的了。他指着先前挑出来的7人加上江旭白一家，你算算总共该多少银钱？200两。200两？你不要当我年纪小不知道行情，买人一般最高的价格也就12千两一个人，你一人算我20两了，你这是黑店吗？哎呦，客官，您可不能胡说呀！我们牙行是这象州府最大最正规的了，怎么可能是黑店呢？您看这几位长得多好看呢，这价格嘛，自然也就高了。我买它跟长相有什么关系？
我买来是干活的，不是当花养的。嘿嘿，这话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这长相，要是我卖给教坊司或者富贵人家的公子，那肯定能卖出高价。向燕指着江景然道：那你看，他年纪大不说，还生着病，不知道要花多少银钱才能治好，我买了岂不是亏啦？这时江旭白咳嗽了起来，接着江书月也跟着咳嗽了几声。你看，就连他们也都生着病呢，这风寒可不好治。哎呀，罢了，那就180两吧。150两。那可不行。两人你来我往，最终敲定160两。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们到了清水县。小公子，可否给我爹和大哥看看病？他们的病实在太严重了。小公子行行好，就给他们看看吧，我们以后一定当牛做马报答你。向燕拿出一个水囊，摸了摸上面的温度刚刚好。你们每个人都喝一些，这里面是药。这是他刚才在客栈问掌柜要的热水化开的感冒药，空间里的药还有不少。周婉娘几人道谢接了过来，他们赶紧给江景然和江旭白喂了下去，其他几人也轮流喝了一些。但是没想到的是，半个时辰后，他们竟然都退烧了，精神也好了很多。早上很是仓促，没来得及问你们的具体情况，可以说一说吗？不知道小公子想知道哪一方面？你们叫什么名字？什么来历？都擅长做些什么？既然小公子问，我就如实相告。我们是从京城来的，父亲以前在朝为官，因为政见不合冒犯了皇帝，被抄家了，全家发配到象州矿场。我叫江旭白，这是我二弟江旭峰，我和他君子6义，该会的都会。我不会被你们给卷进了什么大麻烦里了吧？应该不会，皇上是连夜送我们来此地的，除了他，没人知道我们一家人在哪里，所以不用担心政敌会派人过来杀我们。至于皇上，他想要杀我们早就杀了，不至于等到以后。什么叫应该？1/1000的机会都不能有。想到向家村有那么多人，万一以后牵扯到政治斗争，那就太冤枉了。公子别着急，我们是被矿场的人卖了的。他们把人卖了之后，都会对外称人已经死了，就算有人找到矿场也没有用。以后还是低调一些为好。回去以后，你们尽量不要外出让人看到。一切听小公子吩咐。向燕把江家人都了解了一遍，田姨娘擅长刺绣，而且是双面绣，就让她教村里人女工；房姨娘擅长弹琴，就让她教琴；江书月善画，江旭峰善骑射，周婉娘可以教礼仪。总之，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等，贵族要学习的，向燕也要让向家村的孩子们学习。第二天，他们一行人中午就回到了向家村。你说啥？这是给咱们买的下人？是啊。小姑姑，咱们才挣了几个钱呢，你这就抖起来了？咱的钱又不是多的没地方花。你说你请了江家一家子人当夫子可以，但是你买这么多下人干什么呀？咱们向家最不缺的就是人了，你这是要气死我呀！你确定咱们向家村不缺人？咱们哪儿缺人了？印书的人手现在够了。再说咱们的陷阱马上就挖好了，挖陷阱的这些人都不知道要让他们干什么了，还买人？我看你是疯了。看见他没？向小河见向燕指着他，都不敢抬眼看村长，急忙捂着脸跑了。咱们说买人的事儿，你提他干什么呀？他跑什么呀？你就没想过咱们村的长远发展？什么长远发展？咱们缺人。咱们之前为什么不敢跟王家村对着干？不仅是因为咱们没钱没势，还因为咱们人少，才400多人，人家王家村2000多人，而且青口镇大多数村子都比咱们人多，万一咱们跟他们有个什么冲突，咱们肯定是吃亏的一方。再说了，土匪要是抢劫，大村子他们也不敢轻易下手，但咱们这样的小村子，他们还不是想来就来？不是，咱们村人事少，那也没办法呀，这只能是10几年、20几年出生的孩子多了就好了。你不会想着靠着买人买到上千人吧？那咱们成啥了？头比身子都重了，这不是傻吗？这……哎呀，你先听我说，你就没想过你们家那2个大小伙子的以后？他们？你是说亲事？对呀，他们总要成亲。要是娶其他村里的姑娘，你放心；要是他们嫁进来以后，把咱们印书炒菜的秘方泄露出去怎么办？还有小何，
她们这些村里的姑娘，以后要是嫁出去，夫家逼她们要秘方怎么办？你想过这些没有？你是说他们？我就是给咱们村的未婚男女买的相公媳妇儿。不过你先别跟他们说，咱们观察观察人品如何，有好的咱们再说。村长一想，觉得向燕想法虽说有些出格，但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你这主意不错，还得你是族长。不过咱们村这姑娘不嫁出去好像不大好吧？有什么不好的？生出来的孩子还不是姓向，就是咱们向家人，这人口不就上去了？再说了，咱们村现在条件好，你舍得把他们嫁到其他村子里去受苦哦？哎呀，就咱们现在这条件，属于攀高枝攀不上，下嫁又太亏，所以还是买相公最好。以后村里的小姑娘要是成亲了，就给他们规划地方盖房子，让小两口单独过日子。村长一想也是，但总觉得买人娶媳妇还行，娶相公怎么想怎么怪，简直都有些奇葩了。进了印刷坊的餐厅，40-50张桌子摆满了整个大通间。难道你们村人都是一起吃饭的？向燕点头，李道长没再说什么。快坐下吧，都是庄户人家，咱们这儿没什么规矩，只要你们好好做事，我们不会亏待你们。李道长看到端上来的菜都是他没见过的，率先尝了一口他面前的叫不出什么名字的菜，他的眼睛瞬间就亮了，急忙又尝了尝其他菜，每一道菜都让他惊艳。江家人更是新奇，他们什么饭菜没吃过，但这么新奇且好吃的菜他们还是第一次吃到。这向家村处处透着古怪。这时厨房2个妇人抬着一大桶米饭进来了，李道长差点呛咳出来。等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懂了，别人都是普通的碗，只有向燕面前放着一大海碗，里面的米饭都冒着尖。没想到向燕吃完又添了一大碗米饭，这一下连他们的下巴都要惊掉了。那一大桶米饭被向燕最后吃了个精光，村长弟无数次庆幸，幸好现在能赚钱了，要不这丫头以后谁敢娶啊？吃完饭，李道长微微打了个饱嗝。小燕呐，你不是说你想学我这一身本事吗？我愿意教给你。你不是不愿意教吗？我这不是观察观察你的品性，再做决定吗？自从向燕认识李道长以来，他从来都是淡淡的，何时对他这么笑过？说吧，你有什么目的？哎呀，我哪会有什么目的呀？我就是享受一个好徒弟而已呀。我观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骨骼清奇，以后必有大成。你不说算了，我不学。哎，你确定不学？我可以教你易经八卦、奇门遁甲、山医命相卜，凡是我知道的，我全部倾囊相授，怎么样？向燕不为所动，李道长有些无奈。哎呀，好好好，我说实话还不行吗？哎呀，你们的饭菜呀，实在太好吃了，真是吉天地之造化，不得不让人留恋呐。就这？哎，这你就不懂了。这吃上一道也大有学问，自古民以食为天，可见这吃的重要性啊。再说这衣食同源，五味三菜，九肺九变，就连做饭也讲究个五行平衡之道。这烹饪就是一个天人相应的过程，好的食物对人可是大补。向燕就觉得他为了一口吃的也是费尽心思，歪理一大片。不行，我们村不养闲人。再说了，我们村也没地方给你住呀。我不用你们养，我交伙食费还不行吗？今年冬天就算了啊，我常来就行。等明年开春啊，我出钱啊，就在你们这儿盖个小院子，反正你们地那么多也种不完。等以后啊，我羽化登仙了，房子啊就是你们向家村的。向燕一想也行，留着他也有用，以后动土看风水就不用花钱请人看了。那你不在山上住了？哎，当然不是，山上还是要住的。
在人多的地方待久了，有碍我休息。我以后呢，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去闭关一段时间。这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要跟村里人商量商量。哈哈哈哈，应该的。他早看出来了，这小娃娃当这个族长可不是摆设，在这村里说一句话算一句话，只要他同意了，这件事情就8九不离10了。众人都以为向小河和庄周会是最早有可能成的一对，但没想到第一对先成亲的是秀秀和栓子。你别紧张，来了村里有1个多月了，不应该觉得我是坏人吧？秀秀嗯了一声。栓子娘今天跟我说，你跟栓子要成亲的事是真的吗？你是自愿的，还是栓子说愿意娶你，你才愿意的？我和栓子都愿意的。这个事儿总有个人先提出来，总不可能同时说出来啊。是栓子先说的。是不是他逼你的？要是他逼你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你不愿意谁也强迫不了你。不，族长，我是愿意的，他没有强迫我。好，那你说说，你们是怎么确认对方的心意的？是栓子哥，他每天都悄悄给我带零嘴儿，还给我买了花布和银镯子送我呢。就为了这点东西，你就答应他了？没出息。不是的，栓子哥会关心我，我们也聊得来。他摸了一下发烫的脸颊，向燕啧了一声。秀秀此时全身都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该举办一场喜事，热闹了。村长跟村里的人商量过了，买来的人族长都是花了银子的，以后这些人的卖身银子由各自成亲的人家出。于是秀秀出价钱，马香莲把银子给向燕拿来了。你打算给秀秀多少聘礼？聘礼？秀秀又没有娘家，给聘礼还不是带回来？这不是左手倒右手吗？就没这个必要了吧？那不一样，你给的聘礼那就是他的私房钱，但以后给的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们家像是咱们村第一个办亲事的人家，我想让你给大家开个头，以后的亲事就按我说的来。第一，不管娶的是媳妇儿还是相公，聘礼都是要给的，最少5两。第二，以后只要成亲，就都搬出去单过，不跟父母公婆一起住。小姑姑，这怎么行啊？怎么不行？你想想，你当年结婚，要是一成亲就让栓子爹和你单过，你开不开心？那当然，不是，这能一样吗？他们年轻人哪会过日子呀？怎么不会啦？人家是不会洗衣服做饭，还是不会擦桌子扫地了？你就是想摆婆婆的谱。怎么会？小姑姑，你知道我的，我不是那样的人。不管你是不是，这日子还是小两口自己过最舒服。就算他们夫妻偶尔吵架拌嘴，只要有你们在，秀秀都得忍着。没有你们掺和，小夫妻那也是有情调，父母掺和进来那就是生闷气。你也别着急否定我，你看那庄户人家有多少媳妇被公婆搓磨的，咱们村以后坚决不能有这样的事情，分开过最好，又没有什么损失。这以后谁不向往嫁到咱们村来啊？立时就能当家做主，谁不想自己女儿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我要把咱们村不仅打造成贵族，还要打造成贵族都想挤破头来跟咱们联姻的世家大族。那这样家不就散了？这怎么叫家散呢？这叫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无论一家人在不在一起住，只要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这才是兴旺之道。再说不跟他们住一起了，你和栓子他爹你们过自己的日子，不是很清静吗？还是听小姑姑的安排吧，她的目光长远，比咱们有出息。可是，别可是了，小姑姑之前做的有些事情让我们想不明白，可后来证明她都是对的。既然我们选择让她当族长，那就听她的。连村长都这么说，马香莲再不情愿又如何？此时庄周辗转反侧，他也想跟小何能快点成亲，可是他又有什么资格呢？虽说他知道村里的意思，但小何那么漂亮，他一无所有，一点自信都没有。每一次对着小何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迟迟开不了口。第二天向小何找到了香艳，他嗫嚅着说了他的困扰，他想问问香艳自己该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庄周他不敢跟你说成亲的事儿？他有什么不敢的？他长得好，以前还是个读书人，他那么斯文有礼，懂得比我多。你说了他那么多，怎么不说他其实一无所有呢？
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不等于他不在乎。男人最在乎的不就是这个？那他不是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的，我替你问问。别，我一个女人家家的，怎么好意思主动提？向燕眼珠转了转，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小何迟疑，这能行吗？你不是担心他嫌弃你二婚吗？咱们就一起试试。要是他真的嫌弃就算了，我重新给你找。要是不嫌弃，这不正好？小何咬了咬牙同意了，但他又担心另一件事了。唉，万一我真不能生怎么办？你可真是杞人忧天了。你这么年轻，担心以后做什么？先过好当下。再说了，就算不能生，以后给你抱养几个也行。以后庄周要是想要亲生的，那就等到35岁以后，你们还没有孩子就和离吧，放他一条生路，让他找年轻的生去。到时候你也找个年轻的过日子去，互相看了一辈子也该腻了，换了更好。到时候各生欢喜，岂不好？啊，这两个人齐齐回头，就见江书月捂着嘴笑，向小何的脸顿时红得能滴出血，他捂着脸跑开了。非礼勿听，懂不懂？抱歉，我们不是故意要听，是刚走到这里就听到组长你说的那一长串话。算了，原谅你们了。组长，你这想法倒是新奇。也还好。你们可不许告诉周夫子。你们慢慢逛，我先走了。向燕赶紧溜了。这小组长的想法可真是离经叛道，向家村的村民都要被他忽悠瘸了。他要是光会忽悠，可坐不上组长的位置。大哥说的是，关键组长还很有能力，很难想象他那么小的一个年纪，让整个向家村都靠着他吃饭。他还小，长大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成就。哎，还是第一次听大哥这么夸赞一个人。江旭白笑而不语。向燕进了印刷房，找到小何。小何，听说你前夫想和你复合，你愿不愿意？小何虽然心里有准备，但他的脸色还是一白。我不想复合，但是我爹娘非逼着我回王家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庄周在听到向燕说的话时，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小何成亲了，他什么时候成的亲？他怎么能成亲？那自己该怎么办？什么？小何姐成过亲了？那庄周怎么办？小何啊，我看你那前夫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是不要复合了。咱们啊，再给你找个好的。说着，他拍了一下庄周的胳膊。你说是吧？啊，婶子，你说啥？我说小何那个前夫啊，不是个好东西。以前为了李家村一个秀才的女儿休了小何，现在又嫌弃人家秀才的女儿聘礼高，不想娶了，回头来又找咱们小何复合了，哪有这样的？你说是吧？是啊，小何姐，婶子说的对啊，你前夫太不地道了，人品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其他人。你孙婶子说的对啊，咱们重新给你找就是了。你看，咱们面前这不就有几个？你看郎平就不错。这怎么行啊？我配不上小何姐，是庄周。你叫庄周干什么？难道你想问庄周的意见？你说呢，庄周？小何和郎平怎么样？小何抬起头看着庄周，宋二娘也盯着庄周，向燕也在等他答复。还请组长成全我和小何。我说的是郎平和小何，你扯你干什么？难道你也看上我们小何了？你可考虑清楚了？我考虑清楚了，只是不知道小何愿不愿意。小何已经嫁过人了，你确定你考虑清楚了？组长，我不在乎小何的过去，我只知道自己喜欢他，想和他共度一生。小何听到这话，眼眶泛红。既然如此，那我便成全你们。不过，你可不能辜负小何。庄周郑重的点头。太好了，庄周和小何姐这一对儿，简直是太般配了。这下好了，咱们村啊又该办喜事喽。向家村一切欣欣向荣。王德发多方打听，终于听人说起，义堂县北山上住着一个道士叫玄都子，他道法很是高深。于是王德发便赶去了义堂县寻找。
杀害你儿的凶手就在你家的正北方。其实他就是瞎算，他根本不懂，就是骗骗钱而已。但王德发当真了，而且牛道士也算蒙对了。一听是正北方，王德发咬牙切齿：向家村人，给我等着！原来是王大叔，坐吧。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大当家的，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哦，什么事儿？王德发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王大叔啊，你知道我养着山上这些人吃喝拉撒，可都是要花费的。再说了，没有这个，我手下的兄弟们我也不好交代呀。王德发已经有了准备，他掏出100两银子放在了桌子上。山猫子瞥了一眼，嗤笑出声：王大叔，你这问米也太小气了。我这山寨上上下下100多号人，一人还不够1两，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王德发有些气结，100两已经不少了，没想到他的胃口这么大。大当家的见谅，我只带了这么多。虽说这些银子只够给各位兄弟们喝茶，但是向家村的人靠着印书已经发达了，相信从他们身上能捞到不少油水的。哼，向家村的人身上有没有油水，那是我们的事情。既然你的银两带少了，那还是等你的银两补齐了再说吧。王德发无奈只能承诺，等事成再给他们送100两银子。等王德发走后，山猫子就派了人先去探路外家打听向家村的消息，刀口上舔血，必须谨慎行事。这天夜里，众土匪在耗子和李贵的带领下出现在向家村山坳口的时候傻眼了。出现在众土匪眼前的是一个又厚又高的冰墙，那高度足有1丈高了吧。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没这个呀，他们肯定是这几天做的冰墙。二当家的，咱们现在怎么办？要不爬墙？操，爬墙？你先爬上去试试，蠢货！要不咱们明天晚上再来，找个梯子爬进去。你更蠢，找梯子一个个爬进去，是让人瓮中捉鳖，还是让人关门打狗啊？那咱们该怎么办啊？走，还能怎么办？等明年温度上来再说。我就不信这个冰墙不化了。走，你们走去哪儿啊？谁出来？笑得冰墙下的一众土匪毛骨悚然，这到底是人是鬼啊？你是谁？你就别装神弄鬼啊！有本事你下来！你不配知道。说着，向燕张开双臂，眨眼间，枝条就像一条条绿色的蟒蛇，朝着土匪们席卷而去。啊！鬼呀！快跑！妖怪呀！站在最外围的土匪们被枝条轻而易举穿透了心脏，倒地不起。仙子饶命！仙子饶命啊！饶命！饶你们也不是不行。老实交代，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土匪？你们山上一共多少人？这次带了多少人？山上还剩多少人？都给我交代清楚，否则，哼！我说，我绝对不敢骗仙子啊！我们是马王山上的土匪，山上一共130多人，我们这次带了100人，还剩下大当家和30多个人在山上。向燕想了想，30多个人不算多，等他改天去会会。向燕觉得没啥可以问了，就再次催动异能，不给这些人开口的机会，全部杀了。不是他不讲武德，是他就不想讲武德。向燕进了山里，感知到狼群所在的位置，他把这些人的尸体扔在了距离狼群不远的地方，就下山去了。到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这一夜真是折腾得太累了。向燕倒头就睡，一直到了小年前一天，所有人这才停止了盖房。跟着众人回来的还多了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二壮叔在路上捡的一个姑娘，这姑娘倒在雪地里昏迷不醒，二壮叔见她还活着，就给她找了个大夫，抓了药带回来了。姑姑，她好可怜呐，像咱们以前一样，穿的少还破烂。向燕直接把感冒药化了水给姑娘喂了下去，
等二壮把药熬好的时候，姑娘已经悠悠转醒。你醒了？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家，我看你晕倒在路边了，就把你带回来了。这是我刚熬好的药，你赶紧喝了吧，喝了你的病就能好了。啊，谢谢你，谢谢你们。不客气，先把药喝了吧。姑娘端起碗一口气喝了，香艳这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我叫马三妮，我是逃出来的。我爹娘逼我嫁给一个40多岁的人当平妻，想用聘礼给我大哥娶个妻子，我不愿意，所以你就跑了？你这副样子，你想过你要去哪儿吗？你有什么打算？我本来打算去城里自卖自身的，没想到半路会晕倒，多谢你们救了我。这药钱，等我以后有了卖身银子就还给你们。你先好好养病吧，其他的事等以后再说。他认真打量了周围，房间是崭新的青砖大瓦房，家具很新，上面还雕刻着好看的牡丹花，被褥柔软暖和，肯定也是新的。不是说向家村人都很穷吗？怎么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马三妮乱七八糟想着，没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外面的鞭炮响了起来，隐隐约约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你醒了？姑姑说你要是醒了的话，就去印书房找她去，大家都在那边呢，好热闹的，还有鞭炮玩。二壮，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哦，我家有爷爷、姑姑、哥哥，我还有朵朵、石柱和石头。你问这个干嘛呀？那你成亲了吗？没有啊。马三妮松了一口气，她想留在向家村。如果她不嫌弃二壮是个傻的，二壮家里人会不会同意她嫁给二壮？第二天，石头找了个时间，把向燕悄悄拉到了外面。他把马三妮昨天问二壮的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向燕很是诧异，难道她看上了二壮？这姑娘可能想通过嫁给二壮留在向家村。虽然说这个方法有些不恰当，但站在她的角度想，可能这是她为数不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向燕想了想，去了私塾找李道长。李道长正在和江景然下棋。啊，小组长来了，正好练练你的棋艺。下棋就算了，我是来找李道长的。李道长听他来找自己，问了什么原因？让你帮我看一个人的面相。昨晚那个姑娘，你看见了？那不废话，那么大一个活人，我又不是眼瞎。你觉得他怎么样？还可以。行吧，那我走啦。向燕准备溜了，正在这时，村长进来了。小姑姑，你让我好找啊。找我啥事儿啊？除夕和大年初一咱们要祭祖，这可是大事，马虎不得。我要提前跟你说说规矩，到时候还要宣读祭文，这些事情你都要提前记好的。有良呀，你看我都是族长了，是不是应该把我加进族谱了？村长一想也是，他立刻就答应了。我都加上了，就把村里的女人都加上吧。那怎么行啊？你是族长，把你写进去已经是例外了，村里其他女人怎么能写进去啊？这不是胡闹吗？哎呀，淡定淡定，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先别急。小何他们将来都是要娶相公的人，那肯定是要写到族谱的，咱们也要学会变通的嘛。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说是不是？你今天就是说破大天，我也不会同意。你要是不同意，我就自己开祠堂去改族谱，反正我现在是族长，你不是。你村长想训斥他，但对上向燕的眼睛又无奈了。这自古族谱就不会写女人的名字，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他不能破呀。为什么呀？你只要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你的。这肯定是女人都要嫁出去的呀，她们嫁出去了，那就是外人了，怎么能上族谱呢？可他们现在不用嫁了呀，那就不是外人，上族谱没什么问题吧？村长见他说不通，反正就咬紧牙不答应。李道长，你懂得多，你给我们评评理。现在形势变了，规矩肯定得跟着改，是不是？向燕在他耳边低声威胁：好好说，要不然以后就不跟你吃饭了。虽说我是个外人，
但这件事小燕说的也有道理，既然村里的姑娘们以后要娶相公，那肯定是要上族谱的，要不然以后啊，他们的孩子该怎么写呀？总不能无父无母突然冒出来的吧？李道长说的有道理，可开了这个头以后怎么办？村子里以后人口多了，生下的姑娘肯定要嫁出去，我就怕这头开了以后就不好收场了呀。这头开就开了，你还想收场？你这个糟老头子还能活得过我？以后还不是我说了算？哎呀，这简单，以后要是嫁出去的，在向家村就没有后人的，那就到他为止了。其实要让我们道家来说呢，男女都是人啊。既然是族谱啊，女人虽然以后要出嫁，但那也是家族里嫁出去的女儿，有斩不断的亲缘，填个名字而已嘛，无非就是族谱厚了一些，也无多大关系。村长皱眉思索，向燕又把目光看向江景然。村长也不必为这样的事烦恼，自古任何规矩都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允朝时夫妻和离之后，妻子再嫁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现在你看，这夫妻和离无论是谁的错，总归都是女人的错，这未免也太荒谬了。谁就说现在的规矩就是对的呢？这些条条框框也是人定出来的，这规矩要不要改，你就考虑考虑这规矩如果改了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或者后果。如果影响和后果没什么不好的，改了也无妨。既然您二位都这么说了，那就把他们的名字都加进去，我这眼界肯定不如你们。江景然谦虚了几句，村长这才走了。哎呀，还是你们这外来和尚会念经，我说了半天也不如你们说的这几句。嘿，什么和尚？老夫是道士，道士念什么经啊？江旭白若有所思，他总觉得小族长要在族谱上加女人的名字没那么简单，说不定有其他目的也不一定。山猫子带着10几个人在天黑透以后进了王家村。你个老东西，要不是你，我们山寨也不会变成这样。今天你得给老子一个说法。大当家的，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啊？山寨怎么了？哼，你好意思问山寨怎么了？要不是你来山寨让我们去抢劫向家村，我们山寨就不会损失那么多人。今天你必须拿出个说法来，否则别怪我无情。你们去抢向家村了？我怎么不知道啊？向家村好好的呀。你以为老子是骗你的？二当家带了几10个人下山，结果全折了，你说呢？王德发一惊，没想到向家村人这么厉害，让土匪悄无声息地吃了这么大的闷亏。不知道大当家的想要个什么说法？哼，拿1000两银子来，就当补偿我们山寨的损失。大当家的，不是我不给你，这1000两对于我这庄户人家实在太多了，我拿不出来呀。哼，庄。王德发暗自咬牙，他只好磨磨蹭蹭地走到桌子旁边，取下墙上装饰的一幅木质雕画，露出了后面墙洞里的一个小木箱。山猫子数了数，只有700两，差的不多。还差100多两银子，老子就不跟你计较那么多了。今天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蒋师爷那里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可得掂量清楚了。哼！说完，他冷哼一声，带着人走了。王德发气得咬牙切齿，却不敢有任何动作。老爷，哎呦，你赶紧上炕暖和着去，我去关大门。老爷，咱们家的银子都被土匪拿走了，可怎么办？咱们还有银子吗？哎呀，别担心，我还有银子藏在其他地方，咱们吃喝没问题的。再说咱们家粮仓还有那么多粮食没卖，那些至少也能卖个几百两银子，哪里就会让咱们饿着了。任武压这才放下心。这些个事情啊，都是我这个大老爷们儿该考虑的问题，你只管给我生个大胖小子就行。老爷，那妩媚的声音叫得王德发骨头都酥软了。汉磨坊每一次的独家新书都让所有读书人震了又震。
从此他们坚信汉墨坊出品必属精品。修仙？这是关于怎么修仙的功法吗？就是道家说的修仙吗？嘿，你看见没？仙女本仙著，这说明这次的独家新书是他本人写的。这个文辞修润的人起的这个雅号云间揽月，这不会也是个女的吧？先不管这些，咱们先看看里面再说。众人翻开第1页，上面写着：此书题材为小说，乃此界从未有之文体。啊，小说是什么题材啊？从来没有听过呀。你没看人家仙女本仙已经说了吗？这是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的题材。什么叫此界？仙女本仙还见过别的世界？难道她真是神仙不成？这怎么可能呢？我看仙女本仙就是在故弄玄虚。但是仙女本仙每次拿出来的东西确实都是咱们没见过的，我倒是觉得她真有什么奇缘也不一定。呵呵，谁知道呢？咱们先看看这小说都写了什么吧。只见开篇就写了一句话：本书所载皆为杜撰，若有雷同，纯属巧合。这是要给咱们讲故事啊！清风载我穿云去，一剑霜寒落九天。踏剑乘风追皓月，一媚翻霜渡寒川。哎呀，好事啊！众人内心很是赞同，他们接着往下看，结果就被这书吸引住了。哎，你们买了的赶紧走啊，后面的人还等着呢。我买。这小说太好看了，一时都看忘了时间。哎，你们说这小苗苗从老鸨的手里逃脱了吗？肯定会啊。咱们还是赶紧走吧，给后面的人腾位置。啊，各位要是不着急走的话，可以去隔壁坐一坐。众人顺着他的指引，这才发现汉墨坊有了新变化。汉墨坊和旁边的商铺从里面通了个门。这面包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是我们仙源面包坊的独家秘方，外面是没有的。这面包怎么卖？1两银子一个。什么？这么贵？这是吃面包还是吃银子呀？马香莲和郑美芳内心也是极为认同书生的话，他们也觉得太贵了。先给我拿一个尝尝。啊，好的，公子，这边有茶水，您需要吗？那就来一壶上好的碧螺春吧。好的，公子您先坐。掌柜的，这面包坊也是你们东家的？对，我们是一家。那你这书铺为什么和面包坊打通了？这是我们东家的意思，想着如果各位要是看书看累了或者饿了，可以去里面坐着买个面包吃，或者喝个茶水。哎呀，妙啊！如此我们也有了讨论书的地方了。要不然每次这独家新书看到，我就想和人讨论一番，但苦于没有地方不方便。有了这面包坊，让我们也有了说话的地方了。哎，那掌柜的，那要是我们不买这面包和茶水，能不能坐里面？当然可以，我们东家说了，这面包坊的桌子就是为了让大家看书方便才放的。至于面包和茶水，买不买都不打紧。不得不说，你们东家真大气。随着《苗苗修仙记》的火爆，仙女本仙也火了，顺带着给这本书润色的云间揽月也让人猜测不已。《苗苗修仙记》在京城更为火热，就连皇后手里也被人安利了一本。阿娘也看了这本书啊？是啊，刘夫人今早进宫给我送来的，说是很好看，外面都在看呢。这书里的苗苗除了父母家庭之外，皇后感觉就像她自己，从普通人一路成为了皇后。你外公外婆他们还没有打听到消息吗？唉，当年到处都在打仗，更何况是江南这富庶的地方，是各方势力争抢的要地。现在香家村住的都不是当年的人了，咱们只能私下里悄悄去找，大张旗鼓，只怕万一被沈贵妃一系的人先一步找到了外公，那他们就危险了。你说这向家村的人能去哪儿呢？不知道，南边我让人快找遍了，现在没有任何消息。你外公外婆一家那么好的人家，当年咱们全靠他们帮衬着日子才过得好起来。以后要是找到他们呀，你可一定要对他们好，知道吗？阿娘放心，外公外婆还有舅舅们对我的好我都有印象，我也很是想念他们，希望能够早日找到他们，也好让我好好的孝敬孝敬他们。还有你爷奶，这么久也没有消息，不知道他们还活着吗？父亲也在派人找，这么久都没消息，爷爷奶奶应该凶多吉少了。哼，你真以为你父亲找他们了？
阿娘，你是说父亲根本就不想接阿爷和阿奶回来？你阿爷和阿奶要是真的接回来了，他肯定觉得面上无光，他怎么会允许百官还有他心爱的女人见到他有那样外貌的父母呢？他已经贵为皇帝，世上还有谁比他更尊贵？你越遮掩什么，别人就越是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这岂不是掩耳盗铃？太子觉得自从父亲成了皇上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不仅冷漠自私、心狠手辣，还多疑，现在看来还变蠢了。要是以前，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权力会让一个人变成这样。农历的3月份正是踏春的好时节，江旭白来的时候，向燕正往骡车上装东西。去年想野的餐，今天终于要实现了。族长这是要干什么去？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踏青野餐，你要不要去？你不是说我和家里人最好少出去吗？没事儿，我要找没人的地方野餐，带上你没什么打紧。就咱们2个吗？对呀。啊，那行，那我来赶车吧。你还是坐车厢里吧，长成这样，坐外面也太惹眼了。江旭白抿了抿嘴，他还是生平第一次被人嫌弃长得太好。两人驾着骡车到了地方，向燕把木炭点燃，然后放上铁板，把腌好的鹿肉放在上面烤。两人吃着烤肉，喝着米酒，生活简直不要太幸福。向燕开心地眯起了眼睛。2位好雅兴。看到江旭白的那一刻，徐静之有些怔愣，世上竟然有如此风华绝代之人。原来是你啊！向燕刚才就觉得这个人面熟，现在终于想起来了，他就是第一个买他字的人。哦，姑娘认识我？我在驿堂先见过你。哈哈哈，那真是巧了。公子怎么会来我们清水县呢？哦，春日阳光正好，我一时心血来潮，便纵马游玩，不想竟遇到了2位，还没有问2位怎么称呼啊？在下徐静之。在下向云。我叫向燕，徐公子要是不嫌弃，吃一点。那就却之不恭了。向燕又给他倒了一杯米酒。江旭白和徐静之谈着谈着就说起了文章，两人越聊越投入。这时他余光瞥见有人影，侧头看去就见有2个人出现，似乎是从山里下来的。几位好雅兴，我与随从走得渴了，不知能不能讨杯水喝呀？当然可以，先生请坐。向燕又拿了2个马扎出来。向燕看了看毛之远干瘦的脸和朴实的穿着，这么节俭的人还养什么随从？而且向燕感知到山林边上还隐匿着10几个人，这个毛之远挺矛盾的。向燕想不通，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吧。本来是江旭白和徐静之谈论学问，没想到这位毛先生其貌不扬，学问却很是不错，和徐静之他们聊得很是投入，向燕很是惬意。江旭白和2人边聊边喝，不知不觉头就晕了起来。哎，不能再倒了，我头晕了。哈哈，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得先走了。今天和2位小兄弟聊得很是畅怀，多谢几位的招待，咱们有缘再见。徐静之也提出告辞，送走2人。江旭白坐下，手抚着额头，尽力想保持清醒。就这点米酒就把你给撂倒了，你这酒量不行啊！我喝的可比你多多了，下次你还是少喝一点吧。可是这酒不是你给我倒的吗？我倒你就喝呀，你是傻的吗？你说的对。看来他是真醉了。等到江书月看着向燕扛着他大哥进来的时候，嘴巴都张成了 O 型。这还是他那个风光霁月的大哥吗？这是怎么了？白夫子，他喝多了，没力气走路。喝多了呀？啊，那就好。一想到平日冷静自持的儿子被一个小姑娘抗来抗去的，他怎么就有些想笑呢？江旭白此刻就像个鸵鸟，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装睡，不想面对他娘和他妹妹。这明天让他怎么见他们2个？还有这个向燕，最近他都不想再见到他了。向燕一直想开个高档酒楼，到了牙行，
向燕说了自己想买大商铺做酒楼，越大越好。哎，姑娘，你看，这是东水门那边的铺子，这铺子上下2层，还带院子，一共有2亩地，离正街呢也不远，很划算的。太小，这还小？那你来看看这个，这个商铺比刚才那个大了将近1半，总共占地3亩多地，这个够大了吧？还是太小。姑娘，你莫不是耍我吧？那你说你想要多大的？我想要那种有亭台楼阁、有园子池塘的那种豪华大商铺，至少10几亩地大小。我看呢，你就是来砸场子的。你要的，咱们的县城怎么会有这么大还这么好的商铺？哎，这么大的宅子倒是有一个要卖，你买吗？宅子也行啊，我先去看看。那么大的宅子你买得起吗？那个宅子要价6万两，你有吗？6万两贵倒是挺贵，不过没有可以想办法嘛。只要宅子我看上了，银子不是问题。行吧，那我就带你去看一趟吧。牙人还是不太相信，不过带他过去一趟也不少什么。牙人将他带到了一座气派的朱漆大门前。哎呦，是田小哥啊，可是有什么事啊？哈，你家老爷不是要卖宅子吗？这不有人要买，我带他来看宅子了。这小姑娘也太小了吧，她能做主买这么大的宅子？大叔，我既然能来看宅子，当然就能买得起宅子。你不用管我年纪多大，只要我能出得起银子就行。进了宅子，向燕就被院内的景致震惊了。这哪里是宅子，分明是座精巧的园子。这么好的宅子，你家老爷为什么要卖？哎呀，实不相瞒，为了建这园子，我们老爷不知道撒了多少银子出去。可自从搬进来之后，诸事不顺呢，我们老爷不敢住了，这才要卖。啊，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能仔细和我说说吗？去年也是春天，我们家老爷全家搬进来的第1天，我们小少爷在湖边玩耍，好端端的脚下一滑，就掉进湖里了，差点淹死。当时我们老夫人就觉得这个兆头很是不吉利，不过当时也没怎么着。谁想又过了2个月，我们老爷做生意，途中下雨，在一户人家借宿。谁知道当天晚上从山上下来一股洪水，把我们老爷住的房子冲塌了。幸好洪水不是特别大，房子冲了个半垮，我们老爷也差点被压死。后来休养了几天才知道，整个镇子都好好的，就我们老爷睡的那间房出了事儿。还有更神奇的事儿，借住的那户人家说，往年他们家从来没发生过洪水，就是下大雨下急了，那水流也会冲着他们家草棚子去。这次也不知道咋回事，那洪水怎么拐了个弯，就冲我们家老爷住的那间房去了。你说奇怪不奇怪？确实奇怪。我们家老爷吓坏了，生意也不做了，立刻收拾行李就回来了。他前后仔细想了想那几个月的怪事儿，然后得出个结论，这几件事儿都是搬家以后发生的，肯定是老宅子有问题啊。他赶紧找了道法高深的道士来看了，道士说我们家这宅子盖得太大，压不住福运，还有我们这宅子本来就建在了坎卦上，它属水不说，更糟糕的是还引了玉河的水，水上加水，这才3番2次出事儿。既然是引了玉河的水引起的事儿，那就不要引了，把水放干就好了吧。对呀，我们老爷也是这么想的，但道长又说了，引了又放干也没用啊，这宅子就是个坎卦，还会出大事的。我们老爷无奈只好全家又搬回了以前的宅子里去了。这宅子属水，他要做餐饮，刚好是火，这不正好了，用火来压一压这水。这宅子还能便宜不？我要买。你要买这宅子？不是姑娘，我刚才说了那么多，你也要买？向燕点头。你家大人呢？怎么让你个小姑娘来买宅子呀？你确定你能做主？这可是大事啊！我家的事都是我做主，我断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对我也没啥好处，是不是？您要是真要买，我才帮您问问。这不过当初谭老爷就说了6万两一口价，这已经是最低价了。您也知道这园子盖得这样好，谭老爷花了至少10几万两银子，
要不是这宅子出了这几桩事，不可能这么低价格的。田小哥没骗你，你就看看咱们脚下的汉白玉砖就知道了。这宅子花了不少钱，6万确实已经很低了，里面的家具大多数都没搬走。你要是买了之后，让人再添置一些就够了。要是还想再低价，我估摸着不能了。我们老爷当时说，要是低于6万，那就让宅子这么空着，以后偶尔来逛逛也好。你们再帮我问问谭老爷，我回去再凑凑钱，要是行的话，我再来找田小哥。姑娘，难道买这宅子你不怕？不怕，我一身正气，怕什么？向燕赶着骡车回了向家村，第一时间叫来了村长，说了他要买地方开酒楼，银钱不够，把准备染布卖的事情说了。差多少银子？我让大家伙凑一凑。不用，我买了5匹克丝，咱们染成紫色的布，我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去，差不多就够了。还能染紫色的布？我还从来没见过紫色的衣裳呢。就是因为从来没有过这种颜色，所以才能卖出高价。而且我相信，就算是高价，他们也会抢着要的。既然从来都没有过这种颜色，那小姑姑怎么会有啊？都是在山洞里发现的。紫色是一种用紫草的东西染的，我这里还有一些种子，到时候咱们就种在山谷里。哦，对了，我还在山洞里发现了一种叫红薯，一种叫玉米的粮食，这2种粮食说是产量能亩产上千斤。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孩子。咱们先不说这个，等山谷里的地都收拾好了再说。咱们现在还是赶紧染布，我买了明矾回来，明天赶紧染，我还等着买房子呢。好，我立刻就安排人明天染。你还没说铺子多少钱呢？你不用管了，我已经看好了。小姑姑手里的银子起码有2万两吧，这都买不起，还要染布卖，不知道那铺子能好成什么样。到灵州府差不多需要2天时间，向燕慢悠悠地出发了。这湖光山色就当是一次旅行好了。这时候天刚黑下来，他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村口，再往前走了一段路，有个小树林，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女人的哭泣声。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再不放开我，我就喊人了！你喊呢？你要是喊了人来，我就说是你勾引我来这儿的。你怎么能这样？亏得你还是个读书人，你放开我！嘿，读书人怎么了？读书人也是人呐。嘿，好嫂子，快来让我亲一下。你男人死了那么久，你肯定很空虚，很寂寞吧？曹勇，我求你，你别这样，你还有媳妇儿，你回家找你媳妇儿吧，你放了我行不行？你放开我，求求你！别跟我提我家那个黄脸婆，自从生了孩子，那肚皮丑得跟橘子皮一样，碰都不想碰，她怎么能够比得上你呢？哎呀！向燕生平最痛恨这种强迫女人的男人，向燕立刻走了进去，上去就给了曹勇一拳。哎呀，谁呀？我让你调戏女人，我让你耍流氓，我让你不要脸！没想到这个小姑娘人小小一个，打人却这么彪悍。向燕打够了站起身，没想到下一刻，向燕一脚踩上了曹勇的下半身。哎呀！下一刻，曹勇头一歪，就这么水灵灵的晕过去了。我谢谢你啊！不客气，下次不要这么晚出来。我知道了。我今天去县城卖鸡蛋，回来的时候没赶上骡车，只能走回来，这才晚了，被他拦在了这里。以后还是叫个人一起比较安全，出远门怀里揣个刀子啊什么的在身上也好。恩人，你大晚上的怎么在这里？去我家坐坐吧，我还没好好感谢你呢。不用了，我还要赶路，你赶紧回去吧。那怎么成？好歹让我表示表示，要不然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好啦，就这样吧，我要走了。那恩人，你家在哪里？我明天去找你。芳芳赶紧追问道。向燕一边摆手一边往外走。那以后你要是还来我们曹家沟村，记得来找我，我叫芳芳。知道啦，你赶紧回吧。那他怎么办？不会出什么事吧？应该死不了了吧？那要是死了怎么办？死了就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谁知道他见过你啊？
也对啊。芳芳这么一想就放下了心。向燕走时，芳芳还有些依依不舍。曹大虎他们拉着曹勇到县城的时候，城门刚开，几人急匆匆去了县城最大的医馆合一堂。唉，已经治不好了，你们回去吧。大夫，您行行好，再帮我儿好好看看吧，肯定能治好的。他还没有儿子啊。大夫摇摇头，让他们拉着人回去。曹老爹叹了一气，和2个儿子又拉着曹勇往回走。爹，大夫怎么说的？我还能治好吗？能治好，不过得个2、3年养。你啊，要这么久？这伤这么重，肯定要多养养。小勇，到底是谁打了你？咱们一定要找他算账。我不知道是谁，只知道是一个女的，听声音年龄应该不大。你怎么得罪对方了？下这么狠的手？我也不知道，好好的走在路上，他上来就打我，而且力气比男人还要大。天杀的，碰上了个疯婆娘，老天怎么不劈死他呀？让我儿好端端的受这样的罪。曹老娘气得又骂了起来。再说向燕赶着骡车到了灵州府，然后他戴着帷帽直奔锦绣坊。这位姑娘想要买什么？我要麦克斯，你们掌柜呢？哎呀，姑娘想要买什么克斯，我拿给姑娘看。掌柜听错了，我不是买，而是卖。卖？姑娘说笑了，我们只卖不买。要是姑娘要卖克斯呢，还请去当铺，那里啊肯定会收姑娘手里的货的。你确定？向燕拿过放在旁边包着的五匹布，放在了桌子上。这是紫色的克斯。既然掌柜不感兴趣，哎呀，感兴趣，感兴趣！姑娘请坐，咱们好话好说。姑娘能否打开给我看看？向燕将包袱彻底打开，5匹深深浅浅的紫色克丝整整齐齐。姑娘，你确定这紫色不会掉色？确定。要不我剪下来一小片，掌柜的试试。不过在试之前，咱们要先讲好价钱。如果不褪色，我这紫色克丝1匹要8000两银子，5匹就是4万两。掌柜的确定这价格可以接受吗？啊，这也太贵了，这价格翻了10倍啊！物以稀为贵，掌柜的可在其他地方见过紫色的衣服？我敢保证，目前除了这5匹紫色的布，世间再没有紫色的布。你说它值不值？哈哈，我明白姑娘的意思，只是这也未免太高了，价格能再低一些吗？价格没得商量，掌柜的要是觉得这价格高，那我就去别处问问。哎呀，姑娘别急呀，我没说不同意，只是这牵扯太多银子了，我一个掌柜不好自作主张，我要问问我们东家才行啊。姑娘能否等等？好。掌柜一喜，立刻叫婆子来给向燕续上茶水，自己则急匆匆走了。掌柜的让车夫赶着马车去了沈府。马掌柜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马掌柜赶紧把事情说了一遍。当真？那克丝真的是紫色的？千真万确呀！那姑娘现在就在咱们铺子里等着呢。公子，您看，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走，咱们一起去瞧瞧。沈玉清和马掌柜很快赶到了铺子。哎呀，姑娘，这就是我们少东家，姓沈。这件事情啊，还是我们少东家跟您亲自谈比较合适。向燕屈膝行了一礼，沈玉清也拱手行礼。哈，听马掌柜说了这紫色克丝的事情，价钱方面姑娘不用担心，只是这颜色我们还要验一验。这是自然，还请掌柜拿剪刀、水和皂角来。婆子很快将东西全部拿了过来，向燕亲自剪下一小块布递给婆子。婆子在盆子里洗了半天，颜色丝毫没有变化。这紫色果然不掉色，当真是漂亮啊！公子满意就好。姑娘，能否问一句，姑娘这紫色克丝从何而来？抱歉，不便回答。姑娘这紫色的布以后还会有吗？有的话，可否都卖给我们锦绣坊？我是机缘巧合下得了这几匹布，以后怕是没有了。哦，这样啊。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顺利完成。向燕是第2天才到的静陵县，他去找了魁夷匠师。他老人家一听向燕只盖个2亩地大小的院子，而且是在清水县那么远的地方，
就是不愿意去，气得向燕差点给他扛走。向燕从老头家气呼呼出来，他打算先吃顿饭再去磨一磨那倔老头。老板一看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穿的还那么好的衣裳，难道他们家面已经好吃到让这些大户人家的小姐也忍不住来吃了？赶紧去做面了。老板，再来一碗。小恩人，真的是你啊！我是芳芳啊，你还记得吗？你先坐下，还没吃饭吧？给你也来一碗。芳芳，你在这里啊？向东儿不知道芳芳怎么了，怎么没有平时那么热情了？他不知道的是，芳芳一想到曹勇是因为自己才被小恩人揍了，这会儿再见到向东儿就很是不自在。是啊，我在这儿。你买完药了？东儿看着旁边背对着他正在给老板付钱的向燕，不知道芳芳怎么会认识有钱人家的小姐。你还有事，那我就先回去了。好，你慢走。向燕这时付完了钱，她转身坐下继续吃面。哎呀，小恩人，你怎么付钱了？这钱应该让我付的。你别小恩人的叫了，叫我向燕就好。那我叫你向小姐吧。向小姐，你跟我回家。啊，这位小姐竟然跟我一个姓，还叫燕，这不就跟小姑婆一个名字了吗？小姑婆，等等，她会不会就是姑婆？东儿猛地转身看向向燕，就见向燕站起身朝一个老头追去，芳芳也追着向燕跑了。东儿还没看清向燕的长相，见两人都跑了，他也立刻跟着追了上去。你躲得了初一，还能跑得了15？我追！于是街上出现了一道奇景，一个老头在前面跑，后面一长串的姑娘一个接一个在后面追。厉爷爷，拦住他！向丽听见向东儿让他拦人，他下意识就拦住了老头。你拦我做什么呀？哎呀！你跑什么呀？我就让你帮我盖个房而已，你至于吗？哎，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难缠的。我说了不去，你还非要我去，我怕了你了，行不行？啊，你不是小偷啊？那你才是小偷，你全家都是小偷。谢谢。啊，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向丽也愣了，这位小姐长得也太像妹妹了。哎，这位小姐客气了。厉爷爷，你就没觉得他像谁吗？你也看出来了，这位小姐确实长得像。有没有可能她就是姑婆？哎呀，这怎么可能啊！爹和妹妹他们能活着就不错了，还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向燕原本皱眉看着向丽和向东儿，这两位实在太熟悉了，她在努力回忆原主的记忆。大哥，姑婆，真的是你？你过得怎么样？我爹娘他们嘛，他们过得好不好？你们在一起吗？这些年你们都去哪儿了？还没等向燕回答，向丽终于反应过来，她的眼眶瞬间红了。爹和大壮、二壮，他们都好吗？放心吧，大家都好着呢。他们这才放心下来。向东儿抱着向燕嚎啕大哭起来，芳芳震惊的嘴巴都张成了 O 型，没想到小恩人竟然是向家村人。完了！东儿的相公被小恩人打成了残废，不知道小恩人和东儿知道真相之后会不会怪我？真好，终于找到你们了。向燕也哭了，她不是对找到亲人激动的哭，而是被向东儿的情绪感染了，不由自主就哭了。向老娘已经生病有4、5天了，她起夜穿得少，不小心着凉病倒了。19太婆，你看谁来了？是东儿啊，你说谁来了？娘，是我娘。儿啊，我的儿啊，娘终于盼到你了，我的燕儿啊，我的心肝呐！别哭了，19太婆，姑婆他们找到了，咱们应该高兴是不是？
哦，你爹和朵朵他们怎么样了？他们都好吗？阿娘放心，大家都很好。哦，那咱们村里其他人呢？你们都在一起吗？都在呢，大家都好着呢。他正要问其他事，外面就响起杂乱的脚步声。看见向燕那一刻，众人都有些懵。姑婆，旭百和你们在一起吗？我家栓子呢，还有栓子娘，还有我家阿满，他们都还好吗？好着，都好着呢，大家放心。向燕被众人轮流抱着，轮流哭，哭得向燕的肩头湿哒哒的，她感觉衣服都能拧出来2斤眼泪。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哭了，这是高兴事儿。对，别哭了，我买了好多米和肉，大家今天好好吃一顿。是啊，别哭了，小燕买了300斤的大米，都是给大家伙买的，是她的一点心意。晚上都在我家吃饭吧。众人急忙推辞，向燕道：你们别客气，看你们一个个瘦的，正好给你们补补。大家吃完饭商量商量，跟我啥时候回去吧。大家都是一家人，别客气，我这就做饭去。哎，这么多人，我们哪好意思留下吃饭呢？我们还是回去吃吧。你这见外了不是？你们要是走了，我这饭还做不做了？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吃顿饭，多好的事儿啊！一会儿好好的商量商量该怎么办。袁红和佟稻花、冬儿他们走进厨房，开始忙活了起来。向燕想起向老娘还要吃药，于是要了热水，给向老娘化了感冒颗粒给她喝。向老娘自从见了向燕，这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了。这一碗药下去，人更精神了。小燕呐，你怎么买那么好的大米呀？这银子可不能这么糟蹋呀！你不知道这挣钱多难，以后啊还是要省着点花。娘，银子一点都不难挣，放心吧，我银子多着呢。你一个小孩子家的，哪里知道银子有多难挣啊？听娘的，以后省着点花。像今天这样的金米呀，就不用买了，买点小麦和糙米就成。阿娘，咱有钱就要吃好穿好，要不然钱用来干啥？说着，他在袖子里掏了掏，实则从空间里掏出2个大银锭子，塞到他娘手里。这个给娘，你先留着自己花吧。说完就赶紧溜了。饭后，众人围坐在一起商量以后怎么办。这还怎么办？当然是跟我一起去清水县了，以后家里人就都能团聚了。团聚肯定是要团聚的，就看是你们那边人过来，还是我们过去。哪边地多，我们就去哪边。咱们在曹家沟村这么久了，也开出来不少地，目前养所有人有些困难，但是以后多开些地，肯定能吃得饱。是啊，咱们现在生活也稳定了，虽然还吃不饱，但只要大家劲儿往一处使，以后的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就是这个理儿，就是不知道清水县那边是什么情况。不是，感情我说了很多遍，向家村人都过得很好，大家以为过得都很好，就是都还活着。你们看，我身上穿的是什么？姑婆，你让大家看你穿什么干什么？我们想知道清水县那边的地都有多少，商量一下，是你们过来好，还是我们过去好？是啊，我们是这个意思。我都穿得这么好了，肯定是清水县那边更好呀。姑婆，你穿这么好，不代表其他人就过得好啊。我就这么说吧，清水县那边现在家家户户都住着青砖大瓦房，孩子们都在读书，所有人顿顿都吃着大鱼大肉。太姑婆，你就别拿大家开玩笑了，这是关乎咱们向家族人以后的发展，可不能开玩笑。真的，不止孩子们，就连村里的大人们都在认字，就是孙二娘现在都能看书了。向燕一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他们肯定又不相信了。向燕把田姨娘给她绣的超级好看的包拿出来，她给每个人手里塞银子。这些你们先拿着买粮食吃，我明天先带着我娘先回去，过几天我和村里人再赶着骡车来接你们，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话。大家被向燕这一举动弄晕了，她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等等，她怎么带这么多银子出门？不，她怎么给我们发银子？众人反应过来，急忙要还给向燕。这银子你们以后还我，你们先拿着买吃的，好好补补。说不定小燕说的是真的。怎么可能啊？
他小孩子家家的胡说，不知道19叔怎么挣着钱了，让这小丫头乱花，他就吹牛。那孙二娘能看书，你信？最后众人决定，明天先让向田和向老娘跟着向燕回清水县，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到时候大家再做决定。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向老娘和向田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就上了驴车，向家族人早早就来送行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听说向姑娘要走了，我来送送你。你还是别笑了，笑得那么勉强。向姑娘，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什么事儿？向姑娘，我跟你坦白个事儿，那天晚上调戏我的那个男人，是冬儿的相公。向燕挑眉，这个实属意外了，没想到冬儿嫁了个那样的老公。哎呀，没关系，反正冬儿的相公已经废了，以后给他重新买，重新找一个就是了，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值得一提。啊，向姑娘，你不怪我？怪你干什么？这又不是你的错。再说了，那曹勇是我打的，又不是你打的，那样的人渣活该，没死算他命大，你别自责了。芳芳太过震惊，脑子都有些反应不过来。没什么事儿，那我走了。我还有事要跟你说。什么事儿啊？就是丽娟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她有什么事儿？就是丽娟嫁给了我们村的曹金顺，她昨晚打丽娟了。向姑娘，你千万别冲动，这是曹家沟村，要是你现在把她打了，那就麻烦了。就算你不怕，可向家还有这么多人在村里，你千万别冲动啊。知道了，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这丽娟的婆婆和曹金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她婆婆经常搓磨她，还挑唆曹金顺打媳妇儿，丽娟3天2头的挨打。昨晚丽娟回去又被打了。这事儿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以后要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事儿，就来清水县向家村找我，知道吗？芳芳点头。向燕和向老娘、向田告别众人，赶着驴车上路了。路上，向燕向向老娘打听了几个嫁出去的姑娘的情况。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尤其丽娟，听说她男人3天2头被她婆婆挑唆的打她。小草和冬儿就是家里的老黄牛，也被人看不起，都是咱们向家人太穷了，让他们在婆家抬不起头啊。那他爹向林州就没去找曹金顺算账？林州去了，但曹金顺就没把老丈人放眼里，2、3下就把林州呛得差点背过气去。他以前是个读书人，说话文绉绉的，哪里会跟人骂仗啊？他回来气呼呼找你水生哥，你水生哥说，咱们好不容易在曹家沟站稳脚跟，不宜再生事端了。这媳妇儿哪有不挨打的，熬一熬就过去了。他此时内心有1万个羊驼，不知当讲不当讲。要是小妹嫁给曹金顺那样的人，看我不打断他的狗腿！阿娘，你就是个两面派，就知道心疼自家闺女。咱们要是有个有本事的，也不至于让人这么欺负了去。没事儿，天道好还，报应不爽，曹金顺肯定会后悔的。这一晚，向老娘和向老爹说了一晚的话，向田搂着2个儿子抱了又抱，亲了又亲，好不容易睡着，感觉没一会儿，向燕就被拍门声吵醒了。小姑姑，小姑姑，赶紧起来去曹家沟村了，早点上路，大家都等着呢。让我再睡一会儿，还早呢。不早了，都4更天了，厨房都给你们做好饭了，吃了赶紧上路啊。算了，让向田跟你们去吧。那可不行，万一要打架怎么办？姑婆肯定要去的。向老娘懵了，打什么架？还必须要她闺女去？一边去，胡说什么呢？你姑婆有事也是友好协商，怎么能说打架呢？我看你的礼仪课就没学好，还得让周夫子教教你怎么说话。对，村长说的对，姑婆是族长，有她在才能友好协商嘛。国良立刻改正，村长小姑姑，
你可一定把冬儿带回来。她吃了这么多苦，可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那边。要是婆家不愿意放人，小姑姑你就悄悄把她抢回来。要是冬儿不愿意，就算把她敲晕也要带回来。小姑姑，你跟她说，嫁过人不要紧，咱们以后买个相公就是了。咱们村现在不一样了，不在乎那些破规矩。对，小姑姑，你也要把小草带回来。两个人一个在左边说，一个在右边说。他躲过了昨天的痛哭的场面，终究没躲过碎碎念。走了。车队浩浩荡荡出发了，驾着马车进了曹家沟村。爷爷奶奶、爹娘，出大事了！外面来了好多的马车。什么大事啊？快来看啊！好多的马车。小草放下篮子也想跟着去。你跟着去看什么热闹啊？还不赶紧回去做饭！小草一把甩开他的手，立刻跑了出去。姑婆、国良，你们终于来了！小草，上来，跟我一起回家里去。啊，小草姐，终于见到你了！小草的婆家人更为震惊，没想到他们平时看不起的小草，竟然有这么有钱的亲戚。哎呀，这原来是小草的亲戚呀！你看，这孩子也不说，你们快来家里坐坐。姑婆、国良，你们来家里坐吧，我一会儿让小草给你们杀只鸡，留下来一起吃个饭。饭我就不吃了，我们还有事儿。不过小草要跟我去一趟，你们没什么意见吧？没意见。没意见。小草嫁给曹旺2年多了，还是第一次见到曹家人跟他这么客气说话，他内心很是鄙夷。一群势利眼。向燕到了向家人住的另一边村子时，佟稻花正出来倒泔水。我来接大家了。小姑姑，哪来的这么多骡车？有7个骡车是原来就有的，其他车是找人借的。找谁借的？人家愿意借给这么多车？都是跟咱们有生意往来的人借的，放心吧。大家还是赶紧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这是做什么生意？能借这么多马车？小燕啊，你还没跟大家说清什么情况啊？怎么就叫大家跟你走啊？哼，我说的你们也不信啊。国良一听，立刻懂了向燕的意思，他一拍胸脯，给众人开始滔滔不绝讲以前，听得众人那叫一个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国良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几个都能证明。大家还是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那些马车都是借的，还有车夫，他们都是来帮忙的，不好耽误别人太久。这就要走了？这也太突然了，大家都没准备好，这么多东西呢。这么说，小燕就是咱们族长了？这也太胡闹了！她一个女娃娃，怎么能成为咱们向家族人的族长啊？这让外人知道了，还不被人耻笑？有良真是胡闹，怎么能让小燕当族长？水生哥，族长这个事咱们以后再说，搬家的事最重要。有什么贵重东西都带上，其他东西就不要了。骡车只能坐人。大家伙的东西那么多，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些东西都是大家辛苦才攒下的家当，你才过了几天好日子，手就大成这样了？行吧，你要带就带，就是没车给你了，你看着办吧。他对其他人说道：带几件衣服就行了，回到清水县咱们什么都有，没有的东西咱们买就是了。现在向家村里人每个人一个月都能拿到30-40两银子，咱们不差银子，但要是为了那些瓶瓶罐罐就让那么多人喝骡车拉，那就不划算了。骡马和人一天可要消耗不少呢。小燕说的对，咱们这些东西也不值几个钱，但外面那些骡子和马一天可要不少草料，咱们还是抓紧收拾东西走吧。小燕说的是，但咱们还有那么多地里的庄稼都还没有收呢，就这么走了也太亏了。是啊，这一下可走不了了，要不等到秋收以后咱们再走吧。地可以卖给村里人，银钱少一点也无所谓，家里人可都盼着和你们早日团聚呢。姑婆说的对，村长他们昨天半夜就让我们出发了，这些小东西也不值几个钱，咱们现在真的不差钱，不要为了这点钱让家里人一直等着咱们。其他人相互看了看，也同意向燕的提议。没过一会儿，向书红就回来了，他一脸喜色说道：曹地主说了要买地，无论多少他都买，就是价格稍微低一些，2两7钱1亩。向灵州有些心疼，
比正常价格少3000银子呢。爹，就低3000银子而已，只要能卖了就好，咱们不差这一点钱。我和我哥1个月能挣80多两，我们已经攒了几百两银子了呢。国良说的对，地有人买就好。现在村里谁家没个几百两银子呀？那家里人多的，就像村长他们家，4个劳力，指不定都存了6、7百两银子了。卖。向林州一锤定音，各家男人回去拿地契，去曹地主家去了。这时候小草带着冬儿、丽娟来了。向燕把国良和丽娟几个叫到外面说悄悄话去了。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就要回新水县了，你们是要跟我们回去，还是留下来？姑婆，我们真的可以跟着你们走吗？可是曹家那边不会放我们走的。是啊，姑婆，就算曹家愿意放我们走，可我们还有孩子，我舍不得孩子。我也舍不得孩子，但我想跟大家一起走。哎，你们就说你们想不想跟我们走吧？要是想跟我们走，剩下的就不用你们操心了，姑婆肯定有办法，是吧，姑婆？向燕很想翻白眼，这家伙倒是对他自信的很。国良说的对，你们要是愿意跟我走，我有办法带你们和孩子走，就看你们愿不愿意了。我走的时候，你们家里人可是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回去的。冬儿娘说了，就算把她冬儿敲晕，也要带回去，说冬儿吃了那么多苦，不能再把你丢下继续吃苦了。我回，我一定要回，就算他们要杀了我，我也要回去，我要跟我爹娘妹妹在一起。我也要回，曹家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只要让我带走妞妞，我什么都愿意。可是我们嫁过人，还带着孩子，以后还怎么嫁人啊？嗨，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到时候给你们买几个相公就可以了。小何还被父亲休了呢，姑婆还不是给他买了个相公？他相公长得好看不说，还认识字，对他也好，还不嫌弃他嫁过人，比小何都小3岁呢。姑婆还给划了地方盖房了，已经盖好了，就等着日子到了成亲呢。冬儿几人震惊的张大了嘴巴，都忘记哭了。这还能这样？那我们该怎么办？曹家人肯定不会放我们离开的。既然曹家不会放你们走，那咱们就不用经过他们同意，直接走就是了。只是曹家村这么多人，咱们明目张胆的要走肯定不行，就晚上偷偷走。今晚让国良赶着骡车等在村口，你们悄悄抱着孩子出来，直接上骡车，有什么问题我兜着，你们别怕。冬儿几人瞪大了眼睛，姑婆这么厉害的吗？嗨，你们别看姑婆年纪小，她可厉害了，一个人杀了10几头野猪，还带我们去土匪窝，把土匪都杀光了。哎，这件事你们不要跟其他人讲，走的时候你们就当我们真的要离开了。晚上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用带，抱着孩子就行了，记住了吗？几人齐刷刷点头，眼里又是激动又是忐忑。向燕和国良对众人说了他们2个去静宁县还有事，让狗剩带他们先回去。晚上小草等所有人都睡了，轻轻拉开门栓，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然后迅速溜了出去，门都不敢掩上，就怕发出动静惊醒了其他人。冬儿抱着孩子出门的时候，曹勇睡得跟个死猪一样，很快也和国良他们会合了，没看到向燕。姑婆和丽娟还没回来啊？向燕跟他们说丽娟家远，所以她晚上要去接一下。但向燕真正的目的不是接丽娟和孩子，而是曹金顺。放心吧，有姑婆在，不会出什么事情的。就算有什么事情，姑婆都能解决的。没一会儿，几人就看到了2个黑乎乎的人影。这是曹金顺。啊，扛他来干什么？姑婆，你不会是想把他也带走吧？他可是曹家沟人，肯定不甘心跟咱们走的。你还不知道，他整天打丽娟。什么？他敢这么对丽娟？王八蛋！这一拳打得他眼冒金星，紧接着密集的拳头就接踵而至。你个孙子，打女人算什么本事？有种你来打我呀！我妹妹我都没舍得动过1根手指头，你算个什么东西？向燕看国良打得差不多了，他走到一棵大树跟前，掰下一个比较粗壮的枝条，不错，很是趁手。啊，让我打吗？对啊，打他，给我狠狠的打。他平时怎么打你的，你就怎么打他。国良，让丽娟来。
你敢？向丽娟，你敢打男人？你不想活了？你要是敢动我一下，你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哼，都什么时候了，你不会以为丽娟还会跟你过日子吧？真是够蠢的蠢货！丽娟握了握手里的棍子，想起曹金顺以前对自己动手的凶狠样子，她一时怒上心头，挥起棍子就往曹金顺身上招呼。向丽娟，你给老子等着，看老子以后不弄死你！丽娟一棍接着一棍，毫不留情。曹金顺疼得嗷嗷叫，他嘴里的污言秽语变成了求饶。让我放过你，当初我求你的时候，你怎么不放过我？孩子，你还有脸跟我提起孩子？你不是嫌他是个赔钱货吗？你有当过他是你女儿吗？你有过当爹的样子吗？你就是个畜生！丽娟用尽全身力气，朝着膝盖狠狠抡了下去，咔嚓一声闷响，伴着曹金顺杀猪似的惨叫。谢谢你，姑婆。好啦，你去车上看孩子吧，剩下的事交给我。丽娟听话地走了出去。向燕等曹金顺不再惨嚎了，微笑着上前，在曹金顺惊恐的眼中，一脚狠狠地踩在了他的下身。向燕很是满意，这力道他掌握得很好，和当初踩曹勇时的力道一样，果然熟能生巧。吃完饭，向水生拉住了村长。有良啊，我怎么听说咱们村现在让小燕一个丫头片子当组长，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确实，咱们村胡闹！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咱们向家村让个小女娃当了组长，这说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咱们向家村没男人了吗？二叔，咱们现在过得多好，你也看到了，要不是小姑姑，我们去年差点就要饿死了。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国粮他们都跟我说了，我知道小燕带大家挣钱了，现在也都靠她挣钱，但挣钱归挣钱，不能因为她挣了钱就让她当组长啊！你这是把咱们的老祖宗的规矩都忘光了。二叔啊，你说这些我都懂，但这事儿也得等小姑姑回来了再说不迟啊。您还是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其他事情以后再说。行吧，那就等小燕回来了再说。向水生转身回家去了，家里那崭新的青砖大瓦房他还没来得及好好看呢。向燕第二天和国良带着东儿他们回来了，田桂花和阿满等人高兴坏了，可这把曹家沟回来的向家人搞懵了。你怎么来了？还带着孩子？啊？你婆家愿意让你回来？是我的主意，小姑姑走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了，让她务必把东儿带回来，咱们以后就在向家村生活，不回去了。那怎么行啊？你这不是胡闹吗？她嫁人了怎么还能回娘家，还带着孩子，这以后你让她怎么办啊？还怎么嫁人？冬儿他们以后就跟咱们一起生活，嫁不出去就买相公回来，总之不会委屈了他们。不是我说你啊，小燕啊，咱们村以后这名声还要不要了？都这样了，谁还敢娶咱们村的姑娘？那不都成笑话了？这要什么名声？只要能娶上媳妇儿就好了。就咱们现在的条件，谁不盼着把女儿嫁进咱们村？反正咱们村好不容易养大的女儿，不能送给外人欺负了去，坚决不行。向水生见冬儿哭得如此伤心，知道她这些年确实不容易，也没继续再说。他去找村长。有良啊，你快劝劝小燕，这丫头竟然把冬儿他们接回来了，这嫁出去的姑娘再接回来，这不是让人骂咱们村没规矩没教养吗？一会儿村里的姑娘还嫁不嫁人了？二叔，咱们村的姑娘现在已经不嫁人了。什么？他们现在就嫁不出去了？名声已经这么坏了吗？冬儿他们不是才回来吗？不对，你们以前做什么了，让咱们名声坏成这样了？难道是小燕当组长的事已经传出去了，所以其他村都不止跟咱们村结亲了？哎呀！哎呀，不是二叔你想的那样。自从去年开始，小姑姑就买人回来婚配，不管是村里的男娃还是女娃都一样。小姑姑就在村里给他们划一片地方，盖房子成亲。过几天小何就该娶相公了。啥？女娃竟然娶相公？你们！向水生指着村长，他被气得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你们就这么胡来？好好的村子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
老祖宗要是知道了，都要被你们这群不孝子孙给气活过来了。不行，我现在就去找小燕，让他把族长之位务必让出来。我看这族长之位你也别当了，还是我来当。向燕刚回到家里坐下，被他娘抱着稀罕了一番。他们正高兴着，就见向水生气冲冲的进来了。水生和有良来了呀，快坐。水生怎么生气成这样了？有谁惹了你不成？村里除了我和你19叔，就属你和小燕辈分高了，谁敢惹你了？19叔，19婶啊，不是我说呀，这村里怎么能让小燕一个小姑娘当族长啊？而且小燕还把冬儿他们接回来了，这不是让人戳咱们老向家脊梁骨吗？这嫁出去的女儿哪有说接回来就接回来的道理呀？你们说是吧？我闺女怎么不能当族长了？你没回来前，她当族长当得好好的，你一回来，她就当不得族长了。要不是她，村里人早都饿死了；要不是她，你们从曹家沟能回来跟家人团聚；要不是她，村里人能天天吃大鱼大肉，住青砖大瓦房。19叔啊，这一码归一码，小燕啊是为村里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让她当族长啊！而且听有良说，现在村里的姑娘竟然不嫁人，直接买人娶相公，你说这像话吗？怎么了？姑娘娶相公不像话，丽娟被她男人打就像话了。咱们村里姑娘被人欺负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去给他们讨公道？娶个相公你就急了？娶相公，起码咱们的姑娘们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谁也欺负不了。孩子还跟咱们姓，这多好的事情啊！到你嘴里怎么就不像话了？再说了，咱们村那么多地方，人又少，咱们现在其他不缺，就缺人。娶相公不是好事情吗？这不一样，咱们的名声要紧，这规矩不能破呀。这女人当族长，她不行啊。什么规矩名声的？名声能值几个钱？咱们逃荒的时候你忘了？那个时候能活着就谢天谢地了，还规矩？那时候怎么不讲规矩啊？还有这名声，名声怎么了？名声能吃饱还是能喝足？再说了，咱们不仅名声没坏，而且还有大把的人抢着把闺女送进咱们村呢。昨天桂花还跟我说，有好多媒婆来咱们村，都是周围的村子想把闺女嫁给咱们村，这名声看起来还好了不少呢。还真有这回事儿？啊，确实来了不少媒婆。小姑姑说，只要成亲，无论男女都单独盖房过日子。这消息传了出去，来说亲的就更多了。什么？这父母在不分家，自古以来的规矩，怎么能这样干啊？这是不孝啊！水生哥，你也别指望把冬儿他们送回去，我已经把曹金顺给废了，他们回不去了。什么？你怎么把他们废了？就是曹金顺以后断子绝孙了，还有曹勇也是被我废的。其他人都惊呆了，她一个姑娘家的，怎么胆儿这么大啊？向燕正在编辑部看稿，能到她这里的稿子很少。这女子的文章也太少了吧，下个月的独家新书就4个女子的文章中选了，其他全是男子的，江夫子、白夫子，你们不会是故意把女子的文章都给筛掉了吧？哼，你以为我们是你呀？刚才的文章明明写得那么好，你偏能鸡蛋里面挑出骨头来。哪里好啦？让风尘女子卖身养她读书也叫好文章？哼，好好的一篇锦绣文章，怎么到你嘴里就变了个样子？本来就是嘛。这天下的女子读书的本来就少之又少，文采斐然的那就更少了，这不奇怪。也不知道那4个女子会不会来当这个审稿人。正说着，向南回来了，他先把富贵的信给了向燕。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的？让你说一声不就行了？怎么还写信给我？说着，他打开了信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向燕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这个畜生，看我玩不死他！啊，什么事啊？这么生气？别激动，激动容易犯错啊！你看看就知道了。
你明天跟你富贵哥说，让他把这件事调查清楚，看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人家里都有什么人，不要让人糊弄了。向南看到姑婆刚才发火的样子有些吓人，他赶紧答应一声，继续搬东西去了。不是什么大事啊，处理好就行了。你倒是对我胃口，这事儿的确不是什么大事儿。怎么样，需要我帮忙吗？不用，小意思，我能解决。到底什么事儿啊？让我也看看。这事儿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不看就不看。说完，他就见他娘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他有些发毛。阿娘，你看着我干什么？小燕，你的礼仪该好好学学了。我礼仪学的不是挺好的吗？哪里好了？你看看他，刚才撇嘴的样子和你一模一样。他以前啊，可从来不这样的。哈哈，我的风雅仪态呢？都怪小组长给我传染了。哎呀，这有什么不好的？这叫生动。从明天起，你好好练练表情。好。呵呵。向燕悲叹一声，生无可恋。这天天刚亮，路上的行人还很少。张四海从赌坊打着哈欠出来，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敲了一棍子，然后就人事不省了。向燕把他扔进了空间，然后直接出了城，往清水县北面的矿山过去。向燕趁着夜色把张四海像扔沙包一样从墙头扔了下去。谁？两个看守的人点着火把看清楚地上的人，很是奇怪。这人哪里来的？这一看就是得罪了什么人，别人给咱们扔进来的。那他怎么办？能怎么办？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干活呗，白捡的劳力不用白不用，上面的任务咱们还能多完成一些。两人拖着张四海走远了，向燕这才满意的从空间出来，赶着骡车回去了。到了月末最后一天，会客厅总共坐了3女9男。大家好，我是汉墨坊的总编辑向云，也就是总审稿人。这次是托东家来跟各位签订契书的。原来向云不是东家，只是如向云一般的人物竟然甘愿在东家手底下干活，那不知道东家是何等人物。在签订契书之前，大家先看看手里的纸，这是咱们汉墨坊的规矩，还有各位以后的薪水。若是同意，咱们就签订契书；若是不愿意，可以离开。要是路远，汉墨坊会给各位补上车马费和住宿伙食费。众人赶紧看起了手上的纸，纸上第一条就写了汉墨坊只凭实力说话，不分男女，不歧视女性，其他人亦要遵守此规矩。除了一些规矩之外，待遇方面也都写在了上面。汉墨坊除了每月5两月银，包吃包住之外，年底还会发奖金，每个月逢4、5休假2天。东家大义，尹某定会竭尽全力为汉墨坊效劳。好，既然诸位没有意见，那咱们就签订契书吧。向燕把契书给每个人发了2份，汉墨坊的印章已经盖上了。契书签订之后，双方各执1份。这位是向南，剩下的具体事务由他给大家介绍。说完，江旭白就带着向燕走了。向燕站编辑部门口，看着原本1辆骡车就能拉完的信，现在直接变成了2辆车，这得印多少本书才能把寻人启事给印完呢？小燕呐，你说你帮那么多人写寻人启事，你怎么就忘记咱们家还有你姐姐没找到啊？你大姐从一开始打仗就不见了，这10几年都杳无音信，她还不知道在哪里受苦呢。你姐夫是个文弱书生，也不知道在这乱世能不能保护你姐姐和孩子们。自从这些天回来，看着咱们过得这样好，我就时常牵挂他，担心你姐姐一家的安危。今天要不是心怀跟我提起，咱们帮许多人找到了家人，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向燕这才想起来，她还有个大姐，原主没出生之前就和家里人失散了。阿娘，你把大姐的信息说一遍，我现在就写上。都要写啥？就是名字，哪年出生的，嫁到了哪里。哦，你大姐叫向阳，嫁到了。江旭白听着那熟悉的名字，他的笔啪嗒一声掉在了纸上。放心吧，阿娘，咱们自家的寻人启事我肯定放在第一个，
而且写的大大的，单独印张纸出来，保准姐姐和姐夫一眼就能看到。还是我小闺女能干。等向老娘走后，编辑部就剩向燕和江旭白2人了。这个寻人启事最好不要印了。为什么？你可知这当今圣上和皇后的名讳？我不知道。当今圣上名叫梁家康，皇后向阳，太子梁之行。你这话当真啊？不是跟我开玩笑吗？江旭白郑重点头，向燕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爹娘这个好消息。哎，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他皱眉把朝堂上的局势以及皇上对皇后和太子的态度说了一遍，并把自己一家人是怎么被发落的事情也讲了一遍。刚还想着怎么和大姐见面，现在别说靠山了，他和向家村人先要时刻小心，千万不能被人知道他们向家人的信息，否则小命可能不保。我得好好想想。皇宫，皇后正在看《苗苗修仙记》，这时太子素着一张脸大踏步走了进来。怎么了？可是出什么事情了？阿娘，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外公他们有消息了。真的？我想着外公他们在南方找了这么久也没消息，于是就派了几个人去北方找了找，最后打听到他们曾经出现在灵州府境内，我已经让南明带人去细查了。太好了，阿弥陀佛，佛祖保佑我爹娘他们一定要平平安安的。皇后双手合十向天祈祷，太子看着母亲心里很是酸涩，好久都没见过阿娘这么开心的笑容了。向燕驾着骡车去了静陵县，他死缠活缠，终于让奎一同意了给他盖房，只不过要明年开春之后盖。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季节，马上都有入冬了，这还能盖房吗？向燕最后厚着脸皮在奎一家蹭了晚饭才走，这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向燕赶着骡车往回走。他现在不困，他想等困的时候直接进到空间里的房子休息。曹家沟村，你说的这事是老大主动找你说的？老大想兼挑2房，他说老二已经没了快1年了，老二媳妇儿还年轻，肯定不可能守一辈子寡，到时候要是老二媳妇儿嫁了人，贵子就没了娘，孩子就太可怜了，而且老大媳妇儿已经生了4个，全是闺女，他怕自己以后绝后，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刚好2全其美。哼，老大倒是说的好听，不就是被芳芳那个狐狸精勾引了？他的那张脸长得太好了些。这事儿你怎么看？同意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有什么用？你和老大不是已经愿意了？关键是芳芳那个小蹄子，她愿不愿意？这容易，让老大明天去买些迷药，等半夜让老大媳妇儿来个捉奸在床，咱们就趁机提出来，让老大兼挑2房就好。到时候就算他不愿意也不行，否则是要沉堂的。你这老头子馊主意倒是不少，只不过老大媳妇怕是到时候会闹。怕什么？他没给老大生出来一个带把的，要是他敢闹腾，就威胁休了他，他肯定就不敢说什么了。行了，你去叫老大来，咱们得提前通好气。芳芳用背篓背着儿子打开了大门的门栓，这个家是不能再待了。他慌忙收拾了些衣服带上了。芳芳跑到村口时就气喘吁吁的跑不动了，他扶着树干缓了缓，这才快步向娘家所在的村子走去。向燕赶着骡车悠哉悠哉的往前走着。芳芳，向姑娘，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要回娘家。这么晚了，你怎么回娘家？不能白天回吗？大晚上的多危险啊！芳芳于是把婆家算计她的事情都说了。向燕这次很是平静，她发现只要在这个封建时代，各种对女人不利的奇葩事情都能发生。上车，我带你去废了你大伯哥的第3条腿。不用了，我大嫂还指望着她那第3条腿生儿子呢。行吧，那我送你去娘家。上车。这会不会太麻烦你了？芳芳很是不好意思，她每次都要麻烦小恩人。
没事儿，都是骡子在跑，我也不出什么力气。我就看看我娘愿不愿意收留我和孩子。之前我娘就想让我改嫁，只是我舍不得孩子，一直没答应。你觉得你娘家人会收留孩子吗？应该不会吧。那要是你娘家人不收留你们，你要怎么办？想到这里，芳芳都要哭了。她没地方去。没事儿，你要是没地方去，到时候先跟我走，我要他的酒楼，你到时候给洗洗菜、洗洗碗都行。真的？当然是真的。相姑娘，你人真好，你就是我命中的贵人，我以后一定当牛做马报答你。当牛做马就算了，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屋里，方母看着一身贵气逼人、姿态优雅的向燕，很是拘束。伯母不用忙啦，我不渴。你和芳芳有什么事情尽快商量，要是芳芳跟我走，那一会儿我们就直接走了。走，芳芳跟姑娘去哪里呀？还是你跟伯母说吧。芳芳赶紧跟方母说了她的打算，她想去向燕的酒楼干活。芳儿，你还是找个人赶紧嫁了，你这年纪不能再拖下去了，儿子就给曹家吧。爹，我不，桂子我是一定要留在身边的，我可以不嫁人，但不能没有桂子。我跟相姑娘走，以后我赚钱养桂子。芳儿，你还年轻，孩子以后会有的，你总不能这样带着孩子一辈子，守寡那是什么好事吗？是啊，芳儿，这不是小事，你要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你让我们怎么放心啊？你们要是愿意让我和桂子一直住在家里，不嫁人，那我就不走了。方父和方母闻言一阵气闷，这不是给他们出难题吗？这期间向燕一直没开口，就看着几人来回说着车轱辘话。算了，我看芳儿是铁了心要养桂子，向姑娘那么有钱，芳芳跟着她比在地里刨食强。我看到向姑娘也是个心善的，以后芳儿有她照顾，肯定出不了什么事。哎，行吧，就听你的。芳儿这脾气都是咱们惯的。第二天天还没亮，老头子，老大，不得了了，芳芳跑了！什么？慧兰被孙婆子也吵醒了。她昨晚着凉拉肚子，上了3次茅房也没睡好。芳芳跑了好，人跑了，看曹君胜怎么肩挑两房。芳芳这个小贱蹄子，跑了就跑了，还把桂子带走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咱们家现在可就桂子这一个带把的，你赶紧去找回来。芳芳怎么跑了？她什么时候知道的？这句话问完，他猛地抬头看向慧兰，一把捏住了她的脖子。是你对芳芳说的对不对？你这个贱人，我就知道你见不得我好。啊？什么？你说是慧兰给芳芳说了，芳芳这才带着桂子跑的？不是我没说。哼，不是你还有谁？你昨天晚上出去了那么久，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人！我昨晚拉肚子。啊呸！你这个贱货，你说这个话谁信？你自己生不出儿子就算了，还不让别人给我儿子生了，真是脏心烂肺的玩意儿！好你个贱人，我让你多嘴，我让你使坏！你自己龌龊不要脸，还有脸来说我？你想占人家芳芳的便宜，也不瞧瞧自己的怂样，你配吗？哎呀呀，这是咋回事啊？有事好好说，怎么能够动手呢？曹君胜，你想肩挑两房，人家芳芳不愿意跑了，你就把气撒在我和孩子头上，你还是不是男人？住嘴！哼，你怕芳芳不同意，你想迷奸她，让我去抓奸，好趁机会威胁她同意，你让大家都来评评理，你这做的是人事吗？闭嘴！众人一片哗然，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曹君胜竟然还有这样不要脸的一面。众人看向他的眼里充满了鄙夷。你个贱人，你胡说什么混话？就算你男人打了你，你也不能这么胡编乱造。滚！你赶紧收拾东西，滚回你娘家去！我们曹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夜晚的曹家沟静悄悄的，一群黑衣人骑着高头大马站在村口。影一，你确定向家人就在这个村子？确定，老刀传回的消息就是这个村子。杀，一个不留。是，
影一带着一群人悄无声息地进了村子。不久，村子里就弥漫开浓重的血腥味儿。半个时辰后，这群黑衣人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向燕和芳芳、桂子在客栈吃了早饭，他们这才悠哉悠哉地往回赶。快到曹家沟村的时候，后面传来了很多马蹄声。小姑娘，麻烦问下，你知道曹家沟怎么走吗？前面第2个路口进去就是曹家沟村。好，多谢小姑娘。南明谢过向燕，骑着马带人先走了。南明等人一进村子就感觉到了不对劲，果然，等他们在村子里找了一圈之后，村里人都死了，没有一个活人。南明脸色煞白，他们还是来晚了，肯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这才让曹家沟村的人都遭了殃。向燕赶着骡车，听到前面有哭声，娘，有车来了。向燕把骡车停下，从上面跳了下来。啊，嫂子、大丫、二丫，你们怎么了？向燕挑眉，这么巧？小婶，快看看我娘！嫂子，你这是怎么了？芳芳，这位姑娘是……哦，这位是向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又给向燕介绍了慧兰，两人打过招呼之后，慧兰这才说了家里发生的事。芳芳一听这事竟然跟自己有关，还因为自己跟家里反目成仇，才会落得如此境地，她很是心疼。嫂子，那你以后咋办啊？说起这个，慧兰的眼泪就下来了，她也不知道怎么办。行了，别哭了，都跟我走。向姑娘，你说的是真的？就看你嫂子愿不愿意跟我走了。嫂子，别哭了，你要是愿意，咱们就一起跟着向姑娘走。向姑娘，你真的愿意收留我们母女5人？会不会太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以后你和芳芳就在酒楼干活，正好酒楼马上也要开业了。谢谢向姑娘，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不喜欢人磕头，你以后好好干活就行。向姑娘，你是不知道，你是救了我们娘娘几个的命啊！就在刚才我就想跟孩子们一起跳下去死了算了。嫂子，你说什么傻话呢？几个丫头这么好，你怎么忍心啊？就算再难也不能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这才……向燕和芳芳他们回了望仙居，芳芳和慧兰他们看着望仙居，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有钱人家原来是这样的，这也太好了吧，简直像神仙住的地方。向燕和村长把各处都看了一遍，有些不足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让人明天再改一改。葛胜他们培训的怎么样了？我哪知道人家大酒楼要把伙计培训成什么样才算好啊？咱们除了这6个院子，你又把北边院子看景的2层楼改成了大酒楼，这一下子我都不知道需要用多少人了。好吧，向燕想了一下，村长确实没见过大世面，他还是回去自己亲自看看吧。这村里的小伙子以后都来酒楼了，还有很多需要印书，那以后咱们村的地没人种了怎么办？有钱还愁这个？都请人种了，咱们还要交税，那还种啥？白忙活一场。今年的玉米和红薯收成咋样？哎呀，我就没见过这么高产的粮食，玉米和红薯亩产都有1000多斤，只可惜种的太少了，除了煮了几个尝了尝味道，剩下的都留种了。明年应该能种上百亩地了。这些都种在温泉山谷里，以后看情况，找个适当的时机给朝廷，也能让百姓吃饱饭了。要是让有心人知道，怕是要招祸。哎，放心吧，这个我醒的。第2天午时，狗剩点燃了长长的鞭炮，还有人因着传闻和红袖楼的宣传而来的人，他们陆陆续续进了酒楼。哎，你们酒楼的菜价比别人都要高1倍了，就算宰客也不是这么宰的吧？当我们是傻子吗？哈，承蒙公子直言，我们醉仙楼的价格虽高，但味道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您尝一尝就知道了。哟，口气不小啊！行吧，那我们就尝一尝。要是这菜的味道我们不满意，你可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放心，包您满意。小二，这回锅肉是什么肉？这是选猪肉身上的五花肉。你们醉仙楼什么意思？我们来这儿吃饭，你们竟然把猪肉这种贱民才吃的肉卖给我们，而且价格还如此贵，你们居心何在？要是这么做生意，你们迟早要关门。哼，我看他们东家就是拿我们当傻子了。你们先别急，咱们还是听听小二怎么说。我观醉仙楼不一般啊，他们东家应该不至于如此糊涂。没错，这位公子说的是，我们家的猪肉啊，与别家卖的猪肉不同，一点腥臊味也没有，而且这道菜的味道绝对好吃。要是不信，公子可以点一个尝尝，保证您吃了还想吃。那就点一个吧。回锅肉端进来的时候，几人就闻到了浓郁的香味儿。张浩迫不及待地夹了一片肉放进了嘴里尝了尝，好吃！这猪肉果然一点腥臊味都没有，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猪肉，不对，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这味道绝了！其他人听他如此说，也纷纷伸筷子。尝过之后，他们都赞不绝口。向文博见客人都满意，这才急忙去端其他菜了。一天时间不到，醉仙楼的名声就出去了。吃过的人把醉仙楼的菜说的天上有地上无，让那些没去吃的人心里痒痒。有一伙混子10几个人来1楼点了一大桌子菜，吃饱喝足之后，有几人要上前调戏台上的姑娘们，被守在台下的阿蛮几人给挡住了。全程不过几分钟的功夫，阿蛮他们迅速把混子们押去了望仙居那边。抱歉啊，惊扰各位了，为了表示歉意，今天的饭菜一律打8折，还请各位见谅啊。没事没事，掌柜的大气啊！向燕直接让阿蛮把这些人绑起来扔到地窖里去了，先饿他一天再说。等到第2天向燕审问他们的时候，这群人竟然还敢叫嚣着让向燕放了他们，否则醉仙楼要倒大霉。再关1天，他们什么时候老实了？什么时候咱们再问？你敢？你个死丫头！再次见面的时候，这伙人终于乖了。谁派你们来的？没人派我来，是我们自己要来，就是想收些保护费。再关1天。我说说吧。是福运来的掌柜指使我们来的。掌柜的说，自从醉仙楼开了之后，他们酒楼的生意就不好了，所以让我们以后天天来醉仙楼胡闹。他说出了事他们东家会摆平，我们这才……这位姑娘，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替别人办事，我们错了，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第2天没等到福运来，掌柜探听到混子们的消息，就传来了他们福运来的噩耗。只见之前闹事的10几个混子站成一排。致歉信，我等糊涂，我等有罪。前2日，我等受明光街福运来酒楼掌柜教唆，来醉仙楼故意寻衅滋事，杂物扰客，败坏醉仙楼名声，惊扰了客人。今悔不当初，特具书谢罪，并发誓以后绝不再受奸人挑唆，以揭发福运来掌柜歹毒心肠。愿众人识清福运来掌柜的真面目。我等再不敢造次，从此以后好好做人，做一个真正养无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的大好人。我等醉屠顿首。大好人，我等醉屠顿首。一群混子竟然要做大好人，这醉仙楼东家真是个妙人，就应该让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这福运来竟然使上这等上不得台面的手段，那真是该死啊！谁说不是呢？我以前经常去福运来吃饭，自从有了醉仙楼，我就再也没去过福运来。估计啊，福运来东家急了，这才想出这么个歹毒的法子。一个酒楼不想着怎么提高自己做饭的手艺，竟使一些上不得台面的阿杂手段。我以后再也不去他家了。对，让他倒闭，咱们谁也别去他家了。等掌柜的得到消息，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掌柜的气了个仰倒。他是万万没想到醉仙楼能来这么一招，他都能想象到要是东家知道此事将会如何震怒了。醉仙楼怎么敢？他们怎么敢？这个醉仙楼，我跟他势不两立。要是不弄倒醉仙楼，我王琦就不姓王。要不咱们散布消息，就说是那些人不是咱们教唆的，跟咱们无关。咱们名声已经坏了，你以为你这么说，
人家就会相信。那东家您的意思是，要想证明咱们是清白的，只能让醉仙楼的名声毁了才行。毛县令正在写字，蒋师爷过来请毛县令，并把福运来东家王琦送来了500两银子的事情说了。毛县令嗯了一声，放下笔，和蒋师爷一起到了公堂。堂下何人？所谓何事？民女向燕，见过县尊。县太爷还请为小民做主。昨日我等3人在醉仙楼吃饭，不想我因以前素有顽疾，吃饭时口吐白沫，我的2位友人以为我中毒，因此与醉仙楼产生局语。最后大夫确定我没事，我们3人出门之后没多久，就被醉仙楼的人打晕了，绑上了，还关了起来。最后他们对我们3人实行逼供，非要逼我们承认是福运来酒楼派来，才能陷害他们醉仙楼才肯罢休，否则杨洋要杀了我们。我们实在是怕呀，不得已才写下不利福运来酒楼的口供，他们这才放了我们，还请青天大老爷为我等做主。醉仙楼私自关押我等，还刑讯逼供，这等奸商不能再让他胡作非为。醉仙楼这种隐私之地就应该关了才是。向燕愣愣地看着毛县令的邪出神，大家都在传毛县令贪得厉害，可是毛县令的鞋很旧，一个人很贪，可是穿着却节俭成这样，没道理呀。向燕，刘玉军说的话可是真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向燕抬起头看见毛县令的一瞬间，他愣住了。这不是他和江旭白春天去郊游烧烤时遇到的那个老者吗？毛县令也是一愣，这个小姑娘不就是他见过的那对兄妹吗？他还吃了这个小姑娘给烤的肉。县尊，刘玉军说的都是假话。他们3人昨天确实在饭店里吃饭的时候，刘玉军口吐白沫，他们几人喊着饭菜里有毒，醉仙楼谋财害命。后来刘玉军喝水好了之后，大夫诊脉之后也确认过几人都没事，之后他们就都走了，我们就再没见过他们3人。不知道这3人为何要诬告我们醉仙楼对他们私自囚禁，还刑讯逼供。民女猜测这3人背后有人指使。哦，说说你的理由。昨天刘玉军倒下之后，他身边的这2人不着急给找大夫救治，而是在酒楼里大声喊有毒，当时没在意，如今他们编造我们醉仙楼对他们3人囚禁逼供之事，我才想明白，这3人昨天陷害醉仙楼菜里有毒不成，又捏造了新罪名，无非是醉仙楼碍了有些人的眼，想要让醉仙楼开不下去，还请县尊明察。刘玉军，他说的可是事实？回县太爷的话，我们3人没有任何人指使，醉仙楼必定因为昨日我们几个惊扰了醉仙楼的生意，所以他们才会对我们3人囚禁逼供，还请县太爷明察。哼，你们状告醉仙楼刑讯逼供，可有证据？这……刘玉军几人傻眼了，说好的送的银子的，县太爷怎么为难他们？说，证据呢？回县太爷，小民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们便随便诬告他人，罪不可恕。蒋师也拼命咳嗽，对毛县令使眼色。毛县令看了他一眼，微微摇头。县太爷，我们真的没有诬告醉仙楼，他们真的对我们3人逼供了呀。县尊，要是我们对他们3人刑讯逼供是事实，那他们的身上肯定有很多伤，要不县尊你就检验一下他们身上有没有伤，要是没有，那他们就是诬告。有道理。来人呐，脱了他们的上衣。衙役已经把他的上衣领口拉开，从上到下露出了完美无痕的上身，3人一点伤都没有。大胆！你们几人竟敢戏耍本官，诬告醉仙楼！来人，拖出去，先打40大板。大人，我们真的没有诬告，他们确实对我们几个人逼供了，只不过他们是把我们的鞋子脱了，用鸡毛给我们挠脚心。哎呦，是啊，大人，我最怕痒痒了，他们还挠我嘎吱窝，我实在受不了，才说是福运来的东家指使我们去醉仙楼假装中毒的呀。
大人，是福运来的东家支持我们去醉仙楼捣乱的。他嫉妒醉仙楼生意好，把客人都吸引去了，让福运来没了生意，这才让我们3个去的。但是醉仙楼真的对我们逼供了，他们还用鸡毛一直撩我的鼻孔，害得我一直打喷嚏。村长震惊看向身边的阿蛮，那眼神在问：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真的是你干的？果真是福运来的东家指使你们的。大人明鉴啊，确实是福运来的东家指使我们昨天去醉仙楼闹事儿的。他给了刘玉君一颗药丸，吃了就像中毒一样。今天也是他们指使我们来诬告醉仙楼的，我们错了，大人，求你饶了我们吧。来人，去把福运来的东家给我押来。毛县令吩咐道。几个衙役领命出去了，毛县令也暂时休堂去了后衙。县尊啊，今天不是说好了要让醉仙楼关门的吗？您这……算了，这醉仙楼的东家与我有几分情分，今日就当还了他的情吧。哦，原来如此。那这案子您决定如何判啊？这等惯会使用下作手段的人，咱们也不必心慈手软，就判福运来老板交5000两罚金好了。正好咱们缺银子啊，还是您想的周到啊。此时公堂外面围了好多人看热闹，他们听说福运来的东家栽赃不成，又诬告醉仙楼，都很好奇是怎么一回事。刘玉君3人指控你指使他们陷害诬告醉仙楼一事，你可认？大人，草民冤枉啊，我根本不认识他们，这件事纯属无稽之谈，还请大人明鉴。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使用加刑。王琦大惊，毛县令怎么一言不发就要上刑？这，大人饶命啊，我真的是冤枉的。衙役不管3021，已经把刑具套在了他的食指上。2个衙役用力往两边一拉。我招！从实招来。王琦只好把自己怎么找人陷害醉仙楼的事情一五一十交代了。最后毛县令判刘玉君3人每人交50两的罚金，再打40大板以儆效尤。至于王琦，毛县令判他交5000两罚金，再坐牢7日。大人明鉴，小人家中并没有这么多银钱，还请大人开恩呐。大人英明，小女谢大人主持公道。起来吧，这是本官应该做的。谢大人。福运来酒楼很快就关门了。王琦从牢里放出来之后，便卖了所有家产，凑齐了银子，最后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种地去了。经过这1个月，醉仙楼已经上了正轨，向燕就不再管了。他骑着花花回了向家村。你是说，咱们遇见的那个人是毛县令？毛县令很贪，但是咱们上次遇见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衣服已经穿得很旧了，这次又发现他的鞋也很旧，你不觉得很矛盾吗？他贪那么多钱，却舍不得给自己置办件像样的衣服，这就很奇怪。要想知道什么原因，那就要好好调查调查了。我就是觉得他有问题，我可没时间浪费在他身上。不过，他因为和咱们有一面之缘，就对你照顾，这人还算是有情义啊。算了，不说这个了。我想问你，要是我去京城认亲，应该找谁才能见到我姐和我那大外甥？我给你写封信吧。好。向燕回了家，向老娘瞪了他一眼。你这丫头，让你把你姐的信息登记在书上，你还说给她单独印一页，谁知你是骗我的。哈娘，我姐找到了，所以我就没印。找到了？真的找到了？你姐他们在哪儿啊？哈娘，你别着急，我姐的消息我也是才知道不久，这不是一直在酒楼忙生意吗？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姐他们在哪儿啊？过得好不好啊？我姐他们都很好，好的不能再好了，他们在京城呢。你怎么知道他们消息的？一个书生告诉我的消息。哦，他们怎么跑到京城去了？天子脚下哪是那么容易讨生活的？这离咱们又远，得赶紧找到他们。咱们现在过得这样好，必须拉拨你姐他们一把。
燕儿啊，京城离咱们这里有多远？你和你哥现在去接他们，过年前能回得来吗？应该可以，等我明天去汉墨坊转一转，回来之后就和我二哥一起去京城。啊，好，好，好，你们早点去，早点接他们回来。向老娘有些心疼小闺女，村里大小事和家里的事她都要操心，她这个当娘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这也说明了自己生的闺女就是厉害。皇宫里，皇后心情很好，这么多天了，南明也应该回来了。她去了太子所住的东宫。你最近和南星换一换，最好少进宫，别让阿娘看见了。是。星儿，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爹娘他们没找到？星儿，南明，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太子和南明一惊，他们没想到两人谈话被皇后听见了。阿娘，南明也是刚回来，只是外公他们没找到，我怕阿娘知道了空欢喜一场，所以这才想瞒着阿娘。是吗？太子和南明两人硬着头皮点头。星儿，你什么样的性子阿娘很清楚，你就告诉阿娘到底是怎么回事，阿娘承受得住。阿娘真没找到外公他们。皇后不说话，就这么直直看着太子。太子知道自己骗不过去了，只好让南明把事情说了一遍。阿娘你别伤心，或许外公他们根本就没有在曹家沟村，是下面的人没有查清楚，咱们再好好找找，肯定能找到外公他们的。申明瑞说出这句话之后，皇后一口血喷了出来。阿娘，皇后娘娘。皇后身子摇摇欲坠，最后软软地倒在了太子的怀里。阿娘，快救太医！昭宁公主府内，昭宁公主梁之心知道母亲病倒的时候，急忙让人备马车，就见驸马顾修远扶着表妹秦月婵下了马车。公主这是要出门去哪里？进宫。梁之心撂下两个字，就直接上了马车，让车夫赶紧赶着马车走了。表哥，是不是公主看见你陪我出去了，所以不高兴？你别多想，她就那个脾气，不关你的事。表哥，要是公主不喜欢我，我还是回家去吧，惹了公主不高兴，让表哥也跟着受气，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儿。傻丫头说什么傻话，公主不会给我气受的，放心吧。你要是走了，你让表哥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啊？那我就不走了，表哥你真好。婵儿妹妹更可人疼。等两人走远了，一个婆子学着秦月婵的模样。哎呦，你瞧他那贱样儿，表哥你真好。我呸！一副摇摇饶饶的样子，给谁看呢？你看那身子骨都快贴到驸马爷身上去了，我还是回家去吧。哼，我呸！你倒是舍得回去才怪呢。我们公主府的银子跟不要钱似的往自己身上搂，你个臭不要脸的！哟，那摇摇饶饶的样子啊，可不像正经人家的姑娘，跟个骚狐狸似的。那骚气呀，直往外冒。对，你说的对，就是个骚狐狸。我想了半天，可不就是这儿吗？哎呦喂，咱们公主啊，端庄大气，可比不得这骚狐狸精使手段呢。这以后，驸马爷可不得把魂让他给勾走啊！那咱们公主这可咋办呀？你说呀？哎呀，咱们公主啊，就是心肠太好。要我说呀，这公主府是咱们主子的地盘，就该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赶走。谁说不是呢？昭宁等皇后醒了之后，就陪她说说话，想尽办法逗皇后开心。皇后的脸色这才看起来好了些。姐姐这是怎么了？怎么好好的吐血了？哎呀，你说说，要是姐姐的父母看到了姐姐这副样子，该多心疼啊！哎呀，看我都忘记了，姐姐的父母家人早都不见了，不像我，想见父母亲随时都能见到。皇后听出她话里的意思，曹家沟村的人果然是沈系一派的人杀的。皇后气急攻心，又吐了一口血出来。阿娘，快来人，江嬷嬷，快去请太医。皇上，臣妾莫不是说错什么话了不成？怎么姐姐就吐血了呢？我好害怕呀。主别害怕，
不是你的错。可是姐姐这副样子，好像活不长了呀，好吓人呢。都怪你这个贱人，给我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梁知心，怎么跟贵妃说话的？她好歹是你的长辈，你还有一点做晚辈的样子吗？哼，他算哪门子长辈？有他这样做长辈的吗？整天一副矫揉造作的样子，给谁看？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狐狸精转世。回你的公主府去，没有我的召见，这1个月内不许进宫。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宫里的事不是你该管的。阿爹，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昭宁公主不可置信，这还是父亲第一次打她。来人，把昭宁公主送回公主府去。不，我不要回去，我要陪阿娘。皇后身边的公公无情地拉着她走了。好生伺候你们主子。荣安堂内，秦夫人和大嫂王氏、顾修远、秦月婵都在。老儿媳妇儿，你看你和修远成亲也好几年了，可至今没有替他生下一儿半女。我估摸着你的身子骨怕是很难有孕，但孩子的事情不敢再耽搁了。你和修远年纪都不小了，我看月婵这丫头不错，和修远从小青梅竹马，又是我娘家人，知根知底，不如让修远纳了她，以后要是生下的孩子都记在你的名下。你看这样，你也有孩子了，月婵也有了个归宿，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你说是不是啊？秦夫人见昭宁公主脸上很是平静，以为她愿意，秦夫人的语气便强硬起来。今天母亲就做主，让修远抬了月婵当贵妾，咱们再摆上几桌席面，让府里也热闹热闹。还有啊，这月婵以后要为你和修远开枝散叶，没有点傍身的东西，岂不是亏待了她？我的意思是，咱们府里有个中药铺子和绸缎铺子，就送给月婵当嫁妆，也好让府里那几只爱嚼舌根的下人再不敢怠慢她。你说呢？说完了吗？就先这些吧，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咱们再说就是了。说完了，也该我说了。首先，这是我的公主府，顾修远是上门女婿，我用不着替他生孩子，要生也是为我自己生孩子。其次，他一个上门女婿，有什么资格纳妾？还想拿我的铺子给小妾当陪嫁，他配吗？你梁知心，你怎么说话的？你怎么能跟母亲这么说话？你这是不孝！哼，别忘记你是上公主的，并不是我昭宁公主下嫁给你们家。以前是我心软，让你们一家人搬进我的公主府，称你的爹娘一声公爹婆母，他们就真以为是我公婆可以任他们拿捏了。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人，除了驸马以外，其他人现在全部给我赶出去，以后不许踏进公主府半步。你敢？昭宁，你敢？老儿媳妇儿，你怎么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呀！我是你婆母，婆母的话你都不听，你这不是让人戳你颈梁骨吗？二嫂，这都是母亲和二哥的主意，是他们要拿秦月婵这个贱人的，跟我可没关系，你不能赶我走啊！对，二弟妹啊，也没有我的事儿啊。婆母的话你不想听就算了，咱不纳妾了，把秦月婵赶走就是了。来人呐，把这个贱人拉走！啊，表哥救我！你们想干什么？还不滚开！驸马爷呀，您还是让开点好，这是我们公主府，可由不得一个外人在这里横行霸道的。有些人呐，也该猖狂够了。你一个奴才，也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做个什么东西？哼，你真是情深意重啊，我好怕呢。把他给我拖出去，我倒要看看你们驸马爷能怎么样。庄子大门外，向燕跳下骡车去拍门。姑娘，你有何事？我们路过此地，遇上大雨走不了，不知道能否借宿。各位请稍等，我去问问我家主人。没一会儿，小厮就重新打开了门。几位请吧，我家主人同意了。向燕让向田给了几个小厮1人2两银子，几个小厮喜不自胜，笑着谢了。晚饭时，有一个丫鬟来请向燕和孙老头。我家夫人邀请夫人和小姐用膳。
抱歉，我阿娘腿受过伤，只要是下雨的时候，她的腿脚就疼得厉害，走不了路。还是我去见见你们夫人吧。见到主人家的时候，向燕当即就震惊了。好美的妇人！向燕见过夫人，多谢夫人收留我们。别客气，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能在我家避雨，说明咱们有缘。你叫我沈夫人就好。向燕甜甜地叫了一声沈夫人，看见美人，向燕不自觉的声音都有些夹起来了。向姑娘多大了？13岁，快14岁了。沈夫人一愣，想起了自己那只见过一面的儿子，要是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今年也是差不多年纪了。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去京城寻亲。你肯定饿坏了吧？咱们用膳吧。向燕看着满桌精致的菜肴，肚子适时地叫了一声。这些菜都是我府上厨子的拿手好菜，来，你都尝尝。好吃，太好吃了！沈夫人，你府上的厨子厨艺真好。吃完饭，沈夫人留着向燕又说了会儿话，问了向燕一些关于寻亲的事。向燕只说是有些眉目了，具体还要去京城看看情况。京城那么大，寻亲只怕是不容易。说不嫌弃，你和你阿娘可在我这儿多住些时日，等雨停了再走。向燕心中一喜，连忙道谢。不必客气，出门在外，能帮一把是一把，相遇是缘，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要是不嫌弃，就带着玩吧。这怎好意思拿夫人的东西？向燕受之有愧。说着，向燕就要退下镯子还给沈夫人。你要是不收，就是嫌弃我了。那向燕就多谢夫人了，日后定当好好报答。不用这么见外，我瞧着你呀就欢喜。向燕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礼物递给沈夫人。不瞒夫人，向燕也早就准备好了礼物给夫人，只是见了夫人之后，都被夫人的美貌迷了眼，一时竟然忘记了。你这孩子惯会说话的，让我看看你要送我什么。沈夫人打开荷包惊讶了。珍珠项链儿，你这孩子怎么拿出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我不能要的，你快拿回去。夫人，这礼物您一定得收下。您收留我和阿娘，要如此照顾我，这点礼物根本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而且我看这珍珠项链与夫人十分相配，戴在夫人身上定好看的。沈夫人还是有些犹豫。夫人若不收下，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以后都没脸在府上叨扰了。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向燕走后，沈夫人拿出项链仔细看着。夫人，这个向姑娘不仅人长得可爱漂亮，出手也大方，舍得把这么好的珍珠项链送给夫人，可见她是真心喜欢夫人的。是啊，这孩子是个实心眼的，真招人心疼。这要是我女儿就好了。云儿生怕又勾起沈夫人的伤心事，于是赶紧转移了话题。向燕回到住处，孙老头询问情况，向燕大概说了一下沈夫人的态度。这沈夫人倒是个好人，咱们运气不错。这雨一连下了3日，这3日里，向燕每天都会被沈夫人叫过去说话，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而徐静之的伤也彻底好了，这伤好得太快，让徐静之都有些发懵。你这身子骨咋好得这么快呢？兴许是您老人家医术好。嘿，我就算是神医，也不会好得这么快。哎呀，算了吧，你这伤好了，总之是一件好事。等着路干上1、2日，咱们就可以启程了。沈夫人见天已经晴了，她有些失落。你们要是不着急赶路，就多留些时日吧，难得咱们这么投缘。等我们在京城寻到亲戚，回来的时候肯定会再来找您的。真的？那你们到时候可一定要来啊。一定。晚上，沈夫人卸了钗环，正在榻上看《苗苗修仙记》。这时护卫魏征走了进来。巡查完了。还在看《苗苗修仙记》？这个《苗苗修仙记》真好看。你说这世上真有修仙的人吗？也许吧，只是咱们一般人肯定见不到。唉。
要是咱们也能修仙就好了，就能离开这个牢笼了，光明正大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是有我陪着你吗？要不是你，我肯定活不下去。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向姑娘和你投缘，你就多留她2日陪陪你吧。我倒是想长长久久的留着她陪在我身边，可惜向姑娘和她阿娘要去寻亲。唉，要是咱们有这样一个女儿就好了。提起这个，沈夫人回身看着魏征：“你该娶亲了。”不许胡说，我只要你，这一辈子我魏征只要你沈宝珠一人。可是我一直怀不上孩子，不能让你绝后啊。没有就没有，小姐不要想太多，咱们一起开开心心就好。能跟你在一起是我的福气，我这辈子只为你活，你开心了我就开心。魏征，我不值得你这样做，你越是这样我越愧疚。京城安国公府书房。什么？孙神医跑了？这么多人抓一个老头都没抓到，简直养了一群饭桶。不过我怀疑有人帮孙神医，派出去的几十人单凭他一人不会损失那么多人。难道孙神医投靠了其他人？唉，算了，既然孙神医不愿意配噬魂散，那就退而求其次，让尚太医去找他师兄，药一定要无色无味。至于中毒之后被发现就发现吧，能治好是他的本事，治不好也要让他脱层皮。郑天河走以后，小厮抓着一个鸽子进来了。老爷，飞鸽传书。沈明瑞接过鸽子，拿出纸条，看了上面的内容之后大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刻拿出纸笔写了一封密信，让心腹从书房的密道送了出去。第二天，京城各处城门进出及城内严查，太子很快就接到了消息，城墙各处张贴了3个男子的画像，尤其排查从北方过来的人。都督府说了是为什么吗？张大人说是上头吩咐，称北方蛮夷有细作，可能混入京城，所以要严查。这件事恐怕没这么简单，要是有细作，咱们不可能一点风声都不知道。最近安国公府可有什么动静？是华丞相早朝后与皇上在书房议事后，皇上下令让都督府严查细作一事，具体情况属下还没有查清楚。华丞相一向中立，兴许是下面官员送来的折子，真有此事也不一定。或许吧，但此事总觉得透着古怪，南明盯紧一点总没坏处。是。进了城，向燕打听了京城最好的客栈是同福客栈，向燕直接包了一个小院子，1个月将近3000两银子。向田心疼的直抽抽。二哥，咱们还有大毛他们要养，要是跟其他人住在一起，会影响别人的。咱们不是要找大姐他们吗？找到他们了，咱们就跟他们挤一挤好了。可是我不想挤，我就想吃好的住好的，谁让我是天生的富贵命？你说啥就是啥吧。大姐他们到底在哪里？趁着天还没黑，咱们现在就去吧。我已经10几年没见过大姐了，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呀。二哥，你不困吗？觉可以随时补，晚一点睡也没关系啊。可是我跟你说了，怕你会睡不着觉。睡不着就睡不着，你快说大姐他们在哪里？二哥，你知道当今皇上叫什么名字吗？咱们说大姐呢，你提皇上干什么？皇上叫什么名字，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知道的？还有，你怎么笑成这样？你笑得我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呀！当今皇上就叫梁家康。哎，你不会听说皇上跟姐夫一个名儿，就认为姐夫就是皇上吧？姐夫能当上皇上？这可不能，他考个功名都费劲儿，他还能当皇上？可是我听说皇后叫向阳呢。巧合吧？肯定是巧合。对，巧合。咱姐就是个开杂食店的，怎么可能是皇后？当今太子叫梁之行，大公主也就是昭宁公主叫梁之心。二哥，你说这会不会是巧合？
这么说，大姐和姐夫真成了皇上和皇后了？小妹，你没骗我吧？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能拿这种事骗你吗？要不是有十足的把握，我就不会带你来京城啦。向田嘿嘿笑了2声，停了一会儿又嘿嘿笑2声，最后干脆发声大笑。那这么说，咱家岂不是要飞黄腾达了？那我岂不是就是文戏里说的那个国舅老爷了？海哥，你先别高兴得太早，现在的情况可不是高兴的时候。他把皇后和太子他们现在的处境说了一遍。这是白夫子跟我说的情况，现在过去1年了，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咱们还不清楚。不过咱们肯定不能明目张胆地暴露身份，否则咱们可能小命不保。我明天先拿着书信去一趟镇远将军府，见一见萧将军再说。说完，他也不管向田有多受刺激，自己回房睡觉去了。福安寺，昭宁公主听闻哥哥和侄子来了，便急匆匆去了天王殿。哥哥，阿娘可还好？你和泽儿怎么来了？太子屏退了其他人，和昭宁公主说了母亲的情况。我不信，我要进宫，我看谁敢拦我！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阿娘都快要……我已经让人去找孙神医了，希望他能够治好阿娘的病，剩下的就祈祷老天能够开开眼，让阿娘的病好起来。你一会儿跟我回宫去见见阿娘，只是不要在她面前哭，开心一些。哥哥别哭。别怕，姑姑没事。向燕在街上吃了个对圆，便又骑着小罗慢悠悠地往回走。走到一处两边都是密林没有人烟的山谷，远远就听见了有兵器打斗的声音。可是跑了没几步，南明就带着几个侍卫护着太子从前面的密林里狼狈地逃了出来。他是什么特殊体质吗？怎么走哪儿都能摊上事儿？等回到向家村，一定要让李道长给他驱邪。回到居住的小院，这是哪儿来的小娃娃呀？捡的。你哪里捡的？还是赶紧把孩子送回去吧，不然人家肯定该着急了。向燕想了想，把今天的遭遇跟向田和孙老头说了一遍。等一会儿他醒了，问问他家在哪里，我下去打听打听他家里人现在什么情况，要是安全，我就把他送回去。这富贵人家还不如咱们这平常百姓家，起码不会有这些阴谋暗算的。哼，这么说你是捡了个麻烦回来呀？对呀，我不只捡了他一个麻烦回来，还有你这个麻烦在呢。哎呀，哪能说是麻烦呢？这是你心善，心善好啊，你以后的福报可就深了。向燕哼了一声，这老头真是个两面派。城外一处别院里，饭桶，一群饭桶，派出去300多人，竟然一个重要人物都没杀掉，还死了那么多人，要你们有什么用？你们都是吃干饭的。300多人啊，他花了快10年时间，砸了无数银子养出来的死士，就这么折在了一场无用功里。说，到底怎么回事？主上息怒，属下无能。本来这件事已经10拿9稳，眼看着太子就要被咱们的人杀了，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一个13、14岁的小姑娘，他把当时的场景说了一遍。你当老子是傻的？还剑气？那么远的距离，一剑能杀那么多人，你怎么不说他是妖精变的？属下没有撒谎，看见这一幕的有好多兄弟，主子可以叫其他人来问一问。最后得知这个小姑娘还救走了小皇孙，他恨上加恨。去，给我查清楚，这个小姑娘究竟是何人，现在住在哪里？要是这个差事都能办砸了，你们就以死谢罪吧。是。昭宁公主慢悠悠转醒。姑姑，你醒了。小姑娘，原来是你救了我们姑侄2个，太谢谢你了。吃饭喽。来吃饭吧，吃完饭咱们再说话。这时孙老头拿着筷子进来了，他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双筷子。你是孙神医啊？你认得我？孙神医，求你救救我阿娘，我阿娘病得厉害，只有你能救她了。求孙神医救救我祖母。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嘿，哎呀，不瞒你们说呀，这京城有人要抓我，我这才一直躲着的。去看病可以，但不能让人知道是我。我可以答应你，我保证安排的妥妥当当，不会让外人知道的。啊，那好吧，不过我得让相姑娘跟着我去才行，有她在，我安心。昭宁公主急忙点头答应。你怎么认识我的？我好像没见过你吧？在昭华城时，你给城里的百姓治瘟疫，我远远见过你。哦，难怪。昭宁公主立刻就要回家去安排。明天再去安排也不迟。你看看，外面天色早就黑了，已经宵禁了，你回不去了。昭宁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还是算了。现在她一个侍卫都没有，这么黑，确实不合适回去。等到天刚亮，他就跟向燕告辞，并把梁承泽先留了下来。这位梁姑娘是个急性子，这么早就出门了，早饭都等不及吃。昨天发生了那么多事儿，他家里肯定也担心他和小泽泽的安全呀，他得快点回去，好让家里人安心。太子包扎了伤口，正准备去凤栖宫先去看看阿娘，谁知妹妹竟然来了。等昭宁公主把昨天的事情说了，又说了见到孙神医的事情，太子很是激动。哥哥，你身上还有伤，还是别乱动了，你先去阿娘宫里等着，我带人去接他们。太子想了想，点头答应了。昭宁公主很是低调地坐了普通的马车去了同福客栈接人。这是孙神医。嘿，怎么样，我的手艺还不错吧？这老头怕死，只好这样了。谁不怕死？你不怕吗？你说的有道理，谁都怕死，我也怕。还是孙神医想的周到。几人出门上马车，他们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悄悄去了皇宫。你不要告诉我这是你家呀？算是吧。感恩梁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梁知熙，就是昭宁公主了。不过你别怕，你也看到了，我这人很好说话的。这大概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感情他昨天费劲巴拉的来回杀人，来回救人，救的都是自己的亲人。看来做人还是要善良一点。还没等向燕想明白要不要认亲，目的地已经到了。到了凤栖宫，昭宁带着两人直接进了皇后的寝宫。人呢？这是孙神医，他怕暴露身份，所以做了妇人打扮。然后他对向燕和孙神医介绍，这是太子。太子感觉这小姑娘看自己的目光怎么这么不对劲，感觉一副慈祥的模样。孙神医立刻就要跪下磕头，太子急忙扶起他。孙神医不必多礼，还是先给我阿娘看看她的病怎么样了。结果还没等太子和孙神医走到病床前，向燕已经快他们一步到了床前。姐姐，醒醒！太子和昭宁公主、孙神医都懵了。向姑娘，你怎么能叫我阿娘姐姐？我的大侄女啊，你阿娘就是我姐姐呀！啊？你说什么？我是你小姨呀，你阿娘就是我的亲姐姐呀！啊！皇后被他们的声音吵醒，她慢慢睁开了眼睛。妹妹，阿娘，你醒了？像，太像了，跟阿娘年轻的时候太像了。太子努力回忆了一下外婆的模样，可是怎么想都是个老太太的模样，跟眼前漂亮的小姑娘没有一点相似之处。阿娘，你是不是看错了？外婆哪里和她像了？阿爹阿娘和你哥哥他们都还好吗？放心吧，阿爹阿娘他们都好着呢，哥哥也都好。只是三哥已经在逃荒的路上被刘明杀死了，姐姐还在生病，她不想把事情说出来。姐姐，我去给你倒杯水。向燕从桌子上倒了一杯水，偷偷从空间滴了一点灵泉进去，她这才端着水到了皇后床前。你是说你是我阿娘的妹妹？你可有什么证据啊？你小姨跟你外婆那么像，这还用问呢？你外婆年轻的时候呀，可是村里的一枝花，可惜就是太过操劳，这才变得那么老的。
我和二哥一起来的京城，我二哥就是你二舅舅，你还记得吧？他在客栈里。真的？真的？不会就是我在客栈见到的向大哥吧？向燕点头。什么向大哥？那是你二舅。知道了，之前不是不知道吗？快去，快把你二舅舅接到宫里来，我想见他。阿娘，舅舅现在恐怕不易到凤栖宫来，要是被其他人看见了，二舅他们肯定会被人暗算的。对，咱们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偷偷把你二舅带进来，让阿娘见见。这个容易啊，等阿娘病好了，我让南明把二舅带到东宫，阿娘到时候来东宫就可以见到二舅了。孙神医此时想骂人，他以为是向燕捡了麻烦，结果向燕他自己就是麻烦，还好意思说他是麻烦。哼，这下谁也别嫌弃谁，大家都是麻烦。阿娘，先让孙神医给你把脉吧，等一会儿你再和小姨说话。孙神医顶着满头珠钗给皇后把了脉，越是把脉眉头皱得越深，只有向燕神色平淡。他的灵泉水不是盖的，虽然他只是滴了几滴，但身体肯定会好转，他不用担心。怎么样，孙神医，我阿娘的身子可还好？稀奇呀！方才瞧着娘娘面若金纸，气若游丝，明显是积郁成疾，气血耗竭。按常理来说呢，撑不过半月，可脉象里竟藏着生机，气血流转也比预想中顺畅。孙神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我阿娘的病还有大碍？神医不必顾虑，只管直说便是。我这身子自己清楚，这些年积郁缠身，早已亏空了底子。皇后娘娘和太子公主都误会了，老夫说稀奇呀，是因为皇后娘娘的身子比老夫预想中好太多了。方才老夫远远瞧着不大好，可这一把脉才知道，娘娘体内竟多了一股温和生机，气血也有了舒缓流转之象。生机？您的意思是我阿娘的病有救了？算是有救。皇后娘娘这病啊，根源在郁，也就是忧思过度，情志不舒，导致肝气郁结，气血亏虚，久郁则经脉堵塞，百病丛生。娘娘现在神色虽弱，却有了几分精气神，想来是心中积郁散了些，情志舒朗了，气血才得以缓转，这才生出了生机。神医所言极是，这些年我思念家中亲人，忧心他们的安危，方才听到妹妹的话，得知家人都安好，心头那块压了多年的石头竟一下子落了地，只觉得胸口都顺畅了许多呢。情志舒朗只是开端，还需药食调理。老夫写疏肝理气、益气养血的药方，每日一剂，再忌生冷忧思，规律作息，药食与情志养护相辅相成，应该很快便可大好。太子大喜，连忙致谢。孙神医写了药方，太子让人去看着拿药煎药去了。皇上驾到，贵妃娘娘驾到。太子急忙让向燕和孙神医去了另一边的茶水间藏着去了。片刻后，皇上身着龙袍，面色冷淡地走了进来。儿臣参见父皇，参见贵妃娘娘。起来吧，朕带贵妃过来，看看你们阿娘如今身子怎么样了。贵妃捂着帕子，娇笑着走上前。臣妾昨个啊，听闻皇后姐姐昏睡多日，气若游丝，连太医都束手无策呢，可吓坏臣妾了，还特意啊去佛堂为姐姐祈福呢。如今瞧着，姐姐倒是睡得安稳啊，只是这脸色可比传闻中还要难看一些。想来姐姐这身子啊，是真的撑不住了。也是，姐姐终日忧思过重，揪着过往琐事不放，气惹皇上烦心，也亏了自己的身子。
如今落得这般境地，真是让人怜惜啊。贵妃请回吧，没事，不要来我阿娘的宫里，她需要休息，需要休息。没规矩，长辈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阿爹，你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话，他就没安好心。行了，贵妃也是一片好意，你别误解了她的意思。父皇，昨日我和昭宁、承泽回来时，遭到蒙面人的刺杀，差不多有300多个死士，也不知道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养这么多死士，难道他想造反不成？沈贵妃的心咯噔一声，暗道不好。你说的是真的？儿臣绝无半点虚言。他猜到此事多半与沈明瑞脱不了干系，这沈家越来越不安分了，仗着他宠爱沈贵妃，竟然豢养死士，还敢对他的孩子下手。皇上，臣妾好怕呀！竟然有人敢如此放肆，刺杀太子他们。还好他们吉人自有天相，安然无恙。只是臣妾想来，这未必是死士，有可能是哪里的山匪。要是300多人的死士，太子他们怎么可能平平安安的回来？你说是吧？他这话不可谓不妙，深层次是说那些人如果是死士，太子和昭宁他们能活下来，那岂不是太子也豢养了死士？父皇，昨日儿臣要不是有高人相救，恐怕早就成了死士的刀下亡魂了。是非曲直，父皇一查便知。皇上见太子如此坦荡让他查，那这件事情多半是真的。只是皇上此刻有些为难，沈明瑞是唯一能和太子抗衡的人，朝堂要的不是一片祥和，而是制衡之道。沈明瑞豢养死士绝不能姑息，但也不能让他倒下。这件事情朕会好好查清楚，要是有谁豢养死士，朕肯定不会放过他。行了，咱们回宫吧。茶水间里的向燕早就听得心头火起，他攥紧了拳头，却被孙神医死死拉住，生怕向燕一时冲动直接把外面的2人给嘎了。向田正在屋子里转圈，小妹和孙神医去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回来？不是又出什么事情了吧？二哥，你看看这是谁？太子走了进来，笑看着向田。你是邢哥？二舅，是我。邢哥，你都长这么高了，以前你还不到我肩膀，你现在长得比二舅都高了呀。二舅，我都28了，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哎呀，二哥，你别光顾着和邢哥说话，这还有一个人呢。哎呀，不好意思啊，梁姑娘，我和外甥都10几年没见了，让你见笑了。二哥，我得和你重新介绍一下她就是咱们的大外甥女欣姐儿。这一下连向田都不得不感叹这缘分的奇妙了。这么巧，那岂不是你昨天正好救的，正好就是咱们自己的亲人？哎呀，我就说着，看着欣姐儿和小泽子这么亲切，原来都是自己人，你说这不是缘分吗？想起姐姐，他这才意识到欣姐儿说要给他阿娘治病，不就是给姐姐治病？姐姐怎么了？生了什么病了吗？那严重吗？二哥，先放宽心，大姐没什么事儿，一点都不要紧。再说孙神医的医术了得，咱们大姐很快就能恢复的。放心吧，二舅，阿娘好很多了。孙神医说没什么大事，只要按时吃药就会好的。欣姐这丫头，昨天那个急样子，我还以为姐姐病得很严重呢。二舅，都怪我们没有早点跟你说清楚，让你白担心了。我阿娘先前就是有点气血虚，爱犯困，主要是想家里人想的，积了点小郁气，压根儿不是什么大病，是我小题大做了。是二舅，小姨找到我们之后，阿娘一听外公外婆和你们都平平安安的，心里一高兴，那点郁气一下子就散了，精神头立马就好起来了，现在能吃能喝，还能跟我们唠半天家里的往事呢。那就好，那就好。小妹说你们现在是太子和公主，这是不是真的呀？是的，当年我和爹娘妹妹一起被卷入了起义军。太子说起了当年的事，听得向田感慨万千。难为姐姐和你们走到现在，二舅帮不上什么忙，不过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小妹，小妹很厉害的。他开始给太子和昭宁讲向燕那些丰功伟绩，向燕怎么带领全村人过上好日子，又是怎么当上族长，让全村人都读书习字。哎呀，低调低调，我也没你说的那么厉害了。太子深深地看了向燕一眼，
看来这个小姨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了。第二天，向燕扮作昭宁的丫鬟跟着她进了宫里，皇后已经能扶着侍女下床行走了。阿娘，你竟然可以下床走了？是啊，昨天喝过孙神医的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身上有力气了。这孙神医医术啊，真是名副其实。小爷，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消息的？哎呀，我忘记了，这里还有你的一封信，你看过就明白了。太子好奇地接过向燕的信，打开看了起来。他越看越高兴，这世界可真小啊！没想到兜兜转转，姜太傅一家竟被小爷给救了。看来老天爷都站在咱们这一边。就这样，向燕每天进宫陪皇后聊天，趁机给她用灵泉水改善身体。没几天，皇后气色大变，不光病好了，人都显得年轻了，脸上的皱纹都少了很多。这一天，沈明瑞因为一件小事让皇上在朝堂上大发雷霆，不仅撤销了他镇国将军一职，所有兵权、兵符、印信即刻上交，还罚他闭门思过半年，罚俸1年，并每日手书皇明祖训和陈规。晚上，沈系的几个官员乔装打扮了一番，来了安国公府。国公大人，咱们接连失利，如今国公大人连兵权都丢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不能再由着太子势力壮大了，否则咱们到时候都会成了祭品。既然如此，咱们只能动用最后一招了，让影七找个机会，尽快行动。这是咱们好不容易埋进去的棋子，要是没有成功，一旦暴露，咱们在那边的现任就剩一个了。哼，影七只能成功，我就不信太子这一次还能有好运气。国公大人说的是。救了太子他们的那个小姑娘还没找到吗？那群饭桶到现在还没查出任何消息。一个小姑娘功夫如此之高，应该出自江湖哪个门派，她应该与太子没有关系，或许是顺手救了。咱们还是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一个小姑娘身上了，还是大事重要。是这个道理。唉，罢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怎么生朕的气了？臣妾哪敢呢？还说没生气？你这小嘴儿撅得都能挂油壶了。皇上罚了父亲，还不许臣妾不高兴吗？你这小女人还不知足？换阳死士这么大的事情，朕已经格外开恩了。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安国公轻则抄家流放，重则斩首示众，你还想让朕怎么样？告诉你父亲以后安分点，朕不会让他吃亏的。皇上你坏，爹爹还不是为了我和瑶儿？要是以后太子继承大统，哪还有臣妾母子的活路？皇上，臣妾害怕，要是皇上没了，我倒是可以追随皇上一起去了。反正没了皇上，臣妾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但是瑶儿还小啊，她以后该怎么办呀？哎，好了好了，朕怎么会舍得让你们母子受苦啊？你放心，等真到了那个地步，朕会提前安排好你们的。皇上就会骗臣妾，只怕太子到时候登基了，瑶儿和臣妾娘家人就会被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那你想让朕怎么办？我哪里知道怎么办呀？我可怜的瑶儿啊！好了好了，别哭了，你哭得朕的心都要碎了。朕答应你，等半年后安国公解除禁足了，朕就让他恢复原职，行不行？皇上骗人，兵权都收了。乖，等他安分了，自然还给沈家。皇上不许骗人，咱们拉钩。你呀，真拿你没办法。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向燕和向田刚从宫里回来，向田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大姐。姐姐以前很温柔，现在变得很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啦？好像
有气势了，就是让人不敢随便说话了的那种。那你觉得姐姐的变化好不好？好啊，这样的大姐看起来就很贵气，像个贵夫人。徐静之和凌晨就是这个时候来的，听到两人想通过他给家里悄悄捎个信，让家里人不要担心，向燕一口就答应了。这让凌晨和徐静之都有些惊讶，毕竟这事儿也冒着巨大的风险，他们这一路被官府拦截，要是让官府的人以后知道他们的身份，那向燕这个传递信息的人肯定也要被连累。你妹妹是不是叫林佳？你怎么知道？哎呀，别管怎么知道的，把你们的信写给我就行了。徐静之和凌晨急忙把信拿了出来，向燕又单独写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先告诉家里人，我和二哥年前不回来了，人已经找到，不用担心。还有这2封信，偷偷给林家，别让任何人看见。徐静之、凌晨第一次见写信写得这么随便的。这天中午，向燕和向田、孙神医吃完饭，正在屋里说话。昭宁眼睛红肿，神情仓皇地跑了进来。孙神医，快救救我哥哥！怎么回事？你哥哥怎么了？哥哥他中毒了，吐了好多血，太医说没救了。向燕在马车上一边迅速给孙神医化着妆，一边问昭宁公主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太子身边的常太监昨日吃坏了肚子，所以今日就由他的徒弟延禧伺候。今天早时时，延禧给太子下了一种名叫催催散的毒药，这种毒药无色无味，1个时辰后发作。东宫里，太医们跪了一地，太子此时已经气若游丝。皇上听到太医说已经无药可救了，难得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他想起了太子小时候的样子，他们一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他的心里竟然泛起了一丝不忍。自从大局已定之后，他就开始忌惮起了太子，害怕他夺权，害怕他会伤害沈贵妃母子。自从沈贵妃给他生了二皇子，他就更喜欢二皇子了，一直想让二皇子继承大统。太子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从此没有太子这个儿子。可是当太子真的要死的时候，他却没想象中的高兴，反而心里涌出一丝愧疚。这时候沈贵妃打扮的花枝招展的进来了。呀，太子怎么变成这样了？看起来是活不了多久的。滚！你给我滚出去！梁家刚，带着这个贱人给我滚！皇后骂自己就算了，还敢直呼皇上的名字，还让他滚。他心里乐开了花，这下皇帝肯定要大发雷霆了。没想到皇上冷着脸直接拉着他的胳膊出了东宫，把贵妃娘娘送回宫里去，没有朕的命令不许出来。皇上！这下贵妃傻眼了，这还是皇上第一次对她这么严厉。皇上和贵妃走了之后，太子勉强对皇后说道：娘，儿子怕是不行了。阿娘，以后和妹妹择尔母子，跟小姨走吧，他能护住你们。星哥，你再坚持坚持，你妹妹去请孙神医了，很快就来了，她肯定能解你的毒，你一定要坚持住，阿娘不能没有你。还有泽儿那么小，你怎么忍心让他这么小就没了爹呢？正在这时，昭宁和向燕他们急匆匆的进来了。孙神医气都没喘匀，他看了太子一眼，心里一咯噔，但他的手还是搭上了脉，仔细探查了一番，再翻了翻太子的眼皮，叹了一口气：太子中毒已深，已经无力回天，皇后还是……我有办法救秦哥，只是不能被人打扰。姐姐和昭宁，你们都出去吧。啊！但向燕没给他们反应的机会，就推着孙神医和昭宁往外走。姐姐也快些出去，再晚就来不及了。太子明显已经毒入五脏六腑，救不回来了，除非有大罗金仙才能救。孙老头很想跟进去看看向燕到底是怎么救人的，但奈何这丫头谨慎得很。向燕关上门之后，顾不上取杯子，直接捏开了太子的嘴巴。
灵泉水顺着向燕的手指流进了太子的嘴巴里，一路浸润着被催催散侵蚀的脏腑，原本微弱到几乎断绝的脉息也跟着轻轻颤动了一下。大概过了1炷香的时间，太子突然睁开了眼睛，哇的一声吐到了床边，那浓稠的黑血喷了一地，味道顿时散了开来。向燕从屋里几乎是跳出来的。行哥的毒解了吗？哥哥的毒解了吗？好了。这个灵泉水好是好，就是喝多了排毒太臭了，受不了。3人刚进了屋里，就被里面迎面而来的臭味熏得几乎呕吐，这也太臭了。阿娘，快让人把我抬去外面的榻上，这里收拾一下吧。行哥，你真的好了。这里面最能忍受臭气的大概就是孙神医了，他震惊地看着太子那明显已经好转的气色。那丫头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一个已经踏进鬼门关的人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焕发生机？这是真的从阎王爷手里抢了一条人命啊！皇后见孙神医把脉，她紧张地看着孙神医，只是孙神医诊着脉迟迟不说话。孙神医，行哥现在怎么样了？毒真的解了吗？解了。哎呦，不但解了，而且太子的身子已经在慢慢恢复，相信用不了多久，太子很快就能好了。太好了！孙神医急忙追问向燕是怎么治好太子的。皇后和昭宁也齐齐地看向他，等着他的回答。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说是用内功可以把毒逼出来，我就试了试，没想到真的把邢哥的毒逼了出来。不可能，太子的毒已经损坏了五脏六腑，就算是把毒逼出来，太子的五脏六腑也已经坏了，怎么可能还会恢复得这样好？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邢哥的身子骨异于常人也不一定。孙神医没看出来太子的身子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就放弃了，他还想知道向燕是怎么用内功把毒逼出来的。秘密。哼，不说就不说。同福客栈里，你给我搞点噬魂散。敢给他大侄子下毒，他让他们也尝尝毒药的滋味。小妹，你要毒药干什么？有人给咱们大侄子下毒药，咱们不得还回去啊？确实，那是谁给邢哥下的药啊？还能有谁？那你准备怎么做呀？等邢哥好了，把毒药给他，看他怎么做吧。毕竟这是皇家事，咱们插手过多不好。若是等邢哥登基以后，他会忌惮咱们的。小妹，你说的对，确实是人心易变啊。我可没答应帮你们配毒药，有损阴德的。是谁说我想要多少都可以配，就是当饭吃也行的？那我说的毒药也不是噬魂散啊。那你想暴露身份给找你的人配？啊，你威胁我呀？哼，怎么能是威胁你呢？咱们已经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你帮我们不就是帮自己？帮自己怎么算是有损阴德？这是替天行道。死老头气哼哼地去医馆买药去了，反而李通正和郑天河等一干沈西党派的人晚上悄悄来告诉他，太子的毒已经解了。什么？催催散不是只要中毒1个时辰以后就无人可解吗？他的毒是怎么解的？这个就不知道了，听说是昭宁在民间找了一个大夫解的。难道是孙神医？不是，据说是一个妇人。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呀！给我查，一定要查出这个妇人是谁，干坏了咱们的好事，定要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国公大人别生气，这次不成还有下次。事情成功之前就要经历些磨难，咱们一定要沉住气，不能自乱阵脚。你说的对，是我浮躁了。等众人走了之后，他的心腹小厮给他拿进来一封密信。老爷，这是那位大人刚派人送来的。沈明瑞立刻拆了书信，只见上面写着：
稍安勿躁，静待时机。沈明瑞的心这才安稳下来。是啊，是他着急了。他们有这么多人，不信斗不过太子和皇后。皇上这些日子已经在琢磨如何要打压沈家的势力了。他们的气焰太过嚣张，不是好事。听到二皇子求见，皇上立刻让他进来。二皇子是他最喜爱的皇子，是他金尊玉贵养大的孩子，年纪又小，还在读书，他非常喜爱。父皇，儿臣好些日子没见父皇，甚是想念父皇。还有母妃也很想念父皇。说到这里，二皇子小心打量皇上的脸色，见皇上听到说母妃也想念他时，敛了笑容。儿臣知道母妃先前行事有失妥当，惹父皇动怒，但这些日子母妃在宫中日日自省，茶饭不思，只求父皇能念及往日情分，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母妃的错不在于行事失当，而在于心术不正。父皇息怒，母妃也是一时糊涂，她已经知道错了，求父皇去看看母妃吧。母妃这些日子因为父皇没去瑶华宫，她日日流泪，伤心不已。皇上听到贵妃日日流泪伤心，他就有些心疼了。跟你母妃说，朕晚上会去看她的。二皇子一喜，立刻答应了。孙神医配好了药给了向燕，向燕食指和大拇指指尖捏着一小包药，皱眉嫌弃道：你这一点点够干什么的？不是说要给我当饭吃的量，就这一点都不够我塞牙缝的。你这丫头真是不知道好歹，就这一点药，太子给我赏赐的东西都当了才凑齐。你当噬魂散是普通的毒药啊，你还当饭吃？你要是嫌弃，那就还给我。给出去的东西怎么能要回去呢？我这不是跟你老人家开玩笑吗？哎，这些够了。以后太子肯定还会再赏赐你的。哼，这还差不多。你别看这药少，指甲盖那么一点就可以药死一个人了，让太子别浪费了。那是不是这些全部都给一个人下了，那他就能早一点死，用不了9981天？想什么呢？多少都是81天才死。这药最重要的就是让人不知不觉以为是病死的，吃多吃少都一个样。哇，你这老头有些本事，这种逆天的毒药都能让你研究出来，你简直功德无量。孙神医本来还喜滋滋的，这丫头终于说人话了，没想到最后一句话气得他想给这丫头也来上一包催催散外加噬魂散，让她胡说八道。春天的花争奇斗艳，相继开放。走到安福寺山后，向燕瞬间被大片牡丹惊艳，向燕舍不得离开了。他看了看身旁一棵大概有上百年的高大槐树，他立刻使用异能跃上了槐树。向燕幸福地喟叹一声，这真是一览众山小，站得高望得远。向燕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娘，我不想嫁给沈季，你和爹说说，给我把亲退了吧，求求你了，娘。你说什么傻话？你已经退过一次亲了，怎么能再退亲呢？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嫁不出去吗？可是我还忘不掉江旭白，我想等他啊，娘。你知道的，现在太子地位已经稳固了，沈季是安国公的侄子，我将来嫁给他不会有好下场的，也会连累咱们家的。朝廷的事娘也不懂，这些事都是你爹说了算的。思思啊，你有没有想过，你2次退婚，这样的名声，你以后还怎么嫁人？江家哪怕以后被太子接回来了，他们也肯定不会再让你进门的。这些你想过没有？罗夫人看着女儿消瘦的脸庞，有些不忍心。更何况安国公现在虽说被皇上打压了，但他的势力依然不容小觑。咱们家要是提出和沈家退亲，你爹只怕以后难在朝廷立足了。阿娘，你一定要帮帮我，帮帮我！我只想嫁给江大哥，要是不能嫁给他，我宁愿一辈子出家当姑子。树上的向燕没想到竟然吃到了江旭白的大瓜，这位思思姑娘到现在对他都念念不忘，白夫子就是个祸害。夫人，大小姐，沈公子来了。罗夫人和郑思思一僵，
两人同时望过去，顿时脸色变得煞白。伯母，郑小姐，刚才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并不是沈姬有意偷听，而是我正好走到山石后面的时候，听到了郑小姐提起了我的名字，我这才没有过来。罗夫人很是尴尬，不知道怎么接话。抱歉，沈公子，既然你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应该也知道我的想法，是我不识好歹，配不上沈公子，还请沈公子。郑小姐的意思我已经明白，我不会让郑小姐难做人的，这次的事情我来处理，以后就当我们不认识吧。说完这句话，沈季深深看了一眼郑思思，和罗夫人打过招呼，就带着2个小厮离开了。向燕在树上看得啧啧称奇，要是这是演影视剧，就凭这一眼，沈季大概能成为影帝了。哎，你呀，你看沈公子人品多好，你这回要是被退亲了，以后可怎么办呀？也不知道沈公子要用什么方法解除你们之间的婚事，万一要是连累了你，你的名声岂不是更不好了？阿娘，事已至此，就这样吧。要是家里怕我带累了名声，我愿意住到城外的庄子里，直到等到江大哥回来。你就没想过江许白回来以后已经成亲，或许江家根本不愿意接受你，或许他们这一辈子都回不来了。阿娘，你也别打击我，江大哥要是娶了亲，那我就给他做妾；要是不愿意接受我，我就去一直求他们。要是他们真一辈子不回来了，我就去当姑子去。罗夫人没想到女儿竟痴情如此，真不敢想自己女儿以后会做出什么事来。这一天，南明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主子，有新情况。明七最近一直跟着沈明瑞身边的心腹，发现他经常从府外进去，有几次没见出去过，白天却从外面又进了府里。明七怀疑沈府有密道，于是根据他这几次回来的地方，一点点的向外找，终于找到了城南一处宅子。方先生听得很认真，他眼神发亮，紧盯着南明。是华丞相，明七守了好多天，今天终于看到华丞相去了那处宅子，而且不久沈明瑞的心腹就从那里走了。哼，这个华思清藏的倒是挺深，终于把这个老家伙给揪出来了。之前咱们总觉得沈明瑞之后还有其他人在帮，没想到是华丞相，亏得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中立派，真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以前咱们在明，他在暗，以后就是咱们在暗，他在明，咱们就没有那么被动了。哼，之前咱们还想拉拢他，幸好方先生觉得他太过圆滑，否则咱们岂不是主动把贼引进了门？是啊，这是咱们的运道好。太子殿下，这个华思清你打算怎么办？先静观其变，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什么秘密。南明，让明七继续守着那处宅子。是。向燕准备走了，走之前，向燕进了一趟宫，皇后准备了一大车东西让向燕给家里人带上，昭宁和太子也送了许多东西。要是爹娘身子骨不错，你就带他们来一趟京城，我想他们了。姐姐放心，我今年就把爹娘给你带来京城见见。那可说好了，一定不能让我久等了。放心吧，只要不出什么意外，我一定把爹娘带到京城让姐姐见见的。隔天，徐静之和凌晨就来给向燕他们送行了。没一会儿，向田就领着一个年轻男子进来了，男子还牵着一个6、7岁的小孩子。姨婆呀，是小泽泽来送姨婆了呀。小姨。徐静之和凌晨震惊地看着太子，还喊向燕小姨，这不是做梦吧？小爷，不介绍一下这2位是谁吗？这2位都是定一县人，这位叫徐静之，这位是凌晨，和我算是老乡。草民见过太子殿下。不必多礼，起来吧。我和太子的关系，你们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说。相姑娘放心，我们肯定不会多嘴的。太子殿下，草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禀报。太子皱眉，不会又是那些为了讨个前程，故意跟他套近乎。等姑把小姨送走，再听你们有何说法。一会儿你还是好好听听，他们这一路被人追杀到京城，估计真有什么大事儿。好，我听小姨的。徐静之和凌晨感激地看了向燕一眼，太子和向燕他们去了隔壁。啥？
你让我带他回向家村？不行不行，我怎么能管得了娃娃？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小姨，你也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泽儿在京城太危险了，我只有信任你了。以小姨的能力，肯定能护他周全的。小泽在向家村肯定比在京城这个虎狼窝要好多了。况且有江太傅和旭白在向家村，我不担心泽儿的教育问题。小姨只要不暴露了泽儿的身份，相信没什么问题的。不行不行，泽儿这么小，他怎么能离开父母？再说了，太子妃能舍得孩子离开他身边这么久不见面？把泽儿交给小姨，我们才能放心。做出这个决定，小雅是同意的。她也不想让孩子处在危险的境地。上次的刺杀把小雅吓坏了，只要泽儿能够健康长大，我们当父母的就心满意足了。可是泽儿还小，他不一定能适应。姨婆，我肯定会乖乖听你的话的，保证不让姨婆担心。这还有什么话说？算了，带着就带着吧。你确定想清楚了？小泽泽以后不管长成啥样，你可不要怪我。肯定不会怪小姨的，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小泽泽可是小皇孙，很有可能是未来的帝王。未来帝王在手，想要给他灌输些什么思想，那还不是轻而易举。太子带着两人去了十之卫酒楼后面的一处院子里。太子刚准备问两个人什么事情，谁知南明进来，在太子耳边耳语了几句。太子立刻起身就走。你们先等着。可是徐敬之和凌晨这一等就等了整整4天，还没有见太子来过十之卫酒楼。第5天早晨，任剧来找徐敬之和凌晨。走，快跟我走。华丞相今天有一小会的时间，我已经跟他说好了。任兄先等一等，容我和林兄商量一番。实不相瞒，我们今天也有重要的事，所以……哎呀，你们还考虑什么呀？华丞相日理万机，今天能有一小会时间见你们，已经是万幸了。要是错过今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有空见你们，你们可要想好。哎呀，抱歉任兄，实在是事出紧急，且容我们2人商量商量。哎，好吧好吧，你们尽快。徐敬之和凌晨去了外面商量。徐兄的意思是，既然我们已经见到了太子，我的意思是还是等等太子，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更好。更何况我们已经见过太子了，再把这件事告诉华丞相，恐怕不妥。好，我也正有此意。虽说这华丞相风评不错，在朝廷中是中立之派，但这些都是外人之言，我们并不知晓其中内情。这万一有个万一，那咱们就是自投罗网了。你说的有道理。两人商量好之后，便对任剧说道：抱歉任兄，我们兄弟2人有更紧急的事情，见不了华丞相了，还请任兄见谅，替我2人在华丞相面前担待一二。好，既然2位连华丞相都不愿意见，想必是真的有了不得的事情，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徐敬之和凌晨无奈，看来任剧是真的生气了。唉，可惜了你那副仙女本仙的字了，那农方师帖是我最喜欢的一幅字。没事儿，等回了定义县，我还可以再去买一幅字。听说呀，现在仙女本仙的字和画都不好买了，好多人为了在汉墨坊卖字儿，才倒手卖出去，每月1号4更天就开始排队了。要不是有宵禁，他们怕是都不睡觉了。一听凌晨这么说，徐敬之更心疼了。没事，只要咱们这件大事办成，有了前程，高价买就高价买。沈宝珠知道母亲来的时候很是惊喜，花月梅看着女儿越发清瘦的脸，很是心疼。宝珠，你要多吃饭，你看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娘，还好有你疼我，有娘的感觉真好。傻孩子，你受苦了，娘最亏欠的人啊，就是你了。当沈明瑞派来跟踪的小厮看到这个庄子上还有一个沈贵妃的时候，他的眼睛都瞪大了。这娘娘不是在宫里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意识到这件事情肯定有不寻常的地方，于是赶紧骑马连夜赶回了京城。回到府里，小厮立刻把这件事情跟沈明瑞说了。沈明瑞很是震惊，这么说来，魏征当初根本就没杀沈宝珠，那为什么他会跟自己说已经亲手杀死了沈宝珠？
这个魏征竟然敢阳奉阴违，还有这个魏征去哪里了？对了，好像是花月梅气不过魏征杀了沈宝珠，给他一杯毒酒，毒死了他，并把他扔去了乱葬岗。看来他们早就串通好了，说不定这个魏征根本没有死，是花月梅和魏征联合起来演的一出戏。妇人之见，妇人之见，去，给我把魏烨找来。是。不多会儿，魏烨就到了，带上20人，去杀了沈宝珠。遇到阻拦者，一律杀无赦，哪怕是夫人，明白了吗？是。天快黑的时候，向燕赶着骡车快路过沈夫人的庄子了。他在想要不要再去见一见沈夫人。沈夫人和沈贵妃长相极为相似，恐怕是孪生姐妹。咱们还要不要去庄子上探望沈夫人啦？还是去见见吧，毕竟你答应了她。再说，就算沈夫人真是沈家人，但毕竟她对咱们有恩呢。你哥说的对，去见见也好，说不定还会有意外发现呢。行吧，那咱们就去一趟吧。他们往前走了没多久，就见前面拐弯处突然冲出来2个人。向燕仔细一看，竟然是沈夫人和一个男子。2人一身狼狈，那男子身上还有好多处伤。沈夫人，这里！你是谁？向姑娘，你怎么在这里？快跑！魏征这才知道面前的这个小姑娘就是去年在庄子上住过的向姑娘，但他已经顾不得再想什么，因为后面的黑衣人已经追上来了。向燕立刻迎上去和黑衣人打了起来。向燕没有用杀招，因为他怕这些人万一是姐姐和行哥派来的，那岂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10几个人就这么被华丽丽的拍晕了一地。他倒吸一口凉气，向姑娘竟然强悍至死。你们过来，把这些人捆起来，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审一审。听到向燕这么说，除了4个护卫留下保护梁承泽，其他人包括魏征都过来帮忙绑人。沈宝珠则怔愣地在一旁看着众人。片刻之后，他又沉浸在了母亲被人杀死的痛苦之中。那10几个人虽然都醒来了，但他们就是不愿意说出幕后指使的人是谁。向燕懒得废话，不客气地给他们灌了羊羊粉，把这些人都审问了一遍。我说，是安国公派我们来杀他的。你胡说，你骗人！父亲怎么可能杀母亲？得知真相的沈宝珠愤怒、痛苦、伤心，各种情绪让他承受不住，直接晕了过去。这些人，你看着处理一下吧。魏征手起刀落，很是干净利索，一看就是杀惯了人的。向燕的疑惑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面绝对隐藏着天大的秘密。还事关沈明瑞，那他就不能放这2个人走。如是我闻，一是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相会。他们除了无语还是无语，这杀人包超度的，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向姑娘，你可不可以教我念地藏经？我想为母亲超度。这是小事，我随时都可以教你。只是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看到沈宝珠正要开口说话，向燕继续说道：不管你们有何打算，我先说说我的建议。要是沈夫人和魏先生没有地方可去，可以跟我去我们村。我们村民风淳朴，而且村长善良、聪明、有能力，足智多谋。总之你们去了，我保证你们不会受欺负。说了这么多，主要是我和你投缘，要是能和你一起生活就好了。沈夫人，你会满足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吧？跟着向姑娘也好，有她在，咱们就安全了许多。更何况咱们确实没地方去啊。有魏征的建议，再加沈宝珠确实喜欢向燕，于是他就答应了向燕跟他一起去向家村生活。好，那些人都被咱们杀死了，你父沈明瑞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快收到消息，但恐怕以后就会派更多的人来追杀你们了。等天亮了，咱们先去附近的客栈先休息一天，再买一辆马车，这样咱们以后就算晚上找不到地方，还可以在马车里休息。好，听你的。京城，主子，大事不妙，出什么事了？
咱们在沈明瑞那边的内应传来消息，皇后宫中有细作，只是谁还不清楚。5天前，细作偷听到向小姨他们是皇后的娘家人，还知道了他们的住址。属下担心，沈明瑞怕是会对向家人不利。什么时候的事？你是说这几天他们才知道？是的，咱们要不要派人去向家村？不用了，他们得到消息已经5天，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那二毛，他的话音还没落，二毛已经嗖地飞了进来。听着，现在有人要杀小姨他们。姑姑，是姑姑。你说的对，现在有人要杀姑姑和村里的人，你要赶紧回去告诉他们，让他们躲起来，听懂了吗？懂了，懂了。那你再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有人要杀姑姑和村里人，快躲起来。对，你还记得怎么飞回去吗？记得。好，那我再写封信你带上，如果途中能够看到小姨姑姑，你就给她说我刚才的话，再把纸条给她看，要是没有遇上，你就飞回村子里给江夫子看。当得知旧太子的小姑娘就是皇后妹妹的时候，她的银牙都要咬碎了。皇后的妹妹和弟弟就在眼皮子底下待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现在人都走了这么久了才得到消息，真是饭桶饭桶。但一想到向家人就在清水县，有夏钱他们，他还派什么人？直接飞鸽传书，让他带人解决掉向家村人就行了。沈明瑞特意在信中提醒夏钱一定要注意香艳，说他武功高强，可以以一敌百。沈明瑞连放了2个信鸽，这才解了心中一口郁气。他就不信这次向家人能再逃过一劫，4万人可不是他能撼动得了的。礼物，4毛的礼物，给小燕的。你怎么飞回来了？向燕打开了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杀掉向家村人，这是皇后娘家。注意一个叫向燕的小姑娘，她可以以1敌100。最后上面署名暗夜。二毛，你哪里来的纸条？抢的，抢一个灰灰的丑鸟的。向燕皱眉想了一下就明白了，二毛恐怕抢的是信鸽的纸条。二毛真棒！姑姑，行哥说有人要杀姑姑和村里人，快躲起来。知道啦，好二毛，记得这么清楚，真厉害。众人见向燕他们回来了都很惊喜，众人围着他嘘寒问暖，问东问西。哎，你大姐一家呢？你不是接他们去了？人呢？这几位是？这位是孙大夫，这2位是沈夫人和魏先生，他们以后会在咱们村生活，以后大家要多多关照。好，欢迎欢迎。哎，你这丫头，还没说你大姐他们呢。我姐他们在京城回不来，让我有空把你们接去京城和他们见面。哎呀，他们怎么不跟你回来呀？你看看咱们村现在多好，这日子多舒服啊，怎么不愿意回来呢？这妮子，是不是你没跟他们说清楚啊？这是哪儿来的孩子？我姐姐他们没回来，我把小泽泽带回来了。这是邢根儿的孩子，姐姐的孙子。小泽泽，快叫太外公、太外婆。这是你朵朵小姨，这是你大壮叔、二壮叔。向燕一一给梁承泽介绍，梁承泽很有礼貌的一一叫了人。哎呦，邢哥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快让太外婆好好瞧瞧。你看看这小模样，长得真俊，真像邢哥小时候。那可不是，这孩子一看就透着一股机灵劲儿，将来肯定至少能当个大官，再不济也能中个秀才回来。小姑姑这才半年不见，已经长成大姑娘模样了，身高也长了。还真是啊，小姑姑高了不少呢。小姑姑今年有14了吧？这也快到了娶相公的年纪了，到时候呀，一定要找一个英俊的，看着那英俊的都能多下几碗饭。就小姑姑那饭量，就算不是英俊的，那吃的也不少啊。不行，姑姑必须要找英俊的，要像白夫子一样好看的。江旭白难得的脸红了，江景然和周婉娘对视了，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惊讶。你还没说你大姐他们为什么不回来呢？
你看小泽泽这一身的打扮，我大姐他们像是过得不好的样子吗？大姐他们可比咱们过得还好呢。真的？那当然，你看看那4个人，那是邢哥儿给小泽泽派来保护他的人，本来还打算带丫鬟婆子的，只是路上不方便就没带了。哎呦，没想到这大姑姑竟然比小姑姑还有出息，十九婆真有福气，生了2个好闺女哟。都是向阳和向燕2个孩子造化好，没想到这向阳的日子竟比咱们还好，怪不得他们一家不愿意回来呢。等有空了，我去京城看看这孩子去，怕什么事情忙得连娘家都回不来了。话虽然带了责备的意思，但那神情可是藏不住的骄傲。吃完饭，众人正准备回去，就被向燕叫住了。大家所有人听我说，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有确切消息，有人要对咱们村下手，而且是屠村。小姑姑，你哪里听来的消息啊？这又不是乱世，怎么会有人敢屠村呢？是啊，会不会是别人吓唬你的？你别当真了呀。你要是说有人来抢劫我还信，毕竟咱们村现在有钱了，但是屠村，这不是危言耸听吧？你们听说了曹家沟村一夜之间屠了村的事情吗？听说了，听说整个曹家沟就活了几个人，幸好咱们提前搬来村里，要不然我们也跟着遭殃了。可不是嘛，听说现在衙门都还没有破案呢，不知道是被什么人杀的，我估摸着肯定是哪里的土匪干的。我也觉得是土匪，不过这土匪也太心狠手辣了，听说他们连几个月的婴儿都没放过，幸好咱们跑得快。好了，大家先别说了，知道曹家沟村为什么会被屠村吗？那是因为他们原本要杀的是咱们向家人。啊，这是为什么呀？小姑姑，你怎么知道的？是啊，姑婆，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不会弄错了吧？这件事千真万确，这样的大事儿我不会弄错的。要杀咱们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来，或许是今晚，或许是明晚，又或许是半个月以后也不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咱们村已经有人点名要杀了。至于原因，向燕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二毛是在回向家村的路上抢的信鸽，那说不定清水县附近就有沈明瑞的人。快，赶紧收拾东西，咱们搬到温泉谷去。这么大的事情，咱们得报官呢。上次酒楼的事情，县太爷可是向着咱们的。要是把这事儿给毛知县说了，说不定他还会帮忙。哦，对了，清水县不是有千户所吗？这件事不宜惊动官府，咱们的身份不能暴露。咱们有什么身份？不就是普通老百姓？小燕啊，你不要神神叨叨的，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吧。是啊，小燕，这些人为什么杀咱们？你给大家伙说清楚，咱们心里也好有个数。那我就直接说了，你们也别害怕，是我姐和邢根他们得罪了沈贵妃和她父亲安国公，所以他们要杀了我姐的娘家人。贵妃和安国公，这听起来就离他们很遥远的人，是他们永远也够不到的人。向阳平时看起来温温柔柔的，怎么会捅出来这么大的篓子？那你姐和邢根他们还好吗？你姐夫呢？好着呢，所有的老幼妇孺先搬去温泉山谷住着，其余青壮年守在村子里日夜巡逻，还有村口的那处山坳，咱们先用砖盖个门楼子，外人想要进来，咱们立刻就能发现。有良，你看着安排一下具体事情，我先去接一下最先楼的人，万一他们回来的路上遇到什么危险。人命当前，众人急急忙忙都去收拾东西。等向燕他们回到村里的时候，老人和孩子们已经进了山谷安顿下来了。村里留了一部分人在村里巡逻，一部分人正在搬东西。那汉墨坊那些人用不用叫回来啊？暂时先不用，他们在定义县，应该不用。不过晚上还是让他们在地窖睡觉比较好。江景然和江旭白正好过来了。江夫子，你怎么还在村里？赶紧去温泉山谷里待着，你现在可是个国宝，小泽泽以后还要靠你教导呢。啊，我还有许多话想问你，等问清楚了我就走，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皇后娘娘和太子现在怎么样？朝廷现在是个什么情况？现在还好吧，太子地位倒是稳固了，只是沈贵妃和安国公他们一系并不甘心。我去的时候遇到太子、张宁和小泽泽被刺杀，幸好被我救了。后来太子又被下了毒，不过好在都有惊无险。我带小泽泽回来，就是太子准备动手，成败在此一举了。这其中的弯弯绕绕太多，我这脑子想不明白。你不是想不明白，你就是纯粹懒得想。希望这次太子能扭转乾坤，彻底让沈明瑞他们倒下就好了。但愿吧。这里面最关键的人就是沈明瑞，要是他没了，沈系一派就群龙无首了。我看最关键的是梁家康，没有他万事大吉。这些事都是他一个人搅和的众人不安宁，他就是个搅屎棍。这小族长也太大胆了吧，还是第一次敢有人叫着皇上的全名骂他是搅屎棍的。小姑姑，你带小泽泽回来和太子动手有什么关系啊？小泽泽就是太子的孩子，他怕小泽泽被殃起，所以让我带回来了。你是说小泽泽是太子的孩子？对呀。哎呀，那岂不是说小泽泽以后有当皇帝的可能？哎呦，这可是个宝贝疙瘩，你不早说，以后咱们可得好生照料啊！说不定小泽泽长大以后会念着咱们向家村的好，给咱们赐个牌匾什么的，到时候咱们可就光宗耀祖了呀！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向燕以为他反应过来了，结果还是没反应过来。向燕暴毙看着他摇头，江景然和江旭白也不说破，他们都一脸笑看着村长。哎，不对呀，太子怎么可能放心把小泽泽交给你啊？对呀，你不是说小泽泽是行哥的孩子，你是骗19爷和19婆的？哎，你这丫头，要是19爷和19婆知道小泽泽是太子的孩子，不是会让二老伤心吗？哎呀，小姑姑，你这么做可不对啊，这事儿怎么能骗人呢？以后可不能再开这种玩笑了，知道吗？我没骗人啊，小泽泽就是行哥的孩子呀。你刚才说小泽泽是太子的孩子，又说他是行哥的孩子，你真是越来越不着调了。村长压根就没想过行哥会是太子，他也不敢这么想。我可没说谎呀。有良啊，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小泽泽呢，他确实是太子的孩子，但他呢，也确实是行哥的孩子。你想想，这是为什么？太子是男的吧？向燕无语。村长宁可相信太子会是女人，也不相信行哥就是太子。小族长，你还是告诉村长吧，别再逗他了。村长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他也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荒诞。太子怎么可能是女的呢？你想哪里去了？行哥就是太子，太子就是行哥，这下够明白了吧？啊，这是真的？小姑姑，你没骗我吧？真的不能再真了。咱们祖坟冒青烟了呀！皇帝是梁家康，行哥信的可是梁，要冒也是人家姓梁的冒青烟，跟咱们向家人有什么关系？哎，不，冒怎么不是咱们祖坟冒青烟了？行哥娘不是咱们向家姑娘吗？这可是要载入史册的。这不光是祖坟冒烟，这已经是咱们祖坟着火了呀！啊！那笑声大的，把在树上已经休息的鸟都惊得乱飞。小姑姑啊，这大姑姑可是姑父的原配妻子，那大姑姑现在是皇后吗？那必须是啊！这时向书红已经带着人到了向燕的跟前，先把粮食都拉到运输方放着。书红啊，你们回来了，好孩子们！向书红一众人摸不着头脑，村长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行啦，你可别笑了，大家都要被你给笑懵了。哎呀，你这丫头不懂，这种事情怎么能说笑够啊？我就是睡着了，我都能给笑醒了。哎，有良哥，到底是什么事让你高兴成这样？
先别急啊，等大家伙都安顿好了，到时候开祠堂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村长不说就算了，怎么说着说着又笑起来了？别理他了，你们先把粮食拉去运输方吧。向燕打算晚上利用空间，把1半米转移到温泉山谷去。你别笑了，稳重点儿，安排好守夜的人，其他人该睡的睡，只是要时刻警惕一些。所有职业的人都留城岸上，明烧太容易被敌人发现了，很容易吃亏。如果一有动静，立刻敲锣为好。咱们不要硬碰硬，要是人少就战，人多就跑，但是不能拼命，知道了吗？还是小姑姑想的周到，我这就去吩咐。村长转身就走了。话虽如此，但村长走路都觉得轻飘飘的。他们向家村飞出了个金凤凰。第二天太阳升起之后，村长啪啪的拍门声把向燕给吵醒了。向燕还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穿上鞋就出来了。有什么事等我睡醒再说。说完，不等村长再说什么，他啪的一下关上门进去睡觉了。村长想了想，既然小姑姑没反对，那他就是同意了。村长立刻乐呵呵笑着让向心怀去温泉山谷叫人去了。等向燕睡起来，就见山上有人陆陆续续下山了。你们怎么下山来了？心怀说啊，村长让大家下山，说是要开祠堂祭祖。小姑姑，你不知道吗？向燕这才突然想起来早上村长拍门跟他说的事，他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走了没几步，就迎面遇见了江景然和江旭白两人，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说了。小组长果然深谋远虑啊！如今向家村人的身份不一般了，尤其是你家里人，以后太子若是登基，你们少不了要和权贵来往，村里人肯定也会有许多人上门攀附，你们是该学一些权谋，还有和权贵相处之道了。是这个意思。村民们见识少，那些个权贵个个弯弯绕绕太多，一不小心就掉进他们的陷阱里去了。还是未雨绸缪的好。看着向燕走远了，江景然对江旭白赞叹道：小组长还真不一般啊！一般姑娘哪有这个见识？就算是京城那些从小在大家族长大的妇人，未必都有她这样的见识。你看看，她从去年就让你给村里人上历史课，要不是她是后来才知道她姐是皇后，我还以为她早就知道，已经开始铺路了呢。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的重要性，她竟比一般人都明白啊！了不得，了不得！向家村有他当族长，至少未来几十年，向家村绝对会兴旺下去。阿爹说的是。应书坊的灶房里，锅里热着炒米饭，向燕给自己盛了一碗，端起来就吃。小姑姑啊，咱们村的人现在基本都到齐了，就等着你过去主持祭祀的事了。有良，你越权了，我没说现在祭祀，你怎么就自作主张了？咱们两个，你现在是村长，我才是族长，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擅自做决定，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族长吗？我这不是早上去跟你说过了吗？你也没反对不是？我想着这件事是大好事，应该尽早的给大家伙说，让大家都高兴高兴，你说是不是啊？我是没反对，那我同意了吗？今天我是族长，你会这么做？如果这件事换成水生哥是族长，你还会不会擅自做决定了？村长一僵，他心虚的摸了摸鼻子，要是二叔是族长，他还真不敢。不会是吧？你就是当我年纪小，又是个女娃娃，打从心里就没把我当回事儿。今天这事儿你可以擅自做决定了，那以后其他事儿是不是也不用经过我同意了？那我当这个族长还有什么意思？是个吉祥物吗？哪有啊，小姑姑，我这不是着急吗？下次绝对不会了。哼，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村长一个劲儿的点头答应，向燕瞪了他一眼。我看你是闲得慌，这事儿明天说不也一样？着急那1-2天干啥？哎呀，我这不是没见过什么世面吗？自从知道大姑姑成了皇后，邢哥是太子，这么一件大好事装在心里，我憋得难受啊，就想让其他人也知道这件大喜事。我不像小姑姑，虽然年纪小，却能这么沉得住气。这时候向老娘和向老爹找了过来，
向老娘抓着向燕的肩膀：“小燕呐，你跟娘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这一宿都没怎么睡着，你姐他们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呀？”十九婆，你们别急，祭祀就是因为这件事，一会儿啊，你们就知道了。啊，小姑姑，咱们这就去祠堂那边吧，大家伙都等着呢。好吧。如今祠堂已经大变样了，去年用青砖重新盖了祠堂，还在祠堂旁边砌了一个大高台。今天把大家叫到这里来，是有几件事情要说。第一，从今以后，江夫子和周夫子在温泉山谷给老弱妇孺上课，村里的青壮年每天半天在艺术坊里干活，半天在私塾上课。此次上课的内容在以前的基础上再加上一项权谋之道。小燕儿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让心怀他们几个考秀才的人了解一下就行了。是啊，心怀他们学这个，或许将来还用得上，咱们就没必要了吧？之所以让大家学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容我今天先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小泽泽的身份。这里有台阶，小泽泽可要小心一点哦。其他人都是一言难尽的表情。村长什么时候这么不稳重了？不就是大姑姑家有钱了吗？他也不至于这样舔人家吧？谢谢村长爷爷。哎，不敢当，不敢当。你可不能叫他爷爷，他和你是同辈，叫哥哥就行。谢谢村长哥哥。哎，不客气。小泽泽，也就是梁承泽，他其实是太子唯一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小皇孙。向燕这一句话，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扔下了一枚深水炸弹，众人一片哗然。皇孙？小燕儿，你可别唬人，那是龙子凤孙，不是能随便开玩笑的。是啊，姑婆，这事儿可开不得玩笑的。不对啊，姑婆，你不是说泽泽表叔不是大姑婆的孙子吗？怎么又说是小皇孙？众人都是一头雾水，只有村长在一旁看着众人的一脸懵逼的样子，笑得很是得意。我没说谎，小泽泽确实是小皇孙，因为我姐就是当今皇后，邢哥儿就是当朝太子殿下。燕儿啊，你说的是真的？你姐成了皇后了？他一脸的不可置信，不等向燕回答，他立刻又摇头否定。不可能，你姐怎么可能当皇后呢？你这孩子怎么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大姑婆真是皇后了，那咱们岂不是皇亲国戚了？十九婆，向天也不是跟着姑婆去了京城了吗？他人呢？他没告诉你这事是不是真的？他昨晚就跟着拉粮食的去了，我还没来得及问呢。向天爷昨晚睡了一觉，今天安排他在山坳放哨去了。快叫他回来问问，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都别吵了，你们问问江夫子和白夫子他们就知道了。你们不相信我的话，还不相信他们的话啦？其实大家也不是不相信向燕，只是这件事情太过不可思议了，众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其实我姐他们的消息就是白夫子告诉我的，你们也知道江夫子和白夫子以前是当官的。对，小族长说的都是真的。得到肯定的答复，众人一片倒吸气声。那岂不是他们向家村出了个皇后？向家的外孙是太子，那就是未来的皇帝呀！你们这才相信呢啊！我昨天晚上都知道了。向老娘因为太过激动，承受不住晕倒在了地上。哎呦喂，十九婆，你怎么晕了？你将来可是一品诰命夫人的命，是皇后的亲娘。哎呀，你不能有事呀！哎呀，快让让！你个瓜婆娘，要掐人中，掐人中！向燕吓了一跳，赶紧下去查看老娘。向老娘这时才悠悠转醒，只见向老爹白眼一翻，也晕了过去。哎呀，十九爷，你怎么也晕了？你可是国丈大人，你也不能有事啊！最后几个人手忙脚乱的把二老给送回家里躺着去了。向燕看了看，没什么事，就是太激动了。在祭祖之前，我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对其他任何人说，否则
就有可能掉脑袋。大家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于是向燕就把朝堂局势说了一遍，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讲清楚了。所以这个皇位可没那么容易做的。邢格尔和我姐有他们的人支持，二皇子身后是沈贵妃和沈系一派的人，邢格尔和二皇子他们只要有一个人坐上了那个位子，另一边的人必死无疑。这是拼命，而且有可能拼的是9族的命。所以站在二皇子一派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朝堂的风波远比你们想象的更凶险，你们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要让所有人都学权谋之道了吧？不懂人心，不懂局势，将来大祸临头，咱们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让江夫子他们教你们权谋，是教你们自保，是教你们守家，是教你们在关键时刻能护住自己，护住家人，护住这个村子。不过就算以后邢格尔荣登大宝，咱们也要谨言慎行。相信通过这1年的历史学习，你们也明白了世事无常，多少人因为太过骄傲自满或者愚蠢无知，最后落得一个惨烈的下场。咱们一定要随时保持警惕之心，不能沾沾自喜，永远保持初心，做好自己。台下一片死寂，众人刚才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为向燕这一番话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小姑姑虽是这么说，但邢根以后继承皇位的把握还是最大的，该高兴还是要高兴的。这皇后和太子，那可不是谁都能当上的。今天咱们就开了祠堂，告慰祖先。村长说的对啊，咱们村出了皇后和太子，这是天大的荣耀，也该告慰祖先。对，咱们记着小族长的话，守口如瓶，谨守本分。既然如此，祭祖开始，所有人恪守礼仪，不得喧哗。祠堂内香案整齐排列，上面摆着瓜果祭品，正中供奉着向家村历代祖先的牌位。列祖列宗在上，后代向燕今日携小皇孙梁承泽和向家村族人前来祭拜，承蒙祖先庇佑，今有族人向阳以贵为皇后，母仪天下。其子梁之行升为太子，乃是国之储君。太子之子梁承泽为小皇孙，今日特开祠堂，告慰先祖之灵。愿祖先继续庇佑我向家村人平安顺遂，庇佑皇后与太子、小皇孙前路坦荡，步步顺遂，庇佑太子深得民心，终登大宝，君临天下。也愿我族人铭记警醒，谨言慎行，守护家业，不负祖先期望。江夫子和周夫人等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眼底闪过一丝欣慰。他们知道，向燕这一番话已经在这些村民心中种下了敬畏与清醒的种子。祭祀完毕，哎呀，祖宗保佑啊！咱们向家村真是烧了高香啊！除了皇后，还有太子、小皇孙，以后咱们族人再也不用怕受人欺负喽。可不是嘛！刚才听小族长说，太子以后要君临天下，咱们都是皇族亲戚，这都是祖宗庇佑。我的天哪，刚才我可是近距离看着小皇孙了，长得真精神，以后就是储君的储君，咱们向家村的荣耀啊！以后咱们可得守好秘密，好好跟着姑婆守好咱们的村子，可不能给皇后娘娘和太子丢脸。向燕看着江旭白一如以往像个游离于世俗之外的谪仙人，一脸坏笑着走到了江旭白的跟前。小族长可是来感谢我的。感谢你什么？难道你找见了姐姐一家人，不应该感谢我吗？这个呀，当然要谢你啦。为了答谢你，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哦，洗耳恭听。嘿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以前还有个未婚妻？那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不必再提。那可不一定，郑小姐可是为了你都闹着与沈家退婚了，说是宁愿出家当姑子，也不愿意嫁给别人，她要一直等着你呢。我跟她已经退亲，我们就再无关系。至于郑小姐如何想，那是她的事情，与我无关。向燕在心里吐槽，这个男人可真无情。他见江旭白是真不愿意提及此事，对郑小姐的一往情深没有半分喜悦之情，他便不再多说。太子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他早已经把徐敬之和凌晨忘到了脑后。要不是二毛飞回来带回了向燕的信，
他都想不起来这两人。向燕说了二毛劫胡信哥的事，并猜测相州府境内还有沈明瑞的同党。最后向燕让太子多照顾徐敬之和凌晨两人，太子这才想起这两人。当太子得知徐敬之和凌晨两人要告诉他的事是清水县有私兵，而且私兵还可能和前朝有关系时，他大为懊恼，恨自己怎么不早一点想起来见两人。难道沈明瑞和前朝有关系？如果事情是真的，他想干什么？想造反？方先生认为先应该飞二毛传书，告知向姑娘私兵的事情，好让他有个准备。还有听说向姑娘武功高强，无人能及，要是可以的话，让向姑娘先去探查一番也不无不可。小姨的功夫确实高，但那可是私兵，肯定是重兵把守，他不想让小姨去冒这个风险。况且向姑娘就在清水县，时间上比咱们派人现在去有优势，这件事情还是早知道真相比较好，万一中途出个什么状况，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就不好了。再说向家村人如今危险重重，这些私兵有可能就会对他们下手，向姑娘先去探查清楚，说不定对向家村更有利。更何况小皇孙还在向家村，可千万不能有闪失的。不行，这个题太过危险了。小姨虽然说武功高，但她双拳难敌四手，要是小姨有个意外，母亲还不知道要伤心成什么样呢。可是这件事实在10万火急，至少要给向姑娘提个醒。有二毛送信，3、4天就能送到，咱们派人去至少得多花半个月时间。这太子和方先生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这件事肯定要给向燕说。至于向燕要不要去探查一番，让他自己量力而行。此时清水县边家寨村后深山里中的一处山谷中，我说向东啊，你都是千夫长了，马上就要升成副将了，怎么还不高兴了？咱们的目的不是很快就要达成了？咱们的目的恐怕一时半会儿达不成了。怎么了？不是说升成副将就有机会出去吗？还是说你的副将职位泡汤了？今天主帅把我们这些千夫长以上的人叫了进去，说是以后谷里的人一律不准外出，就算是升成副将也不行。不是吧？那咱们努力这么久，岂不是都泡汤了？为什么？之前不都好好的，怎么一下就变了？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想出去而已，怎么就这么难呢？当初要不是为了成为副将能够出去，我才不会这么一路拼上来当这个劳什子千夫长。当初村里人被土匪冲散，向东和向卫华他们10几个人好不容易跑进了山里躲了起来，幸好有一群士兵骑着马救了他们，谁知这些人直接让他们强行当了兵。当了兵就算，关键他们当的还是反贼的兵。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进来几年了？5年还是6年？咱们就没出去过，整日不是操练就是操练，这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操！再这样下去，老子什么时候才能娶到媳妇儿？我他妈都26了，还没人给我传宗接代，以后死了都没人给我烧纸。说不定现在就有人给咱们烧纸呢。村里人指定以为咱们已经被大火烧死了，他们肯定想不到咱们在山火里还能够活下来。说不定这些年烧的纸钱一直在那边的钱庄给咱们存着呢，等咱们翘了辫子，咱们就直接成为地主老财了，也不一定呢。无主的财还能等到咱们下去了？指不定被哪个孤魂野鬼给捡走了。3人正说话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是你们呢，快进来吧。向东抬眼望去，就见为首之人背着手，迈着4方步，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二嫂，虽然你现在是女扮男装，但你也没必要真把自己当男人吧？少给老子废话，滚一边去！左茉莉一屁股坐在了主位上，翘起2郎腿。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老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二嫂，你还想着回去啊？我看你在这儿待得挺开心的呀，都快乐不思蜀了。放你娘的狗臭屁！老子哪里乐不思蜀了？这里啊，再适合我也不能留下啊。咱们离开的时候，石头和石柱还不会走路，我哪能放心的下呀？就算咱们出去了，可这茫茫人海，咱们去哪里找他们呢？也不知道大家好不好，有没有活下来。不是我说呀，二婆，
咱们都失踪这么多年了，你就不怕向田爷已经给石头和石柱他们找了个后娘？他敢！要是他敢给孩子整出来个后娘，老子就骑在他头上打死他！向东再一次在内心为二哥默哀，二哥以后就自求多福吧。咱们还是商量商量要怎么出去吧。上次逃跑的那2个人，大家也都看到了，主帅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2个凌迟处死了。这已经是这几年来第8次有人试图逃跑失败了。咱们要跑，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让所有人出谷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是咱们不知道的。咱们知道的消息还是太少了。不过好在二伯和向东爷明天就会升任副将，以后就有机会知道更多的事情，咱们就不会这么被动了。只能见机行事了。燕儿啊，阿娘本来去年就想跟你说了，你二哥一直单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只是去年他和你去了京城，如今回来了，要是这件事情过去了，得抓紧给他找个媳妇儿了。我去年就看着李道长和村长去买回来的姑娘当中就有一个很好，可惜现在他们今年开春都嫁给了村里的小伙子了。阿娘，二哥毕竟年龄都快30岁了，年轻姑娘未必愿意嫁给他。你也不想想，咱们家现在是村里最有钱的人家了，你又是族长，那些姑娘有的是人愿意嫁到咱们家来。更何况以后要是邢哥真成了皇上，那咱们家也会跟着水涨船高，那有钱人家说不定都巴不得把女儿嫁进咱们家。不过咱们不想那么多，我也不想娶那高门第的人家的女儿。咱们庄户人家自在惯了，肯定和那些贵族小姐相处不来，还不如买回来的听话懂事。要不是自家二哥，向燕真想呸一声，想得挺美。向燕回到村子找到向田。二哥，你想娶媳妇儿吗？你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嘛？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直接说便是。今天阿娘说想给你找个媳妇儿，所以我才问问你怎么想的。这种事儿哪能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婚姻大事自古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行了，我知道了。既然你想娶媳妇儿，那今年买回来人了，你自己选吧。有中意的就去追，至于人家同不同意就是人家的事儿。但提前跟你说好，婚姻自由，不能强求人家姑娘非要跟你，一定得是自愿，否则我第一个饶不了你。我肯定不会，你二哥我又不是恶霸，怎么会强迫人家姑娘？我就不是那样的人。我就知道二哥不是那样的人，放心吧，二哥，你长得这样英俊潇洒，肯定有人会喜欢你的。我长得也就那样，能有人看上我就行了，我也没啥要求。他已经开始向往娶了新媳妇之后就可以搬出去单独过日子的生活了。只要成了亲，哈哈，他就解脱了。想起去年有那婆婆去媳妇家里找茬的，被小妹给说了一顿，完了之后小妹还让周夫子给那婆婆上课。你这让我给她上什么课呀？讲道理吗？我就是把书翻烂，也找不出一条规矩是说婆婆不能说媳妇儿的，都是说要孝顺婆婆，婆婆说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婆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婆婆做梦儿媳妇呢，也要顺着她？是啊。周婉娘把什么女训、女戒、孝经等等书拿出来堆了一摞。你看看，这哪一本都是说要顺着婆婆的，婆婆的话大过天，没有哪个媳妇儿是可以反抗的。她随手翻开最上面的一本女戒，只见里面写着：孤云不尔而事，故宜从令；孤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逆是非，争分曲直。这话的意思是，婆婆说不要这样做，即使是对的，也应当听从命令；婆婆说要这样做，即使是错的，也仍然应当顺从，不能违背、顶撞，分辨是非，争论对错。这是什么脏东西？真晦气！这也叫说？这是哪个没脑子的写出来的？向燕斜着眼看周婉娘。周夫子，你不会觉得这些书说的都是对的吧？
自古以来，咱们女人就是这么被教育着长大的，谁敢不从啊？只是这些话，我也不敢苟同。我不管你对他讲什么道理，总之让他过好自己的生活，儿子和媳妇的生活不要插手。要是插手，就是他嫉妒、不讲道理、胡搅蛮缠、冥顽不灵、丧心病狂。总之，怎么重怎么说。周婉娘被向燕这一番话震得愣在原地，好半天才回过神。小组长，你这话若是传出去，怕是要被老学究们骂离经叛道的啊！哼，离经叛道总比委屈女子、搓磨媳妇儿强。那些书里写的全是把女人往泥里踩，凭什么女子就得低人一等？还有，婆婆也是从媳妇儿熬过来的，何苦再去为难下一辈？你就按我说的去教，一家人可以讲孝、讲敬，但不能讲压、讲欺。儿子成了家，就是另一户人家，婆婆可以提建议，不能插手，可以关心，不能管制。要是非要横插一脚，搅得小两口不得安宁，那不是持家有道，那是私心太重，见不得儿子媳妇好好过日子。我明白了，往后我讲课只教他们明理、自重、互相尊重，不教那些卑躬屈膝、逆来顺受的道理。向燕这才满意，他走时还顺走了那一摞书。小组长，你不是觉得这些书不好吗？这些晦气东西看着碍眼，教坏人。咱们村里的姑娘媳妇儿要学的是怎么把日子过好，不是怎么忍气吞声。我把这些拿回去让厨房引火用，也比摆在这里强。周婉娘哭笑不得地看着他走了。在向田想着娶媳妇之后单独出去过日子的时候，左茉莉和向东他们10几个向家人全部聚到了一起。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今天就轮到破虏营的高级带人和营卫一起巡防守营，每次换人最少5天。高级和我关系好，他是个贪酒的，有二婆给我的酒，我昨天找他喝酒，趁机灌醉了他，把他身上的巡防图拿出来看了个仔细，一字一句都记在了脑子里，还凭着记忆复制了一张，每一处哨位、巡防路线、换岗时辰都没落下。啊，真的？炮火，你没记错吧？巡防图可是军营的机密，你真能记全？放心，今天早上我借着执勤的机会，绕着营区摸清了每一处哨位，就连哪处哨位有2个营卫，哪条路线巡防间隔是1炷香，都刻在脑子里了。说着，他弯腰脱下鞋子，从鞋底夹层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草纸。那纸拿出来之后，一股臭脚丫子味瞬间飘散开来。哎呀，胖虎，你也不洗洗你的脚丫子，想臭死人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意这个？只要能从这里逃出去，臭点怎么了？臭也是宝贝。你们看啊，这里就是西侧角楼，按巡防图上标着的，这里只有2个哨卒，而且是巡防路线的盲区，巡营兵1刻钟才会来一次。西侧角楼是最好的突破口。要从西侧角楼出去，必须要穿过草料场。草料场有重兵把守，只有靠山崖边守着2个人。只要解决掉这2个人，咱们就可以穿过草料场，来到西侧角楼。西侧角楼虽然只有2个哨卒，但巡营兵1刻钟会来一次。咱们必须要在1刻钟内穿过草料场，来到角楼，翻出营墙，不能有半点耽搁。咱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本明，你负责观察哨卒动向，魏华提前准备干粮和水，藏好备用。我和向东守岁负责解决草料场和西侧角楼的几个哨卒，动作要快要轻，不能惊动其他巡营兵，其他人要迅速跟上。好，全听二婆安排。好，全听二嫂的安排。这张图所有人必须熟记，到时候大家各司其职，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3天后的亥时初，咱们在火，一旦有人发现了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就说饿了，想找吃的。这2天大家好好的熟悉一下巡防图上的位置。魏华，你带2个人提前把每个人的干粮准备好，不用多，每个人藏2块饼，1小袋水，藏在衣襟里，别被少卒查到。本明，你心思细，负责观察外面的动静，亥时换岗时你去确认是不是真的和巡防图上说的一样换岗了。守岁，你力气大，到时候跟着我和二嫂，负责扶着大家翻营墙。咱们只有半炷香的时间，必须快、准、稳。明白。还有几点必须记住：第一，全程不准说话，哪怕被碰疼了也不能发出声音，用手势交流。第二，翻营墙的时候动作要轻，不能碰掉墙砖，惊动少卒。第三，万一被发现，不要恋战，能跑就跑，优先往西侧的山林里躲，
那里树林茂密，容易藏身。第四，胖虎带路时务必盯着巡防路线，避开巡营兵，确保咱们在半炷香内抵达小楼，完成翻营。放心吧，二婆，我一定办妥。我把巡防路线刻在脑子里了，绝对不会出错。终于要出去了，我娘肯定还在等我回去，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出岔子。别激动，越到关键时候越要冷静。只要咱们按计划来，一定能顺利出去。咱们都是项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这次逃跑，要么一起走，要么一起留，绝对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人。众人重重点头。沈明瑞的风寒得了1个多月了，总是迟迟不见好，太医院的太医给他瞧了个遍，就是治不好。沈明瑞的小妾私话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他有可能撞邪了，恰好他知道一个有名的道婆，人称小神仙。沈明瑞得病一直好不了，他也心烦，于是就同意了小妾的主意。小神仙来了之后，先是装模作样的在院里转了一圈。国公爷，您这院子这阴气是重得很啊。啊，道姑，此话当真？何止当真呐？你这病迟迟不好，那不是风寒，是冲撞了邪祟。他近日常在你的院中游荡，吸了你阳气，扰你心神，这再拖下去，怕是要缠绵病榻，诸事不顺喽。你这病是不是得了得有1个多月了？初时不严重，只是偶尔的咳嗽1、2声，这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而且除此之外，府里其他事情是不是也不顺呢？道姑怎么知道的？当然是从你这个院子里看出来的。他一边说，一边拿桃木剑东指西划，一会儿说西北角有脏东西，一会儿说廊下阴气缠人，唬得沈明瑞脸色发白。哎，罢了罢了，贫道心善，便替你走这一遭。这是驱邪要消耗修为，还需要一些香火钱，供奉神明，才能彻底的镇压。沈明瑞哪里在乎多少银子，他立刻让人端上来200两码放的整整齐齐的银子。小神仙看到银子眼睛都亮了，不过他很快就收敛了神色，装模作样烧了几张符纸，撒了点清水，口中大喝几声，挥剑乱舞一番。已替你暂时镇压住了，只是这日后还需小心，莫要再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小神仙便揣着银子，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只是沈明瑞不知道，这小神仙那天从他那离开之后没多久，就被司化请去了。司化喜滋滋地收下了小神仙给的那150两。表姐，还是我的法子好吧？指望你在村子里给人装神弄鬼，能挣几个钱啊？谁装神弄鬼了？我那是真本事。切，你有没有真本事，我还能不知道了？小神仙冷哼一声，没反驳。项家村。啊，三毛，你怎么又回来了？是邢哥让我回来送信的。他急忙从三毛的腿上取下信纸，看到上面的内容，项燕震惊，没想到清水县竟然有私兵，还可能跟前朝有关。如果这些私兵要开始造反，那么清水县首当其冲受影响。不行，坚决不能让项家村人的心血白费，他得想想办法。在此之前，他得先确定徐静之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项燕当即决定晚上就去夜探边家寨后山。夜幕降临，月色朦胧，项燕爬上山顶的时候，很快就感知到了一处山谷里有很多人。他只借着草木阴影轻轻一纵，便如一片夜影般落在墙内。他以木犀亦能感知气息，又对照营帐、营房、粮草、军械的规模，在心中默默估算，这营地之大，人数之多，远超他预料，保守估计也有3、4万人之众。此地不宜久留，他已经摸清大致布防，人数、区域，再待下去没有必要。他不再犹豫，转身循着原路退回。可就在他刚摸到围墙之下，不远处忽然掠过几道敏捷的身影。那几人翻墙落地急行，全程不发一声，专挑荒僻小路走，直到彻底远离兵营，来到一片无人的乱石坡。谁？震得向东的手发麻，
一时没反应过来，就被向燕一脚踢中了腿，弯处跪在了地上。你们别过来，否则我就杀了他！你是谁？有什么目的？向燕听到左茉莉的口音愣了，这方言分明和向家村人以前的口音一模一样。你们是虞岐州人？你也是？看在是同乡的情分上，只要你们认真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就放了他。你想问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会从山谷里出来？老实回答，否则……你别动他，我们都说。左茉莉把向燕的问题回答了一遍，然后说了山谷里的情况。他们这4万人叫复明军，就是恢复明朝的意思。向燕把想问的都问了一遍，于是一把松开了向东，把他推到了对面。看在是老乡的份上，我就不为难你们了，你们走吧。啥？走？于是向东不甘心的又朝向燕一掌袭击过去。向东，算了，我们快走。向东？不是他三哥死而复活了吧？不能吧？三哥不是被火烧死了吗？等等，你们叫什么？向燕想问其他人的名字，但向伟华他们没人回答，只一个劲儿的用招式猛攻他，和他打了起来。别打了，或许咱们是亲戚。算了，管他是不是亲戚，先把他们打趴下再好好说话。于是向燕也不再让着他们，一个个打过去。于是没一会儿，地上就躺了一片。都说了别打了，你们非不听，现在心里舒服了，可以回答问题了吧？哎呀，姑奶奶别打了，您想问什么就问吧，我都说还不行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三。这个胖虎撒谎也不知道说个像样的名字，说这么个随便的名字肯定瞒不过这个女魔头，估计又要被揍了。张三，那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兄叫李四啊？我错了，姑奶奶，我说。老实说，否则我不介意送你上西天。我叫向胖虎，姑奶奶，这次我说的是真名，我就叫胖虎。向胖虎？是，姑奶奶，我就叫向胖虎。以后叫我姑婆就行了，姑奶奶听着不顺耳。啊？以后？不会吧？这个女阎罗不会要抓他们回去当壮丁吧？向东呢？谁是向东？向东刚才被向燕打的最多，他现在浑身上下都疼，这会儿正忍着疼在心里问候向燕祖宗18代。哎呀，胖虎啊，你别怪姑婆对你不好，既然向东不答应，那我只好送你去和家人团聚了。别呀，姑奶奶，不，姑婆，向东爷，快救救我！够了，放开胖虎，有什么事冲我来。你叫向东，东南西北的东，是又怎么样？那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关你什么事？姑娘，你有什么事问我好了。向东他这人就这臭脾气，你别跟他计较。你又是谁啊？我叫向田。向燕一听到二哥的名字，立刻想起来这人的声音像谁了。原来自家二嫂这是玩的女扮男装那一套啊。胖虎骗我一次就够了，你还想骗我一次？真当我有这么好骗啊？姑娘说笑了，我就是叫向田，不信你问他们。他们和你都是一伙的，肯定向着你说话。你要是向田的话，那石柱和石头的娘是谁啊？他的这一句话简直石破天惊，众人直接被炸懵了。你怎么知道石柱和石头？你到底是谁？你是谁？三哥，你连妹妹我都认不出来了。啊，小燕，你是小妹？对呀。小燕，你真的是小燕？石头、石柱还有爹娘他们都还好吗？还有我娘，我大哥、侄子、侄女他们都还好吗？你们先别着急，大家都挺好的，有吃有穿，就住在离这里有10几里路的村子。向燕把大致情况说了一下，众人听到向燕说家里一切都好，他们哭的哭，笑的笑，很久才平复好心情。小燕，咱们快回家吧，我好想见石头和石柱啊。对，咱们赶紧回家去。小妹，你来山谷干什么？来探查探查山谷里是什么情况。对了，
你们比较熟悉里面的情况，给我好好说说吧。你来探查山谷干什么？知不知道这里有多危险？以后可不能来了。知道了。向燕反问向东他们是怎么到山谷里的。于是向东把他们从被傅明军救治后，到他们当上副将的事说了一遍。你是说，你和二嫂都已经成了副将？是啊，三哥厉害吧？我跟你说啊，二嫂比我还厉害呢。回去，你们必须回去。向燕想到一个计划，既然三哥和二嫂已经成为副将了，说不定将来他们可以来个里应外合，这样岂不是省事？什么？你让我们回去？你莫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吧？没开玩笑，我是认真的。知道我为什么要夜探山谷吗？那是因为……向燕巴拉巴拉把姐姐是皇后，邢根是太子，还有他们现在的处境等等都说了一遍，听得众人目瞪口呆，个个大张着嘴巴合不上。哎呀，三哥，你别激动啊，还有大寿等着你们呢。小燕，你说的都是真的？大姐她真的成皇后了？那邢根那孩子成太子了？姑婆，那我们岂不是皇亲国戚了？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大姐虽然是皇后，但处境凶险，现在又有前朝余孽不死心。我想让你们在傅敏军里做内应，到时候有什么动向，咱们随时就可以通气儿，大姐和邢根的位置才会稳当。姑婆，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而且我也想家里人了，在这里也不知道要待多久。可你们想想，你们不回去，傅敏军迟早会反，等他们打起来，战火一起来，最先遭殃的就是清水县，咱们的日子不会好过。你们是想眼睁睁地看着家人被乱兵祸害，还是想拼一把，提前把这祸事掐灭？但是只要将来邢根成了皇上，咱们就算彻底翻身了，到时候就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家里也能彻底改换门庭，难道你们不想吗？三弟，小燕说的对，我们逃回去是躲一时，可真等乱起来谁也躲不掉。我们在里面至少能帮上大姐和邢哥的忙，你说呢？咱们必须回去。胖虎，我知道你不想回去，谁不想立刻回家见爹娘，见家中的亲人？可小燕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清楚了。这件事儿咱们不能置身事外，咱们必须担起这个责任。姑婆，你说咋办就咋办，不就是当卧底吗？为了家里人，为了全村人，还有大姑婆和太子表叔，我胖虎豁出去了。我们也愿意。好，我们回去。你说要我们怎么做，我们都听你的安排。你们先不用干什么，等我给邢根去信，到时候看他怎么办，咱们再见机行事。记住，先保命再传信，不着急冒险，不露半点破绽。等我消息，只要这件事情解决，你们就能安安稳稳的和家里人团聚。我相信邢根很快就会解决傅敏军的事情，你们暂且忍耐一二。好。向燕没想到这次来有这样的意外之喜，他有预感前朝余孽蹦跶不了多久了。向燕把他们彻底送到了向东他们的居所，他这才放心下来，正准备立刻回去，谁知这时候外面竟然传来了凌乱的脚步，一个声音传来：大帅，向天他们肯定跑了，我最近就觉得他们那群人不对劲儿，总是在守卫的地方晃悠。今晚啊，我半夜起来睡不着觉，想着找向田副将切磋一下，谁知道里面竟然没人呢，就连他的2个侍卫也不见了人影，我就觉察出事情不对劲儿了，急忙就来向东这里找人，果不其然他也不在，哎呀，他们肯定都跑了。向燕顺势躲在了衣柜后面，向燕刚藏好，门哐当一声从外面被邹云一脚踹开了。主帅，您看这屋里一个人都没有，他们肯定逃跑了，咱们啊可得赶紧把他们抓回来。是吗？大帅，你怎么来了？邹副将，你怎么也来了？你们刚才不是不在这里呀？我们不在这儿在哪儿呀？难道是你大半夜的把大帅骗到这儿，就是让大帅罚我们？嘿，你也不至于撒这么样的弥天大谎吧？你把元帅当什么了？不是我说你啊，邹副将，你也太小气了吧？咱们那天就是发生了些口角，
你就这么记仇，谎称我们逃跑，就是为了让大帅来抓我们饮酒吗？哼，大帅可是允了我们可以饮酒5天的，今天正好是最后一天，你怎么能为了这点小事儿折腾大帅半夜睡不好觉呢？你们刚才分明不在，这屋里一个人都没有，你们……行了，你也是当副将的人了，不要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不放过，做人胸怀还是要放宽一点。邹云被这话说得心凉了半截，他知道他犯了阮经义的忌讳，他这次算是在阮经义面前彻底没了好印象。行了，带着你的人。说完，他转身看向向田和向东等人，你们也安分些，饮酒归饮酒，莫要误了正事，早点休息吧。末将遵律。待阮经义转身，带着清兵率先离去，邹云还僵在门口。邹副将，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不然下次可不就是几句斥责这么简单了。话音落下，左茉莉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里的嘲讽毫不掩饰。向燕骑着马赶回去的时候，天都已经亮了，还是强撑眼睛打着哈欠，先给太子写了信，说了私兵的真实情况，然后简单说了向东和左茉莉他们的事情，让三毛又往京城飞去。看到三毛飞走以后，向燕回房倒头先睡了一觉，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天都快黑了。向燕去了一趟私塾，此时江旭白正在编辑部看稿子。白夫子还在忙？怎么这么多稿子啊？现在向燕看向自己的桌子，顿时一个头两个大。他桌子摆了4、5摞稿子，向燕怀疑桌子都快要被压垮了。哼，你慢慢看，不着急。现在正是多事之秋，还是村里的事要紧。你也不要太劳累了，这些先放着。反正你之前留的那些书，也足以支撑接下来2、3个月的独家新书了。哎呀，我哪里有你劳累？你白天还要上课，晚上又改稿，你这么好看，劳累变丑了就不好了。话说完，向燕就觉得不对劲了，自己这话怎么这么听着像是在打趣他，甚至带着几分连自己都没察觉的亲昵。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么忙太辛苦了，得好好休息。我知道。我来找你是有正事要跟你说。于是他把事情说了一遍。所以你昨晚一个人夜探山谷去了？是啊。这种事情你应该让我去的，或者至少叫上我一起去。你一个人太危险了，危险了。难道你一个人去就不危险了吗？再说了，做这种事当然是一个人更方便。我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的。虽然你与一般女子不一样，但做事的时候应该想着还有很多关心你的人。放心吧，我很惜命的。江旭白听出来他语气里的敷衍，于是便不再多说，转而说起了正事。夏浅这个人我爹应该认识，当年他是荆州有名的才子，魏中进士前曾来我们家请教过父亲文章，我也是在夏浅走后才听父亲提起过此人。咱们之前见过的毛知县应该就是他。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杀了毛知县好像也不行。咱们最好能劝说毛知县归降朝廷，他是富民军的军师，地位极高，更何况4万富民军的粮草全靠他在支撑，他是关键人物。只要他归顺了朝廷，他就可以带着我们进入山谷，借机杀掉主帅，那整个富民军的权力就到了他的手上。只要是不愿意归降的部将，咱们可以全杀了，到时候可以让你三哥担任主帅也未尝不可。关键是毛知县会降吗？我听父亲评价过此人，说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夏浅心有抱负，满腔热情。再说咱们和他也算认识，虽然相处时间很短，但也看得出来他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只是这种人想要收服其实极为简单，只要能说服他。说服？那就靠你了，我要么都是打服人，要么骂服对方。你恐怕对自己不够了解，你的说服能力一点不比大儒差，而且像夏浅这样的人，最好的就是骂醒他，没有人比你更合适啦。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当然是夸你啦，
虽然你是在夸我，但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我骂不醒他，那就你来上。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县城，正好半夜翻墙去找毛知县，把他打晕了带出来说服他，说服不了就打服，打服不了，那就杀了算了。不如明天白天先去县衙求见他，如果他不肯见我们再半夜翻墙吧。行吧。其实向燕内心还是觉得翻墙好，但既然江旭白这么说了，那就听他的，他肯定有他的考量，向燕也就不再纠结。第二天一早，向燕和江旭白就赶着骡车去了县城。劳烦差爷通报一声毛知县，就说醉仙楼向燕前来拜见县尊大人。还请向东家稍等，我这就去通传。夏前听到是向燕求见，他微微皱眉，他不知道那个小姑娘找他有什么事，但是醉仙楼的那个案子结束之后，也算了他们的一面之缘，估计这次这个小姑娘有事有求于他，但他不想有什么牵扯了。再说他最近烦心事很多，没工夫搭理外人，于是让衙役拒绝了。我们大人说了，他现在没时间见你，请回吧。有劳差爷了。说完，向燕跳上骡车，赶着车去了望仙居。当大门被敲响的时候，众人都吓一跳。谁？我，快开门！太姑婆，你终于来了，事情可是解决了，咱们什么时候开门营业？不急，你先把骡车牵进来，咱们再说。啊，白夫子，你也来了，快请进。见是向燕来了，众人顿时围着向燕问这问那的。但慧兰见向燕那一直打哈欠的样子，于是赶紧提醒众人先让她去睡觉。到了夜里，程立跟古刚敲过2响，两人熟门熟路绕到县衙后墙。嘘，跟我走，我知道他在哪里。江旭白眼底掠过一丝讶异，他不知道向燕是怎么知道毛知县的位置的，难道他以前来过？果然，最深处一间屋子窗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我是不可能听从沈大人这样的命令的，亏得他能干出来让人屠村的事。去年静陵县曹家沟村那一村的百姓被他杀了，今年他还想再来一次，他简直是拿人命当儿戏。哎呀，虽然屠村是有些伤天和，但那是皇后的娘家人，跟皇后和太子有关，就不算伤天和。哎，说起来，他们都是反贼呀，没有什么可值得同情的。我不同意，向家村人都是什么也不懂的无辜百姓，杀他们有什么用？沈大人应该把精力用在如何反魏复民上，而不是盯着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哼，难道你想违抗上面的命令？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后悔跟着一起反魏复民了？哼，你也别用激将法，这件事儿就当没发生。沈大人那边我会解释。若是你连这点事都不办，你觉得沈大人他们还会让你继续管着那么多人吗？他们还放心让你管吗？咱们不仅要完成大业，还要为先帝报仇。向家村人是反贼皇后的娘家人，那他们就罪该万死。否则，你就是对不起先帝对你的器重，愧对明朝。毛知县冷着脸一言不发。好，既然你不愿意，那我直接去找阮大帅，让他派人去屠村，你好自为之。哼！说完，他一甩袖子就往门外走去。只是他刚出屋外，就被向燕一掌劈晕了。向燕一步跨了进去，毛知县以为蒋师爷又进来了，他没有回头，心里止不住的叹气。他在清水县当县令的几年，一直不停地反问自己做这一切对不对？对吧？他对不起百姓。不对吧？他又怎么对得起一直对他礼遇有加的永陵皇帝？夏前，他转过头，见是向燕一愣，但随即就想喊人来，话还没出口，就被向燕一个手刀给劈晕了。刚捆好人，毛知县就悠悠转醒。你喊，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向姑娘，咱们无冤无仇，就因为我没见你，你就把我绑了来，这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吧。毛知县立刻想起了他被打晕之前，向燕叫了他下前。毛知县立刻睁大了眼睛。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姓向，你说我是什么人？你和蒋师爷的对话我可都听见了。你是向家村人？啊，
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毛知县啊，应该叫你夏浅。你就不好奇我们是怎么知道你的身份的？知道怎样？不知道又怎样？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夏浅，你可还记得玉郡江家？你就是江先生的大儿子江旭白。是。传闻江大公子风仪出众，才华横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知令尊可还好？家父很好。哈哈哈哈哈！江先生好就好。此前听闻江先生被那昏君梁家康发配3000里，我还担心过他。如此看来，是我多虑了。多谢你还记挂家父。家父曾经夸奖过你有人心风骨、赤子之心。如今看来，是家父看走了眼。可不是，江夫子这看人的本事不行啊！你看看清水县的老百姓，在夏浅大人的治理下，过得那简直叫一个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走投无路、买儿卖女。你的良心都被喂到狗肚子里去了吗？我也是不得已，为了先帝，为了明朝江山，我不得不这么做。哼，为了明朝江山，我看啊，你就是为了你自己。我没有，我绝不是为了自己。我夏浅生于明朝，长于明朝，受先帝厚恩，此生唯一的执念便是光复明朝。我宁愿背负千古骂名，宁愿被万人唾弃，也绝不会动摇半分。哼，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不要说什么为了光复明朝，为了永临皇帝了，你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你先别急着打断我，你为了满足你光复明朝的私欲，置天下百姓的死活于不顾，为了这个目的，你宁愿让已经太平的天下再次动乱，让天下再次掀起腥风血雨，宁愿百姓流离失所，也要完成自己那可笑的理想。你真当自己很高尚是不是？我就问你，你读了这么多书，可知道4个字：气数已尽？不，我不相信什么气数已尽。先帝那样仁慈的皇帝，明朝不可能结束。永临皇帝是仁慈，但他之前呢？你身为永临皇帝身边的人，你当然体会不到百姓的苦。不知人间疾苦，何不食肉糜？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你做这些是对得起永临皇帝了，那你对得起天下百姓吗？百姓在你们这些人眼里就是蝼蚁，就可以不放在眼里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天下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它是百姓的天下。百姓过得好，那叫盛世；百姓过得不好，那叫乱世。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皇帝，只是替百姓管理天下的，并不是谁当了皇帝就可以随便牺牲百姓，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谁都没有资格。你明白吗？他有罪，他确实愧对百姓，愧对圣人的教诲，愧对列祖列宗。夏浅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你们想知道什么？说吧。我想知道你知道的一切，包括山谷里那4万士兵的事。看来你们已经知道了不少，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吧，就当是我赎罪了。夏浅说起了当年的事。明朝后期各地纷纷起义，到处都在打仗，当然京城是避免不了的，谁都想当皇帝。当年的建安王打上京城时，永陵帝提前带着文武百官跑去了苏里州。在苏里州，当时还是沈副将的沈明瑞负责永陵帝的守卫工作。他把女儿沈清珠献给了永陵帝。沈清珠陪伴了永陵帝4年多，这4年沈清珠一直未有身孕。谁知就在梁家康打进来的前1个月，沈清珠怀了孕。永陵帝仓皇中只带了沈清珠和一些官员逃走了。沈明瑞没有及时逃走，最后他选择投降了梁家康。起先梁家康并不信任沈明瑞，沈明瑞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把沈清珠的双胞胎妹妹沈宝珠献给了梁家康。梁家康和沈宝珠在一起没几天就去打仗了，这一走就是小半年。等他回来之后，沈宝珠已经悄无声息换成了沈清珠。可惜梁家康那个糊涂蛋，几个月回来以后，
竟然没发现人已经换了。他看着已经大肚子的沈清珠很是高兴。就这样，沈清珠生下了二皇子梁之遥，成功替代了沈宝珠，成了独宠的沈贵妃。而真正的沈宝珠其实也怀了孕，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叫正父，被沈明瑞送来了清水县蒋师爷的身边，成了这4万富民军名义上的主人。向燕张大了嘴巴，他不可置信，这些人下得好一盘大棋呀。你确定你要说的都说完了吗？都说完了，只是我死后，希望你们把我埋在秦州玉梁山先帝的坟旁边。想死哪有那么容易？你做的孽还没还清你就想死，老老实实还债吧。你还想让我做什么？当然是替皇后娘娘和太子做事，当好你清水县的县令，为百姓好好做事赎罪。相姑娘，你是什么人？这事你能做决定？我是皇后的妹妹，太子的小姨，这事我做不了决定，但我可以跟你说说情嘛。再说这后续的事情，的确需要你帮忙。听说太子人心厚德，为而不报，是社稷之福，希望他能让天下苍生安居乐业，不再受战乱流离之苦。放心吧，我大外甥要能力有能力，要才智有才智，要人品有人品，肯定会治理好国家，让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的。我送你回县衙吧，明天咱们再商量接下来的事儿。那他呢？杀了。别，我也投降，我也什么都说，我也愿意为朝廷为太子效力呀。行吧，你看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知道的夏大人都说了。浪费时间，你先送夏先生回去吧，这个蒋师爷我来处理。好。你们什么意思？处理我？不会是要杀了我吧？我都投降了，你们不能这样。夏大人，夏大人，你快求求情，别扔下我一个人啊！聒噪！向燕嫌他吵，一掌又给他拍晕了。江旭白和夏乾刚出门，就见向燕扛着已经晕过去的蒋师爷跟在了身后。我先行一步啦。这向姑娘竟如此大力，习惯就好了。向燕把蒋师爷扛到了他家门口，然后用力拧断了他的脖子，把他用绳子挂在了门口的歪脖子树上。做完这一切，向燕就急匆匆往回奔，他太困了。你没见过沈贵妃吗？后宫嫔妃不能见外男，就算是宴会，那也是有屏风遮挡的，并不能看见容貌。难怪。难怪什么？难怪你和江夫子没觉得沈夫人奇怪。江旭白不明所以，疑惑地看向他。沈夫人和沈贵妃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只要带着沈夫人去见皇上，把当年的事情说清楚了，那么沈系一干人等立刻土崩瓦解，太子殿下就再无后顾之忧了。可是沈夫人和魏先生未必答应，魏征必然不肯让沈夫人去见皇帝的。此事事关重大，这可不是咱们或者沈夫人他们能决定的。太子殿下肯定不会放弃这样的好机会。再说，沈夫人的儿子，也就是真正的二皇子，现在被蒋师爷送去了华州一带，成了前朝的小皇帝。太子殿下还不知会怎样解决这件事情，只怕殿下是容不下的。专夫的事情，先别跟沈夫人提起，不知道就不会伤心。不过带他去见皇上的事情，虽然不能由他说了算，但是我也要跟他说一声，让他提前有个准备。江旭白知道向燕决定的事情，别人是劝不动的，于是不再多说。两人说起了去私兵营的事情。县衙里跟随夏乾的那10几个护卫，都是夏乾的心腹，他们只要杀掉阮敬义，除掉不服的几个将军，把向东和左茉莉提拔上来坐镇，应该问题不大。向燕当天夜里就再一次潜入了山谷的兵营，去了向东那里。向东见小妹又半夜闯进了兵营，吓了一跳。向燕把他们的计划跟向东说了一遍，让他明天做好准备。向东答应了。夏军师来，可是有什么事？大帅，沈大人来信有件大事，需要请将军和军中各位头目一同商议。是什么大事？等大家都来了就知道了。赶忙让身边的侍卫去叫人。等人的功夫，
阮敬义这才注意到向燕和江旭白。你身后这2个侍卫，我似乎没见过。这是我培养的2个新人，你没见过，很正常。阮敬义总觉得夏前今日有些古怪，但他觉得在他的地盘，亮夏前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于是也没再细究。好了，人都到齐了，有什么大事，夏军师就直接说吧。夏前深吸一口气，正要开口拖延时间，却见向燕突然动了。阮敬义双眼圆睁，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身子一软，直直地倒在了榻上，当场气绝。书房内瞬间一片哗然。大胆！你是什么人？敢杀大帅？阮敬义勾结奸佞，意图谋反，残害百姓。今日我等奉太子之命，将其正法，愿归顺朝廷，为百姓效力者，既往不咎；若有顽抗者，格杀勿论。你个叛徒！咱们都是明朝人，你竟然投靠反贼！大家跟我一起杀了他！邹云和后面的一个副将还没冲上去，就被左茉莉和向东一人一刀从后背捅穿了心脏的位置。邹云不可置信，他想要回头看看是谁在背后捅刀子，但头转到一半就倒下了。前面的向燕早就挡在了江旭白和夏前的身前，他的短刀上悄无声息地附上了异能，不等这些人扑上来，他就隔空用力一划，瞬间白色的异能如剑气一般把冲在最前面的4个将军一分为2。少侠饶命！少侠饶命啊！我们愿意投降！我们……刚才向燕可是看得清楚，这2个副将一直东躲西藏，还推别人当垫背的，这样的人还是不要活着的好。向东和左茉莉咽了咽口水，小妹啥时候变得这么凶残了？三哥、二嫂，咱们去看看外面怎么样了？行。外面阮敬义的人已经被向卫华、向本明他们10几个向家人带人全杀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夏前点头。这一天的富民军改了名字，成了昭义军，以守卫百姓、保家卫民为宗旨的大卫军队。昭义军的新主帅是向东，本来向燕想让左茉莉担任主帅，但左茉莉不愿意，她想尽快能回家见到孩子和家人，于是向燕便让她当了一个将军的职位。这样既可以暂时在军中帮向东稳定着4万士兵，还可以经常回去看看家里。至于以后，等太子决定这4万人该如何处置再说吧。只是夏前抛给了向燕一个难题，这4万士兵每天可是要吃喝的，如果不从百姓身上搜刮银钱，那么就得向燕自己想办法了。向燕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再开个绣坊，卖紫色缂丝和绣品。向家村的女人们学了那么久的刺绣，也该拿出成绩了。向燕在筹备开铺子的时候，南明他们一行人已经到了向家村。见到南明他们，向燕立刻想起了他还没有和沈宝珠说去京城的事，他很自责，都是自己害死了母亲。他恨自己，更恨沈明瑞。为什么他连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不放过？他就不配为人父，为人夫。该死的应该是他。沈宝珠恨不得亲手杀了他。不知这位是？这位是太子身边的亲信南明。你们想干什么？向燕看他的反应就知道魏征什么都知道。向燕有些不忍心伤害沈宝珠，但有些事情不得不说，不得不做。我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除了是向家人之外，还是皇后的亲妹妹，太子的小姨。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是有意接近我的。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魏征上前心疼地抱着沈宝珠，抚着她的后背安慰，对向燕怒目而视。他有心想说让向燕滚，这里不欢迎你，但一想这是向家村，他没有资格。我刚开始真的不是有意接近你的，这一切都是偶然，只是让你们跟我回向家村的确有私心，想从你嘴里知道些什么消息，从而能帮上太子。但你不愿意多说，我就没有强求。这次之所以找上你们，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其实你才是真正的沈宝珠。而且我们也知道了，二皇子其实是永陵帝的儿子。我带南明来，主要是想让沈夫人跟着南明去京城见皇帝，把当年的事情说出来。不行，宝珠哪里也不能去，她不能去京城。
难道沈夫人不想为自己的母亲报仇？沈宝珠顿时怔住了。别听他的话，他是骗你的。你给我出去，这里不欢迎你。我劝你说话注意点，这件事可由不得你们愿不愿意。沈夫人你……我愿意，只要能杀了沈明瑞为母亲报仇，我什么都愿意做。宝珠，你要是去了京城，你让我怎么办？对不起。他知道自己去了京城之后，两人就无再见的可能。可是母亲的仇他不能不报，再说他不去也由不了他。我陪你一起去京城。沈宝珠定定地看着魏征，最终还是说了一个好字。你们收拾一下，明天和南明他们一起上路。那我姐姐岂不是也要背？向燕沉默了。沈清珠自不用说，混淆皇室血脉，更何况还是前朝余孽的血脉，不来个凌迟处死都算好的了。唉，宝珠，其实当年让我来杀你的不只是沈明瑞，还有你的姐姐沈清珠。她怕你会坏事，所以想杀了你，以绝后患。他究竟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都要这样对他？见状，向燕也不好多待，带着南明离开了。你到了京城，告诉邢哥，要是可以的话，还是尽量让沈宝珠和魏征以后能在一起，让他们两个人过平凡人的生活。这件事恐怕主子也不好办，毕竟沈宝珠是皇上的人，很可能会被封为妃子。如果太子成了皇上，不就可以成全他们了？给你家太子爷说，让他使使劲儿，努力早日当上皇上，就万事大吉了。知道了。啊？他之前一直觉得小姑姑在搞什么大事情，此刻这种感觉更强烈了。哎呀，小姑姑，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咱别乱来了行不行？咱们村现在这不好好的，你又闹什么幺蛾子？大家肯定不会同意的。有良啊，你看咱们族里现在这么多人，就我一个族长，这不成了我的一言堂了吗？这万一因为我年纪小，做出了个什么错误决定，这不是害了咱们全村人吗？有什么事大家一起群策群力，这比我一个人想问题周全多了。所以咱们还是选几个族老，有事大家商量一起决定，岂不美哉？小姑姑，你说多选几个族老我同意，但是你说要选一半的妇人当族老，我坚决不同意啊！这不是胡闹吗？你一个女娃娃当咱们族长已经是破了例了，要是让村里面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当族老，那咱们向家村可就真成了这十里八乡的笑话了。怎么会成为笑话？这是咱们向家村有思想远见，是独树一帜，不为世俗所束缚，考虑问题更全面，不偏不倚。男人总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你说是不是？不行。笑话，妇人当族老，那他们村的男人还要不要脸了？而且，小姑姑，你看看现在村子里这些个小女娃和妇人，一个个都厉害的不得了，哪还敢再选妇人当族老啊？这样下去，他们岂不是要翻天了？哼，他们怎么了？是杀人还是放火了？他们厉害点怎么了？难道只能像以前一样让男人打骂才对？那家里的男人有良心还好，那没良心只会打骂媳妇儿拿孩子出气的，你就觉得对了？难道女人心里有委屈就只能忍，那就好啦？你扪心自问，抛开世俗礼法，这些规矩真的对吗？这男人本来就是女人的天嘛。呸！那个有良啊，你说男人是天，意思他就可以随便打骂女人，女人就得憋着了？道理不是这么个道理吧？村长无语凝噎，只能干瞪着香艳。你看吧，你也说不出来了吧？这自古以来的规矩都是错的，大错特错，话都让男人说了，气都让男人撒了，女人就得受一辈子委屈，这肯定不对。咱们向家村就得给天下人做个表率，让咱们村的女人也立起来，让男人的坏毛病都改一改。咱们村的男人和女人以后心里都不能有气，这样才叫真正的和谐幸福的村子。所以族里既不能成为我一个人的一言堂，也不能成为男人的一言堂，应该让女人也加入进来，这样才能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也能考虑问题更全面，这样才叫完美，是不是？总之最后落脚点就是要选一般的妇人当族老。村长就知道他说不过这丫头，每次只要对上小姑姑，他就只有深深的无力感。小姑姑啊，哎，这十里八村啊，不，这全大魏全天下也没有妇人当族老的呀。这要说出去了，让咱们村的男人们还怎么做人呢？肯定会被别人嘲笑，大家出去都脸面无光，这不是让人耻笑吗？虽然说你说的也算对，但事情如此啊，咱们也不好太过另类，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的。
族老可以选，这妇人当族老就算了吧。小梁啊，我问你，咱们村以前吃不饱穿不暖，出去要饭的时候，别人瞧得起咱们吗？村长已经知道了向燕要说什么了，只能丧气的摇了摇头。那不就是了？归根到底，这瞧不瞧得起，最重要的还是咱们村有实力才行。只要咱们自己够强大，谁敢瞧不起咱们？只有软弱自卑的人才在意别人的眼光。咱们强大了，那咱们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对的。放心吧，有我的带领，咱们村只会再创辉煌。到时候他们羡慕咱们还来不及，怎么会嘲笑呢？这人啊，都是慕强的心理。咱们现在已经是被周围都羡慕的村子了。你看我当了族长，你们谁出去怕被人笑话了？所有人还不是争相巴结，他们恨不得都把女儿嫁进咱们村，是不是啊？行啦，你也别垂头丧气的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通知所有人，这个月5号、6号休沐的时候，让所有人都回村。咱们要选族老，不论男女。可是，哎呀，这你让我怎么跟村里人说呀？二叔还有守田、二牛他们不得炸开了锅呀！我现在去说，他们肯定立时就要闹起来。我可没你这好口才。你就通知所有人，就说我有大事要宣布，让大家伙回村就行了。这能行吗？那到时候你咋解决啊？你不都说我能狡辩啦？村长顿时无言。算了，他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去通知就去通知，到时候让这丫头头疼去吧。第二天，向家村所有人，包括在清水县和定义县各个店里的向家人都收到了消息，村里有重大事情要所有人都回去。众人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事要这么兴师动众，但在向家村的人就直接问了村长。我也不知道，都是小姑姑让我通知你们的，具体的事情啊还要问她。你就没问问到底什么事儿？这么大动静？我问了，但这事儿啊，小姑姑说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我知道，但我不能说。你这个村长当的啊，你就这么放心让小燕一个小姑娘家的乱折腾，连问个话都问不出来，你还能干什么？要不二叔您去问问小姑姑呢？你一个当村长的都不关心什么事儿，我一个老头子懒得瞎操心啊！小燕这丫头主意大得很，她打定的主意就是10头牛都拉不回来，她才不去触这个霉头。村长觉得趁着现在去象州府买一些人回来，省得一想到小姑姑那称得上惊世骇俗的事情就头疼。村里还有好一些人没有成亲，就比如自家那2个让人生气的儿子。得知村长买人回来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好奇心止不住，呼啦啦都跑去私塾看人去了。向田也跟着去看了，他在人群中一眼就相中了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子，他就喜欢个子高的。想当初他相中石头和石柱的娘，就是因为他个子高。阿娘，给我拿些银钱吧，我想买些东西。你想买什么东西啊？阿娘，你就别问了。那你要多少银子？20两吧。这没成亲就是不好，他每个月的银子全部都上交给老娘了，什么事情都要经过爹娘同意才行。他要成亲，要搬出去住，要自己管银子，一想到以后什么事情都能自己做主，向田的心里就美滋滋的。多少？你要这么多银子干什么呀？娘，你不是说让我娶媳妇儿吗？那我不得买些衣服首饰讨人欢心吗？这讨媳妇儿也不是光拿银子砸，你也得嘴上活泛，会哄人开心。10两银子足够了。娘就是偏心，小妹那么多银子自己管着都可以，为什么我就不能自己管银子？嘟囔啥呢？你小妹管那么多铺子，一村人的吃喝都在她身上，那银子肯定得自己管。你要是有本事开铺子，自己能立起来，我也不管你了，随你花用。知道了，我就是这么一说。二哥，娶媳妇这事儿，我劝你还是耐心等几天，想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然容易挨打。不是吧，小妹，我娶媳妇这事儿不是你同意的吗？你怎么现在反悔了还要来打我？谁说我要打你了？我才没那闲工夫。只是呀，会不会有别人看不惯你沾花惹草，就不一定了。谁啊？除了你和爹娘，谁敢动我一下试试？看我不打断他的腿。姑姑，我爹是不是要娶后娘了？金宝说
后娘会打孩子的，我不想阿爹娶后娘。后娘不会打人的，她不敢。有爷奶还有姑姑，咱们不会被打的。放心吧，你弟他娶不了后娘的。啊？为什么呀？等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向田在镇上买了一匹细棉布，又买了一个细细的银镯。等回到家里，看到小妹那一脸玩味的笑容，向田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些后脊背发凉。鬼使神差的他把布和手镯留了下来，他还是先不要送了，万一挨打就太丢脸了。虽然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谁会打他。村长这时候来了，他把买来的人都安顿好之后，就想起跟向燕说富贵和贫贵的事情。向燕听了村长的话，答应了他的要求。正好我明天要去定义县一趟，绣坊已经找好位置了，我也去看看，顺便让他们回来。那你赶快去吧，早点让他俩成亲，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啊。向燕送走村长，就往私塾过去。他还有好多的稿子没看呢。向燕刚到村口，就看见孙神医这老头悠闲自在的在池塘边的凉亭里喝茶钓鱼。孙老伯，你还记得咱们之间的约定吗？怎么样，愿意留在我们村吗？你这丫头，就不能等我钓上来鱼再说话吗？你看吧，鱼都让你吓走了。你钓了这么久的鱼，也没见你钓上来一条，你就是手臭，这怪得了谁啊？你们向家村还算可以，我就勉强留下来，给村里愿意学医的娃娃们教一教。就是这坐诊看病，你的医馆在哪里呢？医馆的事情你不用管，该医馆还得一段时间。不过教孩子们的事儿，过2天就给你安排上课，你先准备着，到时候所有孩子都给学2年的医术，2年后愿意继续学的就跟着你继续学，不愿意的就算了。想起向红强，他是村里的赤脚大夫，医术有一些，肯定不怎么高明。他从汉墨坊开了之后，一直就在店里帮忙，还不如让他回来跟着孙神医再学一学，也不浪费他学的那些本事。行吧，正好可以给我当个帮手。他们这些赤脚大夫就是差有人给指点指点，有些个天赋不错，可惜啊，耽误了。江夫子好呀，我又来看我家可爱的小泽泽了。江夫子顿时头疼起来，他都恨不得闭上眼睛看不见向燕。姨婆，小泽泽，姨婆明天要去定义县，带你去玩好不好？不行。程泽身份特殊，你带他出去太过危险，还是在村子里比较安全。小泽泽虽说身份特殊，但又没有其他人知道他的身份。再说有我和4个护卫，他能出什么危险？小泽泽在京城出去玩的机会本就不多，趁着现在在向家村，让他好好见识见识这里的风土人情也好，省得将来养出来一个何不食肉糜的皇子，你说是吧？他皱着眉仔细想了想向燕的话，觉得他说的也没错，于是点头答应了。你们汉墨坊怎么能让一个继子当审稿人呢？这不是平白玷污我们读书人的风骨吗？亏我们还一直觉得汉墨坊是读书人的净土，原来竟是这般不分良友。我等寒窗苦读，笔墨间皆是修身齐家之志，怎容一个身染风尘之人妄加评判？这若是传出去，我等读书人的颜面何在呀？继子出身卑贱，浑身都是污秽之气，碰过的文稿都得染上浊气。汉墨坊此举简直是对天下读书人的羞辱。你们汉墨坊让女子当审稿人就算了，竟然还敢用继子，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我们读书人。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要不你们汉墨坊休想再开下去。是啊，青楼出来的人懂什么圣贤之道，懂什么文章风骨啊？让他审稿，怕是连好坏都分不清楚，平白浪费我们读书人的心血。今日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要么把那继子赶走，当众赔罪，要么我们就联名抵制汉墨坊，让你们这铺子再也开不下去。诸位公子息怒，此事并非传言那般。那位姑娘虽曾身处青楼，却早已赎身脱身，且她才学过人，眼光独到，审教的文稿字字珠玑，从未有过半分偏颇，何来玷污风骨之说？赎身又如何？继子就是继子，一身污秽，怎配触碰我们读书人的文章？今日你们必须把那个继子交出来，当众给我磕满100个响头赔罪，
否则我们就砸了你这汉磨坊，再也不来光顾。就是，交出来！众人群情激愤，富贵和国栋、向红强他们纷纷出言安抚众人。先锋祠馆内，平贵正在安慰温之意，温之意满脸是泪，他既愧疚又自责，还有深深的恐惧。平贵，你可别被一个继子给迷惑了，像他这样的继子最会魅惑人心了，你可别因为他好看就……住嘴！你怎么心思如此龌龊歹毒？亏得大家都是共事之人，你这么污蔑一个女子。我污蔑她？平贵，你醒醒吧你啊！若不是她，汉磨坊能被那群读书人围堵辱骂吗？我们能落到这般境地吗？我龌龊歹毒，我是在为汉磨坊着想，为我们所有人着想。你护着她，就是护着一个祸根。将来汉磨坊真的要开不下去了，我们都得喝西北风去，到时候你再去护着她呀。一个风尘女子罢了，值得你这般维护？我看你是被她迷昏了头，连是非对错都分不清楚了。温姑娘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她是咱们汉磨坊的人，我维护她怎么了？平贵，这事儿你还是尽快告诉东家吧，估计东家也被他蒙在鼓里呢。要是东家知道他惹出这么大的乱子，肯定会赶他走的。姑婆才不会赶温姑娘走，她……平贵猛地顿住了话头，他怎么一不小心把姑婆给供出来了？姑婆不想让人知道她是东家的，众人都是第一次听向家人提起东家的身份，没想到是一个老太太。哼，你也不知道东家会不会赶温姑娘走了吧？你跟我们生气也没用，我们只是担心汉磨坊的将来。这事关咱们汉磨坊的名声，而且先锋祠馆还有罗大姐、陆姑娘和林姑娘几个，他们和一个青楼女子一起共事，这让别人怎么看他们？他们的名声还要不要了？这件事因我而起，就由我来承担后果。我这就去给他们赔罪，我会离开这里，不会连累你们的。他愧疚的是自己连累了先锋祠馆和汉磨坊，在先锋祠馆的这半年多的时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自在的时光。温姑娘，东家……我姑婆肯定不会让你走的，你听我的，外面的人要闹就让他们闹去好了，过一阵子肯定就好了，你别在意。等我给姑婆捎信来，她肯定能解决这个事情的。你不能走，你离开这里能去哪里？平贵哥，多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能让东家难做，是我连累汉磨坊了，你让我走吧。平贵，你还是放他走的好。要是他在这里平白带累我等读书人的清白，要是他不走，那我们可不敢再为东家做事了。就是，要是他不走，我赵正轩也不在这里做事了。你们……平贵，姑婆来了。真的？我姑婆来了，你放心，她肯定不会让你走的，你在这里安心等着，我出去看看。不，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让东家为难。东家来得好，正好我等也出去见见东家，让他决定是留我们还是留他一个继子。掌柜的，我们也不为难你了，这件事你做不了决定，让你们东家来，否则我们以后再也不买汉磨坊的书，你们也别想在我们定义县开书铺。就是，让你们东家来，他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叶云舒看着那些人一个个气愤的脸，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不过很快他就换上一副生气的表情。掌柜的，我知道你和东家都不知情，一个继子我们也不屑与他共事，只要赶他走，我相信大家不会再追究此事的，否则我等审稿之人只能离开先锋祠馆，另谋去处。他今天必须逼温之意那个贱人离开先锋祠馆，只要他离开先锋祠馆，呵呵，他早就张好了网，到时候还不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一个继子竟然敢3番5次拒绝他，他就要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姑婆，姑婆，你来了！哎呀，姑姑，你终于来了。这是哪家的小姐？年纪这样小，却辈分这样高啊！姑婆，这不会就是东家吧？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向，是汉磨坊、仙源面包坊以及先锋祠馆，还有清水县的醉仙楼的东家。欢迎大家以后有机会去清水县醉仙楼品尝我们的饭菜。醉仙楼竟然也是他们家的，醉仙楼的饭菜那叫一个绝啊！而且他们醉仙楼的歌舞好，园子里的景色也是一绝，真是个神仙去处。
汉墨坊和仙源面包坊，还有这醉仙楼，哪个都是最为出挑的存在啊！能做到如此地步，绝对不一般呢。哎，可不是嘛！我去年啊去清水县办事，有幸在醉仙楼吃过一顿，那回锅肉啊，色泽红亮，肥而不腻，裹着酱料，香气扑鼻，越嚼越香啊！哎呀，至今想起来还流口水呢。原以为那肉啊是什么不得了的肉，没想到就是那平常的猪肉，真是奇了。哎，看来只要是这位小姐开的店，就都不一般，确实配得上一个仙字。那醉仙楼的饭菜当真如此好吃？我只听众人说过，还从来没去吃过呢。有时间我一定要去尝尝。大家以前还猜测汉墨坊的东家究竟是个什么人，没想到竟然是个小姑娘。她一个人能开这些个店铺，还个个做得这么出色，我怎么不相信呢？肯定是她身后的家族在给她托举，她估计也就当个甩手掌柜的。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是这样。汉墨坊和醉仙楼这样的店，可不是一个小姑娘能撑得起来的。小姑娘也就研究研究仙源面包坊这样的点心吃食了。东家，还请你给大家一个交代。温之意这样的人不配在先锋祠馆当审稿人，我等不屑与之为伍。向燕淡淡的扫了一眼叶云舒，叶云舒被向燕这一眼看得后背发凉，他顿时有些后悔自己莽撞了。姑娘，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温姐姐，过来！你们谁说的他是青楼出身的？可有什么证据证明？哼，我就是证明。他温之意是永州府百花楼的头牌。前年我去永州府走亲戚，恰好去过百花楼，当时温之意还给我们抚琴唱曲呢。这么说来，是你告诉大家温姐姐是继子了？没错，我就是不想让大家被蒙在鼓里，被一个继子耍得团团转。我说向小姐，你赶紧把他赶走，他肯定连你也骗了。这样的人就不该让他留在先锋祠馆，平白玷污了读书人的高洁。你过来，站在这里。不知这位公子叫什么名字？在下梁心。哦，原来是梁公子。不知梁公子与我汉墨坊叶云舒有何关系？他刚才只不过朝梁心使了使眼色，没想到竟然被东家看在了眼里。我和叶兄是认识，怎么了？哦，这么说来，温姑娘是青楼女子的事儿，你应该早都告诉叶云舒了。不，她不知道，我没告诉她。向小姐还是赶紧把温之意赶走吧，也好给众人一个交代。这可是百花楼的头牌，现在看比当初更有姿色了。对呀，向小姐，必须让温之意给我们众人磕头道歉，把他从汉墨坊赶走。梁心说的的确没错，温姐姐确实是青楼出身，在她来的第一天就告诉了我。什么意思？向小姐既然都知道她是青楼出身，怎么还敢用这样的人？岂有此理！向小姐竟明知他是青楼出身还留用，这置我们读书人于何地呀？哎，听说这温之意是百花楼的头牌，难怪生得这般模样，怕是向小姐被他哄骗了吧？温之意攥紧了衣袖，指尖泛白，他感觉众人落在他身上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把他刮得生疼，下意识就想退后。是向燕暗暗使劲把他往前拉了拉。诸位可还记得汉墨坊招审稿人的条件？汉墨坊不看出身，不论男女，德才兼备即可。那也不能招一个继子当审稿人啊！是啊，是啊。既然你们有异议，那我就说说，我为什么明知他是青楼出身，还依然会用他。向燕的语气不疾不徐，自有一种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沉稳。众人在他的影响下渐渐没了刚才的愤怒激动情绪，静等着向燕的解释。温姑娘自幼聪颖懂事，可是投生在了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从一出生就不受父母喜欢，从小父母就对她各种打骂虐待，常常不给吃饭，只饿得她皮包骨一般。向燕给温之意现编了一个凄惨受虐的童年，怎么凄惨怎么说，反正温之意被卖的时候不知道辗转了多少到手，身份早就无迹可考。温姑娘太可怜了。叶云舒见众人被向燕的情绪感染了，眼瞅着苗头不对，他顿时有些急，拼命朝梁心使眼色。叶先生可是眼睛抽筋了？我的眼睛有些不舒服。不舒服就回去歇着吧，难为你眼睛不舒服还一直站在这里，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在给梁公子使眼色呢。东家说笑了，我只是眼睛不舒服，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这就回去审稿了。向小姐，你别转移话题。就算温之意童年凄惨，那也改变不了他是青楼出身的事实。汉墨坊乃是文人圣地，岂能容这样的人在此任职？这不是明摆着羞辱我们这些读书人吗？梁公子说的对呀。出身虽非自身所能选，但自身之地沾染的浊气，岂能轻易洗净啊？留他在汉墨坊，只会污了汉墨坊的名声。温姑娘后来被父母卖给了人牙子，人牙子看她长得好，想多卖点钱，就把她卖给了青楼。青楼的妈妈把她当摇钱树培养，所以让她学了琴棋书画，她才学出众，所以收到了汉墨坊的审稿人邀请函。你们知道她为了当这个审稿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吗？她花掉了所有的积蓄，加上楼里的姐妹们给她凑了钱，才为自己赎了身。永州府离清水县700-800里路，为了来这里，她一个女子跋山涉水，一路打扮成乞丐的模样，花了整整3个月才到了这里。这3个月有多辛苦我并不想说，但我想说的是，温姑娘虽然童年悲惨，又被卖入青楼，深陷泥沼，命运对她如此不公，她却从来没有自甘堕落，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逃出来。她难道不知道一个女子在外有多凶险吗？她难道不知道从永州府走到清水县有多艰辛吗？她难道不知道在她对我坦诚身份的时候有可能被拒之门外吗？她都知道，但她依然拼尽全力也要来汉墨坊。可以说，当她做决定的那一刻，她就抱着一死的决心来的。我看到了她的勇气，她的坚毅，她的勇敢。她这样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我看不到她有半点浊污之气，看到的全是她高洁的品质。他们经向燕这么一说，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诸位，一个人自甘堕落很容易，可不甘命运束缚，像他这样拼了命都想脱离泥沼的人，难道不应该被我们所敬重吗？如果大家今日因为温姑娘出身青楼就看低她，让她离开汉墨坊，抱歉，我做不到。一是我很欣赏她，觉得她这样高洁的人才配得上我汉墨坊的招牌；二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你们逼我把她赶走，还是在杀人？你们试想，她一个姑娘无依无靠，离开汉墨坊之后会有什么后果？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吗？我今天代表汉墨坊再重申一遍，汉墨坊不看出身，不论男女，只要品德高尚，我们汉墨坊一样会一视同仁，敬重他。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说的话。如果各位还要抵制我们汉墨坊，我无话可说。但我想说的是，不管你们的态度如何，温姑娘我都不会赶她走。向小姐所言极是，是老夫浅薄了。文姑娘身处泥沼，却不染尘埃，坚韧不屈，品性高洁，确实配得上汉墨坊。是老夫以偏概全，错怪了姑娘，还请姑娘恕罪呀。温姑娘，在下之前言辞冒犯，还请姑娘海涵。我只凭出身便妄加评判，是我太过狭隘。今日听闻姑娘的遭遇，才知姑娘风骨卓然，在下自愧不如。向小姐有识人之明，温姑娘有坚韧之心，实在难得。先前我也觉得青楼出身难登大雅，今日才明白，品性高洁与否，从不在出身，而在本心。往后我依旧常来汉墨坊，也信得过温姑娘的审稿本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姑娘，你的大恩大德，之意永远铭记于心。大家别被向小姐的话迷惑了，她说的再好听又如何？温之意说到底还不是个下九流的妓子，她当不得汉墨坊的审稿人，这不是在打我们读书人的脸吗？梁公子此言差矣，向小姐说得对，文姑娘是真正的品性高洁之人，英雄可以不问出处，女子亦当如是。梁公子，是你告诉大家温姑娘是妓子，还让我们一起来汉墨坊闹事，逼汉墨坊赶走温姑娘。如今大家都不计较了，你为什么还揪着不放？谁揪着不放了？我本来说的就是事实。梁公子，说吧，你煽动大家来汉墨坊赶走温姐姐，究竟是什么目的？我哪里有什么目的？我没什么目的。没有目的，那就是纯粹使坏了，想借着大家逼死温姐姐。没想到你心思如此歹毒，
想置人于死地。这一顶大帽子压下来，良心的脸都白了，这让他以后还怎么在读书人中立足？你是想找叶云舒吗？可惜他倒是个聪明的，生下你就跑了。谁说我想找叶云舒了？我找他干什么？你别给我乱扣帽子，我不是心思歹毒，我就是不喜欢继子玷污读书人的风骨。怎么了？你们汉墨坊维护一个继子，我以后再也不来了。说罢，他狼狈地拨开人群，灰溜溜地跑了。众人渐渐散了。之意啊，对不起，是我们糊涂，是我们自私，不该因为你的出身就轻视你、议论你，没有站在你这边，还请你原谅我们。不怪你们，世人皆有偏见，我不怪你们，能得到你们的理解，我就很满足了。以后我们再也不会了，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待你，谁要是再敢欺负你，我们第一个站出来护着你。之意，以后我们还是好姐妹，一起在汉墨坊好好做事儿，做一辈子的好闺蜜。谢谢，谢谢你们。叶云舒和赵正轩为人如何？姑娘，这个赵红轩为人还好，就是耿直了些。那个叶云舒就……罗婶子不妨有话直说，这里没有外人。不瞒姑娘，这个叶云舒之前对我言语骚扰，后来还对我动手动脚，被我言辞拒绝之后，就一直对我使绊子。没想到这个叶云舒对知意也骚扰过，他也这么骚扰过我。我也是，那个叶云舒心思不正，为人狭隘，常常刁难和他不对付的人，经常看不起我们几个女人。除了他骚扰你们之外，还有其他人吗？没有，其他人都还好。以后要是还有类似的事发生，你们不要忍着，这种事要及时告诉我，或者告诉富贵、向南。不过如果有向家村的人胆敢为难你们，或者对你们骚扰不规矩，你们就告诉我，我绝对不会姑息他们，也不会让他们知道是你们告状的原因，我会想其他办法的。姑娘，谢谢你，我们几个在汉墨坊做事一直都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事被苛责，更怕被人欺负了无处说理，尤其是被叶云舒骚扰之后，我们更是不敢声张，怕被人说闲话，怕丢了这份差事。我们从来没想过姑娘会这般护着我们，为我们考虑的这般周全。姑娘这份心意，我们几人这辈子都记在心里。不过姑娘您放心，向家人他们都很好，他们都跟姑娘一样善良。是啊，姑娘，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们。以前我被叶云舒骚扰之后，整夜都睡不安稳，既害怕又无助，只能偷偷躲起来哭，不敢告诉任何人。现在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有底气了，再也不用怕被人欺负了，再也不用忍气吞声了。知道向家人没有仗势欺人，向燕松了一口气，否则他就该亮一亮自己的拳头了。叶云舒自从进了先锋祠馆之后就心神不宁，向燕今天的态度让他明白了自己这是彻底得罪了东家。怎么样，温之意被赶走了吗？叶兄，我等终究是气量太小了些，不如东家年纪小小的想得明白坦荡，以后莫要再伤害温姑娘了，她值得人敬重她。什么？一个继子还要敬重她？云舒慎言，以后莫要再如此称呼温姑娘了。东家说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我觉得说的没错，温姑娘确实值得大家敬重她。咱们说好的，要是东家不赶走温之意，咱们就不当这个申告人的。你们怎么能？是吗？既然你不愿意，那就走吧。姑娘，是我错了，求您开恩。既然您觉得温姑娘不应该走，那就留下她好了。我以后也绝不会对她有任何意见，会好好一起共事的。哼，我的先锋祠馆不会留一个心思不正，只会威胁东家的人。
姑娘，我真的没有心思不正，我就是一时糊涂，想歪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向南，带叶先生收收东西，把该给他的月银结算了。是，叶先生，请吧。不，姑娘，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了。温姑娘，求你帮我求求情，我知道错了，我跟你道歉，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我不会替你求情，也没资格替姑娘做决定。今日的结果皆是你自找的。他又把目光望向了赵正轩几个男人。求你们替我求求情，我真的不想离开新梦寺馆的。姑娘。向燕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赵正轩，赵正轩立刻住了嘴。那一眼让赵正轩觉得他要是再多说一个字，他也得滚了。料理了叶云舒，向燕就把富贵和平贵单独叫到了汉墨坊后院的账房。你们两个先把手头的事情交接一下，跟我回村里吧。姑婆为什么突然让我们回村里啊？还不是你爹，看你们两个都没成亲，着急了。这次村里又买回来一些女孩子，你爹想让你们回去相看相看，有喜欢的就确定下来成亲吧。姑婆，还是算了吧，我暂时不打算成亲。说出什么原因吧。我想缓2年再成亲。你是不想成亲了，还是说单纯现在不想成亲？你要是一辈子都不想成亲了，那也没什么，我想办法说服你爹死了这条心。你要是还有成亲的想法，只是想缓缓，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对方的条件你达不到，所以干耗着，或者你喜欢上了你不该喜欢的人了，比如说有夫之妇。平贵被向燕说的有夫之妇给呛到了，富贵则是一脸震惊地看着向燕。姑婆，哥，你还是跟姑婆说吧，这事儿拖着咱爹也着急，你再不娶亲，爹肯定要亲自来抓你了。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这事儿早晚躲不过。富贵鼓起勇气想说，但看着向燕那一脸稚嫩的小脸，他又有些泄气。平贵看不得他哥那一直扭捏的样。姑婆，事情是这样的，我哥喜欢上了一个富家小姐。平贵，这个小姐姓夏，夏小姐也喜欢我哥。我哥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家境又没有人家好，所以一直不敢回应人家。夏小姐每次来店里见我哥，我哥都恨不得躲得远远的。富贵神情有些痛苦，夏小姐一个未成家的小娘子，家里人怎么可能同意嫁给她一个官夫？姑婆，我愿意跟你回去，我回去就按我爹娘的意思，向一个合适的姑娘成亲。哥，你放弃夏小姐了，她对你一片真心，你不要再提夏小姐了，她不是咱们该提起的人，以后都不要再提她了。夏小姐家境很好吗？她家什么情况？平贵，你跟我说说。平贵眼睛一亮，他立刻凑到向燕跟前，把夏家的情况说了一遍。你先下去做事吧，这件事不着急，不过有些事不争取一把，就会留下遗憾。你一个男子不好出面，我来想办法。姑婆，还是算了，我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夏小姐？这你就不要操心了，放心吧，我有分寸。不过要是你们最后不能成，你就听你爹的话，成家吧。感情这东西不是婚姻的必选项，合适才是最好的。好。富贵出去以后，就剩平贵了。平贵顿时变得不自在了起来。叫你们红桥叔也收拾收拾，等我带小泽子去逛逛，回来之后咱们就一起回村，让他以后就留在村子里，我对他另有安排。平贵扭捏地拽着自己袖子也不走，吭哧吭哧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去吧。姑婆，哎呀，停，你别这么叫我，笑得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说吧，什么事儿？难不成你也有心上人了？姑婆，你猜到了，我你喜欢谁？直接说名字。是温姑娘。姑婆，你可不能不管我，我就喜欢她，你帮帮我吧，我只想娶温姑娘。你为什么喜欢温姑娘？我就觉得她很温柔，又能干，还很好看。你也知道温姑娘是青楼出身，
你可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只要温姑娘愿意，我不在乎。你要是想清楚了就好。你想娶温姑娘这事儿，她同意吗？我不敢说，我怕她不同意。行吧，那我就替你去问问她。要是她不同意，你答应我，以后不许纠缠她，也不许对她使绊子。要是同意了，你们成亲以后就好好过日子，绝对不要再提她的出身。要是你以后对她不好，我第一个打断你的腿。不会不会，只要温姑娘答应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对她不好？要是她不答应，也绝不会纠缠她，我不会对她使绊子，对她像其他人一样。不对啊！怎么了，姑婆？这个顺序不对，这件事还是先不要问温姑娘了。我回去先替你问问你爹娘的意思，这是你们的家事，我一个外人不好插手。如果你爹娘真的同意，我再去问温姑娘的意思。平贵愣了，他怎么就忘了这件事确实应该先跟爹娘说，怎么姑婆一来他就把爹娘给抛到脑后去了。整个定义县城都被向燕和梁承泽逛了个遍，逛完的时候已经是申时末了。向红强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就等向燕带他回家了。村里来了个大夫，你跟他好好学学，平日里给他打打下手，教教孩子。咱们要开个医馆，你到时候学好了就一起当个坐诊大夫吧。小姑姑啊，那大夫医术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我们这行必须跟一个好师傅才行，要是医术不行，那学了也是白学，耽误时间不说，以后真给人看病出了差错，可就麻烦了。你放心，我既然敢让你跟着他学，就肯定不会让你失望。他是神医谷的孙神医，比宫里太医院里的那些太医医术多高明，是我好不容易骗回来的。你就好好跟着学吧。神医谷，孙神医，你听说过他？当然，那可是孙神医，谁没有听说过他呀？小姑姑啊，你确定是孙神医？他为什么会愿意来咱们村呢？骗你干什么？是不是孙神医我还分得清楚，我是去京城的路上救了他，所以他才跟着我回来村里的。不过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的身份咱们还是要保密。你以前跟着你三叔学过几年，有基础，好好跟着他学，肯定能学到真本事。到时候咱们村的医馆开起来，你和他一起坐诊，把医馆发扬光大。太好了，小姑姑，咱赶紧回去吧，我都要迫不及待的见师傅他老人家了。什么老人家？人家孙神医跟你年纪差不多大，指不定还比你小呢。哎呀，小姑姑呀，你不懂，这不是年龄的事儿，只要孙神医愿意教我，那他就是师傅，是我的长辈，我跟着他一定好好学。哎，咱们快走，快走！说着，他步履矫健地窜到了骡车旁边，3两下就爬进了车厢。向燕有些好笑。村长吃完晚饭就等在了村口。当向燕和向红强从骡车上下来之后，村长等了半天也没见两个儿子。小姑姑，富贵和平贵呢？别找了，他们没回来。怎么没回来啊？小姑姑，我不是说了吗？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啊！不说平贵，富贵年纪已经那么大了，不能再耽搁了呀。他们两个的事，我单独跟你说说。咱们去你家吧。小姑姑，他们两个的事儿先放一放，先带我去见孙神医吧。他们的事儿明天再说也不晚。谁说不着急了？你那事儿才不着急，明天再说。孙神医又不会跑了，你着什么急啊？我这事儿才叫急呢。向红强撇撇嘴，算了，不跟有良这个老头子计较了。谁让他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没有个孙子孙女。向燕到了村长家里，村长和张四娘就迫不及待问起了向燕到底怎么回事。向燕先说了富贵的事，听完村长两口子沉默了。张四娘说道：我明天就去把富贵给揪回来，他年纪也不小了，怎么心里一点数都没有的？那样的人家是咱们能高攀得起的？哎，
富贵他娘说的对，这样的亲事咱们不敢想，还是让他老老实实的回来相看个姑娘成亲吧。向燕点点头，于是说起了平贵的事，得知小儿子看上了汉磨坊的审稿人，只不过对方是个从小被卖进青楼的姑娘。这青楼出身的姑娘能好好过日子吗？再说了，平贵要是娶个青楼出身的姑娘，这说出去也不好听啊。这事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先提前跟你们说，这事儿是平贵喜欢人家温姑娘，温姑娘并不知情，你们两个不要迁怒人家姑娘。还有就是，温姑娘虽然出身青楼，但她能在汉磨坊当审稿人，说明她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才情又好学的人。她为人聪明善良，性格坚韧，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然后向燕把温之意的情况说了一遍，又把今天发生的事也说了一遍。这么好的姑娘，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幸好有小姑姑你今天去了，否则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呢。温姑娘身上这股劲儿不输男儿啊，要是温姑娘愿意，那就让平贵娶了她，这样的儿媳妇生出来的孩子肯定也是个有志向的。富贵娘，你说呢？要说起来啊，要是2年前平贵能娶上媳妇也就不错了，还在乎什么出身不出身的呀？只要品行好就行。要是温姑娘愿意嫁给平贵，好好过日子，出身算什么呀？再说了，小姑姑你都这么说了，那这姑娘肯定错不了。这姑娘呀，真是受苦了。这以后进了咱们家，我一定好好待她，绝不让她再受半分委屈了。你们能这么想就最好了。温姑娘身世可怜，却从来没有自暴自弃，凭自己的本事在汉磨坊立足，可见心性多好。行了，等过几天选族老的事情过了之后，我再去县城问问温姑娘的意思。咱们说了半天，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不知道人家姑娘的意思呢。哎呀，小姑姑，还等什么过几天啊？明天就劳烦你去县城问问温姑娘的意思，顺便我也跟着去瞧瞧去。温姑娘能成为头牌，那肯定是漂亮的不得了了。那以后生出来的孩子，那岂不是个个都好看？哎呦，那得多少人稀罕呢？这八字还没一撇，张四娘就已经幻想孙子孙女的容貌了。这事着什么急？不在于这一时半会儿的。怎么不着急啊？我越想越觉得温姑娘好，这万一这几天有人早咱们一步提亲了呢？不说平贵了，我都要哭晕过去了。小姑姑，你就受累再去一趟吧。平贵和富贵的婚事都成了我们老两口的心病了，早完成一个任务，我们这心里就好受一些。行吧，那我明天就再去一趟。本来向燕还有另一件事想明天去做，既然村长两口子这么着急，那件事就只能放一放了。第二天向燕还没起，就被向红强这老头给叫起来去见孙神医。向燕和向红强扑了个空。孙老伯每天天不亮就去钓鱼了，晚上天黑的时候才回来，平时只有吃饭的时候回印书坊吃个饭就又去钓鱼了，可从来没见孙老伯钓回来一条鱼。向燕听懂了，这孙老头一天到晚早出晚归的钓鱼，可惜又菜又爱玩，两人就又去了池塘边。孙神医正在生闷气，就见一条大胖鱼在靠近他的地方冲他吐口水。笑什么笑？没见过钓鱼呀？我还是第一次见有鱼嘲笑钓鱼的人呢。孙神医气呼呼地捡起一颗小石子扔到了鱼的脑袋上。让你嘲笑我！大鱼吃痛，然后摆着鱼尾游远了。我是来给你介绍人认识的，这位就是我们村的赤脚大夫向红强，您老人家以后多给他教一教，可不能私藏啊。孙神医，久仰您的大名，今天终于见到您了，以后就麻烦您带带我。您以后有任何需要，只管跟我提。我知道您医术高明，您能不能收我当徒弟呀？您教我的每一样，我都认真学，好好练，绝不辜负您的指点。哎，不行，你这年纪跟我差不了多少，
我收你当徒弟，传出去像话吗？再说，我这本事也没什么好藏的，你有不懂的就来问，我知无不言就是了。拜师就不必了吧。孙神医，年纪不算啥，学问又不分长幼，您医术比我高，您就是我的师傅，我是真心想拜您为师，您就答应我吧。说了不收徒弟，你别再劝了。从今天起啊，你就过来。咱们先准备一些上课要用的东西，还有以后啊，叫我孙大夫就可以了。好吧，孙大夫。向燕留两人说话，他则回去收拾了一番。吃完早饭，和张四娘赶着骡车往定义县去。当富贵看到他娘来了的时候，立刻就慌了。哎呀，你的事儿啊，你姑婆都告诉我了。那样的人家，咱们高攀不起，你和那姑娘都耽误不起，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娶个媳妇儿，对谁都好。富贵的脸色一下就白了。我知道了，娘。明天下午大家伙都要回村里，到时候我收拾一下，跟大伙一起回。暂时就不来定义县了。好孩子，你们先聊着，我去和温姑娘聊一聊。小姑姑啊，一定要好好的说，别把人家姑娘给吓到了。放心吧。先锋词馆的编辑部内，你们都坐吧，我来是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众人都好奇地看向向燕，不知东家突然来有什么事。以后陆芷兰就是你们的管事，审稿之类的事情要听从她的安排。谢谢东家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干的。向燕对他笑了笑，然后对温之意说道：温姑娘，跟我来一下。温之意很是意外，不过他还是立刻跟着向燕出了编辑部。到了隔壁的房间，向燕一时之间却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了。姑娘有什么事儿不妨直说，我心里承受得住。你放心，不是什么坏事儿，对你来说说不定是件好事，只是我说话比较直，你别介意。姑娘直说便是，我知道姑娘的为人，不会多想的。平贵你应该很熟，你觉得他怎么样？平贵哥人很好，和大家相处的都挺好的。是这样的，平贵的母亲相中你了，想娶你当儿媳妇。你要是愿意，就让平贵按3媒6聘该有的礼数娶你，要是不愿意，你就当这事儿我没提过。不过你放心，有我在，就算你家人不同意，也没人敢拿你怎么样。温之意被向燕这么直通通的一说，他先是红了脸，从姑娘的话里不难猜出是平贵哥对他有意思，否则平贵哥的母亲都没见过他，又如何会相中他？这是人生大事，你也不用着急回答我，你先好好考虑考虑，3天后你再告诉我答案。姑娘，我愿意。你不再考虑考虑？我考虑好了。平贵哥人很好，我这样的出身，他不嫌弃我是我的福分。你不要妄自菲薄，出身怎么了？平贵的学问可比你差远了，你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以后不要再看低自己了，也不要再提以前的事了。我听姑娘的。好吧，你既然答应了，那我就去跟平贵说这件喜事了。这小子还不知道要高兴成什么样了，等你们以后定了亲，你就要叫我姑婆了。向燕笑得很是灿烂，她已经当长辈当上瘾了，在古代当长辈就是好，可以用辈分压人，她就喜欢这样。阿娘，这事儿您和阿爹同不同意啊？同意什么同意啊？你爹已经给你看好一个姑娘了，我今天就是来带你回去的。阿娘，您说什么？爹怎么会擅自给我看好姑娘？我不要，我只要温姑娘。不行，我不同意。实则张四娘生怕自己再多看一眼儿子那傻样子要笑出来。阿娘，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就因为温姑娘的出身吗？姑婆没跟您说吗？温姑娘虽是苦出身，可是她性子好，识大体，有才情，性子坚韧。您要是不同意，我就不跟您回去，我也不会娶别的姑娘。向燕走到门口，听到他这话有些忍俊不禁，
平贵，你娘也是为了你好，莫要这般顶撞你娘。姑婆，你明明知道的，我心里只有温姑娘，您帮我说说情，我娘最听您的话了。张四娘看着儿子这副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模样，再也绷不住脸上的冷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这个傻小子呀，娘跟你开玩笑呢，就你这急脾气还怎么娶媳妇儿啊？阿娘，您是开玩笑的，那您是同意我娶温姑娘了？切，不同意能来这儿啊？你这孩子，昨日你姑婆回村跟我们细说了温姑娘的为人，我和你爹就都同意了，只是就看温姑娘愿不愿意跟你了。平贵也急忙看着向燕，她紧张的手指都在发抖。我也不逗你了，温姑娘说她愿意。姑婆，您说的是真的？温姑娘她真的愿意嫁给我？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我还能拿这事跟你开玩笑？温姑娘亲口答应我的，难不成还能反悔？不反悔，不反悔。温姑娘愿意嫁我了，她愿意嫁我了。你看你都高兴成傻子了。高兴，我太高兴了，阿娘，我这就去见温姑娘。你给我站住！就你这个冒失的性子，什么时候能改改呀？温姑娘脸皮薄，你这般兴冲冲的闯过去，岂不是要吓着她了？再者说了，婚姻大事哪能这般草率啊？平贵停下脚步，挠了挠头，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确实太莽撞了。在你提亲之前，这件事你谁也不能说，否则会让温姑娘招来非议，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放心吧，姑婆，我一定会忍住不说的。我刚才就是高兴糊涂了。姑婆，我给你办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儿，平贵，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呢？肯定要感谢姑婆的。姑婆，你想要什么？凡是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你。你知道我后天叫大家回去有什么事儿吗？姑婆，你都不说，我怎么知道呢？你姑婆呀，要办一件大事儿，要给村里选族老。嗨，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这选族老有什么好神秘的？咱们以前就有族老，只是逃荒之后才没了的。这还用你说呀？关键是你姑婆选族老，不光想选男人，还想选女人当族老呢。啥？选女人当族老？这不是，嗨，吓死大家了吗？吓不吓死大家我不管，吓不死你就成。你先私底下给我拉人气，说服大家同意支持我就行了。姑婆，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耐？我只能保证我自己支持你，其他人我哪能说服他们呀？我这笨嘴笨舌的。你刚才还说要感谢你姑婆呢，咋现在就不愿意了？又不是让你去拉拢所有的人，你只要负责拉拢那些平日里支持你姑婆的年轻人就行了。你看心怀、国良、国栋、阿蛮这些人，你只要稍微的说一说，他们肯定同意。他们平日里对你姑婆可比你听话，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了。阿娘，这事儿和其他的事情不一样，可没那么容易让大家听姑婆的。你要是不尽心，小心我再给你把婚事搅黄了，信不信？姑婆您放心，这事儿我一定尽力，保证让心怀他们站在您这边。要是他们不同意，我就算打也要打得他们同意。我看好你，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哦。肯定不会让姑婆失望的。娶个媳妇怎么就那么难，还要被姑婆威胁？可是他不敢反抗。到了先锋祠馆，向燕又把温之意叫去了隔壁。平贵的母亲今天是跟我一起来的，她想见你一面，这会儿去买见面礼去了。啊，姑娘，这也太突然了，我都没准备好。平贵娘，你叫张婶子就好，她是个直爽人，你不用太紧张，这样就很好。话虽如此，但温之意还是紧张得很。咱们村现在我是族长，村里只要是成亲的人都会分出去单过，所以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与公婆妯娌之间不好相处，这在咱们村根本不存在，你尽管放心。温之意对嫁到向家村的生活开始有了一点期待，
姑娘当族长的村子肯定很好。小姑姑，你在哪儿呢？张四娘一进门，目光一下子就被温之意给吸引了。天哪，这是天仙吗？之意见过婶子。温姑娘呀，你长得可是真俊呐！哎呦，真是委屈你了，要嫁给平贵那个愣头青。这以后呀，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婶子一定疼你，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的。张四娘打开收尸盒，从里面拿出一只银镯子替温之意戴上。这是婶子的一片心意，你可别嫌弃啊。婶子太客气了，您叫我之意就好。这个镯子我很喜欢，谢谢婶子。我听小姑姑说你孤身一人，没什么亲戚，以后可就不一样了。婶子呀，就是你娘，一定拿你当女儿疼爱。平贵呀，就是你的依靠，我们向家村就是你的家，谁也不敢欺负你。谁要是敢对你不好呀，婶子第一个不答应。谢谢婶子，我一定会和平贵哥好好过日子，好好孝敬婶子的。好孩子。看来这未来婆媳俩往后应该能相处融洽。等后天村里的事情过后呀，我就让李道长看个好日子，请媒人来上门提亲。温之意红着脸点了点头，向水生抱着孩子对自家老婆子皱眉道：这东儿跟着有良媳妇他们干啥去了啊？孩子都不管了，交给咱们带？我哪知道啊，几个人神神秘秘的，还把东儿叫到外面说话去了，生怕咱们听到，不知道捣什么鬼。这小花也是一把年纪了，还当自己年轻呢，跟这些小年轻在一起有什么话好说的？村里这些人呐，我看呢都被小燕给收买了，不出10句话就要提起小燕，说她如何如何厉害。看把这丫头片子给能的，我看她那迟早翻了天。村里这些个女人都让小燕给带坏了，一个个的都能的不行。你啥意思啊？嫌我能了？嫌我能，这鞋底子你自己去拿，我还不耐烦做这些呢，给你做了一辈子鞋了，做得够够的了。他把鞋底往向水生怀里一塞，从他怀里抱起孩子就往外走了。哼，都是小燕的错，都把女人惯上天了，我说什么了她就生气了，真是越老脾气越坏。偏偏小燕还找借口说老婆子是更年期，所以脾气不稳定。我看她就是日子过太好，想找打了。郑小花他们每去一家，后面就多一个人，最后队伍越来越庞大，这让向家村的男人们很是不解。这些女人这是闹啥呢？还一群一群的到处乱窜。这村里的人现在的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现在地也不用种了，都请短工干，看把这些女人给闲的，都开始成群结队串门子了。那也是咱闺女能干，让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那是，他们都是跟着咱们闺女享福了。咱们2个生的闺女倒让外人沾了光，这上哪儿说理去？哼，你说这话之前，先把你脸上的得意收一收吧，省得别人说你一把年纪了还轻狂。向老爹乐呵呵笑着也不在意。第二天天刚亮，众人就去了祠堂门口。很快所有人都到齐了，知情和不知情的人都期望向燕赶紧宣布要跟大家说的事情。小燕啊，人都到齐了，你叫大家来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不齐，还有人没来，再等等。小姑姑，这人都到齐了，没有缺人呢，现在开始吧。不，还有人没到，再等等。还有谁啊？村长话音未落，就听见有马蹄声自远而近。小燕儿，我回来了。村里人都惊奇，这3位兵爷来他们向家村干什么？小燕儿，石头和石柱在哪儿？向田还有爹娘呢。茉莉，你是茉莉，你还活着？娘，是我是茉莉啊。孩子呢？我的孩子。茉莉啊，你告诉娘，向东
向东他人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啊？娘，你不知道吗？小燕没跟你说，向东活得好好的。向东还活着，真的活着。你说啥？向东他还活着？娘，爹，我没骗你们，向东真的活着。我们当时被人救了，只是一直被困在外面，没能及时回来。他身体好好的，就是一直惦记着家里，惦记着你们。娘，哎，石柱，阿娘回来了，对不起啊，阿娘回来晚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回来了就好，都回来了就好。向燕刚把选族老，而且还要选一半的女族老的事情说了，人群里一部分人顿时就炸开了锅。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想坏了祖宗规矩啊，想让祖宗蒙羞啊！我们向家村不是给你一个小姑娘玩过家家的，想要女人当族老绝无可能，你想都不要想。小姑姑，二叔虽然言辞激烈了一些，但他说的对呀，这女人怎么能当族老啊？这不是让咱们向家村被人耻笑吗？太姑婆，你年纪小，不知道族老的重要性。当初你当族长的事情我都听说了，要不是你带着全族人过上了好日子，有这天大的功劳，大家肯定不会让你当族长的。你已经是破例了，其他的女人不可能让他们当族老的。对呀，姑婆，这族老是老爷们儿的事儿，那些妇道人家懂什么？二娘，你这话就不对了。什么叫妇道人家懂什么？你们男人比我们懂什么啦？是种地你们比我们懂，还是读书比我们读得多了？我孙二娘别的不敢保证，但我肯定比你认字多。哈！我说二牛啊，你咋说话的？我们妇道人家可比你懂得多得多了，少瞧不起我们女人。今天这族老必须由我们女人一半来当。不可能，这族老的位置只能是老爷们的。要是放以前，这种事儿根本没你们这些妇道人家说话的地方，都是小燕这个族长当的不称职。还有有良，你就这么看着小燕胡闹啊？她年纪小不懂事，你就这么看着？二哥，你思想落伍，不能指责有良不负责任。这些女族老的事，我一早就和村长商议过了，他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村长不可置信地看着向燕，他什么时候同意了？这事他就不该知道。好啊，你个有良，我问你什么事的时候，你还装不知道，结果你不但知道什么事儿，你还同意选女族老，祖宗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你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你把族长的位置弄丢了就算了，你还想着跟小燕胡闹？这向家村干脆都让女人来当家做主好了。我看你这个村长也别当了，干脆回去让你媳妇养着你算了。村长的脸都绿了，他看看向水生，又看看向燕，他夹在中间简直里外不是人。行啦，我是族长，这件事我说了算，选女族老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行，这件事我坚决不同意。族老管的是族里的根儿，是田地划分、邻里纠纷、祭祖祈福，是咱们向家的脸面。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连自家灶台都管不明白，也配插手族里的大事？让他们当族老传出去，周边的李家村、王家村，谁不笑话咱们向家村没男人，乱了纲常？哼，到时候祖宗们在下面都要被笑话。对，我们都不同意。不同意。笑话？哼，咱们向家村过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再说，女人怎么就管不了族里的事儿？男人有男人的眼光，女人有女人的想法，互相商量，互相体谅，才能把族里的事儿办得更周全，才能让咱们向家村的日子过得更好。我不是要让所有女人都当族老，只是选一半，男女各占一半。我知道你们觉得女人当族老不合规矩，但规矩都是人定的，不是祖宗刻在石头上不能改的。万事都有个开头，我今天
就让女人当族老这件事儿有个开头。这件事你们不同意也得同意，我是族长，我就能做决定。向水生被向燕气得面红耳赤，嘴抖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小姑姑，这件事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别硬来啊！你看二叔都气成什么样了。有良，你想想前年过年的时候，你和大家伙儿对我承诺过什么？承诺过什么？村长，当时大家承诺，要是小姑姑能找到向家村的其他人，以后村里的事就由小姑姑说了算。这事儿是你亲口答应的，不能不作数吧？我是答应过，但这事总不能硬来吧？既然这件事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那我这个族长也不强迫大家，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原则进行站队。不行，不能站队，要站队也只能男人来站队，女人不能算数。他们当然想当选族老，这不公平。哼，女人怎么不能算数了？男人们下地，他们也跟着下地。男人们平常休息的时候，女人还要做饭、纺线、照顾老人孩子、做衣服做鞋。同样是人，为什么他们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女人天生就是。现在向燕不再管向水生说什么，立刻大声严肃道：14岁以下的孩子站到一边，剩下的人听着。向家村同意选女族老的人站东边，不同意的人站西边。给你们1盏茶的时间想好，现在开始。话音刚落，人群就开始动了起来。孙二娘、郑小花、张四娘等已经提前拉拢好的妇人开始往东边移动。向水生的话被无视，他气得胸口起伏，瞪着向燕：都站过来，祖宗的规矩不能破，咱们男人不能被女人压下去。中间还剩一些人犹豫不决，其中刚回家的向四儿和胖虎就在其中。你们2个还磨蹭什么？还不站过来！左茉莉一声令下，2个人立刻噌的一下站到了东边。你们竟然同意女人当族老，你们还是不是男人呢？还不快给我滚过来！平贵他们眼观鼻，鼻观心，一个个装作没听到。这场选族老的风波最终被向燕给平息了下来。族老也选出来了6人，3男3女。女人除了向燕早就看好的郑小花和柳玉兰之外，还有田桂花也被选中当了族老。男人那边除了村长，还有向江、向红强成了族老，没有向水生的份儿。向水生没想到众人不听他的意见就算了，竟然也没人支持他当族老。他的脸上火辣辣的，一气之下就跑了。二爷爷的腿脚这么好？是啊，二叔这背影看着哪像50多岁的人呢？分明是个年轻小伙子嘛。哎，二婶，你一会儿好好劝劝二叔，让他想开点。虽说这事儿不合规矩，但就像小燕说的，这规矩也是人定的呀。咱们就开了这先例又如何呢？咱们向家村照样过得红火呀。谁说不是呢？哎，行了，你们都别操心了。他就是一时想不开，感觉脸上过不去，睡一觉就好了。向水生感觉自己都不想活了，他一口气跑到了山脚下，累得气喘吁吁，这才停下。他简直没脸见人了，凭什么不选他当族老？他哪里不好了？一直到天快黑了，向水生越想越委屈，干脆跑到了祠堂，跪在了祠堂门口，放声大哭起来。他边哭边拍着祠堂的门槛，声音嘶哑又委屈：我这辈子没对不起向家村啊，没对不起列祖列宗啊，可现在呢，所有人都跟我作对啊，连我自家老婆子、儿子、儿媳妇都不站我这边啊连族老的位置都不给我留啊，这是要把我逼死啊！向水生，你闹够了没有？一大把年纪了，跪在祠堂门口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丢不丢人？我丢人？我是为了向家村不丢人呐。19叔啊，你年纪大辈分高，但你不能只向着自家闺女看着她胡闹啊！
你也管管他呀，他这是毁了祖宗的规矩啊！祖宗定规矩是为了让向家村能好好活下去，能兴旺发达，不是为了捆住咱们的手脚。若不是小燕带着村里人挣钱，恐怕咱们向家村早就没了，还祖宗规矩，喝西北风去吧。二叔，规矩是人定的，小姑姑有能力，能带领咱们村过好日子。咱们既然选了她当族长，就应该相信她嘛。向老伯啊，族长虽然年纪小，还是女子，但她做事很有章法。无论是开汉磨坊还是醉仙楼，她的方式都与旁人不一样，但最终却比一般人要的结果好。如今向家村变得这样好，说句实在话，功劳基本上都是她的。村里的事情何不放手让她去做呢？我相信向家村只会越来越好的。可哪有女人当族老的？祖宗的规矩都被小燕给破坏完了。哼，江山社稷改法度的时候都经常有，何况族规？向老伯何必如此与自己为难？二爷爷，您别钻牛角尖了，姑婆确实有能力。之前印书坊的事儿，要是没有她，咱们村也赚不了那么多钱。规矩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呀。姑婆肯定是为了咱们向家村好。向水生已经疲惫不堪，只是下一刻他的肚子咕噜噜响了起来。二叔晚饭还没吃吧？印书坊肯定锁了门，赶紧给二叔把门打开，弄点吃的。我这就去开门，你们赶紧把二叔扶起来。村长伸手去扶，向水生一把拍开了他的手。不用你扶，我自己起来。向水生努力挺直脊背，不想让人看出他的狼狈，心里暗骂肚子不争气。这时候想让他好没脸。第二天，左茉莉则收拾起了房间，可是翻到箱子底的时候，他发现了一批女人才能穿的花棉布，还有一只银手镯。这东西哪来的？这是说，这到底哪来的？当，我说这是我买回来要给娘过寿用的，这不是还没到日子，你也知道，离咱娘的寿辰还有一段日子。真是这样的？当然是真的了，比真金还真。阿爹是骗人的，他是买来送给别的女人的。石柱这话一出，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你这小兔崽子，胡说八道什么呢？爹什么时候说过买东西要送别的女人了？快出去，别在这瞎捣乱。我没有胡说，阿爹当时给阿奶要银子，阿奶还问你要银子干什么，我爹说他要娶媳妇儿，不得买点衣服首饰的讨人欢心啊，所以这才买了这些东西。这话像一颗炸雷，在左茉莉耳边炸开，她原本半信半疑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娘知道了，你先出去啊，把门合上，娘和你爹啊好好说说话。好。向田看着一步步逼近他的左茉莉，紧张的咽着唾沫。媳妇儿，你要干什么？你听我解释。好你个向田，竟然还敢骗我！合着你不是给娘买的，是买来相看媳妇的。你倒是大方，8字还没一撇就想着给别的女人买东西了。你当初娶我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大方啊？啊！等，媳妇儿，松手啊！我错了，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你失踪了这么久，我们都以为你死了，我娘看着我一个人过也不是办法，她就想着让我娶个媳妇儿，这都是娘逼我的。其实我没想着娶媳妇儿，我心里还惦记着你，我怎么可能娶别人呢？我只是拗不过我娘，才买了这些东西，但我一直没有送出去，我就是心里还放不下你。左茉莉听她这么说，气消了一些。婆婆不知道自己活着，让向田娶媳妇也很正常。阿娘，是小姑姑让阿爹想清楚再做决定的，要不然容易挨打，所以阿爹才没送的。石头说完赶紧跑出了屋，又把门关上了。石头！向田！
左茉莉这次不给他狡辩的机会，将他反手一剪，压在了炕上，然后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顿啪啪啪。左茉莉打够了，这才放开他。向田一阵委屈：行了，你也别委屈了，以后老娘就算死了，你也得给我守着，不许给石头和石柱找什么后娘，要不然老娘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媳妇儿，你是怎么把我一下子摔到炕上的？样子好帅，你也教教我吧。然后向田就被左茉莉翻来覆去的摔，到最后他被摔了个七荤八素也没学会。行了，别学了，你天赋太差，还是好好干你的活吧。